大前帝国。数月前，因为一纸削藩令，使得诸王作乱，中原大地烽烟四起。北蛮金帐可汗抓住机会，草原骑兵趁虚而入，连破大前8城。沧州府边关石堡，守城士兵从1万到现在不足3000，粮草被断，又没有援军。边军的将士们守着城楼，眼睁睁等死，毫无斗志。这时，一个传令兵跑到了城门口的军营，大声呼喊：“兄弟们，官府发媳妇了，还没娶妻的都可以领媳妇儿。”哪来的媳妇儿？前几日不是逃了一帮胡商吗？他们关押的女奴权被充公了，只要肯进死士营，冲第一个就能领媳妇。干，横竖都是死，还怕进死士营？走，兄弟们看看去。没错，死也当个风流鬼。几个兵卒看向一个五官有些清秀、穿着破损皮甲的男子。林秀才，你不去？林霄摆摆手，你们去吧。哈哈，书呆子都要死了，害羞个啥？毕竟读书人有几分傲骨正常，咱几个看看去。林霄看着几个老兵离去，心里多少有些苦闷。他原本是个喜欢徒步登山的大学生，一场暴雨让他失足坠崖，肉身穿越了。这个世界和蓝星很像，也是中原王朝，常年和西北各蛮族交战。凌霄光溜溜来了以后，脑袋里莫名其妙多了一段记忆。这世界原本也有个凌霄，还是学堂里教书的秀才。关键是两人长得还一样，所以除了头发变短引起一些议论外，倒是没人怀疑他。靠着文字相同，凌霄原本还能教书养活自己。可最近蛮族趁着中原内乱大举入侵，别说吃饭，小命都快保不住了。凌霄不想为一个毫无感情的腐朽王朝白白送命，本想悄悄逃走的，可蛮族的骑兵为了截断粮草，一直在城外巡逻。那些冒险跑出去的百姓没多久变成了无头尸，被丢在荒野喂狼。凌霄没地方去，为了一口吃的加入了边军。数日内2场苦战，看着一个个士兵在身边死去，他感觉活着简直是奇迹。操！别人穿越不是带童子就是带挂个，我这是来当炮灰的。凌霄越想越气，活了20多年，连女人的滋味都没尝过。女奴长得好看的能给你们留下，算了，都什么时候了，碰碰运气吧。凌霄也没抱什么希望，来到了马市街。这会儿已经有几个边军的单身哥们儿领到了媳妇儿，有的抱着黑乎乎的瘦婆娘，有的则是牵着一个大娘，还有长得和如花似的。可眼看都要死了，这些边军也不挑了，签完进死士营的军令状，急匆匆就领着女人回去深入交流了。靠！我就知道。凌霄看着这些重口味的老哥，心生佩服。算了，实在下不去嘴啊。凌霄正要转身离开，却听见校尉在台上喊：“最后一个。”真没人敢要吗？凌霄走都走了，回头随便看了眼，却瞬间被吸引住了。那是个身姿高挑曼妙、长发垂腰的美人，肤白胜雪，柳腰长腿。小小的瓜子脸虽然有些脏，可不影响五官精致，沉鱼落雁。那一双星眸中透出的高冷和委屈，让人心生怜惜，又大起征服之欲。这种极品怎么会是奴隶？凌霄大为震撼，前世那些大美女明星也不过如此吧？这可是纯素颜，甚至还因为破旧的衣服打了折扣啊！孙校尉，这女的异色瞳，灾星啊！碰了这种不祥之女，全家血光之灾，下辈子都别想投胎了。要我说，直接砍了吧，留着也是不吉利。被人群一喊，凌霄才发现这女子的一只眼睛是黑棕色，而另一只却是蓝宝石色。这有啥？前世那么多女孩故意戴美瞳呢？将军说了，不能杀女奴，实在没人要，我就把她送出城。真晦气，死了这么多人，保不齐就是这灾星害的，赶紧送出去。这眼睛比蛮人都可怕，妖怪啊！凌霄都无语了，这什么封建迷信？正当他要上台，却见一个驼背的老兵先爬了上去。你们不敢，我敢要。众人一看这驼背老，都目露嫌弃。刘老汉，你都50多了，嫌命硬啊！这刘老汉也是最近才进了边军混口饭吃，之前一直是掏粪的，不过因为一直没女人肯嫁，确实符合光棍的要求。嘿嘿，老汉我50年童子身，阳气足，镇得住这女妖怪，有道理啊！哈哈，这算门当户对了。刘老汉，降服女妖就靠你了。刘老汉意气风发，朝着一帮将士拱拱手，回头则朝那美女咧嘴一笑。那异色瞳美女看见刘老汉的一口黄牙，露出的鼻毛，满眼是绝望。慢着！凌霄这时总算来到台上，出声道：“刘老汉，这女的我要了。”全场一片惊呼声。异色瞳美女也是娇躯一震，看着凌霄，错愕又透出一丝希望。林秀才，你疯了啊！小林先生，这异色瞳灾星碰了不得超生的。凌霄可不管这些，
朝孙校尉一行礼。校尉，死士营肯定要年轻人，这刘老汉上去也是白送，还是让我来吧。孙校尉都无语了，一个异色童，你还跟他抢？要是刘老汉同意，我没意见。见鬼了，这读书人上赶着送死就算了，连投胎的机会都不要了。我不换，我先上来的。刘老汉直摇头，怎么样才肯换？凌霄知道这货无非是想谈条件，要是真中意这女人，也不会这么晚才上台。刘老汉举起一只手，50个铜钱。凌霄掏了掏，取出一个脏兮兮的馒头，钱没有，我就剩这一口吃的。一看馒头，刘老汉眼睛都绿了。边军只有守城的士兵能一天领一个，他是后方的，每天只能喝稀饭。事实上，城内断了粮草，真有50个铜钱，未必买得到一个馒头。赶紧的，换不换？凌霄直接刀子往上一提，清秀的五官露出一抹彪悍。他坠崖时就走马蹬过，死了一回。这几天的守城血战更让他有了股子杀气。刘老汉吓得脸色发白，一把拿过馒头，给你了。凌霄心说，这世界真的疯了，一馒头换绝色美女。而美女的眼中也流露出一丝复杂的神情。来，跟我走。凌霄朝女子伸出手，女子犹豫了下，还是伸过去了一只纤纤素手。一碰触，凌霄就感觉柔弱无骨，细腻如玉，血赚啊！妈的，死前潇洒一回，也不算白来这世上一遭。定，宿主视死如归，人图系统匹配成功。杀戮机器，每击杀一人增长1年功力。可进阶，神之眼，可看透他人属性。可进阶，凌霄先是一愣，随即差点没激动地蹦起来。操！快死了，你可算来了，童子哥！凌霄旋即立刻查看自己属性。宿主，凌霄，20岁，石宝边军小卒，资质，凡品，功法，无，惨不忍睹。凌霄又看看旁边的美女，萧清玄，20岁，西蜀王国女帝，资质，玄阴之体，天品，沃尼玛，王国女帝。凌霄回忆了下，这西蜀不就是诸王叛乱前被南岭王灭国的吗？传闻西蜀皇族被屠杀，刚登基的女帝却不知所踪，原来是真的。凌霄按下激动的心情，装作若无其事，毕竟系统是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立身之本，绝对要保密。女帝又如何？如今不就值1馒头？定，新手大礼包到账，内有功法、丹药等，请问是否打开？凌霄正愁自己没有可练的功法呢，刚要睡觉来枕头，打开，获得黄品功法血煞刀法。血煞老魔所创，因杀气过重，容易反噬，只算黄品，论杀伤力堪比玄品。获得5枚低级功力丹，1枚可长功力1年。获得黄品武器饮血刀，适合血煞刀的一把长刀，血槽极深，可迅速放血。获得小型储物空间1立方米。凌霄知道，这世界武者资质、功法、武器等都分凡品、黄品、玄品、地品、天品、仙品。一般民间百姓能够学到黄品功法就很不错了。黄品以上的，不论刀枪拳脚功夫，基本都自带内功心法，可以练出内力。虽然是黄品功法，可只要功力涨上去，一般情况也够用了。而且功法一旦精进，听说还有机会进阶。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提升功力，在接下来几天活下去。凌霄站着不动，思考着接下来的计划。萧清玄疑惑地看着男人，他为何突然沉默了？莫非后悔了？终究还是介意自己的异色瞳吗？中原大前王朝附近几个国家，也就他们西蜀国靠近西域，不忌讳这个。去年流亡至今，他因为这异色瞳不知道受到了多少唾弃，甚至连马帮匪徒看见自己都避之不及，生怕沾上厄运。本来他那女帝的高傲自尊也被无情现实所击溃，要不是这条命是忠魂誓死拼杀才保住的，他早就自杀无数次了。如果今天他要将自己送回给驼背老汉，那不如一头撞死。西蜀王国身为国君，沦落到一个馒头贱卖，若还被退货，还有什么颜面活下去？正当他胡思乱想，凌霄再次迈开步子，牵着他的手离开了集市。凌霄不知道，就这么会儿功夫，萧清玄已经鬼门关走了一遭。签署完死士营的军令状，凌霄带女人回家。凌霄父母死得早，只留下这么一间小院，这几天一直睡城门口，也没回来。好在家徒四壁，也没什么需要打扫的。小美人，你叫什么？凌霄差点直接喊名字。萧青儿。萧清玄柔声回道。不复国，他无言用本名示人。凌霄并不意外，王国女帝也是女帝，要面子的嘛。行，那我叫你青儿吧。萧清玄的目光这时却落在了屋内一处泥灰墙上，有人用木炭在上面写了2句诗：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萧清玄深吸一口气，妙目异彩连连。书法虽然一般，但是架不住诗写得太惊艳。他自幼熟读各家名作，确信从未见过这2句诗。论边关从军师的标准，至少也是上品，甚至是仙品。怎么，你还认字啊？凌霄发现女人出神，一看墙上自己随手写的诗句，立刻就明白了。他也就是刚进了边军，无聊的时候随便写写，没想到这会儿装到逼了。这是你写的？萧清玄不敢相信，一个边军小卒能有这惊世文采，要真有这水平，绝对是名扬天下了。不是，祖宗传下来的。凌霄随口道。祖宗？萧清玄蹙眉，这根本就是不想好好回答吗？话说回来，刚才是有人喊他林秀才，他好像是个读书人呢。难道真是他写的？凌霄指了指外面的水井，那儿可以打水，你清洗一下。好。萧清玄见凌霄不愿多说，只得作罢。他确实浑身都臭臭的，早就想洗澡了。凌霄则是直接扭头又要出门。你要去哪？萧清玄心一提，我出去给你整点好看的衣服，再搞点吃的回来。凌霄回头道，我们今晚拜堂成亲。成亲。萧清玄脸蛋微红，瞬间美艳不可方物。是有点仓促，不过石宝很危险，蛮族一言不合就会屠城，我不想浪费时间。你不会以为我把你买回来就是白吃白住吧？凌霄一想都快死了，也没啥难以启齿的。萧清玄咬了咬花唇，小声说道，那也不用非得成亲吧？不行，我还没娶过妻，必须体验一次。凌霄眉头一拧，面色冷峻道，怎么，你不想嫁给我？没有。萧清玄摇头，都沦为奴隶了，还在乎当人妻子吗？而且这男人也是头婚，长得也俊俏，自己也不算吃亏。凌霄这才满意，转身出了门。看着男人离去，萧清玄喃喃自语，父皇母后，允许我死前疯狂一次吧。不知道为何，对于这个一馒头买下自己的男人，他非但没有讨厌，反而有些特殊的感觉。真要是一看就反感的人，他宁可一头撞死也不会答应的。凌霄出门后，找了个没人的小角落，学功法，服下了5枚低级功力丹。定，宿主学会血煞刀法。定，长功力5年。定，获得成就出入江湖，威望加10。一时间，凌霄感觉身体内一股热流涌动，脚步轻盈了许多，呼吸也更畅快了，就连耳力、眼力也都得到了增强。好家伙，这才5年功力，50年得强成啥样啊？竟然还有成就！凌霄心念一动，就唤出了成就列表。出入江湖，一朝白马踏春风，江湖我也来。品级，黄品，威望加10。威望，这东西有啥用？系统，报告宿主，威望值满100后，可开启威望商城，兑换各种好物哦。一行字出现在凌霄脑海里。商城，那是好东西啊！100威望，也不知道多久，要都是黄品成就，得获得10个啊！凌霄暂时也不去多想，先看看自己的属性。凌霄，20岁，边境石堡小卒，资质凡胎，凡品。功法，血煞刀法，5年修为，黄品，可进阶。武器，饮血刀，黄品。凌霄提着刀，直奔一个看着还不错的宅邸。来到门口，凌霄敲了敲木门。谁啊？院内传出粗鲁的声音。我。不多时，门打开，走出一个胸口长毛的壮汉。院子里，壮汉和几个兵痞正喝兑水的米酒，玩着骰子。城门将破，有些士兵还在守城，可也有不少这样的兵痞开始摆烂，直接醉生梦死。反正将领也都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军营乱了也没人管他们。眼前这个名叫陈虎的壮汉就是个本地出名的兵痞，豪赌如命，连媳妇儿女儿都被他卖了。林秀才，你来干嘛？我去年借你的1贯钱，你该还了吧？凌霄的记忆中，自己以前很软弱，被这陈虎敲竹杠是家常便饭，所以格外穷酸。没有，滚！陈虎不耐烦地骂道。凌霄没吭声，而是使用了神之眼。陈虎，23岁，石堡边军小卒，资质凡品。功法，看什么看？老子说话听不见。陈虎见凌霄不走，脸色越发凶厉。凌霄冷笑了声，果然如他所料，最低级的士兵根本连武者都算不上。噌啷一声，凌霄拔出了饮血刀，噗呲！不等陈虎多说半句，一刀子捅穿了他的腹部。啊！陈虎面色惊恐，他虽然是兵痞，可好歹练过几年，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所以根本没想到这半路当兵的凌霄敢对他出手。你敢杀我？陈虎试图伸手去抓凌霄的脖子，可凌霄刀子往上一挑，
直接开膛破肚，血溅一脸。你迟早要死，与其死在蛮人手里，不如死在我手里，有点价值。定，击杀+1，功力加1年。凌霄感觉到暖流进入体内，很舒服。定，获得成就第1滴血。一入江湖深似海。选品，威望加50。哟，第一次杀人给的还不少，威望来到了60，距离商城近了一大步。不过1年功力可不够，院子里还剩3个临阵脱逃、花天酒地的兵痞呢。凌霄面色阴冷，直接将门关上。斩查时间，凌霄浑身是血的走出院子，抹了把脸。经历前2次守城战，他对杀人已经麻木，并不会太有负担。这次杀的是醉鬼兵痞，可比杀蛮族轻松。看看属性面板，功法血煞刀法，9年修为，黄品，可进阶。技能血剑7尺，血煞刀苦练7年，小有所成，7步之外迸发1抹血煞刀气，势如破竹。没错，杀完这些人，凌霄获得了第1个技能。技能的威力会随着功法提升而精进。这血剑7尺是挺凶，只可惜太耗费气力了。他刚刚在院子里试了下，最多只能挥出2次，所以不能随便用。不仅如此，他又获得了一个成就，雕虫小技，领悟第1个技能，黄品，威望加10。凌霄更期待将血煞刀练到几10年大成会是什么效果了。功力涨了，钱也从赌桌上拿到了。再次上集市，买了点女子衣物，一些粗粮，一点马肉，还有2根红烛。傍晚时分，凌霄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院子中焕然一新，一切摆放井然有序，全被打扫过了。一个肤白貌美的女子从屋内略带腼腆走了出来，正是洗干净后穿了身男人衣服的萧清玄。乌黑的青丝洗净后，用木簪随意一盘，天鹅颈修长，气质出尘脱俗。你回来了。萧清玄看着身上还有血污的男人，并没有害怕，因为他见过人间炼狱。凌霄眼神呆了片刻，他还是低估了这女帝的美貌，关键身材还这么顶，穿着自己宽大的衣服还那么有料。进屋换衣服，萧清玄也不知道男人是从哪带回来这些吃的用的。他进里屋换了深暗红色的罗衫长裙，纤腰一握，美艳无双，不错不错。虽然买不到喜服，不过这身也可以。凌霄自己也已经冲了个澡，换上干净的朱红色长袍。他点上了2根红烛，朝萧清玄招手：“青儿，快过来，我们拜堂。拜完堂好吃饭。”萧清玄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可还是被男人的直白搞得有些娇羞。不过想到可能成了亲，过2天就会死，也就没啥好纠结的了。人生的最后时光，和一个不讨厌的男人一起度过，黄泉路上有个伴，倒也不错。要成亲，你总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吧？萧清玄一双水灵灵的星眸，几分嗔怨地看着凌霄。哎呦我去，我都忘了介绍下自己了。凌霄自嘲一笑，道：“我叫凌霄，自在逍遥的逍。”自在逍遥。萧清玄目光复杂，真好。这愿望可能要下辈子了吧？下一世只求不生在帝王家。天地为证，我凌霄今日迎娶萧七儿为妻。凌霄心里默默添了句：老天爷，他本名萧清玄，别登记错了。天地为证，我萧清玄愿意嫁给凌霄为妻。凌霄愣了下，扭头看向女人：青儿，你说啥？我说愿意嫁给你啊。萧清玄装傻。凌霄心里高兴，可也没有戳穿。没有高堂，咱夫妻对拜一下。跟你拜堂可真随意。萧清玄小声嘟囔：嗨，意思到了就行。2人面朝对方，弯腰行礼。在抬起头时，四目相对，彼此映着对方的脸。凌霄的亢奋和激动是藏不住的，两世为人，可算不是光棍了。娘子，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了。萧清玄轻咬红唇，细若蚊蝇，总算唤出一声：夫君。哈哈，以后多喊喊就习惯了。凌霄也不废话，拉着萧清玄坐下，开始吃饭。萧清玄也是好些日子没吃过像样的东西，早就眼馋桌上的那点面饼、马肉干。这些东西放在1年前，连他的奴仆都不屑于吃，太粗糙了。可如今对于萧清玄而言，却是人间美味。慢点吃，但也别吃得太撑了，等下不方便运动。凌霄啃了口饼子，目光火热地看着腮帮鼓鼓的娇妻。美女就是不一样，狼吞虎咽都这么有魅力。萧清玄差点没呛着，他虽然没有经验，可在皇宫也学过男女之事，自然明白什么意思。女人的脸淡红的娇艳欲滴，宛如熟透的水蜜桃。萧清玄轻声应下，他其实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可还是不敢像男人这么直白。夜色渐深，凌霄锁好了2道门，避免被任何人打扰。回到屋内，看着已经坐在床沿上美若天仙的妻子。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凌霄有感而发，古人诚不欺我，这世上真有那么美的女人。萧清玄听到这几句诗，芳心悸动，神魂颠倒。他万万没想到，这么简陋的洞房花烛，却能听到如此动人的千古名句。不会错的，那些诗句就是这个男人写的。从今天起，他就是自己的夫君了。娘子，春宵一刻值千金，为夫来了。夫君，求怜惜。一直到后半夜，凌霄搂着绝色娇妻，两人都没有睡意。夫君欺负人。萧清玄一身香汗，头发都有些湿湿的，面若桃红，水眸带着一丝小委屈，说了要联系一点，结果折腾了他足足5回。嘿嘿，不能怪我，实在是太舒服了，为夫欲罢不能啊。凌霄虽然没经验，可听说有的女子自带神器，莫不是被他撞上了。萧清玄羞涩埋头，可又心里莫名有一丝窃喜。当妻子的谁不喜欢被丈夫表扬呢？夫君，你为何娶我？不怕我异色同事灾星吗？我只看见了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至于你的眼睛，我很喜欢。萧清玄娇躯一颤，黑暗中眸子里闪过一丝感动。他从小因为身份尊贵，大家都会吹捧他，赞美他，可那些话都是虚伪的，很多人甚至背地里都巴不得他死。眼前这个第一天认识就拿走了自己最宝贵东西的男人，却用最质朴的语言打动了他。谢谢夫君。凌霄伸手拂过女人光滑的脸蛋，坏笑道：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娘子你很便宜啊，一个馒头就换来了。讨厌。萧清玄当然知道男人是开玩笑，娇嗔了一句。他这一撒娇，却让凌霄再次精神焕发。娘子，中场休息结束了。啊，还来。女人仿佛受惊小鹿。翌日大清早，院外传来敲门声。林秀才，快开门，有急事。凌霄迅速从床上爬起来，可能是因为获得了9年功力的原因，一晚大战也没多辛苦。他简单穿好衣服，走出去开了门。门口是个膀大腰圆的黑脸壮汉，姚刚，21岁，石宝边军小卒，资质黄品，功法杀猪刀法，11年修为，大前屠户间流传的刀法，砍人有奇效。黄品，姚刚是他的发小，本来是屠户之子，和他一起被征兵进了边军。跟凌霄关系不错的大多数人已经战死了，姚刚靠皮糙肉厚，作战勇猛，如今还未负伤。什么事？凌霄打了个哈欠问道。你小子窗上贴喜字，听人说你昨天买了个异色童灾星，你该不会真娶媳了吧？凌霄脸色一正，她是我娘子，不是什么灾星，如果还想跟我当兄弟，以后不许这么说。这时穿好裙子的萧清玄刚好走到门口，听见凌霄的话，心头涌过暖流。她是我妻子，多么美好的一句话啊！父皇母后，我好像又有家人了。门口的姚刚愣了下，随即打了自己一嘴巴。瞧我这嘴，你喜欢就行，我以后不说了。凌霄也没真怪他，你这么急敲门，什么事啊？你是不是杀了陈虎他们几个？副都统要找你过去问话呢。副都统？凌霄冷笑了声，副都统陈州是陈虎的堂哥。陈虎会这么跋扈，四处借钱不还，一部分原因就是陈州当靠山。昨天杀人的时候，他其实就想到可能会有这一出。稍等下，我跟娘子说声，就跟你过去。凌霄回头来到屋中，一边穿戴皮甲，一边交代：娘子，我去一趟大营，你在家里哪也别去，等我回来就行。萧清玄面露担忧，昨天凌霄回来一身血，他就知道事情不简单。夫君，你千万小心，我在家等你。凌霄不由心头一阵异样，家里有人等自己，穿越来这么久，总算有一种归属感了。娘子放心，我死不了。凌霄搂过女人的后脑勺，用力亲了口，潇洒大笑出了门。萧清玄双眼绯红，看着男人的背影一直远去，芳心怒撞。这一刻，她再也不是什么女帝，只是一个翘首盼着男人回来的普通女子。石宝军大营，因为大量将领战死，如今除了守城参将，只剩一个都统，2个副都统。陈州作为2营副都统，论地位算得上城内前几号大人物。当凌霄进入营帐的时候，陈州和几个亲信正在看2个歌姬跳舞，喝着酒。虽然蛮族随时可能会来，但是陈州和几个手下都已经放弃了抵抗。横竖难逃一死，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陈都统，凌霄来了。凌霄走上前，拱手行了个礼。见过陈都统。陈州，25岁，石宝守军副都统，资质凡品，功法边军枪法，8年修为，凡品。一看这属性，凌霄心里有了计较。就是你啊，他们说的林秀才。陈州拿着酒杯，一脸傲色道：陈虎的死是不是你干的？我只给你一个机会，说实话。凌霄早知道对方会这么问，立刻掏出了准备好的饮血刀。都统请看。陈州眼神一亮，虽然不是什么武林高手，
可能当小军官的自然有些眼力。这是把皇品的长刀，能够上品的武器和功法一样，一般都是将领才能用得起。整个石宝边军也就参将手里有一把皇品的剑，玄品以上的一般要正经贵族才能拥有。所以陈州瞬间就眼神火热，都统好眼力。凌霄苦笑道：这其实是家父的遗物，陈虎从我这儿抢走，想要换钱。我身为人子，就算再软弱，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的遗物被抢走。一旁的姚刚有些纳闷，凌霄他爹不是替人代写书信的吗？怎么还有刀啊？皇品长刀确实值不少钱，少说的几百两银子，难怪我那堂弟会心动。陈州话锋一转，不过哪怕你情有可原，也是杀了人，犯了军规。凌霄忙拖着长刀上前2步，陈都统，我一直敬仰您的骁勇善战，愿意将此刀献上，还请开恩。陈州嘴角压不住笑，这小子真的是太蠢了，这样上品级的刀不仅杀敌容易，关键是能换不少钱，拿着它就等于揣着几百两银子，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过上不错的生活。陈州早就想好了，一旦石宝要守不住，他就带着几个亲信开溜。之前还担心当逃兵以后没地方赚钱，活命都成问题，这下好了，钱的问题解决了。这秀才竟然还傻乎乎留在家，等着自己派人去抓。不过也得庆幸遇到个蠢货，不然自己哪能看见一线生机。他一个眼神，旁边一个亲信士兵就笑呵呵起身前去凌霄面前。小子，算你懂事。正当那亲信要从凌霄手里拿刀，凌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银血刀悍然出鞘，噌啷，9年功力哪是这些普通兵卒能够抵挡，何况还是喝了酒的。一个头颅飞起，血线狂喷，定，击杀+1，功力+1。歌姬惊呼尖叫，直接吓傻了。陈州毕竟是久经战阵，早有所防备，见状怒目圆瞪，迅速起身拔出了自己的佩刀。王八蛋，你找死！陈州翻身过了矮桌，正要朝凌霄出手。血剑7尺，凌霄一刀纵劈，划出一道血色匹练刀气，刀气隔空出击，气势如虹。10年功力的一刀，凌霄刚刚走上前献刀，就是为了确保技能的发动距离足够。陈州还没来得及反应，身体如遭雷击，脸上被对半劈开，扑腾，陈州跪倒，当场倒在血泊中。定，击杀+1，功力+1。凌霄有些郁闷，杀个副都统和杀小兵也没啥区别啊。得，人人平等了，属于是。杀人了。剩下2个亲信见到陈州都被杀了，急忙要跑。哪里走？黑脸大汉突然拦在了门口，一拳头就打翻了一个。姚刚，林秀才，别让他们跑了。凌霄有些感动，好兄弟啊，虽然自己不需要他帮忙，可还是得承这份情。上去刷刷2刀，又是2个人头被斩落，都是功力啊。功法，血煞刀法，13年修为，皇品，可进阶。凌霄很提气，再杀几个，自己就快从娘胎里开始练刀了。同时提示音再次传来，定，获得成就以一当10，击杀10人，皇品，威望+10。如此一来，威望总共达到了80点。林秀才，你刀法咋这么厉害？我都快不认识你了。姚刚有些懵，挠了挠头，你不认识我，还帮我？知道杀友军的罪名多大吗？凌霄管儿，怕个蛋，大不了就死，杀他们比杀蛮人还过瘾一帮蛀虫。凌霄拍了拍姚刚的肩膀，放心，我有办法，咱不会死。姚刚一脸疑惑，你想干嘛？凌霄一刀取下了陈州的头颅，去找将军，咱去自首。啊！姚刚瞠目结舌，还以为听错了，可凌霄没说太多，直接大摇大摆拎着陈州的脑袋走向将军大营。一群还活着的边军看到这一幕，全都活见鬼了。那不是陈副都统吗？怎么被砍了？卧槽，那不是林秀才吗？他疯了！议论声中，凌霄来到了大帐前。小的凌霄斩杀副都统陈州和其手下数人，特来向赵将军请罪。片刻过后，在几个校尉的陪同下，守城参将赵宽走了出来。赵宽不足50岁，可须发几乎都白了，但依旧龙行虎步，眼神矍铄。赵宽45岁，石宝边军参将，资质皇品，功法1，破阵刀法，27年修为，边关将士常用的刀法，适合上阵杀敌。皇品，功法2，赵家枪法，18年修为，赵家祖传枪法，因年久失传一些要领，威力稀松平常。凡品，凌霄听说这赵宽本来是大前武官世家出身，官至5品游击将军，可因为得罪了达官显贵，贬到了石宝，成了从5品的参将。不过这次守城战
赵宽展现出了丰富的作战经验，硬生生在主将早早战死后，挡住了蛮族前2轮进攻。可是谁都清楚，就靠现在的3000人，赵宽再怎么骁勇有谋，也很难挡住下一波攻城了。好大的胆子！赵宽不怒自威，不论是什么理由，以下犯上，战前扰乱军心，任何一条都是死罪，你可知晓？小子知道。好，有种！赵宽一挥手，来人啊，拖下去，军法处置。将军且慢。凌霄拱手道：如今大敌当前，若是守城失败，我们都难逃一死。可如果将军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有把握，至少能让蛮族短期内无法攻城。一听这话，旁边众校尉军官都哈哈嘲笑起来。大言不惭，一个书生能活到现在，都是祖坟冒青烟了。真把自己当回事，老子砍蛮族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赵宽却似乎并不意外，眯眼道：说说，你有什么方法？主动出击，夜袭敌营。凌霄脱口而出，瞬间全场沉默了好一会儿。过了足足10几秒，一帮老兵笑得前仰后合，宛如看一个傻子。我说这林秀才怎么会杀了陈州？原来是犯了疯病。夜袭蛮族军营，咱3000守军，那边少说还有1万，而且一半是重骑兵，光是那些战马跑起来，都把你踩成肉泥。人家是蛮子，可不是傻子，大半夜难道不会派人值守巡逻吗？要知道，当初边军有上万军力，都只能死守，不敢出城。如今总共才这么3000人，骑兵只有不足200，很多还负伤了，跑去夜袭，简直是茅坑点灯，找死！凌霄，你要是只会说这种蠢话，还是去死吧。赵宽也是一脸失望，他其实早就看不惯陈州一帮人，所以杀了也没什么。本以为凌霄是有勇有谋，真有什么妙计才敢来主动认罪，结果就这和凭空请来天兵天将有何区别？将军，各位可能误会了，我所说的夜袭是只有我一个人，不需要边军兄弟们冒险。此话一出，全场再次震惊。疯了，这林秀才怕不是脑子被打坏了。我听说他昨天用馒头换了个异色瞳的女子，可能中邪了。赵宽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脸色越发难看。凌霄，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当本将军是3岁孩童，任你欺骗？不敢。凌霄大大方方道：将军，我既然敢这么说，自然有我的想法。何况如果不是我今天斩杀陈州，你们谁会相信我有这个实力？众人语塞，的确他们都不明白凌霄一文弱书生怎么能击败陈州呢？赵宽也是眼神闪烁不定，有些动摇了。凌霄立刻加把火：将军，如今北蛮胜券在握，形势一片大好，反而会掉以轻心。我们与其死守，不如以小博大，换取一线生机。您大可以放我出城，我若不成功，也只会是第一个被蛮族大军碎尸万段。反正横竖都是死，何不相信我一次？死也让我死得有些价值。凌霄几句话让众人安静了下来。赵宽眼皮跳了跳，一句以小博大让他心头一动，这绝不是鲁莽之人会说出来的话，他肯定是有所倚仗。的确，孤身跑去蛮族的地盘，九死一生。如果他想逃跑，根本没必要来演这一出。好，你既然这么说，本将军给你机会。赵宽也是死马当活马医，若是你真能阻挡蛮族大军攻城，哪怕3天，不仅赦你无罪，10保守军从此听你号令，本将军都没意见。真要能孤身一人阻挡蛮族大军3天，赵宽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凌霄不是人，是战神。多谢将军成全。凌霄拱手道：还请容我回家一趟，和新婚娘子道个别。天哪，这小子娶妻了，不会是那异色瞳的女子吧？他真是疯了。赵宽冷哼了声：去吧，不过最多1个时辰，你就得出城。谢将军。凌霄暗暗松了口气，总算是暂时保住命了。虽然他一开始就很有把握，可终归还是有些冒险的。离开军营，赵宽的一队亲兵一直跟着凌霄回家，生怕他逃跑。姚刚也是跟着一起，一脸担忧。林秀才，你是不是找死啊？夜袭蛮子大营，这肯定有去无回啊！等蛮族大军攻城，才是必死无疑。我这叫出其不意，要不我跟你一起吧？要死一起死得了，跟蛮子拼了！姚刚一副豁出去的架势。好兄弟，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一个人行动更方便一些。凌霄心里其实已经有了计划，只是不方便和姚刚解释。回到家中，萧清玄一看很多边军堵在门口，就察觉到情况不妙。夫君，出什么事了？凌霄上前握住美人的手，看着国色天香的容颜，真是不舍。娘子，我得出去一趟。他将事情大概说了一遍，萧清玄听了好几次倒吸凉气。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这个看似文雅的丈夫会如此凶悍霸道。娘子，你不会怪我吧？把你一个人丢在城内。萧清玄摇头，微笑道：没有夫君，我早就不活了。何况夫君特意回来一趟，看似让我成为人质，其实是为了保护我吧。凌霄眯了眯眼，不愧是曾经的一国之君，果然聪明啊。没错，他让赵宽知道了萧清玄的存在，就是确保自己不在的时候，城内不会有人伤害萧清玄。毕竟他一个异色瞳，又生得太美，保不齐有些丧心病狂的，在混乱时期疯狂一把。娘子，在家等我。凌霄不再多说，转身离去。即将面对一场生死考验，他不能沉浸在温柔乡。萧清玄看着男人走出大门，眼中闪过一丝柔情和担忧。在城内花光了所有钱，凌霄买了一堆吃的喝的，还有一些生火的油，顺便还给自己多带了2把刀，一套护甲，以备不时之需。有储物空间这个外挂，他当然要充分利用。要出城，城门是不能走的，目标太明显。在一群边军战士的监督下，凌霄独自一人顺着一根绳索悄悄从城墙边缘爬了下去。等他一落地，绳索直接被拽走。林秀才，记你是条汉子，希望你能留个全尸。哈哈！几个老兵大笑着送上了祝福。凌霄虽然犯了军规，可没人真的恨他，因为陈州这伙人该死。只是军纪不可乱，凌霄想脱罪，必须戴罪立功。凌霄朝一群人挥了挥手，沿着战场的边缘开始朝蛮族大营的方向走去。穿过一片腥臭的战场时，前方竖起的一根根杆子让凌霄目光一凝，每根杆子上都插着一个个人头，这都是石堡逃出去的百姓，被斩杀后让蛮族拿来取乐和挑衅。陈夫子、刘婶儿、元宝，凌霄拥有这边的记忆，这些从小认识的长辈、学堂的孩子，如今就这么凄惨的被暴尸荒野。一股浓浓的悲伤和愤怒让他攥紧了拳头。理智告诉他，这些其实是陌生人，可现实告诉他，他来到了酷似华夏文明的平行时空，黄色皮肤，同样的语言。这些异族蛮人正在屠杀他的同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敌人就是敌人。凌霄深呼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继续前进。来到只剩1里的左右的时候，凌霄找了一个较深的坑洞，先躲了起来。蛮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派出骑兵，在石堡外方圆2里的范围巡逻侦察。这样的小队骑兵人数一般在10名左右，来去如风。陈夫子他们这些平民百姓就是死在这些骑兵手里。凌霄所躲藏的位置正是巡逻兵的必经之路。他其实并没有决定等夜晚再出手，他的主要思路是短时间内增加自己的实力，逮着多少杀多少。只要自己武力足够强，那不管是继续守城，还是带着萧清玄远走高飞，都能掌握主动权。而如果只是待在城内，他根本没办法短时间内提高功力。计划是鲁莽了点，可眼下没有太多选择。反正绝世美人都享受过了，人死鸟朝天，怕个蛋。等了一会儿，地面传来马蹄声，有骑兵来了。凌霄手握银血刀，露出一点脑袋，看着即将过来的这对蛮族骑兵，一个个人高马大，骑着雄赳赳的战马，为首的一个装束更华丽，一看就是头头。巴舒尔，23岁，北蛮骑兵小队长，资质凡品，功法北蛮军刀法，7年修为，凡品。一看对方的信息，凌霄心中大定，干的就是你。凌霄抓了个骑兵从旁经过的时机，猛地从坑里跳了出去。骑兵这玩意儿，一旦短兵相接，无法发动冲锋，其实威力就小很多。血剑7尺，凌霄一刀子劈出，血色刀气直接将巴舒尔和2名蛮族斩落马下。巴舒尔瞬间殒命，另外2人也是重伤。定，击杀+1，功力+1。剩下几个骑兵大惊失色，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有胆大包天，孤身一人埋伏在巡逻的道路上。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砍死他！几个蛮族哇哇大叫，拔出斩刀就要来围剿凌霄。可凌霄如今14年的血煞刀功力可不是闹着玩的。迎着冲来的3名骑兵，他又是一次挥舞血剑7尺，先让对方减员，技能不能省。3名骑兵胸口崩裂，血花四溅，伴随着阵阵惨叫，3人摔下马。蛮族骑兵骁勇，可根本没料到凌霄的刀气威力那么巨大。定，击杀+3，功力+3。凌霄一看已经长到了17年的功力，感受到体内越发澎湃的暖流，大为惊喜。好家伙，这短短片刻4年功力加上了。出来截胡蛮人巡逻兵果然是对的。10人小队剩下了6个，还有俩受伤的，顿时压力骤减。凌霄一个箭步追身上前，迎血刀左右狂砍。这几个蛮族骑兵起码射箭还行，近战根本不是对手。转眼功夫只剩下一个仓皇逃跑，其他的全被斩落。凌霄看着狼狈逃走的背影，冷冷一笑。
他是故意放走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引来更多的蛮族士兵。虽然危险，可比起杀进敌营，总是这样钓鱼更稳妥一些。凌霄看了眼自己的属性，凌霄20岁，边境石宝小卒，资质凡胎，凡品，功法血煞刀法，22年修为，黄品，可进阶。技能1，血剑7尺，血煞刀苦练7年，小有所成，7步之外迸发一抹血煞刀气，势如破竹。技能2，嗜血魔刀，被动，短时间内每杀一人，能增加血煞刀威力，并且少量恢复体能。武器饮血刀，黄品。我靠！凌霄一看吓了一跳，22年功力后竟然冒出一个如此变态的嗜血魔刀被动技能。更让他惊喜的是接下来的连续几条信息。定，获得成就娘胎里就开始练功，功力超越宿主年龄。选品威望加50。定，获得成就刀法小成，精通一门刀法。选品威望加50。定，恭喜宿主威望100点达成，威望商城正式开启。定，开启商城获得幸运福袋奖励，威望180。开启商城还给福袋，真是喜事连连。凌霄赶紧打开商城界面，里面就是巨大的展览柜，有各种丹药、功法、武器以及一些特殊小道具。威望商城，商品根据宿主最高功法品级刷新，每日最多可免费刷新一次，消费足够声望可升级，还能升级。不错不错。让凌霄有些遗憾的是，因为自己功法只有黄品，里面的东西基本全是黄品的，诸如气力丹，黄品，恢复少量气血和耐力，10威望；猛虎丹，黄品，短时间内增加些许力量，20威望；垂云剑法，黄品，江湖上比较流行的剑法，以柔克刚，100威望；梨花枪法，黄品，军中常用枪法，适应各种战况，100威望；金乌剑，黄品，掺杂了稀有玄铁的剑，硬度较高，200威望。还有一系列几十种的物品，凌霄也一下子看不过来。算了，先看看福袋是什么东西吧。幸运福袋未开启，装有各种稀有物品和功法的福袋，不同阶段打开会有不同奖励。凌霄一看解释，顿时犹豫了。看样子我修为越高，给的东西越好，那要不再等等。可很快他就否决了。不对，现在能不能活下来都还是问题，万一死了，那不是亏大了。凌霄不再犹豫，直接开启。定，宿主成功打开一个幸运福袋。定，获得不灭金身残卷1、5，上古流传下来的神功，修炼到极致可金身不灭，可惜只是残卷。品级选品。定，获得大还丹3枚，可快速恢复气力，缓慢治愈内外伤势。品级选品。凌霄两眼放光，卧槽，这什么啊？这是1/5的残卷，竟然就是选品功法。这要是搜集齐全了，不得是仙品。还有这大海丹，虽然数量不多，可也是提供了一个长时间消耗战的可能性。凌霄也不知道这算赚了还是亏了，反正2样都能用，那就不错了。定，宿主学会了不灭金身残卷。定，获得技能金刚不坏。定，获得技能不朽金身。定，获得成就玄功护体，学会至少一门玄级功法。选品威望加50。定，获得成就亦正亦邪，身兼正道和邪道2类功法。黄品威望加10。好家伙，威望直接到了240。再看自己的面板，凌霄20岁，边境石宝小卒，资质凡品，功法1，血煞刀法，22年修为，黄品，可进阶。功法2，不灭金身，1年修为，选品，可进阶。技能1，血剑7尺，7步之外迸发一抹血煞刀气，势如破竹。技能2，嗜血魔刀，被动，短时间内每击杀一人，可递增刀法威力，并且少量恢复体力。技能3，金刚不坏，每过1个时辰获得3秒金刚霸体时间，可抵消绝大多数物理杀伤。技能4，不朽金身，被动，每增加1年功力，肉身得到0%的强化。武器饮血刀，黄品，牛逼。凌霄忍不住一拍大腿，3秒接近无敌状态，哪怕是2小时一次，关键时刻也能救命啊。他很知足，毕竟这只是残卷，才1/5，就是这不朽金身让他有些蛋疼。1年功力才0%，100年也才强了10%，要想真正金身不灭，上万年功力都悬吧。还是那句话，残卷嘛，理解万岁。主要是凌霄也不能把所有功力都加给不灭金身，这功法更偏后期，
目前他肯定要专攻血煞刀。哎，对了，我现在有了玄技功法，商城的货应该能提高等级了吧？凌霄急忙进入商城，使用了今天的免费刷新。如果再刷新，他看见要100点威望，简直是敲诈。叮，威望商城刷新成功，欢迎选购。凌霄再一看，果然东西档次变了。活络丹，快速恢复气力，少量疗愈伤势。选品20威望。极品金疮药，快速止血，非严重内伤皆可康复。选品30威望。低级功力丹，提升功力1年。黄品50威望。凌霄无语，50威望换1年功力，老子除非脑袋被驴踢了。这些丹药对于他来说还是太奢侈了。现在最重要的其实是多一些进攻手段。经过刚才的一战，凌霄意识到自己不能靠一把刀和这群草原骑兵砍，对方只要骑马逃跑，射箭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有什么能够远程进攻的呢？凌霄一直往下看，剑术2个字突然映入了凌霄眼中。卓别剑术，昔日草原卓别部落神射手所创的弓箭术，可随风而动，百步穿杨。选品200威望。凌霄皱眉沉思，剑术买了它，威望几乎就耗尽了，而且现在也没功力丹，只能靠杀人才能把这个技能喂上去。凌霄仔细翻看了下其他的商品，倒是有一个弩的选项，但是100威望买个弩箭，自己也不一定能射中人啊。算了，就它了。叮，宿主学会卓别剑术。选品叮，获得技能追风剑。叮，获得成就卓别传人，卓别剑术的传承者。黄品威望加10，200威望，你就给我个黄品的成就，这传人不当也罢。凌霄都要被这抠门系统闹妈了。童子哥，能退货咩？系统，本店小本经营，诚信为本，买定离手，概不退货哦。凌霄都怀疑系统后面是不是有个黑心商贩在敲键盘。算了，试试这剑术再说。从蛮人尸体上取下了一副看着还不错的弓箭，拉弓，射箭，追风箭，一箭爆射，箭在空中随风骤然加速，40米开外，木杆子被精准射中。卧槽，不愧是选品技能。凌霄放心了，威望没白花，哪怕自己上辈子从来没练过弓术，只要是学了技能，立马成神射手。只不过一旦射活动的敌人，命中率、威力也会受到干扰。但是他不慌，只要给这弓箭术加10几年功力，威力肯定会大增。趁着等人来的空隙，凌霄扒了骑兵队长巴舒尔的甲胄下来，给自己套上。弓和箭带也都背在身上。如今他修为上来了，力量跟着提升，也能带更多装备，防御力好一点，更安全。扮成了一个蛮人骑兵后，凌霄躺在地上静静装死等待。过了2炷香的时间，果然又一次听见马蹄声，只是这一次非常密集。他悄悄瞄了眼，哦，足足30-40个骑兵，气势汹汹，为首的一个更是头戴鹰盔。黎图，27岁，北蛮军百户，资质黄品。功法黄沙刀法，修为14年，北蛮飞沙部落的刀法，刀气翻卷，如沙尘漫天。品级黄品。凌霄一看，眯了眯眼，看样子这家伙还是一个小部落的贵族。那大前人在哪里？百户长黎图黑着脸问道。刚才报信的骑兵左右张望，刚刚就在这里，马都还在，他跑不远的。都给我分头搜，一旦发现立刻后撤，不要单打独斗。黎图大声下令道。是。一群骑兵井然有序分成3队，从不同方向开始搜寻。凌霄心说，这帮人还有点脑子，要是自己没学会金刚不坏，还真有些担心。不过现在嘛，干就完了。眼看最近的几个骑兵靠近，凌霄手一撑地面，身体弹射而起，一刀砍向蛮族骑兵。那蛮族骑兵根本没想到战友尸体是假的，刚反应过来就已经人头落地。击杀加1，功力加1。这一次功力并没有直接被加到血煞刀，而是累积了。毕竟凌霄现在有3门功法需要加点，所以要让他自己分配。除了获得功力外，凌霄看见自己眼前还多出了猩红色的一行字：嗜血加1，持续60秒，被动 buff 叠起。凌霄毫不犹豫，追着2个试图调转马头的蛮族骑兵，又是刷刷2刀。凌霄如今20多年的刀法修为，根本不是这些练了7-8年的杂兵所能对抗的。嗜血加3，持续60秒。凌霄一看，自己果然没猜错，只要杀人，嗜血的持续时间会刷新。他明显感觉自己挥刀更轻松，力量更大，这就是嗜血的效果。这时他暴露行踪，剩下的30几个骑兵立刻反应了过来。头领，就是他，刚才杀了巴舒尔的前狗。那刚才报信的骑兵大声疾呼，眼神里透着恐惧。别靠近，
他只有一个人，放箭射死他。黎图一看就知道凌霄不好惹，所以指挥骑兵取下弓箭。凌霄早有预料，所以在杀完3人后，第一时间调转了目标，直接朝黎图发起冲锋。擒贼先擒王，只要杀了这个黎图，别的喽啰根本没有威胁。10几米的距离，对于如今的凌霄来说，也就眨眼功夫而已。哼，找死！黎图反应很快，弯弓满月，搭上一根羽箭，对着凌霄的身体离弦爆射。这么大的目标，蛮族的精锐根本不可能射丢。凌霄当然清楚，眼看弓箭离弦，他已经开启了金刚不坏。3秒真男人，一道只有凌霄自己看得见的金色光柱笼罩他全身，电光石火。凌霄看着那箭头朝自己射来，身体立刻做出反应，试图侧身避开。可是这箭头还是太快，自己心口虽然没事，臂膀还是被射中了。中了！几个蛮族骑兵大喜，就连黎图也是冷冷一笑，胜券在握。只要受了箭伤，那动作必然放慢，也就死路一条了。剧本理论上是这样的，可现实却上演了让他们匪夷所思的一幕。凌霄速度丝毫没有放慢，手臂被射中也跟没事一样。他一跃腾空，面对一脸惊恐的黎图，悍然挥出一记血煞刀，人头滚落，鲜血狂喷。击杀+1，功力+1，威望+10，杀人还有威望。系统报告宿主，击杀拥有名望的对手才能获得威望哦。凌霄恍然，之前杀的都是小喽啰，连带那陈州也只是个3流混子军官，怪不得没威望。黎图到死都不瞑目，这人怎么不怕中箭？凌霄这硬扛一箭的逆天表现，让其他一群骑兵也都瞠目结舌，活见鬼一样。趁着这功夫，凌霄翻身上马，将黎图的尸体踹下去，刚刚积攒的4年功力全都加在了卓别剑术上面。卓别剑术5年修为，选品。他再次弯弓搭箭，明显比刚才要更加迅速。嗖，一箭随风而去，直接将最远的一个骑兵射落下马。一击得手，凌霄马不停蹄，又继续拉弓射箭。嗖嗖，连着射落了3人后，这些骑兵才开始朝不同方向逃窜。也有10几个骑兵拿起了弓箭，和他进行对射。凌霄剑已经吸引住了一帮人，直接踢了角马肚子，让战马开始猛冲。他马术很一般，虽然在军中学了下，可也只会基本的驾驭。可好在如今力量强了，黎图这匹马又跑得很快，一下子就追进了一伙骑兵，杀入阵中，也就不用担心弓箭。凌霄挥出银血刀，对着手忙脚乱的骑兵就是一通猛砍。他20几年的功力，砍这些蛮兵如同砍瓜切菜，根本没什么技巧，只需要靠绝对力量就能碾压。伴随着阵阵血花四溅，凌霄来回杀了3轮，弓刀齐上阵，现场已经全是尸体。跑，快跑，快去通报大将军！活下来的3个骑兵吓破了胆，面无人色，直接掉头逃向大营。凌霄看着如今加到了15年修为的卓别剑术，冷笑了一声。嗖嗖，2支追风箭同时射出，穿过40多米的距离，精准射在2名骑兵后背上。击杀+2，功力+2。这卓别剑术功力到了15年，凌霄就掌握了一箭双雕的技巧。看样子，这卓别剑术虽然不能进阶，可修为上去了，一样会有新花样啊。凌霄意识到，技能其实是有一些隐藏信息，要靠自己去摸索的。要不是为了留个活口回去报信，凌霄甚至还能追上去继续杀。这帮蛮子一开始以为他们人多势众，总能取胜，可当他们发现情况不妙，已经晚了。一场大战收获很大，除了自己刚才消耗的14年功力，还剩了17年没有使用。凌霄看了眼自己的面板，凌霄20岁，边境10宝小卒，资质凡品，功法1，血煞刀法，22年修为，黄品，可进阶。功法2，不灭金身，1年修为，玄品，可进阶。功法3，卓别剑术，15年修为，玄品。技能1，血剑7尺，7步之外迸发一抹血煞刀气，势如破竹。技能2，嗜血魔刀，被动，短时间内每击杀1人，可递增刀法威力，并且少量恢复体力。技能3，金刚不坏，每过1个时辰获得3秒金刚霸体时间，可抵消绝大多数物理杀伤。技能4，不朽金身，被动，每增加1年功力，肉身得到0%的强化。技能5，追风剑，剑随风动，百步穿杨。武器1，饮血刀，黄品。武器2，牛角弓，凡品。可惜没有搞到好的弓箭。凌霄已经爱上了弓术，在空旷的战场上远程狙杀真的太爽了。剩下17年功力，要不要分给不灭金身一些呢？万一加上去只是提升了7%的肉身强度，那可就亏大了。凌霄寻思着先加到10年修为，看
看看能不能出一些新技能什么的。定，不灭金身，残卷，修为提升到10年，宿主肉身得到1% 强化。除此之外，无事发生。操！尼玛退修为啊！凌霄郁闷，竟然真的就是强化了下肉身。虽然感觉是身体又轻盈了一点，但几乎忽略不计。不用想了，剩下的8年功力全都加进了血煞刀。定，血煞刀法修为提升到30年，还需1年即满足进阶条件。凌霄看到这一行字，立马看了下技能栏，果然血煞刀后面的可进阶那3个字已经在闪烁光晕，还差1年，这我上哪儿找去？凌霄懊悔万分，早知道刚才那活口不留了，连杀2波蛮军，下次遇到敌人可能数量大增，自己如果能提前把血煞刀进阶，作战就更有把握了。1年功力，凌霄看向了商城里那个低级功力丹，50威望，他手里还剩60点。刚刚还说谁买这玩意儿，谁缺心眼，现在我就是傻逼，买了。服下丹药，1年功力给血煞刀加上。定，血煞刀法进阶为血煞魔刀，血煞刀苦练30年，真挚化境，以刀入魔，刀焰滔天。选品，定，技能血剑7尺进阶为血魔刀焰，原技能依旧可使用，刀气如地狱魔火，10步之内寸草不生。凌霄心头大喜，看着血煞刀法进阶到选品，就有种自己第一个孩子成才的喜悦。遗憾的是，这功法后面没有了可进阶，说明血煞魔刀就是终极形态了。那也没办法，毕竟1皇品的功法能进阶就不错了。而且论杀伤力，血煞刀本就是比一般皇品高的，进了选品后应该也能和地品的靠拢。凌霄又尝试了下新学会的血魔刀焰，一刀挥出，猩红色的刀气如同烈火，最远达到了7、8米，给力啊！不愧是苦练30年的成果。凌霄对于下一场战斗心里更有底气了，只不过眼下他得先离开这里，因为3秒真男人还得1个多小时才能恢复，别的可以不等，这保命技能必须等刷新。凌霄看旁边还有4匹战马，他给自己留了1匹，剩下3匹全都捆上了死去的蛮军骑兵尸体。3匹马驮着尸体朝不同方向跑了出去，用那3匹马干扰对方的侦察。凌霄自己则是从另一个方向开始策马奔袭。经过刚才的战斗，他已经留意到自己骑马技术还是不太熟练，趁着现在有空要多练。与此同时，北蛮先锋大营，先锋将军巴特一脸络腮胡，戴着熊皮帽，眼神如刀的看着汇报的骑兵。你说对方只有1个人，而且中箭也不伤，一刀杀了离土，你们一队游骑就只回来了你1个人。骑兵战战兢兢点头，是的，大将军，我说的都是真的，那家伙不是人，杀不死。两旁站着的蛮族军官哈哈嘲笑起来，根本不信这种鬼话。巴特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拿起一把桌上的错银花纹匕首。他走到骑兵面前，刀子顶住了骑兵的眼睛。最后问你一次，对方究竟多少人？骑兵一脸绝望，我说的都是真的，真的只有1个啊！不等他说完，一刀子已经扎进他嘴巴里，捅穿后脑勺。扰乱军心者，杀无赦！巴特一挥手，让士兵将那尸体拖走，随即脸色阴沉地道：说说你们的想法。1个人杀我30几名草原勇士，石堡要是有这种高手，攻城战时早该出现了。众将士纷纷摇头，根本不信。会不会是对方有什么粮草物资要押进石堡，所以派了大批人来拦截我们的巡逻骑兵？如今大前国内乱，各藩王打得不可开交，谁会有物资给石堡？将军，只要明日一早我们大军攻破石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不得不防啊！万一真让石堡得到了支援，再拖上几日，大王那儿可不好交代。巴特脸色数变后，当即下令道：阿达、朗哥，你们各自带2个骑兵营，从2侧包抄扫荡，一旦发现任何敌军，物资粮草一概不要放过，切记不要轻敌。本将军就不信，就靠石堡那群老弱病残的，再怎么埋伏偷袭，能阻挡2个500人的骑兵营不成？2名身材魁梧的骑兵千户傲然领命，立刻走出大帐。1小时后，石堡的城墙上，赵将军你看，好多骑兵。正在观察蛮军动向的士兵发现蛮军的大动静后，立刻请来了赵宽。赵宽眺望了下，果然见到尘土飞扬中2波骑兵分道扬镳，这人数至少得2个骑兵营，若是巡逻侦察，根本不用这么多人啊！该不会是要来攻城吧？一个士兵紧张道：不可能，若是攻城，怎会先派出骑兵？赵宽问道：之前可有过这样的兵力出动？一群守城兵摇摇头，这几天来头一次，这么多骑兵一起行动，不会是去抓林秀才的吧？一个士兵小声嘀咕。
众人脸色愕然，可很快又纷纷表示不可能，别瞎说，这凌霄能活着就不错了，哪能引出这么多兵马去追杀他一个人？赵宽若有所思，脑海里想起那张成竹在胸的面孔，竟然有几分期待，会不会有奇迹呢？凌霄发现身后出现大量骑兵的时候，正在一片高低起伏的山谷骑马经过练习，他的马术不说多高超，至少已经不会拖后腿了。我靠，这么多人！凌霄看见远处过来的大部队，立刻意识到蛮军是想用兵力优势来避免再次被偷袭暗杀，倒是不傻，实力不够，人数来凑。凌霄一看至少有几百个骑兵，也不敢大意，这帮骑兵要是朝自己冲来，啥也不干，光是马蹄子就把他踩成肉泥了。不能硬着打，得想办法借助环境破坏他们的阵型。好歹是龙的传人，老祖宗的兵法多少耳濡目染一些。凌霄观察了下四周的情况，直接骑马闯进了一片乱石阵。这些分化到一半的岩石大多有4-5米高，矮的也有2-3米，是天然的防御。骑兵自然是不会主动闯入这些复杂地形，所以他得拉一拉仇恨。不多时，一个穿着黑色铁甲的蛮军将领逐渐带军逼近。朗哥，32岁，北蛮先锋营千户，资质黄品，功法1，狂狼刀法，修为15年，草原骑兵流行的刀法，迅捷凶悍，适合骑马砍杀。黄品，功法2，鹰眼剑术，修为19年，攻术之精准，如鹰隼的利爪。黄品。如果一个时辰前凌霄看见这样的面板，肯定会有些压力，可现在这千户朗哥在凌霄眼中就是移动的威望值。出手前，凌霄最后一次确认，3秒真男人已经刷新了，保命神技没问题，那就开干。追风剑，凌霄直接拉弓满月，对着进入50米内的朗哥一箭爆射。嗖，朗哥极为敏锐，竟然捕捉到破空声后，第一时间俯身躲避，箭从他头上穿过，射落了另一个倒霉的骑兵。击杀+1，功力+1。凌霄并没有意外，要是这种级别的武将都被他一箭射落，那蛮族也不会势如破竹。第一时间，凌霄将1年功力加到了卓别剑术上面。他很清楚，接下来是拉锯战，剑术还得精进。敌袭，那乱石堆里有人。天哪，他好像真的是一个人。朗哥不敢大意，当即下令，小心有埋伏。众骑兵队先把这里包围起来，其余的草原勇士们随我下马，一起杀进去，剥了这中原人的皮，挖了他的心。蛮族骑兵们杀气腾腾的应命，同时从两侧迅速包抄围住了乱石区域。在蛮军看来，这一次凌霄插翅难飞，可他们并不知道凌霄压根没打算跑。凌霄躲在隐蔽的石头后面，看着骑马从侧面过去的骑兵，拉弓继续射箭。嗖嗖嗖，他一边移动一边射箭，连着又射落了几个敌人。对方想要拉弓射他，却根本无法捕捉到他的身影。凌霄如今3门功法傍身，肉身的力量和速度都得到了相应增强。虽然只是凡品资质，苦练几十年，也不是这群20来岁的蛮人士兵可比的。可惜的是，射杀了10几个敌人后，凌霄的剑弧已经见底。但是凌霄的收获却远不止10几年功力。嗜血加16，持续56秒。没错，凌霄用弓箭杀人，一样能够叠加嗜血效果。凌霄感觉力量之澎湃，血液之躁动，前所未有。拔出银血刀，方向急转，朝着朗哥一行人的飞奔。乱石阵中，朗哥正带着一队人马追杀，迎面却见一个穿着他们蛮军甲胄的男子，目露猩红凶光的朝他们提刀杀来。找死！上去杀了他！朗哥一声令下，身旁10几个蛮军战士一窝蜂冲了上去。面对这么多人，凌霄直接双手握刀，悍然挥出一道血色刀焰，划出一抹扇形刀光。血魔刀焰，30多年修为的血煞魔刀，威力之狂暴，远超这些蛮军的想象。这就是一个江湖上成名已久的刀客，跑来草原杀喽啰泄愤。不等这些蛮军反应过来，他们就已经身首异处，有的则是被拦腰斩断。击杀加13，功力加13。定，获得成就1步10杀。选品，威望加50。爽，意外之喜。后面的朗哥脸色大变，他已经相信了那个倒霉巡逻兵的话，对方可能真的是一个人在狙杀他们的人。可恶，石堡怎么会冒出这样一个武林高手？朗哥提刀警戒，大声道：分散开，弓箭手找机会。但是没等他下完指令，凌霄已经用更快的速度拖曳着刀气如火的长刃朝他杀来。嗜血加29，持续57秒。凌霄感觉自己的心脏成了超跑发动机，血腥味就是他的燃料，让他亢奋无比。拿命来！凌霄杀进5米距离，朝着朗哥一刀悍然挥下。朗哥提起刀一个横撩，使出一招狂狼刀法的狂狼笑月。当！
一声脆响，朗哥的刀被砍出一个大豁口。朗哥本人倒退数步，一脸惊恐。他已经算军中的大力士，可竟然连一刀都没能接下。这大前人看着年纪不大，怎么功力如此深厚？殊不知凌霄这时比他更意外，竟然没有一刀秒。自己可是31年修为的血煞魔刀，还有加29的嗜血啊！问题出在哪？他再次看了眼朗哥的信息。朗哥32岁，北蛮先锋营千户，资质黄品，资质黄品。靠，大概率就是资质的问题了。原始的身体天赋不一样，哪怕修为更高，也还是无法碾压。凌霄本来还没怎么在意这个凡品资质，现在看来这玩意儿很重要啊。可眼下也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朗哥自知不是对手，开始指挥手下从各个方向对凌霄发起围剿，人数优势，耗死凌霄。凌霄当然知道对方的目的，越是这样，自己就越要速战速决，剩下的功力一股脑全都加到了血煞魔刀上面。定，血煞魔刀修为增长至60年。定，获得成就甲子功力。选品，威望加50。第一个60年功力的功法出现，又给了凌霄一个惊喜。凌霄感觉手中的银血刀在欢腾，在咆哮。迎着杀上来的蛮军，凌霄直接挥出血魔刀焰。嗡，一声刚猛的刀鸣，比之前澎湃了1倍不止的刀气狂野肆虐。伴随着一个个血肉横飞的蛮军倒下，凌霄的嗜血不断刷新。加35，加38，加41。凌霄手里的刀越发轻快，脚下的力量更加充沛。他一人一刀，如入无人之境，瞬间就将朗哥带来的先头部队尽数屠灭。朗哥肝胆俱裂，早知道这人武功如此高强，打死他也不会下马来追杀。顾不得调兵遣将，朗哥转身就想逃出乱石阵。快拦住他！可不等他跑出几步，身后就一股刀气破空而至。血剑7尺，凌霄依然可以使用最基本的招数，单点命中了朗哥的后背。朗哥感觉背部被撕裂了一道口子，顾不得伤势，试图躲进一块石头背面。可凌霄一路猛冲，所过之处蛮军没有一合之力。任凭这些蛮军身体再强壮，训练有素，都成了刀下亡魂。一甲子功力的血煞魔刀宛如阎王敲响了丧钟，谁来谁死。不等朗哥躲好，凌霄如同神兵天降，一刀再次朝他砍下。朗哥一脸狰狞，横刀再次阻挡。当，这一次朗哥没能再侥幸，刀崩裂，鲜血从朗哥头顶渗出，直接被劈开了脑壳。击杀加1，功力加1，威望加30。靠，也就这么点威望。凌霄还以为这千户有多牛逼呢，比百户也没强多少。朗哥将军死了啊，快跑啊！一群蛮军见到朗哥死了，吓得落荒而逃。凌霄可不想放过这些功力，察觉到自己体能有所不济，索性服下一枚大还丹。大还丹瞬间为他提上来一口气力，身体的疲劳大减。杀！凌霄如同狮子进了羊群，追着一帮5大3粗的蛮军就是一通急速追杀。定，获得成就百人斩。选品，威望加50，限定时间内杀了过100人。凌霄大喜，这下威望又快到200了。乱石阵的先锋部队几乎全被屠戮殆尽，外面的骑兵见状，进入也不是，逃跑也不是，撤退，回去禀报巴特将军，派更多人过来。在场的一名百户长接替了朗哥的指挥，立刻传达指令，不要再进去了，赶紧上马，不要和这人短兵交战。蛮军战士们匆匆上马，也顾不得草原勇士的面子，逃命要紧。凌霄郁闷，到底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反应真够快的。确实，如果他们都骑马逃跑，自己没有太好的办法。凌霄从地上搜刮了几个箭筒，面对那些逃跑的蛮军，直接拉弓射箭，卓别箭术增加到30年修为。嗖，追风箭几乎是一箭一个，当蛮军全都跑出100米，地上又留下了数十个尸体。500人的骑兵营回去少了近一半。凌霄看着自己还剩下没有加的135点功力，很是惋惜。这帮蛮子太胆小了，这就跑了，亏了少说300年功力啊！凌霄简单搜刮了一些比较好的甲胄，搞了个头盔，给自己整了下装备。朗哥的马上缴获了一把看着很精美的弓，野牛长弓，野水牛角、牛筋等制作名贵长弓，黄品，不错，千户还是有点家底的。凌霄将弓放好，也不多贪，骑着马迅速离开了这个区域。那帮蛮人远远看见他离去，也不敢追太近，毕竟凌霄的弓术他们也是见识到了。等过了几个山谷的急弯，蛮人骑兵已经跟丢了。天色渐暗，凌霄知道短时间内不会再有追兵，找了个山洞先躲了起来。他需要吃点东西，睡一觉。虽然靠大还丹能够恢复体力，可精神却是高度紧绷，这样下去也不行。反正被自己这么一搅和，
短时间内巴特肯定不敢贸然出兵了。躺在干旱的山洞里，凌霄一边吃着肉干，喝着水，一边想着下午的战斗。资质，这玩意儿怎么提升啊？凌霄觉得，如果自己一直是凡品资质，迟早会遇到无法解决的强敌。一个黄品就能用10几年功力挡住自己30多年功力的一刀，这要是玄品、地品资质，自己怕是上百年功力都未必够。虽然自己可以不停积攒功力，可这问题不解决，终归是心头大患。资质就是身体天赋，身体。咦，凌霄忽然想到了，自己不是有不灭金身吗？1年功力0%肉身增强。如果我加强10%、20%，是不是就能提升资质了？要真是可以，那不朽金身这技能不是鸡肋，是逆天啊！凌霄隐隐意识到，自己真可能严重低估了这超级吃功力的被动技能了。不管了，先加到100年。凌霄二话不说，直接给不灭金身加了90年功力。定，获得成就100年修为。地品，威望加200。凌霄直接从地上弹了起来，咧嘴傻笑。地品成就，这还是第一次啊！就冲着200威望，这功力加的不亏。可接下来的一连串信息，直接弹得凌霄整个人都热血沸腾。定，功法不灭金身修为增长至100年，肉身强化10%。定，恭喜宿主凌霄资质从凡品突破至黄品。定，获得成就逆天改命。地品，威望加200。定，获得成就黄品资质。玄品，威望加50。恭喜宿主，资质提升，全属性获得增强。凌霄感觉神清气爽，兴奋的恨不得振臂高呼。也不知道黄品到玄品得增强多少才行。童子哥，透露一下，还要多少年升玄品？系统武道修炼，逆天行，天机不可泄露，宿主还需自行摸索哦。加油，你可以的。我就知道，你他妈还给老子装可爱。凌霄早就看出来了，只要有关提升实力的方法，这系统一般都不会主动提醒。算了，自己研究收获意外之喜的感觉也不错。而且哪怕要10000年功力，自己慢慢攒就是了。就在这时，凌霄感觉到一股杀气，嗖，一支利箭从侧面朝他射来。凌霄刚晋升了黄品资质，又有100年修为，耳力感知都已经远超常人。他一个后仰，轻松躲开，目光如炬地看向那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出来吧，看见你了。3秒后，一个浑身包裹在黑衣中，蒙着黑色面纱，扎着马尾的曼妙身影走了出来。女子纤腰一握，身材傲人，只露出柳眉星眸，透出一股清冷孤傲。她一手持弓，腰间还别了一把3尺清风长剑。你是中原人，不是蛮子？女人清冷的嗓音有几分疑惑。凌霄恍然，自己如今一身蛮人的盔甲，感情是误会了。虽然对方蒙着脸，可神之眼却依然管用。冷冰燕，21岁，剑灵亲传弟子，西蜀大将军冷夺之女。资质，地品，功法1，飞云剑诀，修为33年，剑灵绝学之一，适合女子修炼，剑光如云影。品级，地品，功法2，冷家武学，修为29年，西蜀冷家世代戎马，弓马刀枪自成一派。品级，玄品，功法3，踏雪无痕，修为22年，剑灵轻功绝学，雁过无声，踏雪无痕。品级，玄品。武器，寒水剑，雪山寒潭淬炼的宝剑，剑气森寒刺骨。品级，玄品。清一色的玄品，甚至地品，让凌霄羡慕啊。凌霄惊讶的是，这女人的修为竟然也比他年龄还大。娘胎里就练功，感情也不是自己的专利啊。这修为年份难道不是单纯的练了多少年？也不知道系统怎么定义的。系统报告宿主，修为年份的标准是以最低水平的凡品资质修炼1年为基本单位。哦，那也就是说资质越高，修炼效率越高。系统答对了。温馨提示，资质会影响所有功法技能的效果哦。凌霄悟了，说到底天才只需要1天，或许就顶了庸人1年苦修。所以这冷冰燕年纪轻轻就能获得凡品武者几十年的修为。话说回来，这女人来头不小啊。剑灵、刀山、道宗、佛门、书院，天武大陆的5大江湖派系，数千年来任凭王朝更迭，这5大宗门屹立不倒。想习武的人大多梦想拜入这5个宗门，可5大宗门对于收徒要求严苛，很多人连山门都找不到，上不去。能当个外门弟子都很不容易，内门更是少之又少，亲传弟子那可算凤毛麟角了。不过更让凌霄意外的是，西蜀大将军冷夺之女，一个亡国大将军的女儿跑来这北境边陲危险的战场，
该不会是为了萧清玄？我是石宝的边军，来外面执行任务的。你是石宝出来的？冷冰燕一听，立刻问道：你可有见过一群贩卖奴隶的胡商？见过啊，边境哪个城里没有胡商？那你可见过一个异色瞳的女子？冷冰燕目露透着期待。凌霄基本已经确定了，对方就是冲萧清玄来的，可到底是敌是友还不好说，自己当然没必要暴露太多信息。你谁啊？凭什么我要跟你说这些？凌霄一脸不满。你刚才偷袭我，我都没跟你算账呢。冷冰燕蹙眉，这家伙是要自己服软，跟他道歉。刚才那一剑被避开，足见此人确实有些实力。自己是来找人的，还是尽量低调点才好。他放下弓箭，双手抱拳行礼。阁下见谅，我叫冷燕，是个江湖儿女，正在找我失散的妹妹。我妹妹被人贩子抓走，我一路追踪才来到石堡附近。可最近石堡和蛮军大战，城门紧闭，我也进不去。刚才见阁下穿着蛮军甲胄，还以为是蛮子，所以才射箭偷袭。还请阁下原谅小女子，若能告知我妹妹的消息，感激不尽。凌霄哭笑不得，一个萧青儿，一个冷艳，这西蜀国的女人可真会给自己取名字。你说的异色瞳，我还真见过。凌霄摸了摸下巴道：当真？冷冰燕目露惊喜，但是胡商已经逃走了，那异色瞳女子被我一个熟人领走了。什么？还是阁下认识的人？他是谁？在何处？冷冰燕上前2步，一脸迫切，恨不得赶紧让凌霄把话说完。凌霄耸肩，你问我，我就要告诉你。凭什么？万一你去伤害我的好兄弟，可咋办？我只想确认我妹妹的安全，请相信我。冷冰燕努力心平气和，你蒙着个脸跟我谈信任2字，你不觉得可笑吗？凌霄讽刺道。冷冰燕蹙眉，暗骂了声登徒子。江湖女子蒙着脸，就是因为还未嫁人，这是很常规的礼节问题。特别她这种有身份的贵族女子，更不会轻易真面目示人。我若摘下面纱，阁下能否告知我妹妹的行踪？可以考虑。一听这模棱两可的回答，冷冰燕不由嗤笑了声。骗子，你根本就不知道。冷冰燕不想再浪费时间，转身就要走。可她还没走出2步，却听后面传来一声：青儿，好像是这个名字。冷冰燕猛然回头，不甘心地咬了咬银牙，该死，他真的知道陛下的行踪。他还好吗？冷冰燕憋屈，可也只能服软。目前还活着，不过等石堡一旦被攻破，怕是凶多吉少了。凌霄摆摆手，你走吧，我告诉你这些也已经仁至义尽了。冷冰燕眼神复杂，仿佛下定决心，一把摘下了面纱。月光下，一张人如其名的冷艳脸蛋，宛如腊月寒梅，含蓄而性感，摇鼻阴唇，眉目如画，肤如凝脂。虽然比萧清玄的倾国倾城要差了1线，可武将世家之女的英气让她别有风情。关键是冷傲的气质配上那2颗大雷，太违规了。看够了吗？现在可以说我妹妹在哪里了？冷冰燕一脸嫌弃，这种贪图美色的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先告诉我，你是什么身份？万一你是蛮军的细作怎么办？少瞧不起人，我冷艳就是死也不会当蛮人的狗。冷冰燕坚持道，我就是普通的江湖儿女，师从剑灵，没别的身份。我觉得你在撒谎，这件事就当我没提过。凌霄大手一挥，你可以滚了。冷冰燕都快气炸了，搞了半天这家伙竟然反悔了。不说是吧？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虽然知道凌霄不好惹，可冷冰燕并不觉得自己一个地品资质的剑灵天才弟子就一定会输给他。刚才只是弓箭试探自己最拿手的剑术，可还没拿出来。噌啷，冷冰燕拔出寒水剑，脚下一点，身影如电，一剑刺向凌霄。凌霄早有预料，就是要逼他出手，看看2人的差距如何。要知道，和蛮军交手，迟早会遇见更强的家伙，玄品、地品乃至天品的对手都或许会有。确认自己一个黄品资质，靠功力能否弥补差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冷冰燕作为剑灵的亲传弟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测试对象。凌霄提起饮血刀，一刀挡开了冷冰燕的第一剑。女剑客一个顺势凌空飞旋，剑气席卷，宛如平地起劲风，碎片化的剑气化作暴风雪。飞云剑诀，回环雪。眼看剑气如同龙卷般袭来，凌霄悍然挥出一记血剑7尺，血红刀气强行破开了对方的冰寒剑气，将冷冰燕逼退数米。凌霄皱了皱眉头，虽说没有嗜血加成，可自己60年魔刀修为，对方33年剑修，竟然没能伤到对方。资质、功法的品级果然起了很大作用。可冷冰燕却更是心惊，眼前的凌霄看着年纪也不大，功法看着也不高级，可怎么刀法修为如此深厚？你真的只是编剧？冷冰燕觉得此人若闯荡江湖，肯定能有个名号。少废话，
剑灵弟子就这点本事。凌霄继续嘲讽。冷冰焰眼神一寒，拿出了所有修为，身影化作一道道残影，飞云乱。冷冰焰每一次闪转都会带起大片剑影光幕，霎时间凌霄眼前出现了片片剑芒，好似一团团危险的云雾。当冷冰焰最后一剑挥砍而出，这些剑气云雾一股脑朝着凌霄奔涌而出。凌霄连着用刀挡住了数道剑气后，全力挥出了一道血魔刀焰，黑红色的刀焰和飞云剑气撞在了一起，发出轰的一声震响。冷冰焰被震得喉头一甜，呛出一口血，他大惊失色，急忙要后撤，却发现凌霄不见了。一把刀如同鬼魅般从他身后架到了他脖子上。冷冰焰一脸不甘和惊恐，自己都被震出内伤了，对方竟然行动自如。殊不知凌霄这会儿也是气血翻涌，要不是不灭金身罡加到了100年修为，真要启动3秒真男人了。总算有惊无险，把这个高傲的剑灵女侠给拿下了。你真是剑灵的弟子？也不过如此嘛。凌霄戏谑道，我承认你很厉害，但要是我的那些师兄师姐在，你未必是对手。冷冰焰一脸傲然之色，我技不如人，你要杀就杀，怎么不想找你那亲儿妹妹了？凌霄怪笑道，你到底怎样才肯说出她的下落？冷冰焰紧咬银牙，只恨自己没用。你和那亲儿长得没有一点相似，你说实话，她究竟是什么人？我们是结拜姐妹，并无血缘。信你个鬼，我看你是找死。凌霄目露凶光，刀子在冷冰焰脖子上划出一丝血痕，可冷冰焰没有屈服，坚持道，信不信由你。他很清楚萧清玄的身份一旦暴露，那就真活不成，甚至生不如死。凌霄眯了眯眼，这小妞倒是挺有骨气，看来并非是来杀萧清玄的。如果自己让他去找萧清玄，萧清玄会不会被他带走呢？其实拜过堂了，也睡了，一个馒头换来的女帝也赚够本了。如果心不在他身上，又何必强求？天涯何处无芳草呢？硬要说起来，萧清玄留在他身边也是一个大隐患。女人若决心要走，自己没必要拦着。他在石堡的2里街，从东边数第7个门，院子里有口井的就是。凌霄松开了刀，语气淡淡的说道。冷冰焰一脸错愕，没想到凌霄竟然放过了他，还以为这登徒子会说出一些羞辱他的话，要对他做一些恶心的事呢。难道自己真的误会他了？我想问怎么进石堡？冷冰焰点头，不好意思的点头。两兵交战时期，哪怕她是功夫不俗的女侠，也很难混进城，稍有不慎就会被乱箭射死。石堡守军有自己的口令暗号，你只需在城门下按我说的。凌霄将边军的暗号交给了冷冰焰，冷冰焰一一记下后，感激地朝凌霄一抱拳，多谢阁下，若能找到我妹妹，必然有所报答，敢问阁下姓名？凌霄沈笑，你就不怕我骗你？说错了暗号，可是会被乱箭穿心的。不怕，阁下要杀我，何必这么麻烦？冷冰焰微微一笑，别有风情。凌霄心说，这会儿倒是聪明了。你要真想报答我，替我给石堡参军赵宽将军送个口信。当然可以，只要阁下信得过，我一定尽力传达。冷冰焰本就是将军之女，从小对于兵法也是耳濡目染。她还挺好奇，这个在城外独自面对蛮子骑兵的边军勇士有什么计策。等听完了凌霄说的话，冷冰焰一头雾水。这就行了。没错。凌霄取出了一把匕首，一块令牌，都是千户朗哥身上搜刮来的，递给了冷冰焰。这个就是信物，你一并交给赵将军。冷冰焰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下坡骑上了藏好的马匹，朝石堡方向夜奔而去。1个多时辰后，石堡军帐，夜不能寐的赵宽接到了传讯兵的禀报。赵将军，有个自称叫冷艳的女子跟我们对上了斥候的暗号，她说是凌霄要她来传信，希望能见您一面，有要紧的军情跟您汇报。传讯兵说着，将令牌和匕首也一并送了上来。赵宽和在旁都统、校尉等豁然起身，看见那千户的令牌，脸上都露出吃惊之色。蛮军先锋营的千户，这小子杀了个千户，看来之前沙尘州几个还真不是运气啊。赵宽的手微微颤抖，低声喊了句好小子。将军，大晚上的一个女子赶来传讯，绝对不简单，保不齐是刺客，不得不防啊。一个属下提醒。赵宽摆了摆手，防什么？粮草只够撑2日，我们本就是等死的局面，还有什么可怕的？听到这话，旁边几人都苦笑叹气，确实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哪怕是一线生机，他们也得抓住。传令，让那冷艳进来见我。不多时，蒙着脸的冷冰焰就被请进了营帐。赵宽等人一看这女子的步态身姿，都觉得英气不凡，越发不敢小觑。冷姑娘，我就是赵宽，凌霄让你传什么话？冷冰焰一行礼，说道：将军，凌霄说明日辰时前，如果北蛮先锋军没有攻打石堡，
还请您主动带兵出城。你说什么？出城？疯了吧？我们才3000兵力，怎么和对方1万骑兵打？一旁的几个校尉当即就听不下去了。赵宽示意众人安静，道：让这姑娘把话说完。冷冰燕心说，这赵宽倒是有大将之风。凌霄说，赵将军只要带500人出城，打出死士营的旗号，然后等北蛮大军出动，不管来多少人，你们立刻掉头回城，继续死守。众人面面相觑，有些不明所以。什么意思？就是出去骗骗蛮子，这有什么用？对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嘛。我们还是没有粮草，还是等死啊。赵宽眯了眯眼，凌霄可还有说什么？冷冰燕道，他只说将军若信他，就照着做，若是不信，他也会尽力拖延蛮军的攻势。他已经杀了蛮军1个1000户，1个100户，还有上百的蛮族骑兵，还望将军再给他一些信任。一听这话，旁边几个校尉都觉得荒谬。上百人，靠他一个人，蛮子是喝醉酒了不成？就是吹牛谁不会？我还砍了金帐可汗的脑袋呢。够了，都给我闭嘴！赵宽大声训斥道：你们谁杀过蛮军1000户？给本将军站出来！一群校尉听了顿时说不出话来。当兵的军功就是硬道理，杀掉蛮军1000户，凌霄完全可以从小兵晋升边军副都统。毕竟任何一个蛮军的1000户都是沙场上身经百战的骑兵统领，大多还是北蛮贵族。冷冰燕眼中流露一丝欣赏，这个赵宽确实是个将才。虽然大前推翻了西蜀皇室，侵占了西蜀的土地，是西蜀的仇人，可两国毕竟都是发源于中原文化，历史上都是饱受北方蛮人的烧杀抢掠，所以只要是对抗蛮族，冷冰燕还是支持的。赵将军，依我看，凌霄武功确实很高强，你们完全可以相信他的话。你说高强就高强，你一个女子懂什么？旁边一大胡子校尉不屑道。冷冰燕没有说什么，只是噌啷一声拔出剑，划出一道惊鸿般的剑气后，剑又迅猛入鞘。那大胡子校尉感觉下巴凉嗖嗖，一摸胡子掉了。军帐内所有人全都倒吸一口气，那大胡子更是冷汗直冒。将军要带的话我都带到了，告辞。冷冰燕转身出了大营，也没人敢阻拦。趁着夜色，冷冰燕找到了凌霄家的小院，翻墙而入。屋内还亮着烛光，冷冰燕透过窗看见一个女子的剪影，她心情忐忑，上去敲了敲门。谁？屋内传来一个女子清脆悦耳的声音。冷冰燕再熟悉不过，急忙道：碧青儿，是我冰燕。屋内安静了几秒，门才被打开。萧清玄一身素色长裙，黑发垂腰，月光下清丽如仙。冰燕，真是你！冷冰燕眼眶发红，直接单膝跪下，用很轻的声音哽咽道：臣女冷冰燕拜见陛下，护驾来迟，还请陛下责罚。萧清玄忙将她搀扶起来，我现在就是你的童年玩伴，一起长大的姐妹，叫我青儿吧。你父亲冷夺大将军还好吗？那天他带人引开追兵，我都不知道他的生死。冷冰燕擦擦眼角，父亲安好，正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养精蓄锐，屯田练兵，筹谋复国大计。碧青儿，我带你走吧，父亲让我找到你，只要你还活着，西蜀皇室的大旗就还没倒下。萧清玄眼中流露出一丝动容，大将军真是赤胆忠心。那是自然，不止父亲，还有很多西蜀的老臣都在等你回去。冷冰燕想起什么，急忙问道：对了，青儿，传国玉玺你带了吗？那可是复国的关键。现在你那反贼弟弟成了傀儡摄政王，不敢登基，就是因为他没玉玺。萧清玄苦笑：你既然查到了我在这里，应该也知道我遭遇了什么。玉玺早已经被一群贼人抢走，不知去向了。冷冰燕眉头紧锁，这确实麻烦，不过也没事，你本就是先皇传位的正统西蜀女帝，你回去大家都服你。萧清玄微笑摇头：冰燕，你真觉得没了传国玉玺，又没有兵权的我，能够一呼百应，让那些西蜀旧臣为我卖命吗？冷冰燕面色凝固，眼神变得挣扎。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虽然西蜀王国表面看是我弟弟不服我称帝，暗通了南岭王，可实际上是西蜀国内一大帮人都不服我，所以才助长了我弟弟的权欲之心。我想要回西蜀重登皇位，难如登天。萧清玄轻轻叹息，道不尽的酸楚和无奈。那至少让我先带你离开石堡，这里快被蛮军攻破了，你在这里太危险了。冷冰燕语气急迫，她只想让最好的姐妹平安。萧清玄咬了咬花唇，却是拒绝了。我不能走。为什么？因为我要等夫君回来。冷冰燕瞬间石化了一般，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你说什么？你有夫君？你成亲了？萧清玄蕉叶泛红，点了点头。
他叫凌霄。什么？冷冰燕险些没一口血喷出来。搞了半天，那混蛋说的朋友就是他自己。阿 T， 凌霄正在山洞里闭目养神，突然打了个喷嚏，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说我坏话。那冷冰燕应该已经到石堡了吧？消息也不知道带到了没。凌霄脑海里浮现萧清玄的绝色容颜，他会不会跟冷冰燕离开了？摇了摇头，凌霄不去多想。眼下最重要的，第一肯定是自己变强，其次是看能不能拖住蛮军。这一晚很安静，蛮军似乎也知道凌霄不好对付，没敢连夜来追杀。天一亮，凌霄准备动身，看看赵宽能否配合他，将蛮军引出大营。可在那之前，他还得先补强一波。过了午夜，威望商城可以刷新了。凌霄如今手里攥着640点威望，必须豪横一把。刷新商城内的东西还是黄品和玄品为主，不过凌霄的资质成了黄品，所以还是比先前丰富了不少。最醒目的要数出现了护甲类。要知道上品级的护甲可比武器还要稀有，毕竟达官显贵比起杀人更重视保命。金丝软甲，昔日无名巧匠所编织，20步外寻常弩箭难以穿刺。卧槽，好东西啊！凌霄一眼就相中了，一件玄品的软甲，只是那350点威望的价格，着实让人肉疼。可战场上局势混乱，就怕那些小兵乱箭齐射，被阴一箭就麻烦了。自己只要穿上这件软甲，配上其他甲胄，一般的弓箭手就没多大威胁了。如此一来，面对强敌也能更加专心。凌霄先没急着买，而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了一遍。丹药随时可以买，有需要再说。功法现在多练一个玄品的意义不大，有功力不如留给不灭金身，提升资质。咦，幸运福袋，还有这玩意儿？凌霄发现最角落的位置竟然还有个666威望的福袋。幸运福袋玄品，可随机开出功法、丹药、装备和特殊物品，小概率出现更高品级的奖励。功法不知道我那不灭金身剩下的残卷能不能开出来。系统可以哦。突然露头的童子让凌霄愣了下。概率呢？系统不要998，只要666，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星号星号。凌霄一脸黑线，感觉遇到了前世那些电视上卖保健品的。要是66威望也就算了，开2个试试手气。666，算鸟算鸟，当下还是要看得见摸得着的护身装备。定，恭喜宿主获得金丝软甲玄品。定，获得成就装备精良，装备评分达到黄品。黄品威望加10。凌霄很是无语，350威望买个软甲，你给我10点威望的成就，系统你是真的狗啊！看了眼自己的属性面板，比昨天刚出城已经是截然不同。凌霄20岁，边境石堡小卒，资质黄品。功法1，血煞魔刀，60年修为，玄品。功法2，不灭金身，100年修为，玄品，可用残卷进阶。功法3，卓别剑术，30年修为，玄品。技能1，血魔刀焰，7步之外迸发一抹血煞刀气，势如破竹。技能2，嗜血魔刀，被动，短时间内每击杀一人，可递增刀法威力，并且少量恢复体力。技能3，金刚不坏，每过1个时辰获得3秒金刚霸体时间，可抵消绝大多数物理杀伤。技能4，不朽金身，被动，每增加1年功力，肉身得到0%的强化。技能5，追风剑，剑随风动，百步穿杨。武器1，饮血刀，黄品。武器2，野牛长弓，黄品。护甲金丝软甲，玄品。让凌霄感到惊讶的是，金刚不坏的时间竟然增长了3秒。难道是因为自己这10%的肉身强化也会影响到其他技能？这系统也不跟我说清楚，还得我自己发掘啊！凌霄很高兴，虽然目前看着3秒不多，可只要能够加强，迟早能够搞到5秒、10秒，甚至更久。而且这不灭金身后面的说明已经是闪烁的可用残卷进阶，自己只要搜罗到剩下的残卷，应该还能大幅强化。吃了点肉干，喝了口水，凌霄再次骑马来到了战场。这一次路上连巡逻兵都没见到，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蛮军不敢再派小股骑兵送死。凌霄藏在了一个低坡，看向石堡方向。他想看看赵宽能否接受自己的要求，跟他打个配合。凌霄可不想当什么救世主，石堡不是他一个人的。如果赵宽等人不肯配合，那凌霄也得改变策略了。眼看快到辰时，石堡的城门被缓缓打开了，一群没有戴头盔、系着白布条、轻装上阵的边军战士从城中跑了出来。
为首是一名老将，正是赵宽。死士营听我号令，前进！500多人的队伍开始朝蛮军方向进发，但是速度并不快。凌霄看到这里，满意的点了点头。赵宽既然亲自上阵，诚意满满，那自己也得干点事了。翻身上马，凌霄沿着低洼的山坳朝北蛮军营方向包抄靠近。而此时，北蛮的瞭望台上面，侦察兵看见石宝边军出城，立刻汇报了上去。先锋将军巴特一听，都感觉不可思议。你说什么？石宝边军出城了？是的，将军。看着有数百人，对方一个老将带队，像是死士营。巴特狞笑一声，区区几百死士，就想和我们数千骑兵一战？这群中原狗是饿昏头了。将军，如今对方城门大开，正是我们攻城的大好机会，不如一鼓作气。就算对方有个武功高强的帮手，在我们大军面前也没有任何胜算。千户阿达一脸愤怒地上前道：昨天朗哥的死，让原本士气正盛的北蛮军蒙上了一层阴影。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如此神秘强悍的武者，巴特也不敢再派骑兵去抓捕。巴特只好向大帅求援，调派北蛮的武林高手过来。眼下高手还没到，对方却派出了死士营。要是不应战，军心动荡不说，石宝城内的数千人很可能趁着这掩护全都逃走。万一人去城空，自己还怎么跟上面的人交代？一念及此，巴特也不敢再犹豫，下令道：阿达，带上2个骑兵营，灭了那帮中原两脚羊，为朗哥他们报仇。其他所有人听令，今日务必攻破石宝。我让中原的女人变成生孩子的奴隶，让男人变成牲畜。一群北蛮军官露出狂热之色，拔刀高呼金帐可汗万岁。石宝城楼上，2名身姿高挑的女子正眺望出城的死士营。一名女子戴着头纱，裹得严实，正是萧清玄，而她身边是蒙面的冷冰燕。青儿，你不会是指望在这里能看见那骗子吧？冷冰燕心情不太好，要不是萧清玄求了他才不出来呢。被人看见了容易惹麻烦不说，关键那骗子有啥好等的？还不如赶紧想办法溜出城逃命呢。冰燕，我说过好几次了，凌霄不是骗子。萧清玄哭笑不得，他没有跟你实话实说，多半是不好意思开口而已。他就是骗子，凭他一个边军小卒娶你这西蜀女帝，不是骗婚是什么？冷冰燕越想越替好姐妹委屈，这嫁得太寒酸了。他没骗我，我要是自己不愿意，他还能强迫我拜堂吗？再说你觉得一个普通的边军小卒能够写出这样的诗词吗？萧清玄的手里捏着几张皱巴巴的粗糙宣纸，这是他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从床底翻出来的，上面都是凌霄的字迹，乱糟糟的写了一些诗词，似乎是闲暇时所作。萧清玄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内心的震撼是无以复加的。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北以何数重围？突营射杀北蛮将，独领残兵千骑归。萧清玄轻声念诵，眼中流露几分神往。这是何等文采，何等气魄，何等志向！我这个夫君缺少的只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冷冰燕柳眉紧锁，他虽然诗词造诣不如萧清玄，却也听得出这的确是一等一的佳作。哼，他先活着回来再说吧。这死士营一去挑衅，北蛮大军肯定要猛攻了。万一城门要破，我就是打晕你，也要把你带走。萧清玄咬了咬花唇，她虽是女帝，但内心也是个很传统的女子。如今她把身子给了凌霄，心也就拴在了男人身上，只盼着男人能够创造奇迹，夫妻团聚。与此同时，北蛮大营后方，凌霄正躲在一堆灌木丛后面。为了隐蔽，他早就将战马放走，免得打草惊蛇。反正蛮子骑兵多，要用的时候直接再抢就是了。等了没一会儿，就见大批骑兵先冲出了大营，在一个千户的带领下，开始朝石堡进发。而后面整个蛮族大军也都忙碌起来，准备集结出征。凌霄看准时机，健步如飞地朝着北蛮大营靠近。昨天冷冰燕的一箭给了凌霄一个启发，冒充蛮军。既然冷冰燕看不出，蛮军士兵肯定也一下子难以分辨啊。他这时从后方跑向敌营，蛮军虽然有些人看见，可也没多想，谁能想到后方会有敌人呢？还以为是出去拉屎撒尿，听见号角声回来的自己人。凌霄特意把自己的脸抹得脏兮兮的，肤色看着和蛮族也差不多。等一进大营，凌霄就跟着奔跑的士兵朝最大的一个营帐靠近，大几千的蛮军真要打起来，凌霄根本没有胜算。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斩首。蛮军本就来自各个部落，本质上一盘散沙，一旦没有绝对的首领，他们自己就大概率要乱。很快，凌霄就看见了几名骑着高头大马的将领，为首的壮汉面如刀削，戴着熊皮头盔，赫然是巴特。巴特35岁，北蛮先锋大将军，资质选品，功法一，贪狼刀法，45年修为，北蛮贪狼部落刀法，杀伐凶残，
如饿狼掠食。品级：玄品。功法2：贪狼射术，39年修为，北蛮贪狼部落剑术，一般只在贵族间流传，穿透力极强。品级：黄品。武器1：骷髅鬼头刀，黄品。凌霄心头一沉，不愧是统领上万精锐的大将，不仅是选品资质比自己强，功法修为也比之前的冷冰焰更高深。再看巴特身边几人，不是千户就是百户，也都是黄品资质起步。凌霄清楚自己只有一次机会，一旦被这帮人缠上，想杀巴特就难了。嗜血都没有叠，看来得磕点丹药了。凌霄瞬间从商城里面一口气消费了300威望，定获得霸王丹，服下后如霸王附体，短时间内增加 30% 力量。品级：玄品。定获得疾风丹，化身疾风，短时间内增加 30% 身法。品级：玄品。定获得天罡丹，罡气护体，短时间内可抵挡大量伤害。品级：玄品。3枚玄品丹药，基本就是他现在能买到的最好的，每一粒都足足要100威望。凌霄虽然肉疼，可也没办法，想一击必杀就得下血本。此时不消费，更待何时？3粒丹药进入体内，瞬间他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身上的甲胄越发轻盈。好强！果然贵的东西，除了贵没啥缺点。他的眼前也出现了3个倒计时，分别是2分钟、3分钟和5分钟。很显然，攻击强化的丹药是最奢侈的，持续时间最短。凌霄抓紧时间，加快脚步，走近到离巴特只剩下10米左右，前面已经没有其他士兵。站住！你是哪个营的？乱跑什么？一个百户看见凌霄脱队，立刻大声训斥。可凌霄根本当作没听见，反而脚下猛地加速。见到这一幕，巴特和几个蛮军高手立刻反应过来。虽然觉得不可思议，怎会有刺客闯进千军万马找死，但他们还是第一时间拔刀。刺客，保护将军！几乎是刹那间，刀兵声响起，2名百户几乎是同时策马上前，挥刀朝凌霄砍了下来。凌霄早已经看准时机，提前一刀横撩，劈出一道血魔刀焰，挡我者死！凌霄此时加了3成力量，这一刀出去，破空声尖啸刺耳，黑红色刀焰凶残爆发，2名百户手里的刀被硬生生击飞，连人也都跌落下。马凌霄却没心思补刀，他目标明确，眼神死死盯着后面只剩5米远的巴特。巴特毕竟身经百战，虽然惊讶，却也临危不乱。愚蠢！巴特冷冷一笑，他见过太多自以为是的武林高手，自认为可以和正规大军为敌，可最后这些家伙都成了刀下亡魂。原因很简单，只要是人就是血肉之躯，战场瞬息万变，一个失误就会让这些家伙万劫不复。巴特拔出了骷髅鬼头刀，大声厉吼：杀了他！两侧的蛮军千户早已经捅出长枪和长矛，提前预判了凌霄的前进方位。凌霄这时陡然一个提速，将疾风丹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让两侧的人产生了误判。长枪和长矛从他身后掠过，堪堪全部躲开。巴特脸色一变，没想到凌霄竟然如此狡猾，可他对自己的贪狼刀法很有自信，只要不是被一招秒杀，将凌霄拖住即可。他是大将军，没必要和一个刺客比武。找死！巴特双手握刀，狠狠一记纵劈，使出一招势大力沉的贪狼汉月。鬼头刀划出一道凶猛的轨迹，和凌霄的饮血刀正面一个交锋。滋！凌霄将刀一抹，卸掉了大部分对方的力量，身体一跃而起。几乎是同时，他从储物空间掏出了一把备用的刀，狠狠捅向巴特的咽喉。巴特却是根本不慌，当看见凌霄跳起来，就知道他的想法。鬼头刀以极快的速度回收，几乎是同时挥向凌霄的腹部。因为鬼头刀尺寸更长，巴特根本不慌，一边侧身躲避，一边斩杀凌霄。一招贪狼裂空，宛如饿狼利爪，要将凌霄撕碎。果不其然，没等凌霄的刀碰到自己，鬼头刀就先斩到了凌霄的腹部。可是下一瞬间，巴特发现不对劲，想象中开膛破肚的画面没有发生。怎么可能？巴特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自己明明砍中了，这人莫非练就了金刚不坏的神功？相反，凌霄一刀虽然没有刺中他咽喉，另一只手的饮血刀却已经挥了上来。打从一开始，凌霄就是在故意卖破绽，他在等的就是一个巴特放松警惕的机会。血魔刀焰，凌霄将速度和力量发挥到了极限，对着巴特一人挥出了全力一击。狂暴的刀气宣泄出10几米，连带后面的2名百户长都被吞噬。啊！巴特惊恐不甘的嘶吼，可为时已晚。下一秒，他已经人头抛飞，死不瞑目，血洒黄沙。击杀加3，功力加3，威望加120。
连杀一个先锋大将军，带俩百户长，威望一下子涨了上来。可凌霄也没空管这些，他瞬间捡起黄品的骷髅鬼头刀以及巴特的头颅，丢进自己储物空间，然后不等周围北蛮军的人反应过来，他就直接冲向了人群最密集的一个区域。力量药效还剩1分半钟，他要抓紧时间砍更多人头，血魔刀焰。刚刚看到巴特被杀的蛮军军心大乱，慌乱之中哪是凌霄的对手？击杀+5，功力+5，血剑7尺，刀气又一次带飞数个人头，鲜血狂飙。击杀+7，功力+7，嗜血+12，持续60秒。还剩2枚的大还丹，凌霄提前就吃下一颗。刚才为了杀巴特，3秒真男人已经用掉了，容错率没有了。这种时候气力恢复一定也要跟上。凌霄彻底化身杀戮机器，他要趁着自己是最强状态的时候，尽可能叠加嗜血，只有足够暴力，杀出去的机会才会更大。巴特将军死了，为将军报仇，别放过他，快围住他！剩下的几个千户大声叫喊，可谁都没有敢轻易上前，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看着那人群中飞快穿梭奔袭、刀气纵横的男子，他们都慌了。杀死朗哥和上百号骑兵的肯定就是这个家伙。巴特将军刚才分明一刀砍中了，竟然无法伤到他，这人是鬼神不成？前线千户阿达带着2个营骑兵正在发起冲锋，前方的赵宽和几百个死士竟然一看到他们来，直接就转身逃跑了。到嘴边的肉，阿达自然不会放过，一边大骂中原人胆小如鼠，一边又觉得有些诡异。而就在这时，后方大营竟然传出了凄厉的号角声：“阿达大人，大营出事了！”这是将临死了的号角。阿达脸色大变，飞快勒马，满是难以置信的回头：“巴特将军，这怎么会？”阿达头皮发麻，看看赵宽那伙人，恍然大悟：“该死，我们中计了，快回去支援！”阿达很清楚，就算这1000骑兵追上去，也破不了城。与其上去拼命，不如赶紧回去。巴特一死，军权旁落，他不能错过这个晋升的机会。正在疯狂逃命的赵宽等几百边军，发现身后的蛮族骑兵竟然撤退了，都是大为不解。将军，怎么回事？他们跑了，好像有军号声，是蛮子大营出什么事了？赵宽仔细聆听了下，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这是主将死了的信号，巴特死了。一群边军战士面面相觑，全都处于懵逼状态。巴特死了，那是谁杀的？该不会真是林秀才吧？城楼上，萧清玄和冷冰燕自然也看到了这神奇的一幕，只是离得太远，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蛮军撤退了，冰燕，你看见没？夫君他做到了。萧清玄欣喜地抓住好姐妹的手，开心地用力摇晃。我早说过，夫君不是一般人，他绝非无名之辈。冷冰燕的美眸也是充满震撼，那个家伙究竟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一个人怎么能阻拦上万蛮军铁骑呢？与此同时，北蛮先锋大营已经彻底乱成一锅粥。凌霄目标明确，哪里人多，自己就冲哪一片，如同猛虎冲进羊群，所过之处，蛮军血肉横飞，哀嚎和惊恐声震天。嗜血+32，持续60秒；嗜血+57，持续60秒。凌霄意外发现自己似乎高估了蛮军的阵地战能力，这帮家伙一旦群狼无首，就变成了一个个憨货，根本没什么配合可言。而凌霄不知道的是，他一刀砍了巴特，给北蛮大军的内心打击是远超他预期的。要知道，巴特能够当先锋大将军，个人实力绝对没话说。他曾经在狩猎中手撕一头雄狮，在蛮军大比中晋级全军前4，获得巴图鲁的勇士封号。自从巴特担任先锋将军以来，他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前面攻破的8座北境边城，他都是3日必破。可如今，这么一个勇猛的大将军，竟然被杀了。那能孤身闯入大营斩首巴特的家伙，得是何等恐怖的角色。再加上之前朗哥等人的死，本就造成了一些影响。连续的大胜过后，接连遭遇强烈的挫折，物极必反，积压在蛮军心中的恐慌情绪，这一下彻底爆发了。魔鬼，这人是魔鬼啊！快跑，他是杀不死的。蛮军们疯狂叫喊着，直接四散逃窜。而如此一来，混乱的军营，骑兵也无法进来围剿。凌霄叠了近60层的嗜血，正是杀得眼红，自然更加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靠着远超寻常蛮军的速度，凌霄化作一道死亡阴影，疯狂在这些蛮军之间穿梭。杀！杀！杀！因血刀划过，人头齐刷刷飞落。血魔刀焰，一刀横扫而出，肆虐的刀气瞬间吞噬了10几米外的一大片蛮军。79层的嗜血，
让刀焰的范围也陡然扩大了1倍有余。击杀加21，功力加21。凌霄不知不觉已经多出了100年功力，但他现在也没什么功法需要加，相对而言，他更需要速度，因为只有速度够快，他才能杀更多，而且不易被伤到。凌霄索性豪横一把，等疾风丹药效刚失去，就再次花掉了100威望，又买了1枚。身法正 30% 的效果再次续上。叮，宿主消费威望满1000点，商城升级成功，开启兑换服务。叮，商城返利，获得神秘包裹，升级了，还有兑换功能。神秘包裹又是什么玩意儿？凌霄也没空多看，眼下还是杀人要紧。他身影如死亡旋风，追赶着已经吓破胆的敌军，嗜血还在不断的叠加。中原狗贼，拿命来！身后传来马蹄声，千户阿达带着骑兵精锐终于杀了回来。阿达30岁，北蛮先锋军千户，资质黄品。凌霄回头瞄了眼，一看是黄品资质，根本没兴趣多看他别的属性。同资质的武者，对如今叠了100多层嗜血的凌霄而言，就跟杂兵没什么区别。眼看阿达挥舞着长刀，打算靠骑兵冲锋的威力，一刀将他斩首。凌霄旋身直接一记血魔刀焰，嗡，喷薄而出的刀气瞬间将马上的阿达拦腰斩断，连带阿达身后的10几个骑兵也都莫名其妙成了亡魂。击杀加13，功力加13，威望加30。这摧枯拉朽的刀法直接把还打算冲过来的骑兵营吓得急忙躲开。凌霄可不管骑兵，因为追赶太麻烦，他掉头继续追杀那些后撤的蛮军，直到疾风丹效果失去后，凌霄翻身上了一匹战马，开始朝一个方向猛冲。所过之处，蛮军将士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接住哪怕一刀。蛮军难以置信，这凌霄怎么像是体能无限的怪物，而且越来越凶悍。撤退，快撤！蛮军吹响了撤军的号角。最后还活着的千户下达了命令，彻底不想打了，连大营的物资都不要了，一股脑疯狂朝后方逃亡。凌霄追了3里地，孤身一人在空旷的荒野，哪怕卓别剑术极为精准，也没法真把对手全杀了。当一剑落空，凌霄的嗜血终于没能维持住，从惊人的338层直接跌没了。当嗜血失效，凌霄瞬间感觉一阵疲劳，甚至有些虚脱。卧槽，好险，这嗜血还有副作用啊！凌霄意识到以后一定要谨慎对待，嗜血会给他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还很行，其实早就很疲倦了。望着烟尘滚滚中落荒而逃的大几千蛮军，凌霄有些匪夷所思，自己一个人竟然吓跑了这么一支大军，这战果可真的出乎意料了。不过仔细想想，北蛮本就是游牧民族，对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并不看重，对他们来说，一次成败并不重要，保住有生力量，下次集结更多兵力，再来大前边境烧杀抢掠，才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凌霄见已经没有敌人，也不急于恢复体能，并没有再吃丹药。他回到战场，用神之眼扫了一圈，又捡到了一把黄品的弓，又从巴特的军营里搜刮到了2把黄品的剑，看样式不像是北蛮的，应该是从大前将领的手里缴获的。除此之外，凌霄也翻出了一些金银珠宝，他也却之不恭。等确认没什么好东西后，凌霄骑着马开始返回石堡。蛮军留下了很多粮草，只要有了这些，石堡短期内就能挺住。让凌霄没想到的是，才刚骑了一半，就见赵宽带着死士营的战士们正朝他这边冲过来。赵宽一看见浑身浴血的凌霄，双目一怔：“凌霄，蛮军呢？我带人来支援你了。”凌霄有些错愕：“支援我？我不是让你们回城就好吗？你能说到做到，逼蛮军骑兵回营？我们这么多大男人，难道还不如你一个人？”赵宽这么一说，身后不少边军将士也都纷纷点头同意。没错，跟他们拼了！老子就不信，我还不如一个林秀才。凌霄看着一张张单纯热血的面孔，内心也有一丝动容。他知道这些士兵口中的林秀才不是自己，但人非草木，还是会被这种慷慨激昂的氛围感染。陈州、陈虎那种败类哪里都有，可大多数边军战士是有血性的，但凡有一线希望，都不愿意家园被蛮子践踏。赵将军，蛮军已经溃逃了，我正打算回去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呢。凌霄笑了笑：“什么？这怎么可能？”赵宽等一众人面面相觑，满脸震惊。凌霄，你怎么做到的？凌霄将一枚染血的头颅便戏法似的从身后掏了出来。认识吗？赵宽同恐惧阵。这是对方的大将军巴特。瞬间，死士营的众人宛如活见鬼一般，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若不是人头就在眼前，凌霄又活着从敌人的方向回来，没人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你孤身杀入敌营，杀了巴特，你是怎么想的？赵宽无法理解，
什么人会有如此疯狂的举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凌霄其实也没想太多，反正自己有能力逃跑，拼一把，侥幸拼赢了而已。赵宽默念了2遍凌霄的这番话，只觉得境界高深。他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眼前的年轻人，包括死士营的所有人也都对凌霄升起一股敬畏之心。从今往后，谁也不敢再小觑这半路当兵的林秀才了。赵将军，我刚才看见北蛮大营还有很多粮草，他们没来得及带走，趁现在对方没有反扑，我们将粮草都运回城内吧。赵宽回过神来，连连点头。好，我这就安排。这些人怕是不够，再派2人回去报信，把城里能搬货的人和车马都叫来。蛮军逃得匆忙，好东西不少呢。赵宽立刻照做，不知不觉间，他这个将军反而开始遵从凌霄这个小兵的指挥。凌霄担心蛮军回来，所以跟着众人回了一趟大营。看着满地的狼藉，数百具尸体，赵宽等人再次惊叹不已。凌霄这是何等身手，竟然能一己之力杀了这么多人。一群死士营的人看他，表情多了一丝恐惧。凌霄并没把这些放心上，他这会儿骑在马上，清点着自己的战利品。这一次大战，他的功力点数累积到了383年，威望因为消耗大，又只剩100了。凌霄暂时也不急着加点，暂时战斗力已经够用，不如等刷新商城，看能不能淘到其他好的功法。让凌霄在意的是商城多了一个兑换功能，可将功法、装备等兑换成威望，这不就是相当于回收吗？凌霄正愁自己手里多了几件不要的装备，打算试一试。他先将黄品的骷髅鬼头刀选择了兑换。骷髅鬼头刀黄品可兑换150点威望，是否兑换？凌霄一看这数值有些郁闷，这怕是打了个对折，又试了试另一把弓。林野长弓黄品可兑换130点威望，是否兑换？尼玛，还不如刀。凌霄打算暂时不换，等需要威望了再说。随即他又试着将金银珠宝这些丢进去兑换，可系统根本不收。看来只有威望商城自己卖的东西他才回购啊。对了，还有那玩意儿。凌霄看向空间内的神秘包裹。神秘包裹，来自系统的神秘馈赠，有概率在商城刷新，千万不要错过哦。噱头挺足，让我看看你到底能开出啥。打开神秘包裹，获得黑丝。足足愣了半晌，凌霄才确认自己手里那柔软的女性之物没错。凌霄立刻将其收入空间，深吸一口气，确实不能错过。想到让萧清玄穿上，在自己面前扭几下，凌霄脸上就不禁露出纯洁的微笑。可是他还在石堡吗？一念及此，凌霄叹了口气。1个时辰后，边军陆陆续续将所有能用的粮草和物品都搬回了石堡。有了蛮军那儿夺来的粮草、马匹，省着点用，石堡能支撑2-3个月。石堡3000守军和5000多百姓全都欢欣鼓舞，各家各户奔走相告。凌霄一己之力杀入敌营，斩首巴特的辉煌战绩更迅速传开。当凌霄骑着马回到城中，百姓们夹道欢迎，甚至有的跪在了路边，泪流满面。谢谢林将军，谢小林先生救命之恩，我们一家老小给恩公磕头了。凌霄看着这些淳朴的男女老少，心里却有些惭愧，自己从头到尾只是想要变强，在这乱世活下去，可误打误撞却成了这些石堡百姓的大英雄。突然，前方的人群后面，凌霄看到了2个年轻女子的身影，正是包得严严实实的萧清玄和蒙着脸的冷冰燕。萧清玄正朝他轻轻挥手，脸上是灿烂的笑容，时不时抹着湿润的眼角。他没走，他竟然没有和冷冰燕一起离开，他在等着自己回家。凌霄的心像是被电流击中，一种被信任的感觉让他很欣慰。其实就算萧清玄走了，他也完全能理解。可要说内心深处，凌霄肯定希望第一次的女人，自己娶的老婆，能够信任他，和他一条心。而萧清玄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凌霄打定了主意，直接从马上一跃而下，挤开人群，飞快跑向萧清玄。在石堡百姓们的惊讶眼神中，凌霄一把将萧清玄抱进了怀里。萧清玄一声娇呼，被男人炽热的大手抱着，害羞又紧张。一旁的冷冰燕攥紧双拳，想要动手，可偏偏打不过，毫无办法。夫君，你干嘛？萧清玄低着头，生怕自己的眼睛被外人看见。凌霄却是纵身一跃，抱着萧清玄上了战马。各位石堡的父老乡亲，我凌霄要宣布一件事，就是我娶妻了，这萧青儿就是我的妻子。周围全是欢呼叫好声，道喜声此起彼伏。萧清玄缩在男人怀抱里，心里甜蜜欢喜又羞涩紧张。他这人怎么如此厚脸皮？女人捂着脸，嘴角忍不住泛起甜笑。虽然是女帝，可萧清玄本质也是个年轻女孩，幻想着美好的爱情。而如今凌霄带给她的浪漫正是前所未有的。
可紧跟着凌霄的一番话，却让萧清玄娇躯紧绷，现场百姓瞬间都安静了。我娘子是异色瞳。异色瞳3个字宛如一记惊雷，炸得百姓们全都傻眼了。异色瞳，那不是灾星吗？听说碰了异色瞳要倒血霉啊。可林将军救了我们大家啊。听到议论声，冷冰燕心里又急又气，这凌霄怕是疯了吧？这不是要让陛下沦为众矢之的吗？萧清玄有些焦急，这男人也太冒失了。异色瞳的偏见由来已久，难道他想靠一己之力改变这一切吗？凌霄一脸淡定从容，捏了捏女人的柔弱无骨的手臂，让她安心。各位，无论旁人怎么看，我凌霄不惧异色瞳。若青儿是灾星，那我娶了她，如何能够从千军万马里面杀敌军大将还活着回来？若青儿是灾星，你们又哪能获得粮草，从蛮军手里活下来？要知道，北境其他8个边城全都告破，那里的百姓尸横遍野，十室九空，只有石堡如今守了下来，你们能吃上粮食。凌霄扫视一圈，声音洪亮道：对我而言，娘子非但不是灾星，而是福星。此番言论一出，百姓们面面相觑，逐渐都有了几分相信。没错，这种话不可信，那些胡商不就是眼睛蓝绿蓝绿的吗？我早说这传闻不靠谱。林将军说的对，我支持，祝林将军和夫人百年好合。一时间祝福声此起彼伏。萧清玄终于有勇气抬头看向这一切，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眼泪则是簌簌滑落。因为异色瞳在大前所受的委屈和酸楚实在积压了太多了。固然这些偏见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可至少这一刻，凌霄让他有了面对的勇气。夫君，谢谢你。萧清玄靠在男人怀里，小声呢喃了句。凌霄搂着女人纤腰，凑到女人晶莹剔透的耳边道：想谢我，晚上卖力点。萧清玄瞬间面若红霞，娇艳欲滴。讨厌。接受完百姓们的欢呼和祝福后，凌霄带着萧清玄回到自己的小破院子。冷冰燕早已经在屋内等候。两人进来后，冷冰燕立刻怒气冲冲地质问：你刚才疯了吗？公开异色瞳的事，万一有人来伤害青儿怎么办？凌霄道：难道要一辈子躲躲藏藏？现在我好歹是石宝的救命恩人，这就是坦白的最好时机。只要开了个好头，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人相信异色瞳灾星是谣言。冷冰燕不服气道：那你也该先通个气，商量一下这么重要的事情。好了，燕儿，别说了，夫君说的没错，我应该勇敢面对。今天结果不是挺好的吗？萧清玄拍了拍姐妹的肩膀：冷燕姑娘，说到底，这是我们夫妻的事，你一个外人，要是没别的事，还是离开我家吧。凌霄下了逐客令，他跟这冷冰燕气场不合，话不投机半句多。关键是晚上他们还要办正事呢，你总不能在旁边看着吧？你以为我稀罕这破房子？我是担心你欺负青儿。冷冰燕警惕地说道：我们夫妻正是新婚燕尔的时候，你捣什么乱啊？凌霄邪笑道：该不会你有什么特殊癖好，喜欢偷看吧？你无耻下流！冷冰燕一巴掌就要打过去，可凌霄直接手一抓，稳稳将他的手臂握住。冷小姐，要不是看在我娘子的份上，我早就揍你了，别不识抬举。冷冰燕试着挣脱，可发现根本没用，这家伙功力怎么如此深厚？夫君，放过燕儿吧，他也只是关心我的安危，没有恶意。萧清玄软声道：燕儿她刚来这边，也没寻好住处，不如让她去客栈吧。好吧，既然娘子都这么说了。凌霄这才手放开。冷冰燕感受到手臂的阵阵刺痛，心里有些怨气。自己虽然不如萧清玄，可也算一流美女吧，当年在西蜀也是追求者多了去了。这家伙可真不会怜香惜玉，心真狠。冷冰燕自知今晚留不下来，出了门去找能住的客栈去了。夫君，我给你打些水，清洗一下吧，战场回来去污秽。好，那就麻烦娘子了。夫君哪里话，青儿是你一个馒头买回来的，可不得好好伺候夫君吗？萧清玄似笑非笑，美眸带着一丝娇俏。凌霄看着千娇百媚、可盐可甜的女人，一团火气又上来了。妈的，天怎么还不黑啊？凌霄脱完衣裤，萧清玄打了水进来，给他擦拭身体。看得出来，女人手法很笨拙，毕竟伺候人的活，她看得多，却没机会练。不过，凌霄一想到一国女帝在伺候自己，也就不计较这么多了。穿越以来就没这么爽过。换好干净的衣服，萧清玄出去倒掉水。走回屋的时候，凌霄突然将一堆金银珠宝放在了桌面上。夫君，这是从蛮君那儿缴来的，跟娘子成亲都没送什么像样的珠宝首饰，这些娘子都拿去吧。凌霄拿起一串珍珠项链上去给萧清玄戴上。女人肤色本就白皙，珍珠链子一戴，越发娇艳水嫩。夫君有心了，其实相比于珠宝，我更希望
夫君能送点别的给妾身？凌霄心说，不愧是女帝，对于珠宝真是没啥兴趣啊。好啊，娘子想要什么？萧清玄美眸一亮，突然从桌子上拿起几张写满字的宣纸。这些诗词是夫君平日所作吧？妾身已经拜读了不知道多少遍，没想到夫君这样一位大诗人，竟然一直都藏于石宝，不显于世呢。凌霄一拍脑门，自己都险些忘了，刚来的时候总想着靠文抄功出名，于是乱七八糟确实写了一些边塞诗。但是他作为理科生，其实诗词也就一般，很多都是东拼西凑。可这个天武大陆似乎武道的发展远高于文脉，所以他这点水平也已经绰绰有余。娘子是想要我写一首诗？萧清玄用力点头，可以吗？当然可以，不知道娘子打算要什么类型的？自然是给妾身的新婚聘礼。萧清玄轻声嗫嚅，眼神满怀期待地看着男人。凌霄装作思考的样子，迈着步子来回走了一会儿。萧清玄屏息凝神，大气不敢出，生怕打扰男人的创作思绪。凌霄看女人的期待值拉满了，才望着女人的双眸，悠然开口：云想衣长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当一首诗抄罢，凌霄发现眼前的萧清玄已经是灵魂出窍一般，美眸异彩连连。云想衣长花想容，不行不行，我得立刻写下来。萧清玄呼吸急促，匆忙左右寻找，手忙脚乱将墨笔找了出来。别急，慢慢来，我又不是说完就忘记。凌霄哭笑不得，文抄功的技能科举是没用上，泡妞倒是用上了。这女人不会是爱慕他的文采，所以留下来的吧？等萧清玄研墨下笔，写下整篇诗句后，女人回头问道：夫君，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妾身这就研墨下笔。大展宏图啊，哦不是，我是说没想好叫什么，毕竟是送给娘子的，娘子随便取个名字吧。凌霄其实真忘了这首叫啥名字，这可是足以流芳百世的诗句，怎能随便取名？我得好好想想。萧清玄一遍遍阅读，满脸陶醉。凌霄从后面一把搂住女人柔软的身子，开始使唤：娘子若是还满意，是不是该给为夫一点回报了？萧清玄身子一酥，娇羞道：夫君，天还亮着呢，我不介意。正说着，却听见门被敲响。林秀才，林秀才，将军来了。凌霄一听这声音，就知道姚刚来了，不由一脸郁闷，又是这小子，真会挑时候啊。夫君，赵将军找你，快去吧。萧清玄推了他一把，躲过一劫，松了口气。虽然他的身心都已经属于这个男人，可大白天的还是有点太离经叛道了。凌霄只好先压住造反的二弟，走出去打开了院门。大黑壮汉姚刚领着赵宽和几个军中校尉正站在门外，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些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米面粮油。赵将军，你们这是？凌霄有些纳闷，送礼来的？你成了亲，连酒席都没办吧？这喜酒是不是应该补上？赵宽哈哈笑道，毕竟你都当着满大街的人说自己娶的是个福星，总不能怠慢你夫人吧？凌霄愣了片刻，立刻会心一笑。赵宽的意思他懂了，要想改变萧清玄这异色瞳的风评，就得大张旗鼓的张罗一下，大家都来喝喜酒，热闹一下，异色瞳的负面影响也就弱了。赵将军考虑周到，确实不能亏待我娘子。凌霄做了一个决定，假装跑回屋一趟，取出了那些自己抢来的金银。赵宽等人一看这一箱子黄白之物，都是大吃一惊。虽然知道凌霄是从蛮军大帐抢来的，可他们也不小气，毕竟这是用命换来的。凌霄，你这是什么意思？赵宽不满道，难道你以为我会贪图你的这些战利品？凌霄摇头，将军误会了，我是觉得既然要办喜酒，那不如大办特办。如今蛮军已经撤走，出城也安全了，完全可以去南面的白水城进货。我这里的金银珠宝，将军不妨直接拿去，等买了物资回来，我宴请全军兄弟喝喜酒，剩下的就给边军兄弟们分了。赵宽脸色大变，声音微微颤抖，你真舍得全都拿出来？随便一估算，这些金银都够买3000大军1个月的粮食，这可不是小数目。相对来说，凌霄办一场喜酒其实花不了多少钱。这有什么？我能活到今天，也是因为有那么多死去的兄弟拼死守城。凌霄说的也是真心话，如果不是前2天死掉那么大几千人，城被破了，他估计也等不到系统。而且要在乱世活下去，孤身一人总归是危险的，特别是他如今还成了亲，以后大概率还会有孩子。石堡已经是自己的第2故乡，这里的人总体民风淳朴，而且也颇有血性。这次赵宽带着死士迎来支援，回城后百姓们热泪相迎，都是真情实意。有付出才会有更多回报，搞好周围人的关系，花点钱不算什么。好小子，我没看错你。赵宽重重点头，
也不再客气，接过了箱子。你放心，我这就派最信任的手下去白水城采购，一定给你好好办一场喜酒。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从今天起，你就是石堡的边军都统，除了我以外，你就是最高军衔，500人的死士营，听你号令。凌霄愣了下，都统，这会不会太快了？以你的军功，给你直接升5品守备将军都不为过。只可惜我没这权限，需要上报兵部。赵宽叹了口气，如今大前诸王作乱，朝廷自顾不暇，只好先委屈你了。将军这么信任，也罢，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凌霄也不多客气，他本就打算组建自己的大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天下大乱，乱好啊，乱了自己才有机会自立门户啊。林秀才，今天你大胜归来，又当了都统，咱要不先喝起来？姚刚未发小高兴，早就急不可耐了。什么林秀才，喊我林都统？凌霄板着脸道。姚刚神色一呆，露出一丝小苦闷。哦，林都统。凌霄哈哈笑着，一把勾住黑大壮的脖子。开玩笑的，私下里是兄弟，不用这么拘谨。咱今晚不醉不休。姚刚这才反应过来被耍了，用力拍了凌霄的后背一下。你个林秀才，从前可老实，怎么还学会骗人了？姚刚憨憨笑着，露出2排大板牙。夜色渐暗，凌霄的小院里逐渐热闹了起来。边军还活着的军官都来院子里喝酒吃肉。这些日子来，所有边军战士都承受了太多压力。虽然知道危机还没结束，蛮军大概率会卷土重来，可他们太需要放松一下。今朝有酒今朝醉。凌霄坐在主人的位置上，接受着众人轮番的敬酒。他发现自己根本喝不醉，似乎100年功力带来的不只是战斗力，还有酒量。萧清玄本来是想留在屋内的，可凌霄坚持要他出来。一句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让萧清玄难以拒绝。众人刚见到萧清玄的异色瞳，多少有些不敢看，可后来喝上头了，也就都放开了，觉得异色瞳也没啥可怕的。关键萧清玄气质典雅，谈笑举止都让将士们感觉很舒服，大家自然而然就放下了戒备心，甚至还有几个校尉壮着胆子直接来敬2口子，一口一个嫂子、林夫人，喊得萧清玄面色娇羞不已。初为人父，他还有些不适应呢。喝到兴头上，众人自然更多聊起今天的神奇大捷。林都统，你给我们讲讲到底是怎么杀的巴特吧？是啊，你这简直是战神转世啊，我们大伙儿都佩服的不行。萧清玄也是美眸泛着好奇之色，他也很疑惑凌霄是如何做到的。凌霄自然不可能说自己有童子哥，有3秒真男人，但是要不说点什么，今天肯定糊弄不过去。其实我也没想太多。凌霄轻笑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能干的就是和蛮子拼了。想以少胜多，正常打法肯定不行，所以我就想着擒贼先擒王。先前我骚扰蛮子的骑兵，让他们人心惶惶，再让赵将军带死士营出去，逼巴特全军出动。这一切都是为了找机会从后方潜入，杀了巴特。只能说我运气不错，蛮军内部并不团结，那些千户各自都想夺权，所以很快溃逃了。他们真要和我拼命，我可能也没法活着回来。凌霄说的比较轻松，可众人却听得很是入神。赵宽都一脸欣赏，无法想象凌霄一个人在敌营冲锋是何等英勇无畏。萧清玄也是听得芳心怒撞，他感觉像是先帝和皇后保佑，竟然让他嫁给一个文武双全的大英雄。哼，说到底林都统是运气好啊，我还以为真的神功盖世呢。一个不和谐的声音破坏了现场的氛围，众人皱眉看过去，那是一个身材健硕、面相冷峻的黑衣男子，脸上透着一抹傲气。凌霄自然认识，这人叫秦和，是边军副都统。秦和号称石堡边军第一刀客，当年是江湖侠客，半路从军，可因为性格太傲气，经常和别人发生争斗，功过相抵，多年来卡在副都统上不去。老秦，你喝醉了吧？一旁面相有些儒雅、脸型方正的都统徐振踢了秦和一脚。秦和是他的副手，2人也算多年兄弟。我说错了，林都统自己说的，他是运气不错。秦和咧嘴笑道，要不是运气，他一个秀才哪能杀得掉巴特？那可是北蛮的巴图鲁。秦副都统，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就算有运气成分，可林都统杀退了敌军，是事实啊。没错，就这份勇气，咱兄弟几个都服。武功高的有的是，可这勇气可不常见。一群军官纷纷支持凌霄。秦和哈哈笑道，我又没说不服，我只说他运气好，这也有错。够了。赵宽一拍桌子，秦和，你少阴阳怪气，你就是不服气。本将军提拔了凌霄为都统，超过了你这个副。可本将军告诉你，你要是能学学凌霄的谋略，也不至于当了7年兵，还是副都统。徐振
把秦河带走，罚他10记军棍，让他行酒。徐震叹了口气，起身道：“末将遵令。”“不用，老子自己去领。这酒喝得没意思。”秦河说着，转身就要离开。慢着，凌霄却是站起身来，似笑非笑道：“秦河，要不要跟我打个赌？”“打赌？”秦河挑眉道：“赌什么？我们比比刀法，若是3招内我能打赢你，你就得跪下喊我一声爷爷。”此话一出，全场哗然。3招，这林秀才是当了都统，彻底疯了吧？众人虽然相信凌霄肯定有2把刷子，可也不至于能3招解决秦河啊。萧清玄也是一脸错愕，不知道自己夫君哪来这般信心。殊不知凌霄眼中的秦河还真有些特别。秦河26岁，刀山大长老嫡孙，石宝边军副都统，资质选品封印，功法一流火刀法，22年修为，刀山主流绝学之一，配合内功心法，刀气如烈火奔流，威力绝伦。品级选品可进阶。功法2，灵蛇身法，18年修为，刀山招牌身法，如灵蛇游走，迅捷灵动，日行100里。品级选品可进阶。童子，这家伙的封印是啥情况？系统封印状态说明此人遇到身体或心境的创伤，并未恢复全部实力，那意思是如果能解封会更强。系统给你个眼神，自行体会。MMP 但凡这系统后面有个人，凌霄都想拽出来抽一顿。到底谁才是宿主？到底有没有服务意识？不过很显然，这秦河应该遭遇了大挫折，实力倒退，所以才会流落军中，性情桀骜不驯。刀山大长老的孙子来到了边城当一个小副都统，有意思。这实力如果能恢复巅峰状态，再加上刀山的背景，或许未来是一大助力。凌霄心里打起算盘，比起听话的庸才，他更想得到一些真正有用的人才。只要不是什么歪门邪道，有点个性他是不介意。姓凌的，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秦河气急反笑，感觉受到了侮辱。凌霄，秦河是刀山的弟子，论武力我也未必是他对手。赵宽皱眉提醒。凌霄哭笑不得，老赵还是太看得起自己。无妨，我说3招就是3招，不敢接就算了。好，既然林都统对自己这么有信心，我们出去耍耍。秦河说着，大步流星走到了外面的空地上。随着凌霄出去，其他人也都跟上，毕竟谁都好奇凌霄的武功究竟什么水平。萧清玄一脸担忧，在门口探头张望。公平起见，咱就都用军中的刀具，免得说我欺负你。凌霄问一旁的人借了2把刀。哼，想多了，就算林都统用皇品的刀，我也不介意。秦河对自己很有信心，就算他境界受损，可一个边境小城的读书人怎么可能比他强？还口出狂言，3招要拿下他，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秦副都统，出招吧。凌霄一脸从容地笑道。不用他说，秦河已经身上涌起一股炽热的真气，微微泛着一股红光，正是修炼了火系内功心法的表现。秦河一个箭步正面进攻，直接挥出一记流火刀法最招牌的流火飞瀑，赤红刀气宛如瀑布宣泄而下，重重地劈向了凌霄面门。凌霄来到这个世界后，才发现真正杀人的武功都没有太多弯弯绕绕，要么直接刚正面，要么就是搞偷袭。速度、力量、心机根本不存在任何花里胡哨的表演，这一刀分明就是想用力量和速度碾压他。只可惜凌霄横刀轻松一挡，定，血魔刀焰迸发，直接将秦河震退开去。秦河感受到那刀气的凶煞，大吃一惊。血煞刀，你是血煞老魔的传人？凌霄也有些意外，这血煞老魔原来是真的存在的，还以为只是系统随便编的设定呢。无意间偶然学到的，原来这叫血煞刀啊！凌霄装傻，毕竟这老魔一听都不像什么善类。血煞老魔是刀山几百年前的一个叛徒，杀孽太重，后被刀山清理门户了。秦河正色道：你是从哪里学会这刀法的？我父亲传下来的一部刀谱，我也不清楚哪来的。凌霄不耐烦道：刀法来历重要吗？只要我杀蛮子，你管我用谁的刀法？这句话说出来，一干边军将士都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本来嘛，武功就没有正邪，善恶只在于武者之心，难怪你能活下来。血煞刀据说是越杀越强，看来确实有点说法。秦河脸色严肃起来，不过接下来我可不会再让你轻松接下了。他话音未落，脚下施展开飘逸的轻功步伐，正是灵蛇身法。只见他身影一个闪转后突然加速，一刀从凌霄的左前骤然卷起一股冲天刀气。虽然比第一刀精妙了许多，可在凌霄100年功力、60年刀法修为面前还是不够看。当，凌霄的刀直接换到左手，斜劈而下，
正好压住了秦河的这一刀爆发。秦河手里的刀险些挣脱手，可他并没有就此停下，而是顺着一个滑刀抹向凌霄的手臂。凌霄目光一凝，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目的，粗中有细，想用变招来制服他。可他早已经将血煞魔刀融会贯通，立刻就反应过来该怎么应对。手腕一转，刀背往上一挑，秦河的刀背顶开，攻势被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凌霄一脚踹在秦河腹部，将他踢出了3米开外。虽然资质有差距，可凌霄修炼的是不灭金身，加上100年修为，肉身强度并不弱于一般的选品。现场一片寂静，边军将士们有的直接目瞪口呆，不敢相信3招就这么轻松挡下了。你们看，林都统站在原地都没挪动一步，太强了，怪不得能够杀死巴特。林都统威武，边军战士们亲眼目睹，越发敬佩，也对接下来的守城更有信心了。萧清玄看到这里，美眸异彩连连，这男人总能带给他惊喜。秦河也意识到了差距悬殊，咬了咬牙，当即就要下跪，可刚要跪下，却被凌霄用搀住了。我仔细想了想，我还太年轻，收你这么大个孙子不合适。你要是愿意，喊我声大哥，咱齐心协力，守护石堡的一方百姓，如何？秦河听了这话，眼眶瞬间红了。你不怪我，刚才冒犯你。凌霄笑了笑，心说这话也能当面问，活该你升不上去啊。这有什么？我和在场的大家一样，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只要你能杀蛮子，咱就是兄弟。此话一出，顿时赢得众人叫好声。秦河越发惭愧，握紧了双手。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太狭隘了。凌霄孤身闯入敌营，是为了石堡百姓，而自己却只想着个人得失，该死啊！仔细想想，自己当年心高气傲，在宗门大比的时候，一个疏忽输给了外门弟子，因为接受不了失败，越练越倒退，最后被祖父责骂，一气之下出走。这些年本想在军中混出点名堂，好好回去证明自己，可结果呢？7年行伍，只是个副统领。或许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他练武并非为自己，而是要为天下苍生。这一刻，秦河仿佛悟了什么，再看凌霄，只觉得眼前的男子真是高深莫测。林都统，不，林大哥，我知错了。哈，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都是一起拼杀的兄弟。哎，进去喝酒。秦河感动地擦了擦眼睛，用力点了点头。凌霄看着小弟那敬佩的眼神，心里得意，崇拜就对了。等关系拉近了，自己或许能从秦河手里拿来刀山的武学。别的不说，光是那流火刀法和灵蛇身法，凌霄就看得眼馋啊。毕竟这2门功法都是可进阶，也就意味着可以提升到至少地品。他时至今日还没有地品武学呢。话说回来，小童子，我可以直接跟这边土著学武功吗？他现在对于这渐渐的系统已经没啥敬意。系统可以，但是需要完整的功法传授。注意，某些功法之间会有排斥，不可同时修炼。那我非要学，有什么办法呢？系统可以废掉原有功法，重新修炼，但是功力无法返还。凌霄眯了眯眼，这童子难得正经了下，看来修炼功法确实要谨慎，不然会浪费大量功力啊。既然如此，这血煞魔刀自己暂时不能再加上去了，毕竟是一个选品功法，万一将来遇到更好的，却被这个排斥，就麻烦了。夜深，边军众人才说着胡话，醉醺醺的散去。关上院门后，凌霄回到屋内，萧清玄已经准备好了洗漱的水，给他更衣擦身。夫君，你不是读书人吗？这武艺怎会如此高深呢？可能是有些天赋吧，以前是为强身健体练的，最近上阵杀敌，突然长得很快。凌霄随口说道，他早就想过了解释的说辞。哦，夫君可真是文武全才呢。萧清玄没有完全信，虽然他自己没练武，可见过太多高手。凌霄的这种情况绝对是有什么秘密的，但是男人不说，他也不会多追问，毕竟他自己秘密更多。夫君，妾身有几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凌霄轻笑，娘子，我们可是患难夫妻，有什么话直说就行了，不必说这些。萧清玄恬然笑了笑，点头道，妾身觉得夫君想派人去白水城采购物资虽然好，可风险很大。什么意思？夫君可知道为何北境除了石堡，其他8座边城崩溃如此之快？诸王叛乱，无暇顾这边吧？凌霄道。萧清玄摇头，夫君应该也看到了，北蛮先锋军只有1万多，虽然骑兵强大，可攻城能力其实一般。北境的白王虽然在忙着和其他几个王爷争权夺地，可手握30万大军，随便派2-3万来守城还是完全没问题的。白王之所以对于边城被屠戮视若无睹，并非不能守，而是不愿守。凌霄皱眉道，你是说他故意要放掉这9座边城？没错，这9城边军都是朝廷的兵，非白王的私兵。
所占的土地较为贫瘠，常年收不上什么税。历代白王名义上为大前镇守北境，享有这90%的收税权，可实际上拿不到什么好处。如果是大前朝稳定时期，白王为了顾虑民生，还会补贴90%的守军。可如今天下大乱，群王逐鹿，白王只会觉得这9个边城是累赘。凌霄纳闷道：那白王就不担心石堡被攻破，北蛮大军南下，到时候他腹背受敌？萧清玄轻轻摇头，笑道：白王要的就是腹背受敌。什么意思啊？凌霄皱眉：边军是朝廷的，这里的将领都是忠于当朝皇帝，败了也是皇帝无能。只要边军全没了，那大前皇室想要守住北境，就得指望白王。到时候白王随便派出几万兵力，守住北境就是全北境百姓的恩人。萧清玄玩味道：说到底，这边关是朝廷的军队，白王反而还更不放心呢。凌霄恍然：所以我们石堡如今守住了，白王反而会不满，那去白水城采购物资就很可能受到阻挠。萧清玄点点头：夫君果然机敏。呵呵。凌霄伸手轻轻拂过女人娇嫩的脸蛋，目光深邃道：我哪比得上娘子？娘子又是怎么知道这些天下大事的？萧清玄微微一怔，水眸闪过一丝不安。萧清玄本来只是想简单提醒一下，让凌霄三思而后行，可或许是太久没有和人谈论天下之事，一不小心就上头了。而且他发自内心希望凌霄别吃亏，所以主动多说了一些。怎么办？要坦白吗？可一旦让男人知道了身份，也就意味着将他拖进一个巨大的漩涡，甚至是深渊。我知道了。凌霄哈哈笑道：娘子以前肯定是大户人家的女子，所以读过很多书，对不对？萧清玄一愣，随即鬼使神差点了点头。夫君猜到了。萧清玄松了口气：皇室肯定也算大户人家吧，没毛病。凌霄顺着说道：从你会读书写字，还能欣赏我的诗词，我就知道你来历不简单了。说实话，刚才看见萧清玄眼中的挣扎，凌霄也有点忐忑。万一他坦白了女帝的身份，自己该怎么应对？如果他要复国，自己帮吗？凌霄如今才刚刚起家，就算真想帮萧清玄夺回地位，也是有心无力。与其蛋疼，不如先糊里糊涂过下去，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确实出身还可以，但是家人遭了匪，就我自己逃了出来，已经举目无亲了。萧清玄半真半假的说着，眼中的伤感却是没有半点虚伪。凌霄自然明白为何女人会情绪低落，从女帝到女奴，一般人怕是早就选择轻生。萧清玄的意志力已经非常了不起。娘子，我不就是你的亲人吗？凌霄捏住女人柔软的纤纤玉手，微笑着说。萧清玄眼圈红了，用力点点头。对了，夫君，要不要去跟赵将军说说，白水城购物资真的挺危险的。凌霄却是摇了摇头，没事，就让他们去吧，我心里有数。萧清玄有些疑惑，可看男人成竹在胸的样子，也就没再多劝。娘子，很晚了，该歇歇了。凌霄的嘴凑到了女人的耳根，呼出灼热的气。萧清玄娇躯一颤，秋波流转，身子开始发软。他也是初为人妻，尝到了各种滋味，正是最敏感的时候。夫君今日很累了，那要不娘子多辛苦一下。怎么辛苦？来，为夫教你。这一晚，萧清玄学到了很多，也明白了为何男人喜欢去那种地方。原来这种伺候人的事真的很辛苦。别的不说，他第一次意识到女子的腰也要好好锻炼，太沉了，动起来好累。可夫君又说喜欢，越大越圆越好，哎，真难呐。翌日清晨，凌霄神清气爽的起床，先刷新了一下商城。虽然又冒出一些没见过的功法，可都只是选品，甚至不能进阶。论起来，还不如秦河的2门功夫比较厉害点。凌霄也不急，反正他现在只剩100点威望。当然，关注下有没有刷新出神秘包裹，也是一大关键。夫君，妾身是不是起晚了？萧清玄缓缓起身，揉了揉惺忪睡眼，一头乌黑的云发垂下，性感而诱人。娘子昨晚辛苦了，要不再睡一会儿？凌霄坏笑道。萧清玄想起昨夜自己的那些动作，用被子捂了捂脸蛋。天哪，幸亏他不知道我的女帝身份，不然丢死人了。夫君就会欺负妻儿？怎么叫欺负？我看娘子也很尽兴，喉咙都喊哑了。凌霄笑嘻嘻道。哎呀，别说了，妾身起床，给你做早点吃。萧清玄爬起身，迅速地穿好衣服去灶头忙活。其实他的厨艺很一般，只能说会，可这边本就没啥食材，简单整整倒也不难。凌霄也有女人发挥，人家女帝来给自己当主饭婆，自己还挑3拣4，就太不合适了。都统大人，林先生在家吗？突然院门外传来喊声，凌霄听得出来是一些街坊邻居。他走到出去打开门，
直接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到了。茫茫多族有100来号人，男女老少正挤在他家门口。四叔、刘大爷，你们这都是？最前面的几个长辈是看着自己长起来的，凌霄比较熟悉。他们手里有捧着红棉被的，也有拎着各种篮子吃食的，显然是来送礼的。都统大人，我们昨天才知道你成亲了，大家伙就想来祝贺您一下。这是我们连夜缝的一条红被，您别嫌弃。还有这些吃的，虽然上不了台面，可也是咱城里乡亲街坊的一片心。凌霄看着这一针一线缝起来的新被子和一双双真诚的眼神，心情复杂。他其实对石堡百姓没多少感情，哪怕有记忆，也觉得自己是个穿越者，是个外人。但此时此刻，他还是有些感动的。诚然，他们是感激自己救了石堡，救了他们的命。但这些人自己生活条件也很拮据，能送来这些贺礼，已经是诚意满满了。各位父老乡亲，你们的心意我就收下了。不过我和娘子吃不了那么多，吃的你们拿回去，这棉被和酒水我收下。凌霄再三要求，一群百姓只好答应，并且又连声道谢。等人都走后，凌霄抱着被子回到屋内。萧清玄看到这一切，歉然笑道：夫君，你现在可是石堡的大英雄呢。哎，我其实没想那么多，以后要是有余力，让他们吃口饱饭吧。凌霄很清醒，他不是来当救世主的，首要目标还是自己活下去，活得好。夫君能有这样的想法，已经很难得了。萧清玄很理解，人性本就自私，乱世之中当个好人就不容易了。两人简单吃了口，姚刚又找上了门。昨天晚上，凌霄已经要求让姚刚当自己的副手。林秀，都统大人，早跟你说了，私底下没外人，随便叫。凌霄笑道：还是得按规矩来，将军说这叫纪律。姚刚尴尬的挠挠头：行吧，什么事？凌霄也随他了。姚刚正色道：昨天去白水城买物资的人回来了，钱都被白水城官府扣下了，说是来路不明，暂时充公。白水的太守还派了一个司马过来，那司马点名道姓，要见灵都统你。一听这话，萧清玄顿时蹙眉，担忧地看向凌霄。凌霄倒是很从容，点点头道：行，我这就过去。见男人是这般神态，萧清玄不由一愣，莫非凌霄是故意要去招惹白水城的？来到军帐，凌霄见到了一个身穿武将官服的中年男子。末将凌霄，见过将军。赵宽起身，笑着给男子介绍骆司马，这位就是立下大功的凌霄，如今是我们边军的都统。白水城司马虽然只是6品，但毕竟是太守的心腹。赵宽这个从5品的参将，也只能客客气气。哦，真没看出来，能斩杀蛮军大将巴特的，竟然是如此清秀的年轻人，真是后生可畏啊。骆司马翘着2郎腿，一手拿着茶碗，笑盈盈打量凌霄。凌霄这时已经将此人的信息都看了进去。骆少红，37岁，白水城司马，资质黄品，功法1，白鹤剑诀，修为22年，黄品，功法2，军中枪法，修为17年，凡品。这实力放在几天前，凌霄的喊他一声大爷，可如今在凌霄眼中就不够看了，撑死就是北蛮军百户的水平。骆司马谬赞了，我不过是靠一身蛮力，侥幸立功罢了。凌霄露出一副老实本分的笑容，不必谦虚，能够杀死巴特，你肯定有过人之处。骆少红慢条斯理道：太守大人听说你们石堡击退了北蛮先锋军，很是满意。他听说这次立了大功的是一个从军没多久的年轻人，非常欣赏，所以大人特意命我前来，一是确认石堡的安危，二来是带你去白水城，当面给你嘉奖。凌霄忙回道：太守大人如此器重，我受宠若惊，可蛮军才刚走，我怕他们卷土重来，能否再等几日？唉，此处去白水城，一个来回用不了1日。骆少红摆摆手道：你可别辜负了太守大人的一番好意。凌霄皱眉，又问道：司马大人，我听说拿去购买物资的金银都被没收了，这是为何？呵，骆少红冷笑了声，还不是因为你们没有及时上传捷报，我们哪知道购买粮草物资的是不是真的大前边军？你放心，等你跟我回白水城，当面跟太守大人说清楚，物资也就卖给你们了。凌霄听到这里，心里不由冷笑，感情扣押物资就是为了逼自己过去。如果不出意外，这白水城的官员早就是白王的人了。自己守住了石堡，等于打乱了白王当北境救世主的计划。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赵宽显然也是猜到了，于是拱手道：骆司马，石堡如今的守将是我，要汇报战况，还是我去比较合适吧？赵将军，太守要见的是凌霄，何况你身为守将，怎能擅离职守？骆少红脸色一沉，怎么，你们是打算抗命，还是说你们真不想
要那些物资了。赵宽还想说什么，却被凌霄拦着了。将军，石堡不能没有物资，朝廷内乱不止，这么下去撑不过1个月。凌霄低声道：既然太守要见我，我去一趟就是了。凌霄，你可要想清楚了。赵宽心急，有些话当着骆少红他不方便说我明白，但是我们没得选，将士们要吃饭。凌霄笑道：将军，信我。赵宽眼皮跳了跳，也没办法，只好点头答应。那行，我派一队人马跟你一起去。一听这话，骆少红不满道：赵将军，你这什么意思？白水城还能是龙潭虎穴不成？凌霄忙笑道：骆司马，将军也是一片好意。这样吧，我只带2个好兄弟，他们也没去过白水城，想见识见识，2个人还差不多。骆少红点头同意。另外，我刚刚成亲，需要回去告知娘子一声。凌霄不好意思道：那你快些，太守大人正等着呢。骆少红有些不耐烦了。来到帐篷外，赵宽面带忧色地问道：凌霄，你要带谁去？一个是姚刚，另一个我想带秦河，就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凌霄早就想好了，带姚刚是因为信得过，秦河是因为武力值相对够高，而且有刀山大长老嫡孙的身份，关键时刻或许有点用处。赵宽也能理解，于是点头道：好，我这就让他们俩准备。交代完，凌霄自己则是骑马快速回了一趟家。萧清玄正一脸忧心的等待，见男人回来，立刻询问怎么样了。娘子，我得去一趟白水城。凌霄把事情简单说了一下。萧清玄听完，美眸闪过一丝复杂。夫君，你是不是就在等这个机会？你一早就知道白水城太守会阻挠石堡购买物资，对不对？凌霄王卫笑道：知我者，娘子也。夫君，你到底想做什么？萧清玄有些不敢往深了想。凌霄轻轻握着女人的手，温声道：娘子，我要做什么，你很快就会知道。但是在这之前，有件事需要你帮忙。夫君说吧，能帮的妾身一定尽力。萧清玄柔声道：我需要你那位闺中密友冷艳姑娘，暗中给我当护卫。凌霄说道。萧清玄一怔，随即点点头：好，我这就去跟他说。其实就算凌霄不开口，他都想派冷冰燕去暗中跟着。但是夫君也要答应我一件事。萧清玄语气坚定：什么？一定要保重平安回来。萧清玄美眸满是担忧。凌霄心头一暖，犹豫了下，将一团黑色小物件塞进了萧清玄手里。娘子，这是我缴获的一件西域衣物，若我平安归来，你将它穿上给我看可好？西域衣物。萧清玄捏着手里柔软的布团，一下子也看不清具体什么样，但是衣服而已，无非妖娆一些，夫妻间本就坦诚相待，有什么好在意的？当然可以，一言为定。萧清玄果断答应。娘子，你真好。凌霄满意的在女人香唇上亲了口，潇洒转身离开。萧清玄摸着嘴唇，水眸涌过一丝甜蜜。凌霄回到军营的时候，姚刚和秦河已经在等着。凌都统，两人见了凌霄，都很恭敬行礼。凌霄笑了笑，让你们跟我去，没意见吧？俺早就想跟都统大人一起去杀敌了。嘿嘿，姚刚乐呵呵道：荣幸之至。秦河一脸真诚，经过昨天一战，他对凌霄心服口服。那就好，不过这次去白水城毕竟不是沙蛮子，你们只需要时刻警惕，见机行事就好。两人点点头，丝毫不慌，反正有凌霄在，他们只需要听命就行了。好了没？该出发了。骆少红和几个白水城的官兵早已经等得不耐烦。凌霄三人随即上马，跟着骆少红一行人出了城。去白水城100多里地，因为有些地势起伏，所以基本要半天才能到。骑了1个多小时后，骆少红和4名随行官兵在一片河谷旁停了下来，让马喝口水歇息一下，不必太着急，天黑前抵达就行了。凌霄三人见状也就跟着停了下来。可就在这时，河谷前面的一条山间小道，一队骑兵冲了出来。北蛮骑兵。一看那些骑兵的装束，秦河就大喊了出来。凌霄一眼就看向了那为首的一名威猛大汉，对方扎着2条发辫，满脸横肉，一身泛着黄铜色的鬼面甲胄，明显和其他人不是一个段位。罗塔，36岁，北蛮贪狼部少主，资质玄品，功法1，贪狼刀法，55年修为，品级玄品，功法2，贪狼射术，47年修为，品级黄品。武器狼牙冷月刀，形似狼牙的玄铁长刀，在月光下散发银色寒光。玄品护甲，北蛮铁铠，北蛮贵族间流行的甲胄，笨重但防护力不错。黄品贪狼部落，那不就是巴特的部落吗？看功法武学也都吻合。凌霄不由冷笑，真巧啊。不好，有埋伏，
快跑！骆少红急忙翻身上马，带着几个手下掉头就往回跑。可就在这时，后方竟然也杀出来一队骑兵，足足20几人，杀气腾腾，跟这帮蛮子拼了。骆少红浑然不惧，拔出长剑，带着人冲了出去。而那些蛮军骑兵根本没有阻拦的意思，直接就让他们5人轻松穿过。见此情形，凌霄不由感慨，这局做得也太拙劣了。不过也能确认一件事，白水城乃至白王勾结了北蛮。你就是杀死我堂弟巴特的凌霄。博塔本是接到了巴特的求援信，可刚来到前线就得知巴特死了，大军溃败。这对于贪狼部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耻辱，他自然要想办法找回颜面。我说不是，你信吗？凌霄反问道。博塔一脸杀气道，我是贪狼部落的少主博塔，今日要让你血债血偿。没有多余的废话，博塔直接一挥手，两边的骑兵直接朝凌霄3人发起了冲锋。这两边加起来40几个骑兵，明显都是精挑细选的精锐，资质就没有低于黄品的，功法也都10几年修为打底。老秦、姚刚，你们护住自己，不用管我。凌霄一马当先，不退反进，直接朝博塔的方向杀去。老规矩，擒贼先擒王。血魔刀焰，一刀挥劈而出，正前方的5个骑兵直接被刀气拦腰斩断。击杀+5，功力+5，嗜血+5，鲜血飞溅中，凌霄冲出了包围圈。博塔对于这样的局面似乎早有预料，早已经抄起一把连环弩，朝着凌霄嗖连射3根箭。凌霄没想到对方还有这样的先进武器，正要躲避，却发现对方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马。坐下战马一声哀鸣，直接前脚一软，将凌霄甩了出去。博塔趁此机会抄起了狼牙冷月刀，悍然一刀劈向了凌霄的颈部。凌霄这时站在地上，反手一刀抵挡住。吭！凌霄感觉脚上很吃力，60年修为的血煞魔刀，面对对方55年的贪狼刀法，占不到便宜。很显然，对方的选品资质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更让凌霄心头一沉的是，自己的银血刀竟然被砍开了一个缺口。该死！对方这把选品的刀也是一大棘手难题啊。中原人，你很强，但不是我的对手。博塔咧嘴，露出一抹狞笑，随即狼牙冷月刀连续朝着凌霄哐就是3连斩。凌霄感觉对方的攻势如同潮水奔涌，连连被动抵挡，节节后退。对方穿着笨重的铠甲，却丝毫不见动作缓慢。眼看对方的气势到达了一个高峰，凌霄觉得时机成熟了。啊！凌霄发出一声大吼，像是被逼急了，发出了最后的抵抗。博塔看到了凌霄的一个漏洞，直接一招凌厉的贪狼斩直取凌霄的肋部，而凌霄的银血刀则是猛砍向博塔的头部。博塔一个侧身躲闪，躲开了致命一击，同时也一刀划中了凌霄的身躯。就在这时，博塔猛地目光一凝，他惊愕发现自己的刀竟然没有杀伤对方。虽然凌霄身体一个位移，可却没有丝毫流血受伤。金刚不坏，凌霄提前施展了3秒真男人，引诱博塔成功后，银血刀偏了一下，却也稳稳落在了博塔的肩膀上。啊！博塔发出一声惨叫，一条胳膊直接被卸下。博塔根本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刀无法伤到凌霄。莫非这人练就了顶尖的护身玄功？可那种功夫一般都极难练成，而且不是宗门绝秘，就是已经失传了。他当然不知道，凌霄练功只需要加点就行了。而且除了3秒真男人，还有选品的金丝软甲。别说博塔，就算来个地品资质的高手，3秒内也别想用刀子在凌霄身上留下伤痕。该死的中原狗，我杀了你！断手的博塔宛如受伤的狮子，双眼发红，打算拼死一搏凌霄，却反而不及了。困兽之斗没必要硬刚。他一个疾步后撤，连躲开2刀后，开始反而专攻其他的骑兵。秦河跟姚刚虽然武力不俗，可这会儿已经捉襟见肘，特别是姚刚根本就是靠蛮力硬顶。这会儿2人身上都已经有些挂彩。凌霄一折返杀入，挥舞出道血红刀气，迅速将5、6个骑兵斩落马下。秦、姚2人这才发现，凌霄竟然把对方的大将砍掉了一条手臂。一时间2人士气大振，佩服不已。全杀了，一个不留！凌霄大喊一声，又是一刀挥出，砍掉2个脑袋。嗜血加13，持续60秒。相比于博塔这种选品的高手，杀这些骑兵就如同砍瓜切菜。该死！博塔拖着流血的断臂，气喘吁吁，脸上全是冷汗。看着犹如战神的凌霄，他眼中萌生恐惧。不行，我是贪狼部少主，不能死在这。他犹豫了下，翻身上马，打算先逃跑。可凌霄一看他要跑，立刻又翻身跟着上马，拿起了野牛长弓。开玩笑，这么大一头威望，还想跑？卓别剑术，追风剑，嗖，连着3支箭飞射出去，
全被那铠甲抵挡掉。凌霄索性连着又是3支箭，这次目标是马屁股。马瞬间中箭，当即疼的一个剧烈晃动，让博塔只能用力拉缰绳安抚。趁着这机会，凌霄策马狂奔上去，从后面挥出一刀，血色横劈。博塔这会儿失血过多，勉强挥刀抵挡，却根本没有一合之力。啊！伴随一声惨叫，人头飞出。定，击杀+1，功力+1，威望+200。好家伙，不愧是贪狼部落少主！获得狼牙冷月刀选品，获得北蛮铁铠黄品。凌霄将战利品迅速收进了空间，回头看去的时候，其他几个骑兵也都已经被干掉。秦河跟姚刚来到凌霄面前，看着地上的博塔尸体，无比激动。林都统，贪狼部落在北蛮也是前10的部落了，杀了他们的少主，这可是大功一件啊！秦河满脸佩服，这回是亲眼所见凌霄作战的英勇，令他热血沸腾。就这么直接往上冲，真是太猛了！恭喜林都统又要升官了，哈哈！姚刚为兄弟高兴。凌霄摆摆手，如果不是你们替我牵制，胜负难料，这家伙实力还是很强的。凌霄越发感觉到自己的黄品资质、选品功法有些吃紧，要尽快想办法提升。走，去把骆少红那王八蛋找出来。凌霄一提醒，两人才想起还有个该死的骆司马，这家伙蛮军根本不拦着，绝对是叛徒。他奶奶的，敢阴我们，去杀了他！三人上了马，直接朝骆少红逃跑的方向追去。骆少红肯定不会去远，毕竟他们只是为了引出凌霄，不是真的要逃跑。果不其然，跑了没2里路，就见前面几人正在混战，一名黑衣女子长剑起舞，身姿轻盈曼妙，几个官兵全已经被斩杀，而骆少红也是颇为狼狈，发髻被斩断，披头散发，被那女子打得节节败退。凌霄眼前一亮，就说那冷冰燕去哪里了？原来是来劫杀骆少红了。冷姑娘，剑下留人。冷冰燕早注意到凌霄过来了，轻哼一声，飞身后退开去。骆少红见状，也管不了凌霄为何没死，大声求救：林都统，快来杀了这女刺客！本司马回太守那里，必然给你请功。凌霄咧嘴冷笑，骑马一个冲锋，一刀挥出，带起一道血光。骆少红根本都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劈成2半，死不瞑目。冷冰燕愣了下，随即不满道：喂，你要杀他，干嘛还让我留情？凌霄看着刚刚加上的30点威望，有些嫌弃。这骆少红也不行啊，才这么点。哼，司马毕竟是朝廷命官，就尽量不脏冷小姐的手了。这种罪名我来担着就是了。凌霄笑着胡诌。冷冰燕心头一动，没想到这人还挺有担当的。官兵都杀了，不差这一个。冷冰燕白了他一眼，倒也不生气了。冷姑娘用的是剑灵的飞云剑诀吧？秦河毕竟是刀山大长老的孙子，而刀山和剑灵一直是竞争关系，所以一眼就认出了冷冰燕的功夫。这可是剑灵的内门弟子才能学习的一流剑法，不知是哪位剑灵长老门下。我的事，你一个刀山的人少打听。冷冰燕自然不会说，毕竟她是西蜀大将军的女儿，身份敏感。昨天凌霄和秦河切磋的时候，其实他暗中观察了，也知道秦河来历不简单。行了，剑灵也好，刀山也罢，今天你们都是我叫来的。凌霄打断了两人的猜疑，道：骆少红一死，这事儿瞒不了太久，白水城太守肯定要来追查，到时候我们免不了背上谋逆的杀头罪名。一听这话，秦河等人都眉头紧锁，心头发沉。白水城属于白王的封地，在这种诸王作乱的时期，等于是杀了白王的人。林都统，白水城太守陆阳是白王的心腹，城内常备5000守军，不好对付啊。秦河提醒道：你既然让我跟来，应该早就算到会这样吧？你有什么计划？冷冰燕问道。很简单，凌霄冷声道：杀了太守陆阳，拿下白水城。什么？秦河跟冷冰燕都惊呼出来，不可思议地看着凌霄。姚刚则是振奋的一拍马背：好样的，我早看那狗官来气，干了。你是认真的？冷冰燕再次问道。凌霄点头道：陆阳为了讨好白王，眼睁睁看着边境几城被屠，本就该死。他不死，白水城不拿下，物资永远过不来，我们石堡就始终是孤城。秦河皱眉道：可就算得手了，刺杀一城太守，这等于是谋反啊。谋反？谋谁的反？皇帝还是白王？凌霄反问。瞬间秦河跟冷冰燕都呆住了。对啊，如今是乱世，陆阳这个太守既然站对了白王，那杀他还算谋反吗？大争之势，拳头才是硬道理。如今天下大乱，我们要做的就是先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活下去。石堡的父老乡亲都快饿死了，我还在乎什么谋逆吗？凌霄掷地有声道。总之，陆阳的人头我要定了。
你们若是不想去，现在就回石堡，我不会怪你们，毕竟这件事确实很危险。听到这番话，姚刚和秦河眼中都流露出钦佩之色。林都统大意，我秦河誓死追随，我不会说那些，我就跟你干。姚刚嘿嘿笑道。冷冰燕美眸闪过一丝复杂，摇头道：疯子，这家伙果然不寻常，身处乱世，头脑清醒，有勇有谋，难怪萧清玄会看上他。可是他行事如此疯狂，也意味着很危险啊。冷姑娘，白水城那边你就不用去了。凌霄突然说道。为什么？你看不起我？冷冰燕觉得被看清了，自己怎么也比秦河、姚刚厉害吧？并非如此，娘子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你还是陪着她为好。冷冰燕虽然实力不俗，可刺杀陆阳这种事，多她一个少她一个无关紧要。而且她一个身姿婀娜的美女，和他们一起进城，太显眼了。还是留在石堡陪着萧清玄，反而让凌霄安心一些。冷冰燕愣了下，没想到这家伙心里还在挂念萧清玄。陛下找的这夫婿还挺疼人的嘛。不知道为什么，冷冰燕心里有一丝酸溜溜。不行，青儿让我跟着你，要把你活着带回家，我现在回去了，他得骂死我。冷冰燕拒绝。凌霄无奈，那我给你个任务，你先混进白水城，锁定陆阳的行踪，天黑后城内驿站会合。冷冰燕身法好，常年在江湖行走，倒是适合刺探情报。没问题，晚上见。冷冰燕翻身上马，说走就走。林都统，那我们呢？秦河问道。凌霄取出了狼牙冷月刀，递给秦河。这是玄品的宝刀，给你。都统，这刀是您缴获的，我可不敢要。秦河忙摆手，他是很眼馋，毕竟玄品的刀是大多数刀客一辈子梦寐以求的武器了。但是凌霄才更值得拥有这样的好刀。你别误会，不是白给，我想问你交换流火刀法和灵蛇身法，你可愿意？凌霄也不绕弯子，自己现在手头攒了397年的功力点数，就差地品的功法，而秦河身怀的这2门玄品功法是可以进阶的。林都统，您要现学我的刀法？秦河以为听错了，这就算我同意，您临时抱佛脚也学不会什么精髓啊。流火刀法至少也要3年才能小成，这还是非常高的资质才行。凌霄摇头，这你就不用管了，能学成什么样是我的本事。你要是不愿意，那就当我没说。我也知道让你传授刀山的功法有些太唐突。秦河笑了笑。林都统乃的话，各大宗门除了天品的正派功法，其他武功并不算什么秘密。毕竟千百年来门人弟子多了，想保密也没用。您若真想学，我这就全交给你。这玄品宝刀就算了吧，我真受不起。凌霄一喜，还有这种好事？那也就是说，自己只要和几大门派的弟子搞好关系，以后天品以下的功法都不用愁啊。想想也是，练武这玩意儿主要看天赋，功法秘籍这些再多，一个人也是精力有限的，能学多少呢？当然了，自己例外，嘿嘿。那事不宜迟，秦兄弟，请赐教。凌霄一拱手，3人随即找了个阴凉隐蔽处暂时歇脚。秦河也不废话，开始给凌霄讲述2个功法的口诀，一招一式全部示范。流火刀法，其精髓就在于一个流字，这刀法看似凶猛，实则非常灵动。灵蛇身法是刀山绝学游龙步的基础，修炼到极致，可以神龙见首不见尾，翻山越岭，上天入地。半个时辰过后，凌霄已经获得了系统的提醒。定，检测到功法流火刀法是否学习。定，检测到功法灵蛇身法是否学习。凌霄眼神放光，当即学他妈的。恭喜宿主习得流火刀法，玄品，可进阶。定，获得技能流火3式，飞瀑、奔腾、碎空。恭喜宿主习得灵蛇身法，玄品，可进阶。定，获得技能灵蛇步。2个功法，来了2个技能。定，宿主技能突破5个，获得成就技多不压身，玄品，威望加50。定，获得成就刀山传人，黄品，威望加10。靠，这刀山的传人这么不值钱，怪不得功法能随便学。凌霄马不停蹄，直接给刀法加起了功力。为了避免加太多，他还是一年一年加，加1，加1，加1。当加到50年的时候，一个美妙的声音传来：定，流火刀法满足进阶要求，是否进阶？凌霄眼神一亮，来了，他来了。之前血煞刀是超过30年可进阶，这流火刀法是满50年，果然难度提升不小。这要是正常练，50年可不容易啊！进阶，定，恭喜宿主流火刀法进阶成焚天刀法。焚天刀法，刀山流火刀的最终形态，修炼净一甲子后，刀气若旭日东升，炙若熔岩，焚天毁地。品级，地品，获
获得进阶技能烈火焚城，焚天刀气如熊熊烈焰，所过之处寸草不生。靠！这技能一看就牛逼，还没结束。叮！获得成就地动山摇，习得至少一门地品功法。地品威望加200，爽啊！这一下子手头威望上升到了590。凌霄还没满足，灵蛇身法还能升级呢，加1加1加1，又是50年功力。叮！灵蛇身法满足进阶要求，是否进阶？进阶。叮！恭喜宿主灵蛇身法进阶成游龙步。游龙步，刀山身法绝学，身若游龙穿云，飞檐走壁，神龙见首不见尾。品级地品，获得进阶技能惊鸿，短时间内提升100%速度，持续60秒。凌霄眼睛都直了，卧槽，100%速度！要知道那贵得要死的疾风丹，可都才加30%的速度啊！自己当初要是有这惊鸿，巴特估计都来不及反应。果然，不管是资质还是功法，品级太重要了。此时，凌霄在看自己的面板属性，已经和几天前天壤之别。凌霄，20岁，石宝边军都统，资质黄品，功法焚天刀法，50年修为，地品；游龙步50年修为，地品；血煞魔刀60年修为，玄品；不灭金身100年修为，玄品，可进阶；卓别剑术30年修为，玄品。技能烈火焚城，刀气所过之处如同烈焰焚烧，寸草不生。惊鸿，短时间内提升100%速度，持续60秒。血魔刀焰，嗜血魔刀，金刚不坏，不朽金身，追风剑。武器1，狼牙冷月刀，玄品。武器2，野牛长弓，黄品。护甲金丝软甲，玄品。2个地品功法在手，凌霄总算心里踏实了点。没办法，他有武力不足恐惧症。林都统，你怎么了？是我哪里讲的不够清楚吗？秦河见凌霄一直不说话，还以为是有什么不明白。凌霄回过神来，笑了笑道：老秦，被你这么一指点，我简直是醍醐灌顶啊！都统见笑了，我自己都学了半斤八两。秦河嘴上谦虚，心里还是颇为得意。凌霄拿起刀，我现在使几招，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指点的。没问题，我一定实话实说。秦河略带傲然之色，可他话音刚落，眼前的凌霄就突然带出了一道残影。惊鸿，凌霄一个冲刺，快得让秦河肉眼都险些捕捉不到，随即一个高高跳起，足足3-4米高。凌霄悍然挥出一记烈火焚城，轰！刀气纵横，化作炽热烈焰，直接在泥地上炙烤出10几米长的焦土。凌霄飘然落下，回头朝秦河笑了笑：怎么样，老秦，有需要改进吗？秦河目瞪口呆，仿佛失了魂一样。过了足足10几秒，他才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脸活见鬼的表情。怎么可能？焚天刀法，游龙步。凌霄一脸诧异。哦，这就是你说的那什么进阶的刀法和身法？看样子我练武确实有点天赋啊。岂止是有点。秦河看凌霄的眼神再也没半点嫉妒，只有纯粹的仰视和敬畏，因为差距大到了无法追赶的程度，比较也就失去了意义。林都统，你可能是传说中的武道圣体啊。武道圣体什么东西？就是比天品更好的资质，仙品。仙品中最适合练武的资质。秦河感慨道，如果不是武道圣体，我实在无法相信你能这么短时间获得如此成就。凌霄看着自己属性栏的黄品资质，感觉有些讽刺。你可别到处乱说，我只是侥幸罢了。凌霄随即掏出自己退下来的饮血刀，递给了秦河。玄品刀你不敢要，这把黄品的你拿去吧，别推辞了，毕竟等下我们要一起血战的。秦河见状也就收下了。多谢林都统。凌霄又从商城花了10威望，买了一粒便宜的气力丹送给秦河。你也辛苦了，这粒丹吃下，我们出发吧。秦河只当凌霄是从蛮族那儿缴获的丹药，谢过后一口吞下。出发前，凌霄不忘先将骆少红等人的尸体都搜刮了一遍，除了一些能证明身份的腰牌等信物，还有重要的金银珠宝，毕竟都能换物资。2个多时辰后，白水城3人脱掉了边军的甲胄，换上了江湖人士的打扮，可还是被守城官兵拦住了。凌霄将1点碎银色进校尉手中，对方立刻眉开眼笑，没多阻拦。进城后，秦河一脸气愤，这帮守军我们在前线浴血拼杀，他们却在这里搜刮明知，玩忽职守，可恶。姚刚也义愤填膺，林都统之前杀的陈州不也是这种人？这些人都该死。哼，也不能全怪他们，连朝廷官员都分不清，如今该效忠谁？底层士兵除了捞钱还能做什么？
凌霄一点都不意外，毕竟看过华夏历史的他，对于王朝更迭再熟悉不过。大前历经300多年，皇权名存实亡，各地赋税都被贵族瓜分，大批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削藩令是皇帝迫于无奈的最后一搏，也是点燃诸王野心的导火索。黎天黑和冷冰焰碰面还要点时间，凌霄还是第一次进一座规模中等的城池，于是打听了下，来到了城中最好的白玉楼，打算带2个苦哈哈的弟兄吃顿好的。秦河跟姚刚一想到今晚可能生死难料，也就没客气。一进白玉楼，精美的装修，假山鱼池，各种文人墨宝，就让凌霄3人开了眼界。3位客官有预定吗？一个小二迎了出来。还要预定？凌霄看了眼，1楼好像是没位置了，皱眉道：上面都坐满了，2楼还有空位，不过只接受预定。小二笑道：那3楼呢？想必几位是第一次来白玉楼吧？小二介绍道：我们这白玉楼最低1层无需预定，谁都可以坐，价钱实惠。第2层菜色比较贵，而且只接受预定，一般有钱的老爷来得多。至于最高的第3层，能吃到最好的菜品，也不需要预定。只不过我们掌柜每日会出一道题，客官需要作诗1首，若通过了才能上楼。凌霄听了稀奇，一个饭馆子还搞文人墨客的这一套。一旁的秦河跟姚刚很是郁闷，这他们可不会啊。什么题目？我来试试。凌霄说道。秦河跟姚刚眼前一亮，差点忘了，这位都统大人之前是秀才啊。小二却是一伸手道：每一次答题需要先缴纳1贯钱，若是过了，如数奉还。什么？答题还得先交钱？不过还得白搭进去1贯钱。秦河跟姚刚傻眼，这是黑店吧？凌霄也被逗乐了，吃个饭还整出花样来了。行，这是1贯钱，拿去。论作诗，凌霄还真不慌，反正都用文超攻技能骗了个女帝老婆了，索性抄到底。小二接过钱，笑着请3人来到了2楼的一个雅间。雅间内是一个书案，放着文房4宝。客官，今日的题目就在那块竹牌上。小二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一块牌子。3人一看，顿时都一怔。从军。凌霄笑了笑，还真是找对人了。客官，一盏茶的时间，您可以考虑一下。不用。凌霄直接拿起笔，挥洒间写下4句诗。秦河只是看了2句，就两眼放光。姚刚倒是没什么文化，看不出好坏。拿去吧，让你们老板看看够不够资格。小二面露一丝激动，二话不说，直接拿着纸快步跑上3楼。等了没多久，小二立刻下来，拱手将1贯钱还给凌霄。客官，掌柜的请您上座。凌霄并不意外，随即来到了3楼。3楼全是一个个的雅间，格调也完全不一样。在小二的带领下，3人来到了一个名为清溪的房间。进去后，一个相貌俊美、肤色白皙、一身男装打扮的女子正在等着他们。大前因为风气开放，很多世家贵族女子都会男装打扮，并不稀奇。虽然是穿着男人的衣服，可凌霄还是能看出这女人生得很美，至少不比冷冰焰差。女人手里拿着刚才那首诗，显然爱不释手。在下白玉楼掌柜，姓苏，见过3位客官。女子看向凌霄，想必这位颇有几分书生气的，就是写了这首诗的兄台吧。凌霄这时已经看穿了女人的身份。苏焕莎，22岁，白水城主簿之女，白玉楼老板，资质黄品，功法水云剑法，7年修为，江湖上女子常用的一种剑法，灵动却威力较弱。品级黄品，主簿只是9品小官，一个主簿女儿竟然能经营这么大一间酒楼，倒是有些本事。凌霄心里嘀咕，但也没戳穿，毕竟人家用了化名，应该就是想保密。是我。苏焕莎展颜一笑，一个男人却清丽动人。敢问兄台大名？凌霄。原来是凌兄。苏焕莎道，原本我是不会出面见来这里用餐的宾客的，只是凌兄这首诗实在太惊艳，让我不由好奇，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说着，苏焕莎轻声朗读：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样悲壮、凄美、浪漫的诗句足以流传千古，不知这首诗可有名字？凌霄挠挠头，掌柜的，聊诗词之前能不能先上饭菜？我俩兄弟还饿着呢。苏焕莎愣了下，才发现自己入迷了，忘了这是饭馆子。他不由脸上微红，越发透出一丝艳美。凌兄稍等片刻，我这就让后厨上最好的菜肴，今日全打对折。一听有这好事，秦河跟姚刚都两眼放光，这女掌柜还挺大气啊。等饭菜陆续上来，苏焕莎也陪着一起坐下。女人看着狼吞虎咽的凌霄，眼神流露出一丝好奇。掌柜的，你这是什么癖好？喜欢看人吃饭？凌霄都被盯得不自在了。苏焕莎又被说得脸红了下，尴尬笑道：
林兄还没给这首诗取名呢，就叫白水词吧，在白水城做的嘛。凌霄随口道苏焕沙带梅青醋，心说这也太随意了，如此绝妙的诗句怎能这么怠慢？这真是他自己创作的吗？苏焕沙心思流转，打算试探一下，以林兄出才华，应该不是本地人吧，不然我肯定是知道的。走江湖的，难怪。苏焕沙笑盈盈道，林兄文采斐然，不知道能否再为本店做一首诗？若能的话，这一餐全免单，如何？凌霄轻笑，你是怀疑这诗不是我的？不敢，只是想多跟林兄讨要一些好诗，好装裱起来，挂在我们白玉楼的高处，让更多文人瞻仰。苏焕沙一脸恳切的样子，还望林兄不要责怪，实在是这样的好诗，世所罕见。你要是觉得我抄袭他人诗作，就拿出证据；要是没有，就少跟我整这一套。凌霄摆摆手道：“出去吧，我是来吃饭的，写诗没心情。”苏焕沙见状，心里虽然幽怨，可也没办法，毕竟说人家作弊，确实没凭没据。他也只好压着好奇心，起身告辞：“打扰三位用饭，实在抱歉。”苏某就此告退。等女人出了门，姚刚有些纳闷：“林秀才，你怎么不再写一首？能省一大笔银子呢？”“是啊，林大哥这么好的文采，随便就能再写几首吧。”秦河也笑着说：“他是越来越佩服凌霄了，武道精深罢了，连文采都这么逆天。这女的不简单，咱是来办大事的，低调点好。”凌霄可没忘了，今晚是要杀太守的，这主簿也是陆阳手下的官员，和苏焕沙打交道，万一引起注意，可就麻烦了。要是早知道白玉楼是官员女儿开的，他都不会来。吃饱喝足，天色也暗下来了，三人直接来到了驿站外，找了个隐蔽的角落，耐心等待。跃上西楼，一个黑影飘然从房上落下，正是冷冰雁。查清楚了？凌霄问道。冷冰雁面纱后面露出一抹得意：“当然，我已经摸清楚了，今晚陆阳会在太守府后花园宴请白王的幕僚。”“哦，有宴会？”“没错，宾客不少呢。我混进太守府打听了下，是因为石宝守住了，打乱了白王的计划，所以派来人和陆阳商量。”凌霄眼前一亮：“你混进去过了？有办法让我也去到宴会上面吗？你要直接上宴会杀人？你疯了！就算你武功高，可太守府和白王幕僚手下都不是吃素的。如果我没看错，至少有3个不弱于我的高手，加上几百个府兵，那么多弩箭，你跑得掉吗？”冷冰雁觉得男人太想当然了。凌霄笑了笑，这女人真把自己当盘菜，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只需要让我进太守府，剩下的我自己搞定。冷冰雁看看秦河，你不劝劝他，不觉得这跟送死没区别吗？秦河面色复杂，冷姑娘，我觉得凭都统的武功可能真行。冷冰雁觉得这秦河也是没救了，简直是盲从啊。他没好气道：“好吧，你要是死了，我就带青儿离开，我求之不得。”“嘿嘿，我怎么觉得你是担心我死呢？”凌霄坏笑道：“我才没有，神经啊你！”冷冰雁面纱后面的俏脸一红，转身道：“你等着。”不多时，冷冰雁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套侯府仆役的衣服。“冷姑娘，你杀人了？”秦河问道。“你才杀人，我偷来的。”冷冰雁也不觉得丢人，道：“行走江湖，妙手空空的功夫总得学点吧。”凌霄也不废话，直接换上了家仆的衣服。“你的刀去哪里了？”冷冰雁很奇怪，他发现凌霄的武器总是变戏法一样，说没就没。“我的刀可长可短，怎么要见识一下？”凌霄一本正经。冷冰雁愣了3秒才反应，呸了一声：“不说就算了，跟我来。”几人一起来到了太守府后院的一处墙根，从这里翻墙进去，刚好有假山可以挡住，不会有人发现。不过你们要是进去3个，可就不好说了。冷冰雁看了眼姚刚和秦河，他们俩的功夫怕是进去就出不来了。秦、姚2人多少有些尴尬，论轻功他们确实不如冷冰雁，他们不用进去，直接在门外找个地方等着，我有需要了再来接应便是。凌霄其实巴不得一个人，人头可都是功力啊。待秦、姚2人来，主要还是帮他善后打杂。交代清楚后，凌霄直接一跃而起，轻巧翻过了高墙。50年游龙部的修为，他的轻功已经弹得上身轻如燕，飞檐走壁。就连冷冰雁都是看得愣了下，没想到男人的轻功如此出色。我们走吧，在这里游荡会被盯上，反而坏他的计划。冷冰雁一提醒，秦、姚2人都迅速离开。与此同时，凌霄进了后院，开始如同鬼影一般四处走动。他现在各种功法加起来几百年修为，什么风吹草动都很敏感，要躲开那些普通的庸人非常轻松。宴会这时才刚开始，酒都才刚开始喝，凌霄并不着急，他打算找个安全隐蔽的位置，
等他们喝得差不多，放松戒备了再出手。当经过一处走廊的时候，前方一个护院扛着一个大麻袋，引起了凌霄的注意。如果没看错，那里面装的分明是一个人。那护院将麻袋送进一个屋子后，鬼鬼祟祟关门离开了。凌霄来了兴趣，直接悄然溜进了那间装修华丽的屋子。麻袋正被丢在床边，走过去解开，里面一个花容月貌的青衣女子映入眼帘。苏焕纱，怎么是她？凌霄正疑惑，就听见外面来人了。得手了，在里面等着少爷享用呢。嘿嘿嘿，干得不错，回头有赏。门打开，一个锦衣华服、眼圈发黑的白面郎君走了进来。他舔着嘴唇，一看那苏焕纱，立刻激动地把门给拴上。凌霄这时躲在一块帘子后面，瞟了眼。陆少远，27岁，白水太守陆阳之子，资质黄品，功法9曲剑法，5年修为，江湖上不少书生喜欢的剑法，招式华丽，变化较多。品级黄品。凌霄恍然，原来是上司的儿子要强占下属的女儿。这小子一看就是花天酒地、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竟然才5年修为，约等于没练啊。陆少远检查了下绑住苏焕纱的绳子后，拿出一枚解药香丸，在女孩鼻前晃了晃。苏焕纱慢慢醒来，眼神从茫然转为一丝恐惧。她记得自己是跟着父亲来参加宴席，有个丫鬟说要带她去女眷们待的后花园，结果没走多远就昏迷不醒了。她做梦也想不到，竟然有人敢在这种日子在太守府绑架他一个朝廷命官的女儿。陆少爷，你这是在做什么？嘿嘿，焕纱，你可是白水城第一才女，还不懂本少爷想干嘛吗？苏焕纱俏脸惨白，陆少爷，我爹虽然只是9品小官，可毕竟也是朝廷命官，而且我是朱老的弟子，你要是敢动我，太守也保不住你。陆少远一边宽衣解带，一边咧嘴得意笑道：傻丫头，正因为你是朱老最喜欢的弟子，我爹才让我将你拿下的。什么？太守他？朝廷要不行了，我爹要投靠白王了。朱老是当时有数的几位大儒，我若是成了你的夫婿，他总得帮着咱吧。苏焕纱看着一脸阴邪的陆少远，满心的绝望，不敢相信这对父子竟然如此恶毒。救命！救命！别喊了，这院子周围早就肃清了。陆少远兴奋地走上前，伸手摸向苏焕纱娇嫩的容颜。焕纱，从你及笄那一天，我初次见你就想着占有你，今天你就当我的。咔咔！不等陆少远说完，2只手从后面抱住他脑袋，直接将他脖子拧断。陆少远睁大了眼，断气那一刻都不敢置信自己就这么死了。击杀+1，功力+1，威望+30。凌霄松开尸体，挑了挑眉，哟，竟然还有威望，不错不错。凌兄。苏焕纱看见陆少远被杀，先是惊吓，可看见后面的男人却更震惊了。苏老板，你还是穿女装比较好看。凌霄嘿嘿笑了笑。苏焕纱愣了下，虽然害羞，却也没心情开玩笑。你到底是什么人？救你的人？苏焕纱嘟嘴，这一点都不好笑。我难道说错了？不管我是什么目的，救了你是真的吧？凌霄叹气道：我倒也没指望你以身相许，可你未免对自己的恩人太冷淡了。苏焕纱这才感觉到有些不合适，怯怯说道：林公子可否先帮我解绑，我再给你行礼道谢。没问题。凌霄蹲下身给女孩解开后面的绳子，等开始后才发现这姿势有些暧昧。凌霄近乎是半搂着女孩，下巴靠在女孩香肩上，能看见雪白的粉颈、晶莹的耳垂。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的天然美女是真的香，前世那些科技与狠活的没法比。苏小姐，你身上好香啊，是脂粉的味道吗？凌霄真的挺好奇。苏焕纱脸红到了耳根，她虽然算大姑娘了，可从未和男人如此亲密接触。我从小就这样。凌霄心头一动，丹田一股燥热。尼玛，没看出来这清冷的模样其实相当魅惑啊，莫非是什么天生媚骨？松绑后，苏焕纱急忙起身给凌霄盈盈一行礼，多谢林公子救了小女子。凌霄点头，这陆少远是奉命来欺负你，现在他死了，你们一家怕是逃不掉哦。苏焕纱自然也意识到严重性，叹息道：乱世之中，我们这些小官员家的女子本就水中浮萍，只能随波逐流。林公子放心，我不会将你说出去，你先走吧，这里的事情我会自己承担。凌霄管儿，你就不问问我为何出现在这里？苏焕纱咬了咬花唇，我想你应该是来劫贫济富的侠盗吧？你才是贼，老子可不干这种无聊透顶的事。凌霄都无语了，感情这女人把自己当成小偷了，自己有这么猥琐，那林公子为什么打扮成家丁模样混进陆府？苏焕纱不解。凌霄深呼吸一口气道：
为了你啊，苏小姐。为我？苏焕沙美眸大睁，有些懵了。什么意思？实不相瞒，白玉楼一面，我就对小姐倾心了。凌霄一脸深情款款地说道。我就想找个机会认识小姐，所以才会跟小姐来到这里。本来我只想远远看着小姐，可没想到恰好撞上了这档子事。苏焕沙脸蛋羞红，你撒谎！我刚才在酒楼，你明明对我都爱答不理。我那会儿害臊，心里其实可紧张了。凌霄一本正经道。总之，我为了苏小姐杀戮少远，心甘情愿。苏焕沙脑袋混沌沌的，根本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眼前的男人。他真的对自己一见钟情，不惜一怒为他杀太守之子。苏小姐，我已经想好了，既然没有回头路，我索性就把冷血杀手当到底。今晚一切责任我来承担，你只需要当做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就行了。凌霄说着转身就要出去。你要干嘛？你去哪？苏焕沙急了，不知道为何很担心这个才刚认识的男人做傻事。风萧萧兮易水寒，我辈一去兮不复还。苏小姐，希望你能在乱世找到你的良人。凌霄语气低沉地说道。一听到这两句悲壮的话语，苏焕沙瞬间明眸闪过一丝异彩。他不是抄的，他真的满腹诗书，才华横溢。能说出这样两句诗的人，绝对是真男人，大丈夫。林公子，我跟你一起去。苏焕沙鼓足勇气跑上来，一把抓住凌霄的衣袖。刚才你可能也听见了，白王和陆太守都盯上了我恩师朱老，而陆少远因我而死，我已经无法回头了。既然这样，与其被他们踩在脚下苟且偷生，不如拼一把。苏焕沙的眼中露出一丝决然。凌霄皱眉，拼？怎么拼？今晚的宴会除了陆阳和白王的幕僚外，还有很多白水城的官员士绅，这些人并非都想投靠白王，所以陆阳才把他们找来，希望威逼利诱。苏焕沙道。我只要去当众揭露陆阳父子的罪行，肯定会有很多忠义之士站在我们这一边。只要让陆阳变成反贼，白水城守军肯定也会犹豫，他也就无法再一手遮天。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一线生机了。凌霄心里叹了口气，这女人虽然有些智慧，可对于人性还是看得太简单了。陆阳要是没有把握，哪敢直接让儿子对他下黑手？白水城的官员多半早就沆瀣一气，投靠白王了。说到底，忠君报国也得有君有国才行啊。如今那朝廷任由边关的城池被北蛮践踏，哪有余力来管北境的其他事？不过苏焕沙的计划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至少这么一来，他能替自己吸引注意力。当然了，他肯定要尽量确保苏焕沙不死，因为这女人是大儒朱明的弟子，这一身份很关键。朱明那老头名声显赫，在大前读书人里面有着极强的影响力，自己将来要做大事，若能招揽朱明，会有大用处。一念及此，凌霄露出佩服的样子，道：苏小姐果真是女中诸葛，那我们这就去宴会吧。诸葛？什么意思？就是冰雪聪明。凌霄才想起这个世界没有三国。苏焕沙面色微醺，道：我才不聪明，连你说的话几分真假都听不出来。当然都是真的，我从不骗小美人，但你算大美人。嘿嘿。哼，油嘴滑舌，苏焕沙只觉得脸红心跳。被凌霄一番调侃，苏焕沙感觉死都不太害怕了。比起被陆少远玷污，眼下的局面要好多了。女孩昂首走向宴会，而凌霄当作仆从，紧随其后。太守府宴客大厅歌舞正酣，凌霄跟着苏焕沙刚走到大门外，却被2名护院拦住了。站住，这里不是女眷该来的地方。苏焕沙脸色一寒，道：我是朱老的弟子，白水城主簿苏昌之女，苏焕沙。您是苏小姐，白水城第一才女。2个护院显然听说过女孩的大名，关键是大儒朱明的爱徒，这身份不一般，他们不敢阻拦。苏焕沙刚一走进去，回头一看，却发现凌霄不见了。怎么回事？他去哪了？苏焕沙左右寻找，却见一个人影从宾客后面正悄然走向上座，赫然是凌霄。苏焕沙一脸茫然，不是说好让他来出面，将陆阳父子的丑行公开吗？这男人是要去干嘛？此时凌霄的眼里却是飞快在陆阳等一众在场大人物的头上掠过，神之眼一扫，信息全都映入眼帘。陆阳52岁，白水城太守，资质黄品，功法白鹤剑法，14年修为，书院一脉的剑法，剑路飘逸，如白鹤起舞。品级玄品。和陆阳一起坐在最上首正敬酒的一个蓝袍老者，是白王的幕僚孙清河，54岁，白王府幕僚，资质黄品，功法云龙拳法，22年修为，书院招牌拳法，讲究一气贯之，如飞龙穿云。品级玄品。来，孙兄请。
今日能和孙兄把酒言欢，陆某心里欢喜啊。陆老弟，以后一同为白王殿下效力，共谋天下大事，有的是机会。哈哈，遥想年轻时，你我在书院求学，30多年未见，如今还能一起辅佐白王，真乃陆某之幸啊。孙清河亲切地拍着陆阳的手。陆老弟，虽然白王殿下已经同意留你担任白水城太守，可你这差事也得办好啊。陆阳连连点头，明白。那石宝姓林的小子，我已经派手下司马前去解决，最晚明日一早应该就有信了。至于那朱老，是要麻烦一些，不过我已经有法子，还请孙兄告知白王殿下，稍等几日便可。孙清河满意的点头。那石宝不足为虑，关键是朱老，一定要让他站在白王殿下这边。你要能办成了，将来白王殿下称帝，你陆老弟便是大功臣。以陆老弟的才能，就算是一朝败相，又有何难啊？陆阳本就醉意上冲，这会儿听了心花怒放，乐得哈哈大笑。而就在这时，一个手里拿着酒壶的仆人突然朝两人走了过来。孙清河身后2个没喝酒、江湖人士打扮的男子，面露一丝疑色。其中一人绕到了前面，横剑一挡：“下去，这里有人伺候了。”拿着酒壶的自然是趁着宴会热闹来到了跟前的凌霄。凌霄早就看过眼前这护卫的身份，楚玉峰37岁，剑灵外门弟子，资质玄品，功法1，裂地剑诀，41年修为，剑灵外门常用的剑法，势大力沉，威力堪比一些地品剑法，但略显笨拙。玄品，功法2，凌云步，24年修为，剑灵的招牌身法之一。黄品，但凡是今天之前，凌霄面对这个楚玉峰都还要谨慎一些，因为这家伙的裂地剑诀威力不凡。可现在凌霄有了游龙步，已经完全没把这货当回事。一个加速，凌霄不退反进，身法之迅猛，让楚玉峰眼神一凝。不好！楚玉峰下意识要拔剑，可眼前闪过一道寒芒，狼牙冷月刀瞬间被凌霄召唤出来，一个斜撩，楚玉峰还没来得及喊出一句话，人头就被斩落。击杀+1，功力+1，嗜血+1，持续60秒。正在宴会厅门口徘徊的苏焕沙见到这一幕，双手捂住嘴，彻底傻眼了。这怎么跟说好的完全不一样？这凌霄是疯了吗？他想做什么？现场很多人根本都没反应过来，凌霄已经一个踏步上前，大刀直取孙清河的脑袋。大人小心！另一个剑灵出身的护卫总算拔出了剑，将孙清河一把拽开，同时朝凌霄一剑刺来。金海38岁，剑灵外门弟子，资质玄品，功法碎玉剑法，44年修为，剑灵一门威力极大的剑法，可将剑气凝于一点。品级玄品。金海一剑带起一点寒星，锐气间笑破空。凌霄提刀一挡，轻松将这一剑震开。金海感觉一股巨力传来，直接后退了3步，脸色煞白。这是哪来的高手？如此霸道的内力！有刺客，快来人啊！现场宾客乱作一团，一个个满脸恐惧，而外面的府兵都惊动了，纷纷往里面救援。凌霄根本不管这些，眼前只有那正准备连滚带爬离开的孙清河。忽然凌霄看见陆阳在旁边惊恐看着，不由灵机一动。陆大人，我来对付这剑灵的家伙，孙清河交给您了。此话一出，别说宾客们，连陆阳都傻眼了。门口的苏焕沙更是一头雾水，这又是哪跟哪儿啊？你胡说什么？你少栽赃本官，本官不认识你。凌霄直接掏出了一块腰牌，正是被他杀死的骆少红身上搜刮来的。大人不必惊慌，我是石宝边军都统凌霄，您让骆司马调集我们边军过来，协助斩杀白王一党的逆贼。赵将军答应了。一看那面白水城司马的腰牌，现场很多人都信了。真是骆司马，这真是太守大人请来的。陆阳脸都绿了，他不明白为什么骆少红的腰牌会跑去凌霄手里。孙兄，我没有，这跟我没关系。这小子诬陷。孙清河一脸阴晴不定，他本就是来当说客的，陆阳是否真的归顺，他还真不确定。毕竟这凌霄一身陆府仆人的装束，又拿着白水司马的令牌，未免太巧合了。快来人，把这姓林的拿下！陆阳知道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了，怒声大喊。凌霄这时却直接施展出了惊鸿，身法直接速度翻倍。正处于混乱状态的金海根本没来得及阻拦，就见凌霄杀向了孙清和孙老。金海使出浑身力气，飞身一剑刺出，可还是慢了。凌霄杀一个孙清河，就跟踩死一只蚂蚁般容易。刺了！孙清河人头被斩落，鲜血飙射而出。眼看着白王府派来的幕僚被斩首，陆阳面如死灰。完了，全完了。陆阳知道，今天这事儿传出去，想再获得白王的青睐，难比登天。信任这东西，
就是容不得半点裂痕的。金海一看保护的孙清河被杀，气急败坏。关键是看见凌霄掏出骆少红的腰牌，不由也产生了怀疑。陆大人，他说的可是真的？金海刚一问出口，凌霄就反身朝他杀来。休想伤陆大人！凌霄一刀故意没用多少力，速度放慢了一拍。金海见状，一剑将凌霄的刀挑开。凌霄急忙大喊：陆大人快跑，这里有我！陆阳都疯了，用你保护我吗？我……众人看见这一幕，越发相信了凌霄是陆阳找来的，就连进来的府兵都傻了眼，到底谁是刺客？金海感觉情况不妙，搞不清局面，还是先跑回白王府再说。可他刚一腾身要走，还处于惊鸿状态下的凌霄追身一刀就捅进了他后心。金海根本来不及阻挡，一口血喷出，当场交代。杀完后，凌霄迅速回头看向陆阳，陆阳气得浑身发抖，手指着骂道：无耻小人，快来人！陆大人，少爷很安全，有我们的人保护，您放心。凌霄说话的同时，朝不远处的苏焕沙努了努嘴，宛如一盆凉水泼在了陆阳头上。陆阳看见苏焕沙，自然意识到儿子陆少远肯定出事了。陆大人，让府兵下去吧，现在没事了。凌霄似笑非笑，手里的刀甩了甩血。陆阳想起刚才凌霄杀人那几下，砍瓜切菜一般，心知靠一些普通士兵根本不是对手，加上儿子都被人家控制了，也只好暂时妥协。都下去吧，今日的宴会到此为止，谁也不许出去多嘴。陆阳一声令下，府兵撤走，宾客们也都如蒙大赦一般逃离。今晚这突发的变故着实太刺激了，很多人感觉侥幸躲过一劫。至于陆阳到底是不是忠于朝廷，也没人能确定，疑云丛生。世道太乱，大多数人也根本只求自保，不愿多掺和。你就是石宝边军的凌霄，好身手，剑灵的高手，竟然都不是你的对手。陆阳这时冷静下来，觉得凌霄没杀他，肯定是畏惧他在白水城的几千兵马，所以并不慌。剑灵高手，凌霄心中不屑，外门弟子罢了，别说冷冰宴那种亲传弟子，哪怕是内门弟子，岂会来当一个小小幕僚的护卫？说到底，五大宗门的弟子也分3、6、9等，等级不同，待遇和供职单位也不一样。陆大人，方便的话，后院说话，公子正在等你。凌霄伸手一请，陆阳眯了眯眼，冷哼了一声，转身走向后花园。凌霄跟在后面，顺带朝苏焕沙招了招手。女孩脸上满是疑惑，小声问道：你真是石宝边军？如假包换。凌霄道：那你为何会作诗？当兵是工作，作诗是生活，有问题吗？苏焕沙蹙眉，好像是不冲突，这莫非就是文武双全？眼前这个男人让他感觉充满了神秘。他说的话到底几句真，几句假？刚才说对自己一见倾心，是真的吗？苏焕沙胡思乱想，以至于眼下局面这么乱，这么凶险，他都没什么感觉了。好你个苏家丫头，你跟这小子早就认识。陆阳见两人闲聊，顿时明白了为何自己儿子会失手。陆大人，你恐怕没资格说我吧？陆少远会做这种畜生行径，多亏了你的悉心教导。苏焕沙一脸冷笑，对于这个太守，他半点都瞧不上。哼，要是你们敢动我儿子，你们谁也跑不出白水城。陆阳威胁完两人，一路走到了刚才囚禁苏焕沙的院子。推门刚一进去，就见陆少远趴在一张桌子上。少远！陆阳快步上前，刚要把儿子扶起来，却发现整个人都倒了下去。你们！陆阳心一沉，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可不等他回过身，凌霄已经一刀刺入了陆阳胸口。一旁的苏焕沙虽然俏脸发白，可这一次倒是有了些心理准备。这男人杀人不眨眼。陆阳被捅了一刀，出气多，进气少，并没有立刻死。苏小姐，去找大夫，就说陆大人被白王派来的刺客暗算，身负重伤。如果可以，麻烦你通知令尊、苏主簿带着白水城的其他官员过来这边商议对策。凌霄咧嘴道：苏小姐，以你的智慧，应该明白陆家倒了，我们才能活。苏焕沙稍作思考，就明白了凌霄是想彻底让白水城和白王府决裂。他本不愿意卷入这些事，可如今陆家父子的死和自己脱不了干系，也不得不参与了。好，我这就去喊人。等苏焕沙跑出去后，凌霄来到后院假山附近，吹了声口哨。片刻后，冷冰雁飞身来到了他面前。女人一直潜藏在陆府内，暗中观察着凌霄的一举一动。你可真是胆大包天，这是要彻底和白王对着干。冷冰雁无语，现在整个北京6州都是白王的势力，你到底怎么想的？你真觉得这6州的官员百姓都对白王忠心不二？凌霄反问。冷冰雁蹙眉，沉默了下来。与其说是归顺白王，不如说是没得选，毕竟谁都惧怕白王的30万大军。凌霄笑道：
可正因为白王太强了，其实朝廷也好，别的藩王也好，都在防着他。这种时候，你说要是有人从后面给北境点把火，你觉得朝廷和其他藩王是否乐意看见呢？冷冰艳美眸露出一丝惊愕。你要玩火？我只是想好好的活下去，不用担惊受怕，不用受制于人。凌霄叹道。想来青儿也不希望再过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一提到萧清玄，冷冰艳心里忽然又升起一个念头，其实如果这男人真能做出一番事业，或许对陛下是一大注意。反正折腾的是大钱，大钱越乱，西蜀复国的概率就越大。你希望我做什么？冷冰艳问道。很简单，你速度快，去给赵将军传个信。凌霄把骆少红的腰牌给了冷冰艳当作信物，把这里的情况跟将军汇报，让将军尽快连边军和城中老弱妇孺一并迁到白水城来。你说什么？冷冰艳不敢相信道。你要赵将军放弃石堡？北境边关9城，如今只剩一座石堡，就算坚守，没有物资粮草也维持不了多久。与其这样下去，不如趁着北蛮军还没杀回来，将石堡的居民转移。白水城的物资足够养活2座城的人，这样还省了我们从这里运粮的麻烦。关键是守着白水城，我们可以有良田自给自足，石堡那边随时容易断粮啊。听完凌霄的解释，冷冰艳眼前一亮，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还可以放弃一座城，还有这样的选择。的确，只要粮食管够，住所之类的，哪怕临时搭建一些营帐也是可以的。好，我这就去。对了，你可得把我娘子带来。凌霄道。用不着你提醒。冷冰艳轻巧一跃，飞出围墙。而这时前面传来大量脚步声，凌霄飞身来到宅子大门口，见到有一名文官和一名武将带着几十号官兵，气势汹汹过来。苏浣纱这和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一起跟在后面，面露一丝担忧。凌霄扫了眼，赵谦44岁，白水城长史，资质凡品。凌霄知道这长史相当于太守的副官。刘怀明41岁，白水城都尉，资质选品，功法1，龙须枪法，39年修为，大前一代名将所创，大开大合，粗中有细。品级选品，功法2，烈风刀法，23年修为，江湖上一门常见刀法，容易学会，威力稀松平常。品级黄品，都尉是一城兵马的统领，是骆少红的直属上级，也是仅次于太守的官职了。陆阳一倒下，这2人一文一武，就是如今白水城的话事人。刚才宴会上，凌霄其实有看见这赵谦，这老小子跑得快，原来是去摇人，找这个刘怀明去了。你就是刚才杀了孙清河的凌霄？赵谦板着脸，明知故问。正是。凌霄点头。我乃白水城长史赵谦，这位是刘都尉，统管全城兵马，还不快让开，让我们见陆大人。凌霄则是不急不忙地问道。大夫呢？放肆！赵谦道。本官做事需要你来叫。凌霄犹豫了片刻，直接让开了路，让2人走了进去。赵谦和刘怀明带人闯了进去，剩下几十个官兵依旧围着凌霄和苏家父女2人。苏昌一脸战战兢兢，朝凌霄尴尬笑了笑。苏昌42岁，白水城主簿，书院内门弟子，资质黄品，功法1，万卷心法，49年修为，书院独门内功，品万卷书，练就心中一口浩然之气。品级地品，功法2，亲书剑诀，33年修为，书院招牌剑法，一剑拂我青云志。品级选品。哟呵！凌霄一看这中年发福的大叔，心里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这货才是扮猪吃虎，竟然是书院的内门弟子，他怎么会委身在一个白水城当9品小官呢？仔细想来，大如朱明会破格收一个女子为徒，怕不是跟这苏昌有些关系。林都统，多谢您救了小女。苏昌小声说道，眼中一丝后怕。凌霄笑了笑，应该的，苏小姐这么美，被陆少远糟蹋可惜了。苏浣纱一听，脸红的低下了头。陆大人你怎样了？这时赵谦和刘怀明来到了床边，见到了奄奄一息的陆阳。至于陆少远的尸体早已经被丢进了一个大箱子，倒是没人发现。你们快找大夫！陆阳见2人过来，却没有大夫，很是焦急。赵谦和刘怀明对视一眼，默契地走了出去。来人啊，去把城里最好的大夫叫来。凌霄一听，心中冷笑，这一通折腾浪费时间，哪还来得及？这2人根本没打算让陆阳活下去。果然，刘怀明大手一挥道：“都出来吧！”只见院子的2侧，包括屋顶上，突然冒出来了近100名弩箭手，一支支森寒的弩箭瞄准了凌霄。凌霄，你谋害朝廷命官，现在本都尉就要将你缉拿，若不想万箭穿心，
立刻束手就擒。苏焕沙见状，不由心头凛然。赵大人，凌霄不是凶手，刺客是白王的人。苏小姐，这种话，你觉得我们能信吗？赵谦冷哼道：“念你是苏老弟的女儿，又是朱老的弟子，这次受蒙骗就当没发生过。你别不知好歹。”正当这时，只听得院门外传来厮杀声。林都统，我们来助你。一听声音，正是秦和姚刚二人杀了进来。凌霄见状，直接掏出了狼牙冷月刀，直冲向刘怀民。放箭！刘怀民早有提防，一声令下，箭雨速朝凌霄射来。金刚不坏，3秒的真男人一开，凌霄直接进入无敌状态，10几支箭落在他身上，愣是和小鸡啄了啄没区别。后面的苏昌看到这一幕，眯缝眼闪过一丝讶然之色。刘怀民本以为凌霄必死无疑，可没想到他竟然一刀就架在了自己头顶。怎么会这样？刘怀民急忙拔刀阻挡，凌霄一招流火飞瀑，刀起烈焰倾泻而下。当，刘怀民刀被直接崩碎，整个脑袋被刀气劈砍成2半。击杀+1，功力+1，威望+30。凌霄没有犹豫，一刀顺滑地平灰，带起一抹血魔刀焰。一旁赵谦的人头也被直接带走。击杀+1，功力+1，威望+30。凌霄一把提起赵谦的人头，大声怒吼道：“赵谦、刘怀民谋害陆大人，已被我斩杀，尔等谁敢再动一下，定斩不饶！放下武器！”一群当兵的看见凌霄连弩箭都射不死，心态都崩了。这会儿见他轻松斩杀了长史和都尉，更是吓得闻风丧胆。一时间，全场士兵纷纷缴械，都是来混口饭吃的，谁也不想和凌霄这种高手拼命。一旁的苏焕沙看得椒盐泛红，眼前男人战神一般的形象让他目不转睛。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难怪他能做出那么英雄气概的事。凌霄则是看向了一脸故作紧张的苏昌，暗骂胖子真能装，你这身修为慌个屁！苏大人，劳烦您一件事。林将军客气了，您救了小女，有事请尽管吩咐。苏昌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陪笑着说道：“今天发生这样的大事，白水城肯定人心惶惶，还请苏大人发布公告，安抚民心。就说陆太守忠于朝廷，宁死不降白王，惨遭白王刺客所伤。我们石宝边军受陆太守恩情，送来粮草物资，才能击退北蛮军。因为长史赵谦和都尉刘怀民叛变，陆大人只能派骆少红司马前来边军求援。今日宴会，在陆大人巧妙安排下，我们成功除掉了白王逆党。赵谦、刘怀民犯上作乱，已被陆大人诛杀。城内所有守军即日起移交边军都统凌霄。”一番话说完，苏昌目瞪口呆，就连苏焕沙也是难以置信，这也太能扯了吧！这人嘴里有一句真话吗？他刚才说喜欢自己的话，越发不可信了。苏焕沙眼底闪过一丝幽怨：“怎么，苏大人有问题吗？”凌霄似笑非笑地问道。苏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尴尬笑道：“这怕是下面的官员不信啊，要是质问起来。”姚刚！凌霄大喊了声，黑脸大汉兴冲冲跑过来：“林都统有何吩咐？把这赵谦和刘怀民的尸体直接丢到太守府外面。”是。姚刚立刻拖着2具尸体离开。一群官兵见到2人的尸体被拖出长长的血痕，都吓得脸色发白。曾经高高在上的官员就这么没了。苏大人，谁要是不服，想要投靠白王，这2人的下场就是榜样。苏昌这回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躬身一行礼：“下官这就去起草文书。”凌霄随即看向苏焕沙：“苏小姐，我想见一见朱老，能否为我引荐一番？”“你要见我老师？”苏焕沙蹙眉：“你想做什么？我老师可不会屈服于武力。”“哼，我当然知道，武力对朱老师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请教他一些问题。当然了，如果他不愿意见我，我愿意耐心等待。”凌霄一拱手：“劳烦苏小姐了。”苏焕沙犹豫了下，点头道：“行，我可以去问问，但你要回答我一件事。”“什么？”苏焕沙脸蛋微红：“你刚才对我说一见那什么的，是不是骗我？”“当然不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凌霄笑嘻嘻道。苏焕沙俏脸更红了，心里却一丝甜蜜。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又是什么诗句？他自己现想的吗？净胡说，我才不信呢！女孩一个转身，落荒而逃。送走女人后，凌霄让秦河守着陆阳的房间。以秦河的身手，太守府也没人敢乱来。他则带着姚刚来到了白水城军营。太守府的事以及赵谦、刘怀民的死已经传入营中。这会儿10几个军中的校尉及军官正争论着接下来怎么办。刘都尉真死了，千真万确，尸体就在太守府门外。那边军都统凌霄到底何人啊？
之前击退北蛮先锋军的，好像也是此人吧？弩箭营竟然都杀不死这人，看来是真有本事。这下怎么办？他要是来了，会不会杀了我们？正当人心惶惶，凌霄直接走进大营。经过浴血厮杀，凌霄如今杀气凛然，再加上手持陆阳的太守令牌，其他官兵不敢阻拦。凌霄一眼扫过去，迅速扫完了所有人的资料，挑出了实力最强的2人。和平，29岁，白水城裴荣校尉，资质玄品，功法大漠刀法，27年修为，西域流传过来的刀法，适合马上作战。品级黄品。曹安，28岁，白水城执戟校尉，资质玄品，功法黑蛇枪法，26年修为，黑蛇郎君的成名绝技之一，灵动诡谲，威力一般。品级黄品。诸位，陆太守有令，让我边军都统凌霄，接管白水城守军。和平、曹安，你们过来。凌霄直接喊出了这2人的名字。和平、曹安2人紧张忐忑之余，露出诧异之色。大人，你为何认识我们？凌霄一脸不悦道。废话，陆大人让本都统来接管，怎会不提前将你们的身份都告知我？不只是你们，还有张二毛、鲁大川、李卫。凌霄一连串报出了在场好几个校尉的名字。这一下子，在场的众人都不由相信了几分，如果不是提前都沟通过，凌霄一个石堡的边军统领怎会认识他们呢？反倒是姚刚满脸疑惑，不明白凌霄如何做到的。陆大人说了，都尉刘怀明叛乱，你们中就算有人误入歧途，也不能多加责怪，要给你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本都统现在过来，就是问你们一句，是否愿意继续为朝廷效力？如今白王一党谋逆，白水城随时可能被白王叛军讨伐，若是你们中有人要解甲归田，本都统绝不强留，还会给你们一笔钱。凌霄说完，现场都陷入了沉默，不少人脸上都露出了挣扎之色。你们也不用急着做决定，给你们1天的时间。事先提醒你们，如果1天后愿意留在白水城的，从上到下，所有军官到士兵月钱涨5成。凌霄抬起一只手道。此话一出，现场10几个军官面露一丝动容。大人，此话当真？曹安问道。凌霄点头，当然是真的。你们若留下对抗白王逆党，是忠义之师，理当获得嘉奖。可钱从哪里来？朝廷现在自顾不暇，北京6州又被白王把控，我们的军饷都欠了3个月了。一个校尉小声吐槽。凌霄心里嘀咕，感情白水城都这么穷，还欠着这帮当兵的工资呢。这你们就不用管了，陆大人都已经安排妥当，明日就会补齐你们的军饷。之前都是被白王的那些爪牙胁迫，克扣了你们军资，包括我们边军将士，不也差点断粮吗？当时你们看，如今我们击败了北蛮，又来这里杀掉了白王逆党，这都是陆大人的功劳。话音刚落，一个系统提示：击杀+1，功力+1，威望+100。大忠臣陆大人重伤不治，死了。给一帮守军的军官画完大饼，凌霄给了他们1天的考虑时间。出来的时候，这帮军官已经表情振奋，显然都动心了。据凌霄所知，大前的底层士兵也就200文1个月，校尉级的底层军官则是1000文。以购买力来说，约等于前世的月入3000和月入15000。就算加5成，其实也不算高，毕竟乱世之中，士兵死亡率太高了。回到太守府，凌霄直奔陆阳的房间，外面一些陆府的女眷正在那里哭哭啼啼，喊着想见老爷，可有秦河把守，这些女人也不敢进去。凌霄一眼看过去，好家伙，不愧是一郡太守，竟然有7房1台。都统，您可算回来了，一直哭，吵死了。秦河一脸郁闷，宁可面对蛮军，都比面对这些妇孺要轻松。凌霄拍了拍哥们儿的肩膀，也是一脸无奈。一帮老爷们儿上阵杀敌容易，可管理后院还真得女人来。他现在就盼着萧清玄赶紧过来，以他女帝的资历，应该能帮上很多忙。凌霄一番恐吓，让这帮妇孺先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不许出来折腾了1个时辰。府内安静了下来。陆阳虽然死了，可这死讯暂时还不能发，只要他没死，那权力就不会真空，下面不会乱。半夜，苏昌急急忙忙地送来了起草好的公告。凌霄看了一下，大差不差。苏大人，连夜将这公告贴到郡内各处，不只是白水城，下面的县城也要张贴。我要让全沧州府的人都知道，咱陆太守治下的白水郡是忠于朝廷、忠于陛下的。苏昌苦笑，凌都统，这样真的好吗？如此一来，白水郡就成了白王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是啊，但比起给白王当狗，我更想当一个站着的人。凌霄目光玩味地看向胖子苏昌，苏大人，应该也不甘心一直默默无闻吧？苏昌心里打鼓，怪事，这小子莫非知道我的底细？看样子这凌霄所图甚大啊！
不管了，要是不行，带上娘子和闺女，直接开溜得了。苏昌心思转了转，拱手道：“小人这就去办。对了，苏大人，你让本郡的司户过来一趟，我有事问他。”司户是郡中管理财政的。苏昌愣了下，但也没多问，应声退下。本来大半夜的，白水郡司户郑思齐已经睡了，毕竟上了年纪，熬不了夜。可今晚太守府的血案太过骇人听闻，所以老头根本睡不着。被苏昌一敲门，得知斩杀刘、赵二人的林都同有事找他，郑思齐自然不敢怠慢，匆匆赶往府衙。凌霄坐在府衙后面议事厅的主位上，看着老头走进来。郑思齐，52岁，白水郡司户，资质凡品。刚一用神之眼看完，却冒出一条信息：叮，神之眼使用次数达到100次，满足进阶条件，是否进阶？凌霄一喜，都差点忘了，系统的2项基本技能都是可以进阶的。没想到比起杀戮机器，反而神之眼先达成了条件，进阶。叮，神之眼进阶成功。凌霄发现这神之眼的技能后面多了个 LV2 的字样，奇怪，也没说具体有啥变化。凌霄索性再次看了眼面前的老头，郑思齐，52岁，白水郡司户，资质凡品，词条经商财政。凌霄心里疑惑，小童子，这词条什么意思？系统词条功能显示的是人物的高光属性，一般是此人擅长的领域。特别提醒，词条分普通、特殊、传奇，唯一4类，目前等级最多显示3条。凌霄恍然，试着看了下自己的词条。凌霄，20岁，石宝边军都统，资质皇品，词条天选之人，传奇，武道宗师，传奇，女帝夫婿，传奇。靠，我都宗师了，怪不得杀这帮家伙砍瓜切菜的。也对，正常人哪能练出几百年修为，也该宗师了。不是，女帝夫婿也算个词条吗？凌霄哭笑不得，竟然还是传奇，这词条有个嘚儿用啊。女帝让他很爽到，是真的。都统大人，下官郑思齐拜见大人。老头见凌霄一直不说话，有些惶惶不安。凌霄回过神来，笑了笑：“郑大人不必客气。”他随即让下人上茶，缓解了下这老头的紧张感。其实是陆大人让我找你问问，如今咱郡府库内还有多少银两？陆大人问的。郑思齐疑惑：“大人应该清楚啊，还剩3000两。”才3000，大钱的汇率1两金等于3两白银，等于3000文。凌霄刚才粗略一估算，要补上守军的军饷，至少也要5万两白银，保险点甚至要6万两。想要稳定军心，让士兵留下卖命，肯定得想办法把军饷补上。其实最简单的法子，无非是杀几个土豪士绅，那些地主个个家财万贯。可问题是，这种做法一旦出来，等于坏了名声，以后有钱商贾全都会逼着走，经商环境恶劣了，经济就会严重倒退。凌霄作为5000年文明的子孙，很清楚法治的重要性。就算富人有罪，也不能直接去杀，要一步步依法处置，不然杀鸡取卵，只会自食恶果。只不过不靠打土豪，那就得另想法子了。郑大人，有没有什么法子能够在1天内凑够6万两银子？凌霄问道。郑思齐一愣，都统大人是想给守军发军饷？凌霄暗赞一声，老头挺机灵啊。实不相瞒，陆大人很担心白王的叛军打过来，守军一定要安抚好啊。郑思齐犹豫了会儿，欲言又止，但说无妨。凌霄看出来这老头真有点东西，就是胆小。郑思齐这才起身躬身行礼：“下官斗胆，若是能劝陆大人借出一部分司库的银两，或许能解燃眉之急。”凌霄愕然：“陆大人司库有多少钱？”郑思齐讪讪笑了笑：“这小人就不知了，但是军饷钱肯定是够的。”说着，郑思齐颤巍巍地擦了擦冷汗。凌霄心中大骂一句 ：“MMP！ 不愧是忠君爱国陆大人，你不死谁死啊！”在管家的带领下，凌霄和郑思齐直奔陆阳的库房，一个个木头箱子堆叠着，足足有10几个。凌霄随便打开了一个，就见雪花花的白银，又挑开几个，珠宝玉器、古董字画，应接不暇。哼，郑大人，你粗略估算下，这里有多少银子？郑思齐小心翼翼回答：“应该在10万两左右。”凌霄倒吸一口气：“尼玛，论购买力，差不多相当于前世10几个亿啊！一方郡守就这么多钱，要是沧州刺史得多有钱？白王府呢，不得几百万雪花银啊！不过想想前世那些资产动辄100亿、1000亿的天龙人，倒也说得通了。郑大人，我命你立刻清点这里的财物，包括珠宝玉器这些都换成银两。明日天黑前，我要所有军饷都准备齐全。
郑思齐眼神流露出一丝动容，躬身道：“下官遵命。”处理完这些事，已经是凌晨。凌霄暂时没别的事，于是让秦和姚刚盯着点，自己则找了间客房休息。虽然他如今的修为，就算2-3天不睡觉也不会怎样，可他还是想静一静。关键是过了0点，威望商城能刷新了。这一次他拥有了地品武学，可以刷新出地品物件。刷新，很快商城内的物品焕然一新，增加了不少让凌霄垂涎欲滴的玩意儿。鱼肠剑、传世名剑、传奇刺客，荆可曾经用过，杀人于无形。品级地品1200威望。绝影刀、传世名刀，刀身轻薄如意，却柔韧异常，宛若幽影。品级地品1200威望。地品武器几乎是江湖上平时能见到的天花板了，所需威望之高，让凌霄望而却步。再看功法，般若龙象功，西域奇功，可让人身怀龙象之力，威力绝伦。品级地品600威望。青莲剑歌，古时蜀山剑派所流传下来的绝学，剑气湛若青莲，犀利异常。品级地品600威望。寒玉功，道门神秘武学，威力堪比天品功法，但必须纯阴体质女子方可修炼。品级地品650威望。凌霄一看到这里，顿时眼前一亮。纯阴体质，小童子，我娘子的玄阴之体是不是能练寒玉功？系统，机智的主人猜对了。凌霄不由心动了。萧清玄一个天品资质，没有练功，肯定是因为之前压根没时间精力。可如今乱世，自己的女人如果能成为武林高手，绝对是一大助力，至少自己能安心许多。关键是她不需要怎么练，自己完全可以用功力丹把她喂成高手。虽然需要耗费不少威望，可长远来看肯定是值得的。不过650威望是不是太贵了？我现在首要的目标肯定还是让自己变强，但是如果现在不买，刷新了就没有了。系统，主人，地品以上物品可以使用锁定功能哦。凌霄一愣，仔细一看才发现还真有一个小锁的图标。锁定可以将物品锁住，刷新后也不会消失，最多同时锁定3件，地品以上才可使用，特殊物品无法锁定。凌霄哈哈一笑，立刻将寒玉弓给锁住。再往下看，凌霄瞬间不淡定了。靠，你可算来了！一篇看着破破烂烂的卷轴出现在商店里。不灭金身500威望，你麻痹的，拿下。定，获得不灭金身残卷2、5，上古流传下来的神功，修炼到极致可金身不灭，可惜只是残卷品级。玄品，凌霄恨得牙痒痒，别的玄品功法只需要200威望，这货一残卷都接近地品了。可凌霄实在太需要了，因为他的不灭金身可以进阶了。果然，定，不灭金身满足进阶条件，是否进阶？走你！下一秒，一股澎湃的力量涌遍凌霄全身，他甚至自己能看见，浑身泛起一阵金芒。定，不灭金身进阶为地品，该功法下所有技能效果翻倍，金刚不坏，每过1个时辰获得6秒金刚霸体时间，可抵挡几乎所有物理伤害。不朽金身，被动每增加1年功力，肉身得到0%的强化，3秒真男人，这下成了近7秒无敌，肉身强化也是达到了牛逼的20%。不过凌霄并不满足，因为他升级完后，不灭金身后面的可进阶不再跳跃，他想试试自己要多少年才能让他再次达到进阶要求。加10，凌霄疯狂将功力加上去，当加到300年修为，可进阶3个字终于又跳动了，一股比刚才更澎湃的力量从每个细胞里迸发出来。定，功法不灭金身修为增长至300年，肉身强化60%。凌霄感觉每一块肌肉、每一条经络、每一个毛孔都获得了新生一般。定，恭喜宿主凌霄资质从黄品突破至玄品。定，获得成就玄品资质。地品，威望加200。恭喜宿主，资质提升，全属性获得增强。凌霄明显能感觉到自己越发耳聪目明，对周遭环境的感知力都大幅提升了。不敢想，如果自己能凑齐剩下3个残卷，这功法的多霸道！功力点数只剩下106，凌霄打算暂时先不加了，以备不时之需。后续的一堆丹药装备，凌霄虽然也有想要的，可威望不足，也只能干看着。直到最后，一个黑色的包裹引起了他的注意。神秘包裹，这玩意儿刷新出来了。他记得这是有概率出现的东西。100威望，有点贵啊。不过想到之前开出了黑丝，凌霄觉得这应该是跨时空的物品也能出，
所以还是很值得试试手气的。奢侈一把。叮，您获得神秘包裹，是否打开？打开。叮，您获得手雷一枚。凌霄看着手里这颗黑乎乎的玩意儿，哭笑不得。这也行，虽然数量有点少，可在这冷兵器时代，倒也算一个隐藏杀手锏了。凌霄还是比较满意的，关键时刻可以因一手敌人。他将手雷放进储物空间后，开始打坐休息。等到天亮，一大早的，太守府的佣人就来通报，苏焕沙来了。凌霄带着秦河跟姚刚一路前往正厅，秦河看着凌霄，眼神有些古怪。林都统，我怎么感觉你又变强了？可能是吧，毕竟在你们休息的时候，我都在练功。凌霄一脸高深莫测道。秦河满脸钦佩之色，眼前的背影越发雄伟了。他感觉只要跟紧凌霄的步伐，前途就是一片光明。凌霄则是也想起一件事，回头看了看两个手下弟兄。秦河26岁，刀山大长老嫡孙，石宝边军副都统，资质玄品，功法1，流火刀法，27年修为，品级玄品，可进阶。功法2，灵蛇身法，20年修为，品级玄品，可进阶。词条，刀山传人，特殊，刀客，领兵。咦，这秦河的封印解除了，一下子连他的功法也修为长了好几年。凌霄很满意，应该是跟他这2日心魔破除了啊。再看大黑壮发小姚刚，21岁，石宝边军小卒，资质黄品，功法杀猪刀法，12年修为，黄品。词条，铸造奇才，传奇，屠夫。凌霄猛地一愣，啥意思？这小子是超级工匠。姚刚，你会打铁？姚刚挠挠头，对啊，小时候跟隔壁王铁匠学过几年，你不也知道吗？后来俺爹要我回去学杀猪，就没再打了。那你喜欢打铁还是杀猪？俺喜欢打铁，杀猪没意思，杀来杀去就那点花样，打铁多带劲。姚刚郁闷，可惜没机会，要是不打仗，我想开个铁匠铺呢。凌霄心里犯嘀咕，要是自己要组建军队，军工厂肯定要搞起来。这大黑还真是上天送来的好帮手。放心吧，我会努力让你早日开启铁匠铺的。真的？嘿嘿，那俺等着。姚刚开心的乐呵。来到正厅，苏焕沙已经换了身男装打扮。苏焕沙22岁，白水城主簿之女，白玉楼老板，资质黄品，功法水云剑法，7年修为，品级黄品。词条，才女，经商，厨艺。凌霄看到这词条，心说难怪会开饭馆子。苏焕沙见凌霄过来，起身行了个男子礼，见过林都统。凌霄大手一挥，苏公子免礼。苏焕沙不由白了他一眼。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不知道林都统想先听什么？我喜欢先苦后甜。苏焕沙点头道，我老师说了，不见你。凌霄并不意外。那好消息呢？苏焕沙掏出了一张纸递给凌霄，这是老师写给你的问题，如果你能给出一个让老师满意的答复，他会考虑见你。凌霄接过纸，打开后发现上面写了3个字：1、2、3，别的什么都没有。这什么？数数？秦河一脸纳闷，大儒也没啥了不起啊，这3字我都认识。姚刚啧啧嘴，苏焕沙则是好奇地看着凌霄。我老是欣赏有才学之士，林都统诗才横溢，不如用1、2、3作诗一首。凌霄想了想，却是让人拿笔来。他当场写了几个字后，一旁的苏焕沙美眸露出错愕之色。再看凌霄，女人的眼神更加复杂了，带着一丝佩服，一丝不解。这男人让他越发看不懂。虽然我不确定老师是不是问你这个，但是我很喜欢你的这个答案。苏焕沙喃喃念道：名为首，社稷其次，君王在次，这1、2、3的排序不可谓不大胆。凌霄所写正是孟子的名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不清楚朱明是什么意思，但既然是大儒，想来应该会喜欢这一套吧。麻烦苏公子呈交给朱老，就说我诚心求教，一定转达。苏焕沙拿起纸又转身离去，这一次走得更快了。女人走后没多久，一个黑衣身影飘然进了厅内。冷姑娘回来了。秦河跟姚刚都很高兴，这说明边军快到了。凌霄也是松了口气，虽然目前城内没有乱，可一旦陆阳的死讯公开就不好说了。冷冰燕21岁，剑灵弟子，西蜀大将军冷夺之女，资质地品。词条，剑灵传人，特殊，将军，刺客。凌霄不由啧舌，这女人竟然是当带兵的料，又是刺客，真是够反差的。接到你的消息，赵将军立刻同意了，连夜召集石堡的居民，
就往这边赶路。毕竟时间不等人，不知道北蛮什么时候又杀回来。冷冰咽道：“人都到城门外了，白水城守军不开门。”凌霄早就猜到，直接带着几人快马加鞭来到了城门口。城门守军一看见凌霄手持太守的令牌，加上昨晚的凶名太盛，自然不敢阻拦。很快城门大开，凌霄骑着马出去，见到了一路风尘仆仆的赵宽等人。赵将军，多谢信任，辛苦了。你小子，赵宽用力拍了下凌霄的肩膀，大笑道：“你都敢和白王对着干，本将军有什么好怕的？”哈哈！一群边军战士都纷纷笑出声来，虽然很疲倦，但大家伙都很开心，能够在白水城重聚。凌霄心中感动，虽然他总告诉自己是个外来人，可这些人对他的信任是真实能感受到的。夫君，一声轻柔的呼唤让凌霄心头一震，他从人群中看去，立刻找到了包裹的严实却依旧难掩曼妙身材的女人。萧清玄两眼含着晶莹，快步跑了过来。凌霄上去一把搂住女人，也不管旁边那么多人看着，直接重重亲了口。娘子，你可想死我了？小别胜新婚。萧清玄却是轻轻捶了男人一拳。你是要下死妾身，怎么突然把整个白水郡给闹翻天了？刚才来的路上，一个县的猎户都在传陆阳遇刺，白王逆党被杀的事，都是夫君的手笔吧？凌霄嘿嘿笑了起来，心说这女人真是懂自己。他一看萧清玄的信息，随即猛地惊了一下。萧清玄，20岁，西蜀王国女帝，资质玄阴之体，天品词条，帝王传奇，惊世之才传奇，天生媚骨特殊。凌霄都傻眼了，我勒个去，怎么看着比自己的都要屌？关键这天生媚骨，嘿嘿嘿，难怪这么销魂。娘子，你来的正好，我虽然把这白水郡的水给搅浑了，可千头万绪，事情太多了，我就盼着娘子你来，能帮我把这乱七八糟的事儿给理理顺呢。凌霄温柔地握着女人的娇软素手，说起了好听话。惊世之才，让萧清玄来打理一个小小郡府的公务，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啊！萧清玄微微一怔，看看一旁的赵宽，立刻谦虚摇头：“夫君切莫开玩笑，这种大事自当应该和赵将军商量。”赵宽摆摆手道：“林夫人莫要自谦，凌霄虽然名义上是我的部下，可我赵某人第一次见他，就感觉出来他绝非池中之物。林夫人能和冷姑娘姐妹相称，而且知书达理，必然也不是等闲女子。如今我们石宝边军的弟兄们能够活着，全托了凌霄的福。其实我早有一个想法，就是和凌霄老弟结为兄弟，不知道林老弟可嫌弃我岁数太大？”凌霄一听，心说这赵宽挺会来事啊。赵宽，45岁，石宝边军参将，资质黄品词条，慧眼识人，特殊政务将军。原来如此，这老小子竟然有一双善于看人的慧眼，这能力倒是不错，以后可以帮他发现人才，好知人善用。赵大哥客气了，你愿意给我机会，让我从一个小小兵卒这么快成为都统，我本就感激。凌霄直接一抱拳，既然如此，以后你我就是兄弟相称。说白了，赵宽这么做也是聪明人的选择，不然凭赵宽的能力，还在他面前逞威风，那也是离死不远了。萧清玄见状，也盈盈一行礼：“多谢赵大哥看得起我们夫妻。”哈哈，弟妹客气了。既然如此，林贤弟，我们速速进城，安顿这些石宝的百姓吧。赵宽丝毫不觉得自己吃亏，甚至还觉得赚了。他有预感，如果不趁现在和凌霄搞好关系，以后怕是要高攀不起。其他边军将士见到这一幕，也都觉得很合理。凌霄的实力已经让他们折服了。上千人浩浩荡荡进了城，自然引起了不少白水城原居民的注意。凌霄注意到，许多人都投来鄙视或嫌弃的目光。毕竟对于城里人来说，石宝就是野蛮乡下。关键是来了这么多人，肯定会消耗白水城的粮食。白水城这些年在陆阳的压榨下，老百姓日子也过得不太好，自然经不起折腾。凌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要在这里站稳脚跟，民心一定要安抚好啊！众人先带着边军和老弱妇孺来到了城内的一片空地，暂时扎营。这里本是用来不定时举办庙会等活动的，但如今乱世之秋，也没什么庆典。凌霄拿出了一些搜刮来的银两，让人去购置几日的食物，等后续大部队的青壮力都到了，才能找地方盖房子，开垦田地，正式定居。一通忙碌后，凌霄带着萧清玄和军官们回到太守府。刚到议事厅，就见郑思齐带着仪仗部已经在等着。凌霄给众人介绍了下，郑思齐一一行礼，见到萧清玄是异色瞳，微微错愕，可也没敢说什么。大人，陆府的财物已经清点完毕，都在这里了，请过目。凌霄接过账本一看，虽然他算外行，却也能看得很清楚。不得不说，这郑老头确实是个好会计，103625两，郑大人估算得很准啊。郑思齐抱拳道：“
大人，除了这军饷，郡内还欠了不少修筑城墙的劳工工钱，不知能否？哦，还欠了劳工钱。凌霄被一提醒，又问道：别的欠账有吗？郑思齐立刻点头，还有一些商贾的欠款，比如陆大人修缮花园，给几房夫人购置珠宝首饰，陆少爷在赌坊、青楼的欠债。行了行了，你就说陆阳欠了多少钱？至少5万两银子。凌霄苦笑，意思是这些钱全花出去还不够。难怪刚才石堡居民一来，百姓们的眼神那么不满，估计是觉得自己也是来剥削他们的。赵大哥，你有什么看法？凌霄问道。赵宽想了想，正色道：我认为军饷肯定要发，不然就靠我们3000个边军兄弟，一旦白王派人来围剿，我们可挡不住。只有给够了军饷，士兵们才愿意卖命，我们才有一线生机。至于别的，是陆家父子的事，与我们何干？凌霄点头，又看向萧清玄：娘子，你觉得呢？一旁的郑思齐一脸疑惑，这林大人怎么还问一个妇人的意见？莫非惧内？萧清玄思忖片刻后道：妾身以为除了军饷外，底层百姓的钱也要还。打仗靠的是人，是粮草，是民心，是农工商。如今我们最需要重视的是工农。白水郡地处边陲，本就不算产粮大郡，如果被白王切断了粮草，我们更需要自给自足。妾身觉得，如果能够发动下属几个县城，开垦荒地，入秋前多种下几千亩小麦，那比什么都有用。郑思齐都听傻了，这是一个妇人能讲出来的。赵宽一脸佩服，心说这凌霄的女人果然不寻常。弟妹说的有道理，可问题是开垦荒地要大量人力物力啊，以工代赈。凌霄立刻想到了这个词。萧清玄眼前一亮，夫君这总结可真是精辟不错，妾身就是这个意思。这钱给商贾9牛1毛而已，可对于百姓却是救命钱，特别是石堡搬来的百姓，供他们吃喝，顺便开垦荒地。等有了田地，他们自然能有个安身立命之所，一起劳作，还能加深两地百姓的感情，到时候打起仗来团结一心。至于别的那些珠宝首饰、青楼风流债，萧清玄笑盈盈道：反正陆家父子不在了，冤有头债有主，与我们何干你？倒是陆府那些家眷，这些年来锦衣玉食，如今也该吐出来一些了，不如让他们去还债吧。一听这话，赵宽和郑思齐倒吸一口凉气。好吗？果然女人对女人最狠。凌霄一拍桌子：陆家的欠债，陆家人还，没毛病。说起来，白水城现在最大的官，要属从五品的赵大哥了吧？太守、长史、都尉都死了，赵大哥接管白水郡也是理所当然了。赵宽管儿，这哪是让他代管，而是当一个傀儡啊，无非是用他的名义发号施令，更加顺理成章罢了。很快，凌霄喊来了苏昌，让他撰写公告，就说陆阳父子已经重伤不治，死于白王派的刺客之手，丧事从简，陆府的家眷全都遣散。朝廷下达新的任免文书前，白水郡暂时由从五品参军赵宽将军来代管。原本很多人觉得这事情就荒谬，一个从五品的边关参军想直接掌控整个白水城，这不是扯淡。别的不说，5000守军听你的吗？可接下来的局面却叫那些背后等着看戏的人大跌眼镜。守军发军饷了，不仅欠的5万多两银子全给了，下个月开始每人军饷涨5成。当士兵们拿到自己的饷银，不少人都泪流满面，对凌霄和赵宽感激涕零。不论如何，靠着控制住军队，白水郡明面上暂时稳住了。当晚，太守府已经很冷清，萧清玄遣散了几乎所有家仆，只剩下几个手脚利索的丫鬟、厨娘。女人带着郑思齐，将太守府能卖掉的、典当的全都给处理了。不仅如此，还找出了书房的一个暗格，发现了一些地契、房契，将这些全都变卖充公，足足能够再多出至少10万两银子。凌霄不得不佩服，专业的事还是得专业的人来干。论抄官员的家，女帝老婆她太专业了。深夜，萧清玄伏案在书桌上，点着灯，还在写画画。娘子，这么晚了，还在干嘛呢？凌霄洗完澡，换了身宽松的白色长袍，从后面搂住女人。萧清玄也已经洗漱过，这会儿黑发如瀑，素颜却美得颠倒众生。夫君，你看这是我问苏大人要来的白水郡地图。这开垦农田是一件大事，既要土质、地势适合，又要尽量避免被战争波及。我圈了几个位置，打算明日让冷燕去勘察一下。明日又会有很多石堡的居民过来，我们要尽快给他们安置好以后的家园。萧清玄叹气道：其实我最担心的是白王会不会立刻打过来。白王若是不把我们当回事，专心先对付其他几个藩王，倒是好事。可若是大军兵临城下，我们怕是很难顺利休养生息。凌霄自然也担心过这个问题，但多想无益，
只能走一步是一步。等有了闲余的精力，才能组建情报网，占据更多主动权。娘子，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管理偌大一个郡都不在话下啊。凌霄故意调侃道。萧清玄转过身，一双凉凉的小手拂过男人的脸颊。夫君，谢谢你相信妾身，妾身从未想过能有这样的机会。他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刚登基就被推翻了，学了一堆治国的学问，却没有机会施展。如今虽然只是管理一个郡府，却让萧清玄发现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他仿佛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自己并不是一个没用的皇帝。凌霄坏笑道，既然这么想谢我，是不是该穿上那件衣服了？萧清玄一愣，随即就明白是那件黑丝。夫君，能不能换一件？不行，我就要看娘子穿那身。萧清玄娇嗔了他一眼，终究拒绝不了男人。那我们去卧室。不，今晚我要跟娘子在书房，在这张桌子上享用娘子的美。凌霄凑到女人耳边轻轻一咬，萧清玄整个娇躯都染上了一层胭脂，骨头都感觉要融化了。这一晚，凌霄300年不灭金身大展神威，金刚伏妖棍法脚的地动山摇，瑶池清泉喷涌。书桌很累，一直晃。萧清玄忘了最后是怎么结束的，他是昏死过去的。要说最郁闷的，要数睡在隔壁厢房的冷艳。女人捂着耳朵，却根本没什么用。让他最郁闷的是，后半夜还得起来换裤子。接下来的2天，萧清玄都有些躲着凌霄。为了不让男人带住，再穿那身羞死人的衣服，他甚至求着冷冰燕带他一起去视察个县城的荒地。凌霄对自己的战斗力也有些无语，这不灭金身竟然还能强化那能力，真是意外之喜。连续3日的转移，石堡的军民几乎都迁徙了过来。凌霄和赵宽忙着指挥，安置各家各户去不同的开荒点，也很忙碌。第4日中午，城门口，凌霄正和几个边军将士简单吃着午饭。今天再来一波物资运送的，基本上石堡的搬迁算完成了。剩下的空城，哪怕送给北蛮，那些只会放牧的蛮子也不会要。这时，一个穿着蓝色男性长衫的俊俏公子哥走了过来。苏公子，这几天怎么不见你人啊？来人正是苏焕沙。不知道为何，女人脸上表情有些冷漠。凌霄也懒得多想，起身道：朱老答应了吗？哼，你除了问我老师的事，就没有别的想说的。苏焕沙语气不满道：你今天打扮的真俊。凌霄奉承了句：谁要你夸我俊？苏焕沙气不打一处来：你有妻室了，为何不早说？凌霄听了不由反问：为何要说？你也没问啊。你……苏焕沙低着头，面色微红的气呼呼道：你明明有娘子，为何还要来调戏我？说什么一见倾心？我没调戏你啊。凌霄坦然道：我娶妻了，可还能纳妾啊？你无赖，你登徒子。苏焕沙都快气哭了，眼泪在眸子里打转，愤然一跺脚，转身就要走。凌霄撇嘴：不愿意就不愿呗，可你倒是别忘了正事啊。喂，朱老到底怎么说啊？凌霄上去一把拽住了苏焕沙的手臂：你放开我！我老是不见你。苏焕沙用力挣扎：为什么不见？对我的答案不满意？凌霄追问。可就在这时，城门外突然跑来一个慌乱狼狈的边军士兵：林都统，不好了，我们的物资半路被山匪抢劫了。山匪？听到这话，凌霄皱起眉头。石堡边军最后送来的物资大多是从北蛮那边抢来的，虽然不多，可在战乱时期，任何一口粮食都是救命的。是不是一群胸口绣着松字的山匪？苏焕沙则立刻问道。边军战士忙不迭点头：正是。这群山匪不过50几人，却马术精湛，武力高强，我们这些弟兄实在不是对手，加上还有石堡百姓需要保护，忙乱之中被他们抢走了好几车物资。凌霄不由看向苏焕沙道：苏小姐知道这伙人？苏焕沙也没工夫耍小脾气了，认真点头：万松寨就是离白水城最近的万松县一带，去年开始闹出来的一群山匪。这帮人熟悉地形，武功高强，不是一般的绿林大盗。官府好几次出动军队围剿，都被他们逐个击溃了，损失不小。加上万松寨从不抢劫平民，只会抢劫官府和富商，民间不少人还暗中称颂，说他们是劫富济贫的侠客。凌霄轻哼了声，看样子我们石堡边军也是发达了，竟然还能被这帮大侠盯上。山匪抢劫，往小了说就是损失一些财物，可往大了说是整个白水郡的治安，是稳步发展的根基。凌霄冒了巨大风险，在这乱世拿下这一小片根据地，可不能让几只蛀虫坏了一锅粥。苏小姐，你可知有谁熟悉万松寨的情况？苏焕沙一愣：你要去剿匪？那伙人可不好惹。凌霄笑了笑：我要是连一群山匪都治不住，这白水郡还怎么管？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苏浣纱美眸闪烁，扫天下，这就是他的心里话。不知道为何，别人这么说，他会觉得空谈理想，可凌霄嘴里说出来，那么顺眼。我带你去吧。你别忘了，我是白玉楼的老板，整个白水郡的情报，你以为哪里最灵通？苏浣纱似笑非笑，美眸流露一丝傲然。凌霄恍然，好家伙，小觑这女人了，竟然开饭馆，还有这一途。看来词条只能显示3个，还是有些局限。这女人还有干情报工作的潜质啊！剿匪可危险，你行吗？少瞧不起人。苏浣纱一个蹬步，轻盈上了一匹马，颇有一番英姿。本姑娘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流。凌霄见她7年剑法修为，应该勉强能自保，也就随她了。凌霄让手下回去通报一声赵宽，自己去一趟万松县，随即直接出发。苏浣纱有些疑惑，你不带兵过去？不用，大张旗鼓，只会打草惊蛇。凌霄自信笑道。再说了，北蛮大营我都闯，区区一个万松寨，何惧之有？苏浣纱芳心一颤，情报是真的，你真的一个人杀入了北蛮先锋营，杀死了巴特。凌霄直接取出骷髅鬼头刀、狼牙冷月刀、巴特的刀、贪狼部少主博塔的刀。看见那熠熠生辉的玄品宝刀，苏浣纱不信也得信了，这男人果真勇武。苏浣纱心头露撞，不由蕉叶有些发热，不敢看凌霄。凌霄不知道苏浣纱从小身在边陲，对常年烧杀抢掠的北蛮深恶痛绝，所以面对凌霄这样的杀蛮英雄，格外崇拜爱慕。加上凌霄诗词上的天赋，可谓文武双全。他为什么成亲了？要是没成亲就好了。当妾不甘心啊！再说爹爹和老师也不会同意的。一路上胡思乱想，起码半个多时辰来到了万松县。白水郡都名声凋敝，更别说下面的县城，到处都有流落街头的难民。苏浣纱带着凌霄来到了一处有些破旧的寺院。这个地方有人正在搭棚子施粥，流民们大排长龙，为的就是一些米汤水。凌霄看了眼，发现这些没几粒米的粥水掺杂了一些树皮、草根、观音土，应该一是为了果腹，二是排除掉那些占便宜的人。穆姐姐。苏浣纱下马后，朝一个戴着头巾、脸上黑黢黢的女人招了招手。女人一抬头，看见苏浣纱，露齿一笑，满口大白牙。苏老板。女人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让其他人帮忙继续盛粥，自己跑了过来。苏浣纱介绍道，这是穆姐姐，穆欣，她父亲是万松村的村长。对于万松寨那伙山匪的行踪，万松村那些打猎的村民是最清楚的。上2次剿匪也都是穆村长带人指路，才找到了山匪的据点。只可惜山匪太狡猾了，最后都没能成功。穆欣有些紧张地看着凌霄，苏老板，这位军爷是？他叫凌霄，是边军的都统，因为物资被万松寨抢了，所以想来请你们帮忙带路啊。穆欣有些为难，这之前不都是过了吗？还去吗？物资对我们很重要，还请穆姑娘帮忙，只要让我知道对方位置即可。凌霄拱手道。穆欣犹豫了会儿，勉为其难点头。好吧。苏浣纱抱歉道。穆姐姐，麻烦你们，真不好意思。穆欣忙摇头，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苏老板慷慨解囊，我们村很多孩子都饿死了。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不像穆姐姐你照顾这么多人，平日里打猎的钱还用来施粥。苏浣纱回头道。林都统，穆姐姐一家都是大好人，他们带路，你也要护他们安全。那是自然。凌霄笑得很灿烂，不得不说苏浣纱是真会找向导啊。穆婉莹，23岁，大前骠骑将军穆铁心之女，万松寨寨主，资质地品，功法1，穆家心法，35年修为，穆家世代戎马，功法千锤百炼，适合各种兵刃，适合破阵杀敌。品级玄品，功法2，铁画银钩，31年修为，大前开国皇帝所创的枪法，贵族间有所传承，枪出如银龙。品级玄品，词条，穆家传人，特殊，帅才，间谍，难怪之前几次剿匪全都一无所获。你请人家女寨主自己去围剿自己，能成就见了鬼了。苏老板，林都统，我跟寺院的人道个别，然后就带你们去。行，劳烦穆姑娘了。凌霄很客气。穆婉莹一脸紧张地笑着点头，快步走回寺院。当来到一个和尚面前，穆婉莹的表情变得冷酷威严。告诉吴将军，带上兄弟们在第3谷口设伏。和尚微笑点头。穆婉莹转身回到凌霄2人面前，又是一副腼腆农家女的样子。2位请跟我来。离开的时候，凌霄回头瞥了眼那个快步溜走的和尚。江童，24岁，穆家军，僧人，资质黄品。穆家军。凌霄努力搜索了下记忆，总算想起了一些。穆家祖上是大前开国元勋，封武威侯。到了穆铁心这一代，
似乎因为什么罪名被砍了头，全族抄家流放。毕竟只是边境的小秀才，也不清楚太多内幕。目前来看，穆婉莹是带了一帮穆家军户，在这里落草为寇，劫富济贫来了。虽然说各有各的难处，可你抢了老子的物资，那只能给你点教训了。凌霄心中嘀咕，迅速有了盘算。来到万松村附近，穆婉莹指了指不远处的山林。前些日子，村里人打猎的看见过山匪，从那边口子上去。林大人，我带你过去。凌霄点头，对苏焕沙道：苏小姐，山路难走，你就在这边等我吧。苏焕沙有些不乐意。穆姐姐能去，我就去不得。她是本地人，对这儿熟悉。凌霄笑嘻嘻道：再说了，如果天黑了我还没出来，你得回去帮我叫救兵。早说让你多带一下兵过来了，现在知道害怕了。苏焕沙气恼，可男人说的有道理，只好勉强答应。很快，凌霄跟着穆婉莹一路来到了山脚下。山体外面都光秃秃的，根本藏不住人。爬过2座山头，才出现了山林覆盖的谷地。穆小姐，你这体力可真好，爬2个山头都不带大喘气的。穆婉莹腼腆地回头笑道：平日里上山打猎习惯了。是吗？你要不说我还以为是练过武功呢。穆婉莹眼底闪过一丝警觉，我可没这个机会。猎户的女儿穆欣是没机会，可骠骑大将军穆铁心的女儿应该有吧。话音未落，前面走着的穆婉莹猛地浑身一激灵，她眼中闪过一丝杀机，可很快就隐藏好。女人转身，一脸单纯和茫然地看着凌霄。林大人，您说什么？凌霄耸肩，淡淡说道：穆小姐，你不觉得这万松寨的事很不合理吗？一帮山匪3番2次被围剿，却从不报复给官兵带路的村民。就算山匪再怎么侠义，也不可能如此大度吧。你一个猎户的女儿，打猎赚的钱养活自家都费劲，又哪来的钱可以去施粥？凌霄摇头叹道：也就之前那些来剿匪的家伙根本没用心，不然早就发现问题了吧。穆婉莹听到这里，脸上的憨傻村姑模样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高冷和肃杀。我承认不合理，可你怎么知道我和穆铁心有关系？凌霄一副惊讶的样子。还真是啊，我就是炸你一下，这回你自己承认了。你……穆婉莹感觉被耍了，气不打一处来。可很快她就冷笑了声，从腰后面取出一把匕首。本来还想晚点动手的，既然被你识破了，你就死在这吧。女人一个箭步挥舞着匕首，朝凌霄脖子抹了过来。从实力来说，穆婉莹不弱于冷冰燕，在年轻一辈应该算挺厉害了。可问题是，凌霄如今可是武道宗师，几百年修为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一个后撤步，轻巧躲开后，直接一巴掌抽在了女人丰盈之处。劈啊！哟，没看出来，很有料。穆婉莹一个踉跄扑空，发现后面火辣辣的，黑黑的脸都看出了一抹红晕。登徒子，喂，你一言不合就要杀我，我打你屁股不算过分吧？凌霄理直气壮道：我就要杀你！穆婉莹何曾受过这种屈辱，恼羞成怒，再次朝凌霄疯狂刺出。可凌霄的眼中，他的攻击速度还是偏慢了，而且节奏也不够连贯。凌霄一把拽住了对方的手臂，夺过了穆婉莹的匕首，一把甩出，插入一棵树上，女人一个肘击，试图击打凌霄的头部。凌霄抬手一挡，顺势将穆婉莹整个人往旁边的山涧河流丢了过去。扑通，穆婉莹整个人都浸湿在了水里，呛了一口水。好不容易站稳了起身，一只大手却从后面将她的脑袋按住，又一次将她按进了水里。凌霄让女人一头埋在水里，另一只手则继续啪啪抽打。凶，我让你凶，还敢杀老子？问你话呢？穆婉莹在水里阿噗阿噗张嘴，根本喊不出来。你问我话也得让我张嘴说啊。她眼泪都出来了，难受、窒息、委屈。从小到大，她作为大将军的女儿，男人都惧怕她，到哪里都是高人一头。就算家族被迫害，她也靠一身本领，带着逃出来的穆家军，在万松林一带占山为王。身边那些男人谁也没她厉害，一个个都对她敬畏有加。可现在自己竟然被一个男人如此羞辱，生平第一次，一股从未有过的复杂情绪在她心中蔓延。原来我也只是个女人。不知不觉她浑身发软，失去了反抗的力气。凌霄发现穆婉莹竟然不挣扎了，顿时心里一沉。操，不会被淹死了吧？这女人她还留着有用吗？可不能轻易死了。凌霄急忙将穆婉莹拉起来，扭过头来，拨开女人的头发，一张被水冲洗后逐渐白皙的脸蛋映入眼帘。柳叶弯眉，摇鼻珠唇，莹润的鹅蛋脸吹弹可破。女人面带一丝潮红，眼泪汪汪，满是委屈，惹人怜惜。
此时的穆婉莹哪还有半点万松寨女大王的凶厉冷酷，活脱脱一个被欺负完的小媳妇儿。凌霄倒吸一口凉气，虽然猜到了他有故意扮丑，可是这反差也太大了。虽然比不上萧清玄的倾国倾城，可和苏浣纱冷冰艳比，还是毫不逊色的。穆婉莹抽泣，明眸大眼一丝幽怨：“喂，你哭什么？刚才是你先要杀我的，那你杀我就是了，为何要打我？打我！”穆婉莹扁着嘴，哽咽道：“为何要毁我名节？”凌霄乐了：“咋地？还要我对你负责啊？”穆婉莹愣了下，随即目光露出几分娇羞：“不是，姐妈，你来真的啊？穆小姐，这里又没外人，刚才那些事没人知道，天地知道，你我知道，怎么就没人知道？”穆婉莹眼中露出一丝坚决：“虽然我跟你刚认识，但你年纪轻轻，武艺高强，我输了心服口服。如果你不愿意要我，那今日就杀了我，或者让我杀了你。”凌霄倒吸一口气，真是低估了将门之女对于贞洁的信念。我已经娶妻了，你来也只能做小。凌霄说道。穆婉莹脸色一阵失望，喃喃道：“莫非是苏老板？”啊！凌霄心说：“你这什么脑回路？不是他，他还在后面排队呢。”凌霄心里补了句。穆婉莹有些意外，可挣扎了下，还是坚持道：“做小也可以，毕竟我晚了一步。但是若有了孩子，要称我为母，不得是姨娘。我只求这一条。”凌霄点点头：“那肯定得喊你娘啊。你生的吗？”哎，不对，怎么就已经到生孩子的这一步了？凌霄都被绕进去了，再看穆婉莹却是面泛红光，颇为欣喜。“你答应了？你认真的？”凌霄眉头一拧，露出一丝凶相：“你才刚认识我就不怕我是什么为非作歹的恶人，对你始乱终弃？我虽才刚认识你，却早认识苏浣纱。”穆婉莹高傲地扬起真手，英姿飒爽中透着美艳的脸蛋，透出一抹异样的自信。“我看得出来，苏浣纱青睐于你，她是白水城第一才女，朱老的弟子多少才俊都看不上，她这么挑食的主，怎么会看上一个寻常男子？”凌霄心头凛然，好一个穆家传人，好一个万松寨女大王。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凌霄一把捏住了穆婉莹娇嫩的下巴，想当我凌霄的女人，得看你有没有这胆量。如何才算有胆量？穆婉莹毫不退缩，娇艳的嘴唇因为被挤压变得格外诱人。凌霄咧嘴一笑，直接一只手解开了腰带。穆婉莹美瞳震撼收缩，她莫不是要天为被，地为床？清涧水流，哗哗的声响中，隐隐伴随婉转莺啼。山野之趣，不为外人道也。近1小时后，凌霄舒坦地走下溪流，洗掉了一身汗。他走到草地上，将已经瘫软如泥、云发凌乱披散的穆婉莹抱了起来。“你弄疼我了。”穆婉莹嘟着嘴，越发像一个新婚小媳妇。“下次就不会了。这样是不是就会怀上孩子？”女人神态有些天真。“哪有这么容易？看运气吧。来，我给你洗洗。”“哎，不要了，我自己来。”穆婉莹羞得不行，虽然下面疼，可还是能忍受。凌霄见女人坚持，也就放她下来，回头看了眼草叶上面已经暗红的血渍，有些做梦一样。妈的，自己不是来剿匪的吗？这算咋回事？不过话说回来，经过和穆婉莹的深入交流，凌霄确认了萧清玄确实怀有神器。当然了，穆婉莹也有优势，就是练武的身体好，刁钻动作各种能来。穿戴整齐后，穆婉莹随手摘了一根树枝，用匕首削了下，做成木簪。她将一头长发盘起，直接变了一个发型，完成了从少女到少妇的蜕变。凌霄看着人比花娇、身姿曼妙的女人，不由呆了一下。不得不说，论身材，也就萧清玄能和穆婉莹一比。琳琅，想来你已经猜到我是穆铁心将军的女儿了吧？提起正事，凌霄回过神来。没错，但是穆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太清楚。穆婉莹叹了口气。我穆家军的兄弟们在前面，我们往前面走，边走我边跟你说。一路向谷内走去，又翻过了一个坡。凌霄从女人口中得知，当初穆铁心被杀头，起因是他反对削藩。削藩是宰相杨耿忠向皇帝提出的，武将之首的穆铁心则认为没有足够的实力就提削藩，只会让百姓蒙难。结果皇帝认为穆铁心是背叛了他，收了藩王的好处，加上一些小人暗中作梗，泼了脏水，穆家彻底沦为削藩令前的牺牲品。其实在凌霄看来，杨耿忠才是收了藩王的好处，故意给了藩王造反的借口。但是大前皇帝身处局中，可能是被蒙蔽，或是单纯无能，就是颁布了削藩令。我当时在外游历，没有在京城，才躲过一劫。这万松村的村长很多猎户是受伤退伍的一些穆家军，他们的后人。我来到这里，假扮成了村长之女，又收留了来投靠的一些穆家军，本想暗中发展壮大，
找机会去京城杀了杨耿忠。可突然中原内乱，边关又有蛮子入侵，京城戒严，想过去难了数倍，加上难民剧增，我们只好暂时在这里劫富济贫。凌霄听完这些，点了点头。幸好你没去杀杨耿忠。穆婉莹回头气呼呼瞪了他一眼。琳琅，你是笑话我功夫差？怎么会呢？我是想啊，你要是去了京城，我们不就遇不到了，对吧？莹莹。凌霄坏笑道。莹莹。穆婉莹面红耳赤，抿着红唇，只有我爹娘这么喊过我。那我是你郎君，不能喊。凌霄问道。能的。穆婉莹点头，嗫嚅道。凌霄看着软糯的女将军，不由咽了咽口水，这刚开发出来的小娘子真勾人。正当这时，一股杀气伴随着破空声嗖地朝凌霄心口射来。凌霄早有察觉，微微一个侧身，精准避开，手一抓，握住了一支做工精湛的黑羽剑。穆婉莹见状，急忙跑到凌霄面前，张开双臂挡住。吴将军，快住手！高坡的树林后面出现了10几个人影。琳琅，对不起，没想到他们跑出来了，应该是等久了，过来找我。穆婉莹紧张地看着凌霄，生怕男人误会。凌霄看见女人护着自己的样子，自然不会生气。别紧张，我本就是来剿匪，他们对我出手很正常。穆婉莹松了口气，点点头，立刻上去跟那10几人碰头。那10几个身材矫健的男子来到穆婉莹面前，都面带疑惑。大小姐，怎么回事？那不是官府的人吗？您为何要护着他？穆婉莹摇摇头，对为首的一个俊朗男子说道。吴将军，都是误会，这是边军都统凌霄，兄弟们抢了他们边军的物资，他是为此而来。边军都统凌霄。吴将军皱眉，眼神怀疑地看向凌霄。你就是那个杀了北蛮先锋大将军巴特，逼退上万铁骑的凌霄？他这么一说，其他几个穆家军也都猛地一惊，眼神诧异看过来。凌霄笑了笑，怎么不像吗？吴金哲，29岁，穆铁心一子，穆家军统领，资质选品，功法1，金陵刀法，34年修为，大前明将所创，刀气如金陵玄武，攻守兼备。品级选品，功法2，碎岩弓术，27年修为，西羌族的一种强大弓术，穿透力极强。品级黄品，词条木匠，手艺人，将军。一看这吴金哲的信息，凌霄差点没绷住。看样子对于这吴将军来说，带兵作战是生活，木头才是真爱啊。穆婉莹则一脸惊讶，什么？打败北蛮大军的人是琳琅？他之前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可万松县消息不太灵通，也不是很清楚。如果是凌霄的话，他真有些信了，毕竟男人的武功太强了。大小姐，你喊他什么？吴金哲等人则大吃一惊，仔细一瞧，才发现穆婉莹的发型都变了。大前女子通过发型基本就能辨认出是否婚配。一时间众人目瞪口呆，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穆婉莹虽然害羞了片刻，但很快就稳定情绪。你们没听错，我已经是琳琅的人了。若你们愿意跟着我，我自然欢迎，可若是想离开，我也不会拦着。穆婉莹一脸坦然，大大方方地说道。大小姐，这怎么才1天功夫，您就……吴金哲狠狠看向凌霄，你是不是强迫了大小姐？吴将军，你别乱说，琳琅没有强迫我。穆婉莹还想解释，可却被凌霄制止了。是又怎样？就凭你们这帮家伙，难道能给莹莹带来好日子？她跟了我，以后吃香的喝辣的，跟你们在一起当山匪，喝西北风。凌霄冷笑道。要不是看在莹莹的面子上，就凭刚才这一剑，我就把你们全杀了。吴金哲等人一听这话，都被点燃了。好大的口气，那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不是如传闻的那么厉害。吴金哲拔出一把黄品的刀，3步就杀到了凌霄面前，一刀砍出，刀气绵密如万千精灵。凌霄甚至没有用刀，随手抄起地上一根树枝，朝吴金哲挥出一股刀气，流火奔腾，赤红色的灼热刀气奔涌而出。50年修为的地品刀法直接碾压了对方。砰！一声爆裂，精灵刀气溃散，吴金哲直接倒飞出去。他一刀拄着地面，口吐鲜血。所有人不敢置信地看着凌霄，露出惊恐之色。你莫非是天品资质？吴金哲浑身冒汗，不然如此年轻，怎能有如此修为？他们可都是在京城吃过见过的。凌霄这个年纪的人，再怎么天资纵横，也不至于把吴金哲一刀给击败。关键是凌霄连刀都没用，拿根树枝而已。穆婉莹则是看得美眸泛起星光，自己没看错，这男人绝非池中物。我说了，你们在我眼里就是可有可无的小角色。凌霄一把将穆婉莹拉入怀中，一把搂住，当着众人的面嗅了嗅女人的头发，
惹得穆婉莹浑身酥软，娇液绯红。你们若归顺我，以后就还是穆家军，给莹莹当下属。如果你们不肯臣服，那就老老实实当良民，再敢当山匪，老子杀光你们！吴金哲等人面面相觑，最后都点点头，似乎达成了意见。众人直接放下武器，跪在地上。我等愿意追随林将军，跟随大小姐。本来嘛，他们当山匪也就是无奈之举，如今有了这么强的靠山，而且依旧是给穆婉莹当手下，再好不过了。凌霄也猜到了这一点，所以丝毫不意外。穆婉莹松了口气，这些人要真反抗，她都护不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如今是凌霄的女人了，自然要以凌霄的意志为主。给你们2个时辰，我和莹莹在万松村等着你们。所有人都给我集合，物资和人都随我回白水城。吴金哲的生应命，回去召集弟兄。凌霄则是带着穆婉莹先往回赶。路上，穆婉莹的目光几乎都拴在了男人脸上，怎么都看不够的样子。怎么了？我有这么好看？凌霄虽然脸皮厚，可也有点遭不住了。林郎，你跟我说说，怎么以一敌万，杀退了北蛮军呗？我好想听。穆婉莹从小就是将门之女，对于这种马背上的大英雄最是崇拜。凌霄自然不可能把系统说出来，只好胡编乱造，口若悬河。可偏偏女人听得很入迷，全都相信自带恋爱脑滤镜了，属于是。说到一半的时候，穆婉莹听得心花怒放，觉得眼前男人真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她再也忍不住，直接搂住了凌霄的脖子，主动送上红唇。女人这么柔情万种，身体都发烫了，凌霄自然也激动不已。附近正好有个山洞，凌霄索性一把抱起女人，杀入了洞窟之中。本来1个时辰就能走完的路，愣是接近2时辰，两人才回到村里。100多个青壮年的穆家军和几十个村里的穆家军后人都在等候。苏焕沙则是翘首以盼，见2人身影出现，松了口气的同时，眼神有些复杂。特别是当走近以后，发现穆婉莹褪去黑黑的村姑伪装，变成了水嫩大美人，苏焕沙的心里不由升起了一股危机感。更要命的是，他注意到了穆婉莹的发型和女人眉宇间的一丝风情。这该死的凌霄，才刚见面的女人都不放过。苏焕沙幽怨地瞪了男人一眼，却没法说什么。苏老板，久等了。穆婉莹打了个招呼，表情多少有些尴尬。穆姐姐，原来你长得这么好看，之前委屈你了。苏焕沙脸上笑着，心里有些郁闷。之前实在是不方便，我也不是故意骗你，不必多说，我们还是好姐妹。穆婉莹歉然一笑，点了点头。两女都是聪明人，很多话彼此心里知道就行了。大小姐，穆家军137人，全已经在此。吴金哲上前汇报道。还有29名村民，穆家军后人也想效忠您。穆婉莹点点头，走上一个土坡，大声道：各位穆家军的将士，我穆婉莹愧对家父，未能带领诸位手刃奸臣，报穆家血仇。如今在万松林，我们虽然自认劫富济贫，可实则也是落草为寇。如果穆家先祖泉下有知，绝不希望看见穆家军就此沉沦。穆婉莹手朝凌霄一引，这是我认定的男人，石宝边军的都统，一己之力击退了北蛮先锋军，斩杀巴特的英雄凌霄。一听这话，在场的100多个穆家军都纷纷动容。他们虽然早有听闻，可一直没敢确信，小小石宝竟然出了如此猛人。苏焕沙也是攥紧双手，心头怦然。他也是近2日打探到了更多凌霄的事，对他的英勇事迹很是憧憬。难怪他会沉沦，哪个女子不爱慕大英雄呢？林郎已经答应我，从今往后穆家军依旧由我率领。我也已经决心重振穆家荣光。各位兄弟，愿意追随的，今日就随我前往白水城，若是不愿，我绝不阻拦。但是以后若还在白水郡当山匪，我穆婉莹绝不轻饶。女人一番铿锵有力的话语，让在场的穆家军纷纷热血沸腾。末将吴金哲誓死追随大小姐，愿为灵都统鞍前马后。我等誓死追随。上百人立刻单膝下跪，郑重行礼。说白了，没人真想当山匪，如今有了重新当兵的机会，还能继续当穆家军，自然都是乐意之至。凌霄暗赞不愧是将门之女，这一走上去讲话，威风凛凛，巾帼不让须眉。和山洞里那娇媚入骨的模样判若两人啊，嘿嘿，这反差的美妙滋味也就他能品尝。当然了，在外人面前，凌霄还是要维护穆婉莹的威严。凌霄走到了穆婉莹身边，朗声道：我凌霄在此承诺，只要各位忠于婉莹，重振穆家军，守护一方百姓，我必为穆老将军翻案，有违此事，天诛地灭。说着，凌霄拔出狼牙冷月刀，猛地挥出一道焚天刀气，轰隆，澎湃的赤红刀气直接在地面划出一道10几米长、1米多深的焦土沟壑。在场的将士们看到这一幕，头皮发麻，对凌霄的战绩越发深信不疑。凌霄对立威效果很满意，说再多狠话也不如露一手武力。很快，
一行人带上了各种物资，从万松县返回白水城。回去的路上，凌霄特意观察了下这100多个穆家军的情况，除了个别是凡品，大多都是黄品，甚至少数几个选品资质，功法基本都是穆家军得本领，最少的也有10年往上的功力。论战斗力，确实当得起精锐。而且凌霄还从其中看见不少工匠、铸造、驯马师等词条，这些对于将来壮大军队都是很有用处的。天色将暗，一大队人马回到了白水城。赵宽得知物资被追回，还带来了一大帮山匪，兴冲冲带人来到城门口迎接。一见穆婉莹，赵宽脸色猛地一惊。穆大小姐。穆婉莹看见赵宽，回想了下，迟疑道：赵宽叔。赵宽用力点头：是我。穆大小姐，您怎么会在这里啊？穆将军出事后，我还以为……凌霄纳闷：婉莹，你和赵大哥认识？穆婉莹点点头，解释道：赵家也是武将世家，和我们穆家世交。赵宽叔当年在我们穆家军待过一段时间。哎，大前的武官世家都是以穆家为首，或多或少都受过穆家的帮助。我生平最佩服的人之一就是穆铁心将军，当年在穆家军承蒙将军指点，可惜朝廷奸臣当道，穆将军戎马一生，忠君报国，却落得……哎。赵宽惆怅之下，忽然察觉有些不对劲。哎，贤弟，你不是去剿匪吗？怎么和穆大小姐在一起？凌霄笑了笑，将事情的经过大概解释了一番。赵宽听后不由目放金光，真是天助贤弟啊！穆小姐一来，这散落在大前各地的穆家军肯定都会陆续来投奔。穆家军是大前5大铁骑之一，虽然如今落寞了，可只要重新汇聚起来，假以时日，必能重回顶峰。哦，这我倒没听说过，赵大哥不妨讲讲。凌霄有些好奇。赵宽捋了捋胡子，语气郑重道：这5大铁骑分别是白王的银甲军、青王的青龙卫、南岭王的赤焰铁骑、燕王的寒铁衣，以及坐镇京师的穆家军，也称金陵卫。这5大铁骑是大前开国之初就追随高祖打天下的5大名将所打造，其中穆家军原本最为精锐，人数也最多，既抗击胡蛮，又守护京师。只可惜穆家遭难，金陵卫名存实亡。穆婉莹和吴金哲等人听到这些话，也都面露伤怀和不甘。亡什么亡？凌霄挑眉道：你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干嘛？只要人活着，一切皆有可能。我们石堡3000残兵都击退了1万北蛮铁骑，你们怎么就不能重振穆家军？难道你们穆家军一开始就是成千上万，不也是一个一个壮大起来的吗？你们的先祖做到过，你们就做不到了。一连串的质问让穆家军众人醍醐灌顶，自愧不已。穆婉莹美眸亮起神采，用力点头：琳琅说的没错，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定要让金陵铁甲重见天日。赵宽和苏焕沙则都钦佩地看着凌霄，随口一番话竟然就调动了所有人的激情，一扫阴霾。他们越发深刻地感受到，这秀才真不是武功高强那么简单。穆家军的安置，赵宽和吴金哲负责，不需要凌霄多考虑。凌霄带着穆婉莹回到了暂住的太守府，心情有些忐忑。毕竟穆婉莹已经是他的女人，可这件事还没跟萧清玄商量过。穆婉莹知道要见大父了，当然也有些紧张，一直咬着红唇，黛眉紧蹙。虽然听凌霄说萧清玄是他机缘巧合用馒头换来的媳妇，可却实打实的患难夫妻，地位不容动摇。所以穆婉莹很纠结，万一萧清玄对他打压，自己该如何应对呢？刚一进客厅，就闻到一股饭菜香味。萧清玄一身翠色罗裙，青丝垂腰，一回眸，沉鱼落雁的脸蛋露出欣喜的笑颜。夫君回来了，饭菜都准备好了。萧清玄热情地走上前，朝穆婉莹打招呼：这位就是穆将军的女儿吧？青儿早就听闻穆家世代忠良，心仪已久。夫君带姐姐一回城，我就欢喜得很，准备了些酒菜，欢迎穆姐姐进家门。穆婉莹看着眼前美若天仙的女人，实在不敢想象竟然会是女奴出身，直到发现萧清玄的异色瞳，才相信了。毕竟大前对于异色瞳太过忌讳。不过作为江门女，穆婉莹是不信这些风俗迷信的。见萧清玄如此大度，不管真心有几分，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穆婉莹盈盈一行礼：姐姐是主母，婉莹不敢做大，以后还是要以姐姐为尊。那不如这样，我换你婉莹，你换我青儿，如何？好，听姐青儿的。萧清玄拉着穆婉莹的手：婉莹，来吃饭，夫君也快坐吧。凌霄看着手牵手的俩女人，心里对这女帝老婆的佩服再上了 N 个台阶。尼玛，看看这格局，不过仔细一想，当皇帝的哪个不是3宫6院？恐怕萧清玄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用餐的时候，萧清玄和穆婉莹聊得很是热络，两女其实出身显赫，很多共同话题。
萧清玄从小除了不练武，学识博古通今，自然什么话都能和穆婉莹聊。一番交流下来，穆婉莹明显有了一丝敬意，越发能理解为何凌霄会娶萧清玄。穆婉莹甚至有些自卑，除了武功，自己真是全方位不如人家。原本内心深处还有一点点竞争上位的念头，这下彻底小火苗都掐灭了。这女人除了异色瞳，简直强得可怕。入夜，萧清玄伺候凌霄沐浴，这种事让丫鬟来就行了，娘子何必如此辛苦？跑去各地看地也很累了吧？女人懂事，凌霄自然也要温柔慰问。伺候夫君就是妾身最重要的事，交给丫鬟可不放心。再说了，万一丫鬟也成了妹妹，那妹妹可太多了。萧清玄嘟了嘟嘴，酸溜溜地说：“得，来了，就说嘛，不可能没有小脾气。”凌霄笑着拉住女人的白嫩小手：“娘子，你受委屈了，这次是我不好。妾身知道夫君要壮大白水郡，确实需要穆家军，婉莹也是一大助力。”萧清玄叹息：“妾身不会因小失大，误了夫君大计的，只是希望夫君别喜新厌旧。”哪能啊？凌霄忙上去亲了口：“你我是患难夫妻，就算哪天我当了皇帝，皇后必须是你，不是你宁可就空着。”萧清玄美眸泛起异彩：“夫君想称帝，先在这乱世活下来，以后怎么样，谁知道呢？”凌霄意味深长地笑道：“当然了，娘子若想当皇后，我肯定要努力一把。妾身只想和夫君长相厮守。”那是自然。凌霄笑嘻嘻道：“对了，娘子，还有一事需要跟你说下。”何事？婉莹希望将来她若有了孩子，能够自己抚养，喊她为母亲，而不是姨娘。萧清玄微微一愣，随即娇哼道：“我自己也会生，不稀罕别人的孩子。”哈，娘子放心，我一定让你生最多。洗完澡，两人免不了又是一番激战，似乎是被穆婉莹刺激了。萧清玄这一宿格外拼，只可惜凌霄几百年功力，金刚棒法威力绝伦，根本不是她一个弱女子能够镇得住。后半夜，萧清玄满身香汗躺在男人怀里，一脸疲惫和幽怨。妾身如今后悔了，早年应该练武的，不然也不会如此不济。非娘子太弱，而是为夫太强了。凌霄的意道。萧清玄嘟囔道：“夫君要开垦的地，妾身已经观察好了，也和几位管理农务的大人商量过，只是开垦还需要大量人力，还请夫君和赵大哥商量，尽量鼓励所有劳力，趁秋天前开垦完毕。”凌霄心中感动，这女人几日忙里忙外，太辛苦了，脚都磨破皮了，心疼啊！娘子，你真是我的贤内助，我此生必不负你。你知道就好。萧清玄迷迷糊糊，直接就睡了过去。凌霄寡二，心说这身子骨确实比练武的差了些，等将来威望够高了，或许能给你迅速补上武功这一弱项。睡觉前，他照常光顾威望商城。这几天商城都没出什么好东西，都没有值得锁定的，就连他的最爱神秘包裹都没一个。小东子，你再不出点好货，直接祝你倒闭。或许是诅咒起了效果，凌霄一刷新，扫过琳琅满目的商品后，一枚闪烁着彩虹光晕的丹药吸引了他的注意。七窍玲珑丹，上古流传下来的神奇丹药，服下后直接获取20年功力。品级：地品，威望800，20年功力。凌霄愕然，之前刷到的高级功力丹一样是地品，500威望，只给10年功力，这800威望绝对性价比很高了。虽然对于凌霄来说20年功力很容易，可若是让萧清玄吃下，他立刻就能脱胎换骨。童子，这世界的人吃了功力丹能自由加点吗？系统不行哦，没有绑定系统的人吃下后功力会随机加到功法上，那也就是说必须只修炼一门才能确保功力不分散。系统哼。凌霄看了看自己目前还剩370威望，别说这玲珑丹了，寒玉弓都还买不起。算了，先锁定吧，反正萧清玄练功还不着急，凌霄打算再等等。第二天早上，萧清玄睡得晚，醒得早，一大早就起来张罗早餐。冷冰燕出现在厨房门口，看着在打哈欠的萧清玄，有些愤愤不平。要我是你，直接在粥里下泻药。萧清玄回头朝他笑了笑：“你又怎么了？昨天晚上都没一起吃饭，这么大气性，我能不气吗？你对他这么好，他还往家里领女人。”冷冰燕替女弟姐妹不值，穆婉莹品行不错，而且对我们很有帮助，夫君能俘获她的心是一件好事。萧清玄劝道：“你也是将门之后，应该明白穆家血脉的影响力。”冷冰燕蹙眉：“是，穆婉莹是重要，可至少先问问你吧，这家伙太不尊重你了。我不过是夫君一馒头换回来的，他不计较我的出身。穆婉莹来了，依旧让我当正妻，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再说了，我父皇当年收妃子，何曾过问过我母后？若往家里带一个女人，还得来看我脸色，
这样的男人我还真看不上。萧清玄不屑道。冷冰燕目瞪口呆，心说这莫非就是帝王家的女人？我只需要做他最爱的女人，让他离不开我，这就够了。萧清玄自信的嫣然一笑，美得不可方物。冷冰燕无力叹了口气，正要说什么，忽然听见不远处的院子有呼呼的声音，有人在练枪。冷冰燕似有所悟，不由笑了笑。你是胸怀天下，我可是小女子一个，这口气我咽不下。说着，冷冰燕拉上面纱，飞身飘然落向那院子。穆婉莹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突然有了男人，穆家军又重燃了希望。女人越想越兴奋，一大早在院子里随便找了把枪，就练起了穆家枪法。穆家功法可以御使各种武器，可她还是更喜欢长柄武器，在战场冲锋陷阵。忽然，一股凌厉的剑气朝她迫近。什么人？穆婉莹察觉不妙，转身一枪刺出，叮！枪头和剑身擦过，一身黑紫色劲装蒙面的女剑客落地后，瞬间挥出片片剑影。飞云剑诀，剑灵弟子。穆婉莹见多识广，一下子就认了出来。她明显感觉到对方的修为不弱自己，立刻枪抖出阵阵掠影，采取防御策略。连着挡了3招后，穆婉莹抓到了一个时机，一枪挑起了冷冰燕的剑，借着一股狠劲，枪头一个大回环，直刺冷冰燕的心口。冷冰燕却顺势使出了一招轻功，身影猛地加速提起，脚尖踩着穆婉莹的枪杆，一剑刺向穆婉莹的脸颊。穆婉莹心头一惊，意识到对方会踏血无痕，急忙松开了枪，一个后撤步躲避。冷冰燕见效果达到，步步紧逼，要用剑气压制对方。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的身影如同惊鸿掠影，瞬息而至。砰！一道赤红刀气直接将冷冰燕的长剑给震得脱手。啊！冷冰燕叫了一声，手都被震得虎口发麻。琳琅！穆婉莹一脸欢喜，虽然她并不觉得自己会有生命危险，可还是很喜欢被男人呵护的感觉。你干嘛？我们比划与你何干？冷冰燕气愤道。我的女人，我当然得帮她，倒是你，一大早就对我的女人动剑，是想找打？凌霄瞪着眼道。别以为你是青儿的好姐妹就能胡作非为。穆婉莹愕然，原来这不是刺客，她还以为是穆家军露面，敌人派来了杀手呢。你偏心。冷冰厌弃的跺脚，心里莫名委屈。我当然偏心了，不帮我的女人，难道还帮你个外人？凌霄理直气壮。冷冰燕脑海里蹦出一个念头，如果自己也成了他的女人，他会帮谁呢？不对，冷冰燕，你疯了吗？这花心萝卜，你看上他干嘛？还嫌不够乱吗？夫君，燕儿就是为妾深鸣不平，妾身都劝他了，可他就是不听。萧清玄这时走进院子，打起了圆场。凌霄笑嘻嘻道：娘子放心，我当然明白，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婉莹，我的姐妹并无恶意，你可别往心里去。萧清玄抱歉地说道。穆婉莹摇头，无妨，我看得出来，这位姑娘并没有用全力，并非性命相搏。冷冰燕这时抬起头，朝凌霄是微道：听见没？他都知道我是试探，就你多管闲事，试探也不行，谁都不许欺负我的女人。凌霄可不惯着。一旁的穆婉莹听了这话，满眼柔情蜜意。虽然是做小，可只要夫君疼爱，倒也没什么不好。萧清玄则是暗暗叹气，自己这夫君就会哄女人开心，以后姐妹怕是少不了。在萧清玄的撮合下，冷冰燕才和穆婉莹正式认识了一番。凌霄和三女一起吃了早餐，商量着接下去要在白水郡如何分配军队和劳动力。夫君，妾身觉得婉莹的穆家军应该作为表率，从边军和守军中抽调出精锐，加强训练。剩下的大量兵卒，与其吃着军饷不干事，不如先去帮忙开垦拓荒，建造房屋。萧清玄将这几天的观察和规划大致的说了一番。兵不在多而在精，我支持妻儿的说法。穆婉莹也觉得有道理。我昨天观察过边军和守军，士兵良莠不齐，有些人一看就是混日子的，没必要留在军中。凌霄自然赞成，他是现代人，深知人海战术非常落伍，而且真要白王30万大军过来，几千和1万没啥区别，肯定要打游击的。没问题，我也正想整治一下全军，等下我和婉莹就去军营筛选下精锐。萧清玄点头，又问道：夫君，朱老可答应见你了？这老头苏焕沙说他不肯见，不知道什么情况。凌霄有些郁闷，这种文人最是麻烦，主动上门，哪怕强行见了也会落于下风。凌霄是想让朱明为自己所用，可不想去低声下气求人。朱老对我们很重要，他不仅在沧州是文人领袖，在京城也是门生不少。如果能够结交朱老，别说白水郡，整个沧州的一些官员权贵都会对夫君另眼相看。萧清玄甜笑道：夫君可以多些耐心，妾身以为朱老应该是想多观察一会儿。凌霄也是这么想的，
自己初来乍到，光靠几句话，苏焕沙的引荐恐怕还打动不了老头。看来得做出一番事业，才能让他重视自己。用完餐，凌霄和穆婉莹出发前往军营。穆婉莹穿回了自己的一身甲胄，红绳扎起一头秀发，骑着高头大马，英姿飒爽，特别一双大长腿，赏心悦目。凌霄心里决定，今晚必须让女人穿着甲胄跟自己开一局。到了军营时，吴金哲等一群穆家军已经在操练，而赵宽带领的边军、守军则在教场另一边管自己训练，两方泾渭分明。很明显，穆家军的眉宇间都有股傲气，并不怎么瞧得上这些小地方的杂牌军。凌霄和穆婉莹对视了一眼，都意识到了情况远比想象的要糟糕。赵大哥，穆家军不愿意带着大家一起练吗？凌霄来到赵宽面前问道。赵宽苦笑，你们来之前其实练过了，可最后闹得不欢而散，差点都打起来了。一听解释，两人才知道，因为穆家军和这里的守军差距过大。穆家军原先就是皇城各路兵马的精锐，5大铁骑的水平，操练强度自然高。守军中就算一些校尉军官也只能勉强跟上，更别说那些普通士兵了。可穆家军觉得是守军太懈怠，根本称不上合格的军人，所以也不愿迁就。这么一来，守军的将士们不干了。军队中最讲情义，哪怕知道你穆家军厉害，那也不带这么瞧不起人的。穆婉莹蹙眉，吴将军怎能如此？今非昔比，哪能由着性子？我去跟他说说。哎，婉莹，这种事不能强求，强扭的瓜不甜。凌霄叫住了女人。那怎么办？若是一直不能合练，怎能兵强马壮？穆婉莹愁眉不展。凌霄笑了笑，让人把吴金哲找了过来。大小姐，林都统，请问有何吩咐？吴金哲也已经换回了甲胄，威风凛凛。吴将军，敢不敢和我来一场比试？凌霄笑盈盈问道。吴金哲忙摇头，不敢，林都统武功盖世，怕是只有武道宗师级别的才能与您一战。不比武功，我们比一比练兵，如何？练兵？吴金哲一头雾水。怎么比？婉莹，穆家军最重视的训练是哪几样？凌霄问一旁的穆婉莹。穆家军作为5大铁骑之一，弓马骑射、近身肉搏、阵地团战、长途奔袭都要操练。女人柔声说道。凌霄摸了摸下巴，道：那不如就比比骑射，如何？吴金哲一脸怀疑。林都统，我这些穆家军的弟兄，骑射绝不弱于那些草原骑兵，你真要比试？当然，我们就各选5人，7日以后来一场骑射较量。凌霄笑道。规则就按照你们穆家军的来，评审则交给赵将军，他的为人你应该知道，绝对公正。若是你穆家军赢了，从此穆家军的训练我不多过问，可若是我的士兵赢了，你们穆家军怎么训练，得听我指挥。没问题。吴金哲感觉被看不起，忍着一股怒气拱手道。末将这就去告诉兄弟们，7日后马上见高下。看着吴金哲大步流星的离开，穆婉莹一脸担忧。琳琅，我不是自夸，这些穆家军的兄弟个个都是精锐，你真有把握吗？赵宽也是忧心。是啊，贤弟，你之前处决过陈州，应该知道边军就算一个副都统，也就那点斤两，半路出家当兵的和这些职业军户出身的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凌霄轻笑道。就是要差距大，赢了才能震慑人心，要是本就差距不大，赢了也说明不了什么。赵大哥，让全军集合，我今天要给将士们重新分配一下工种。贤弟是想征调一些士兵去开垦拓荒吧？其实我早就跟几个校尉提过，他们都愿意的。赵宽道。士兵们拿到了军饷，如今都对你感恩戴德，不会拒绝的。凌霄摇头。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优秀的士兵如果去开荒，是我们的损失，还是仔细筛选一下比较好。好一个人尽其才，贤弟说的有理，可你怎么能判断呢？这里的守军我们也才刚接管没几天啊。哈哈，我看人还算准，老哥信我就行了。凌霄讳莫如深地笑了笑。赵宽虽然纳闷，可也没多问，去集结了所有士兵。凌霄从乌泱泱的几千人里面来回走了2遍，心里有了个大概的印象。定，神之眼使用次数超过5000次，满足进阶条件，是否进阶？哟，还有意外收获。进阶。定，神之眼进阶成功，拥有范围看穿效果。凌霄一听，立刻试了一下，果不其然，眼前20-30个士兵的头上都飘起了信息框。不过信息太多，让他有些头晕，看来很耗费精力，还是几个看舒服一点。想必你们也知道，我们白水郡的粮食产量不够，所以需要开垦荒地。接下来我叫到的人，不论军衔，今天就去农务司报道，只要你们服从命令，军饷会照常发，不用担心。说着，凌霄开始拿着本名册，装模作样的开始报名字：张成、李小六、王二山、卢伟。
当报到一个名叫宋浩的校尉时，这人却不干了。大人，我不服，我要留在军中。宋浩一脸不忿道：我13岁练武，练了10年，凭本事当的校尉，为何要我去干农活？哦，你练了10年？没错。宋浩信誓旦旦道。宋浩31岁，白水城守军校尉，资质凡品，功法铁线刀法，修为3年，传闻是一位铁匠所创，出刀宛如出锤。品级黄品，务农、打铁、行骗。凌霄似笑非笑道：那你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今年31岁了？宋浩一听，表情顿时不自然。我23啊，大人您看册子上都写着呢。大胆！凌霄怒喝一声，就你这3年的铁线刀法修为，当本都统看不出来吗？你这校尉也是花钱买的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个农户，还打过铁。是也不是？宋浩目瞪口呆，脸色煞白。他在老家当过铁匠的事，军中明明无人知晓啊！扑腾！宋浩跪倒在地，连连磕头：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愿意去开荒。一众将士们看得惊愕不已，不由交头接耳，觉得匪夷所思。很多和宋浩认识的士兵虽然知道宋浩武功比较水，可没想到连年龄都是假的赵宽和穆婉莹也都大为触动，还以为凌霄只是随便看看，没想到了解那么清楚。关键是这男人是如何做到的？两人心里都只有一个词：深不可测。有了这一个反面教材，接下来很多兵痞都老实了许多。大家暗暗窃窃私语，觉得林都统可能是会江湖上的相面之术。殊不知凌霄直接开河。凌霄说名字都说得口干舌燥，后面几千人索性直接用手势来解决。过！一个个士兵被安排到农务司听从萧清玄的调遣。最后场上剩下的士兵只剩不足3000，甚至连校尉级的军官也有1半以上被派去务农。陈川出列。凌霄指了指一个身材微胖、个子矮矮的士兵：大人，是要我去开荒吗？陈川一脸忠厚老实的笑容：开荒？我担心你给人开瓢啊。凌霄笑道：说说吧，犯了什么事，成的朝廷通缉犯啊？陈川原名陈彦，25岁，通缉犯，白水城守军士卒，资质玄品，功法1，百步剑诀，29年修为，剑灵外门心法，以速度和攻击范围见长。品级玄品，功法2，凌云步，18年修为，剑灵招牌身法之一。品级黄品，词条，通缉犯，特殊，骑兵，剑客。现场一片寂静，陈川脸上笑容凝固，而一旁的士兵都露出忌惮之色，很多都难以置信。大人，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百步剑诀，凌云步，你是剑灵外门弟子，对吧？陈彦。听到自己的本名，陈川眼里彻底没有了侥幸。凌霄眼神冰冷道：最后给你一个机会，自己说实话，不然我就一刀劈了你。陈川见状知道瞒不住了，只好下跪禀报道：大人，还请听我解释。小人本名陈彦，在青州给一个员外家当护院统领，结果员外的儿子看上了我的妻子，给他下了迷魂汤，侮辱了他。我妻子不堪受辱，怀着3个月的身孕投了井。小人一怒之下杀了那畜生，然后逃了出来。说到这里，陈川眼眶通红，语带哽咽。这2年他战战兢兢，生怕暴露，也不敢跟人吐露内心的痛苦。今天说了出来，倒是有种解脱感。大人，我确实杀了人，若您要处置我无话可说。凌霄看向旁边的一些士兵，问道：陈川平日里为人如何？有几个认识的士兵立刻站了出来，回禀大人，陈川为人和善，绝不是恶人。没错，上次我老母缺钱买药，川哥借了军饷给我应急，是好人啊。大人，陈川为妻儿报仇，不算过分啊。陈川见到一个个为自己发声的士兵，一脸动容。凌霄抬手让众人安静，道：你们不必紧张，我也没说要抓他。陈川，你可愿意代表白水城守军和穆家军去比比骑射？陈川一脸不敢相信，若大人不嫌弃，小人陈川肝脑涂地。好，我还缺4人，你们中很多人我看都是骑兵，也有擅长驯马的，擅长弓箭的。你们谁自己有信心赢过穆家军的，自己走上来。凌霄一发话，立刻有10几个自信满满的士兵以及2名校尉军官走到了他面前。凌霄看一下，词条都具备骑兵、弓箭手之类的。正当他打算从中挑选的时候，士兵后面传来一些骚动。李旭，你上去啊。哎呀，我不行，真不行，我一养马的。凌霄朝那边看了眼，不由目光一凝。咦，李旭，22岁，白水城守军养马，资质玄品，功法落雁弓术，
31年修为，北境广为流传的一种狩猎弓术，平常却好用。品级：黄品。词条：神射手，特殊，驯马、养马。李旭，出来！凌霄一声令下，五官白净、身材修长的年轻养马官走了出来。小人李旭，就是你了。凌霄不等他多说什么，直接宣布。一听这话，其他10几个报名的将士不干了。林都统，我不服啊，这小子养马的。是啊，他都没上过战场，凭什么？凌霄笑道。这样吧，你们这些人和李旭比一下骑射，谁能赢过他，谁就入选。一群人面面相觑，觉得这样倒是公平。李旭脸色紧张，哆哆嗦嗦。大人，我们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弓术也是打猎的时候胡练的，不用紧张。你若是输了，无非是回去养马，可你若是赢了他们。凌霄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我保你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李旭一听，好像是这个道理，输了也没什么损失啊。很快，李旭就骑上马，带上弓箭，和几个竞技者一边骑一边射箭。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李旭人马合一，风驰电掣。他射箭看似轻描淡写，却能精准命中50步外的靶心。一连串比拼下来，没有人再敢对凌霄的选择提出半点质疑。穆婉莹和赵宽都看得目放异彩。琳琅可真是慧眼识珠，没想到小小白水城守军的一个养马能有这样的骑射本领。单论这李旭，骑射确实足以压过我们穆家军。赵宽捋着胡子，哈哈笑道：“贤弟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啊！论慧眼识人，我自愧不如。”凌霄对于结果也颇为满意。其实他跟吴金哲打赌也是有压力的，万一这几千士兵里面真全是废柴，那可就糟糕了。有了陈川、李旭，再加3个骑兵、弓箭手双词条的士兵后，这5人小队算是有了一拼之力。凌霄打算在接下去的1周给他们科学训练，补强弱项。在军营简单吃了大锅饭后，下午的时候，凌霄又给2000多士兵分配了不同的兵种，近战的、远程的、斥候骑兵，让他们都特种训练。这种练兵的方法也让穆婉莹和赵宽觉得大为新鲜，觉得获益匪浅。可只有凌霄知道，这才刚刚开始。要打造一支真正的王者之师，他还需要更多人、更多资源，关键是时间。天色黑下来，凌霄才和穆婉莹告别赵宽，返回府中。经过这一天的观察，穆婉莹对于凌霄越发崇拜了。父亲，老天真是对我不薄，穆家军众现荣光，或许真的不远了。穆婉莹心中想着，满眼的柔情万种。到了家，两人得知萧清玄忙于分配各地的开荒任务，今天晚上和冷冰燕住外面农庄。凌霄虽然心疼女人，可也知道萧清玄是乐在其中，也就随他去了。凌霄和穆婉莹第一次两人吃饭，倒也新鲜，你侬我侬。莹莹，今晚青儿不在，我的沐浴可就要你来伺候了。啊！穆婉莹一听，紧张的俏脸微红。我来吗？怎么，你不愿意？凌霄佯装不高兴。不是的，不是的。穆婉莹急忙摇头。凌儿，你别误会，我只是没经验，怕做不好。她也是大将军的女儿，从没伺候过男人，不会可以慢慢学。你这么聪明，多练练就会了。凌潇笑盈盈夹了一块肉给穆婉莹，多吃点，晚上才有力气。穆婉莹听出了话里的含义，水眸荡漾，轻轻嗯了声。入夜，穆婉莹的房间里，女人给凌霄沐浴更衣。等要上床的时候，凌霄却指了指架子上的甲胄。莹莹，穿上它。穆婉莹有些困惑。琳琅，这么晚了，要去哪里啊？不去啊，我就觉得你穿上甲胄特别漂亮，我很喜欢。凌霄在女人耳边对着晶莹的耳垂吐着热气道：乖莹莹，听话。穆婉莹一个才初尝雨露的妙龄女子，哪经得起情郎这样的撩拨，心理防线瞬间崩溃，半推半就的也就从了。这一晚，凌霄一套金刚无敌棒法狠狠地征服了玄甲女将军，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让凌霄大呼过瘾。接下来2日，凌霄开始两头跑，一边是军营内的特种化训练，不断调整和完善，一边则是陈川、李旭等5人在城外集训骑射。另一边，萧清玄带着农务司的官吏也调集了白水城和石堡的百姓、军队，如火如荼的开荒。当然，每日的威望商城，凌霄也不忘刷新。别的功法、丹药支流，凌霄不太感兴趣，倒是有几把不错的地平武器让他心动。只可惜，动辄1200多威望的地平武器实在太贵了。要知道，他如今总共在商场的消费都不到2000威望。这也难怪，连玄品武器都很少见，地品太稀有了。第3天清早，凌霄照常刷新，一个小小的包裹让他眼前一亮。神秘包裹，嘿嘿，可算又来了一个。凌霄当即花费100威望拿下，直接打开，叮，获得杜灵珠1枚。
咦，这什么？没见过啊！凌霄看了下介绍，顿时大吃一惊。杜灵珠可将功力注入后传递给他人，传功后失效，最多可积攒60年功力。注意，功力转化率10比1，意思是10年功力传给别人就是1年。凌霄皱眉，这玩意儿除非自己哪天功力严重溢出，不然是不能轻易用的。不过功力可比威望容易攒，这比那7窍玲珑丹性价比更高啊！夫君，你笑什么呢？床边一身白色丝质睡袍的萧清玄睁开朦胧睡眼，发现男人在旁边嘻嘻笑着。这2天他也是东奔西走，累坏了，所以早餐也只能让丫鬟先负责。嘿嘿，我身边睡了如此绝色尤物，我能不笑吗？凌霄得了杜灵珠，心情大好，翻身压住了女人。来，为夫跟你晨练一番，正所谓生命在于运动。呀，夫君！交呼声中被翻红浪。上午，凌霄和穆婉莹照常来到军营，和赵宽讨论练兵的细节。没过多久，就听见传讯兵进来禀报：赵将军、林都统，城外来了一伙人，为首的官员自称是新上任的白水郡太守。新太守？凌霄和赵宽、穆婉莹面面相觑，不由都表情肃然了几分。其实大家也早有心理准备，杀了白王的幕僚，想无事发生是不可能的。走，一起去会会这位新太守。一行人直接骑马来到了城门口，立刻就见到一个2撇小胡子、身穿锦缎华服的微胖中年人，正骑在马背上。在他身后是10几个随从和护卫。贾鹏举，38岁，白王门生，沧州府长史，资质皇品，词条，内政，才子，经商。可算来了，你们谁是赵宽啊？贾鹏举语气不耐烦地问道。正是本将军，你是何人？赵宽也没多客气，我乃新到任的白水郡太守贾鹏举，这是本官的到任官文。贾鹏举一示意，一名仆从将一叠官文递给了赵宽。赵宽看了眼，立刻又给凌霄和穆婉莹看了看。大前的太守向来只有皇帝陛下才能任免，这上面只有白王的印信，怎么白王殿下是称帝了？贾鹏举冷笑一声，怎么你们白水郡真想和白王殿下的30万大军为敌？本官告诉你们，来之前刺史大人就说了，若你们不肯配合本官，就视作谋逆造反。凌霄嗤笑了声，造反？你们投靠白王，替陛下任免官员，到底谁才是造反？大胆！你又是谁？凌霄？你就是凌霄？贾鹏举上下打量了一下，恍然大悟到怪不得口气这么大，杀孙清河的就是你了。哼哼，小子，本官知道你很能打，可光会打打杀杀，你以为能管理一个郡吗？别的不说，如今朝廷自身难保，你们没有钱发俸禄、发军饷，你们以为能坚持多久？只有本官上任，这白水郡才能重回正轨，不然你们就等着全白水郡的人饿死吧。凌霄听到这里，不得不承认贾鹏举没有乱说，靠着从陆阳府邸筹集出来的10几万两银子，接下来3个月倒是能够勉强撑过去。可战乱时期，商业凋敝，靠白水郡的一点赋税根本撑不了多久。关键是沧州刺史也是白王的人，肯定不会让白水郡轻易获得补给物资。多亏白王殿下仁慈，才没有派兵来将你们全杀了。你们要是识时务，立刻配合本官接管白水郡，本官念在你们也算戍边有功，可以给你们保留一官半职。贾鹏举说着，又看向马背上一身戎装的穆婉莹，这位想必就是穆将军的女儿穆婉莹小姐吧？贾鹏举眼中流露出一丝贪恋，笑眯眯道：听闻穆家血脉出现在白水城，刺史大人也很高兴。穆将军的死是因为朝廷奸佞当道，皇帝昏庸，穆小姐可愿意带着穆家军前往沧州府？刺史大人愿意将您引荐给白王。穆小姐想必不知道，白王殿下的正妃之位可一直空缺着呢。穆婉莹一脸冷漠，眼神透着厌恶。滚！一帮乱臣贼子，我穆家军绝不与你们同流合污。贾鹏举一听，顿时脸色沉了下来。该说的话本官都说清楚了，你们当真要违抗白王殿下和刺史大人的命令？凌霄脸上玩味笑道：贾大人，我很好奇，你带这么几个人来上任，就不担心自己的安危吗？哈哈哈哈，还算你机灵，知道问一问。贾鹏举手往身后一指，得意道：实话告诉你，沧州军3万已经在100里外的平仓县外集结，刺史大人的小舅子永威中郎将范仲将军亲自率领，厉兵秣马，整个待战。只要你们敢有一丝不臣之心，3万大军直接踏平白水郡。一听这话，赵宽和穆婉莹都脸色难看起来。3万，还都是装备精良的州府军，这如果打起来，靠城里几千个练得半生不熟的将士，可怎么抵挡？凌霄武功再高，
当初打退北蛮也就1万先锋军，这可是3倍的数量啊！原来如此，凌霄皱眉点了点头。这么说来，贾大人确实有底气。那是自然，本官劝你们少做无用的抵抗。贾鹏举话音刚落，却听见噌啷一声，凌霄的手里突然出现了狼牙冷月刀，骤然划出一道赤红色刀气劈链。噗呲，贾鹏举人头被斩落，马背上无头尸鲜血狂喷，击杀+1，功力+1，威望+30。大人，几个护卫根本都来不及反应，震惊于凌霄出刀的速度之快，更不敢相信，明知道有3万大军压境，他竟然还敢动手。这家伙是想找死吗？全杀了！凌霄一脸毅然之色，3万大军又如何？自己还是凡品资质的时候，就敢和1万北蛮军对着干了。白王幕僚都杀了，30万大军都惹了，不差这3万。穆婉莹见凌霄出刀，毫不犹豫，提枪上前，一枪捅死了一个护卫。凌霄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对着眼前一群最多选品资质、修为最多20-30年的护卫，焚天刀气所过，如砍瓜切菜。赵宽才刚下马，都没来得及露两手，就发现已经全被凌霄和穆婉莹杀光了。老弟，接下来怎么办？这姓贾的应该没撒谎，沧州刺史蒋胜元手下确实有3万多兵马。赵宽忐忑道。凌霄笑了笑道，和打蛮子一样，我们主动出击。什么？赵宽脸色一白，对方可是3万啊，你要正面杀过去。赵大哥，你不会以为我们不出动，人家就不来了吧？人家闲着没事，把3万大军带到这里，肯定是做好了攻城的准备。正因为敌人数量多，一旦大军进了白水郡，那我们必将损失惨重。最好的办法是在远离白水郡的地方彻底击退敌军。赵宽语塞，确实是这个道理。穆婉莹点头，我支持琳琅的说法，我们已经和白王结仇，开弓没有回头箭。这贾鹏举来接管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夺走我们的军权，再将我们一一处死。白王和北蛮勾结，为了给自己抬高声望，宁可牺牲边境的数万百姓，这种人毫无仁义可言。赵宽一咬牙，好，反正我和边军将士的命都是贤弟给的，你说干我就干了。凌霄笑道，赵大哥不用太紧张，虽然看似敌强我弱，但我们其实也有几个优势。哦，什么优势？赵宽好奇道。其一，对方还不知道贾鹏举死了，我们主动出击会占得先机。其二，沧州军虽人多势众，可缺乏实战和血性，别说穆家军，连我们边军都比不上，只要能逐个击破，不足为惧。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师出无名。凌霄冷笑道，他们只是听从刺史的命令，为白王来收复白水郡的，可我们并非北蛮，而一样都是大前军人，换我们是沧州军，肯定也不乐意干这种事，所以只要给他们一个撤军的理由，他们一定会迅速溃败。穆婉莹听得美眸异彩连连，琳琅是打算杀了中郎将范仲。不错，只要主将死了，沧州军就有了撤退的理由。凌霄道，莹莹，你和赵大哥各自带穆家军和守军的精锐骑兵，兵分2路，从2侧吸引敌军的主力，不必恋战，保持距离，以自保为主，剩下的交给我就好。好，我这就去召集精锐。赵宽没多废话，赶回军营。穆婉莹听了有些担心，琳琅，虽然你武功高强，可也要小心为上。凌霄摸了摸女人的脸蛋，放心吧，我还没让你生娃呢，怎么舍得死？穆婉莹娇叶微红，点点头，翻身上马去调集穆家军。凌霄看向城门外，嘴角浮现一抹兴奋的笑容，正愁没途径刷功力和威望呢。3万大军，嘿嘿，军官应该也不少吧。1刻钟后，穆婉莹和赵宽带着2队人马在城外集结。穆家军一个个神色亢奋，战意高昂，而赵宽一边的边军守军的精锐似乎也攒着劲，显然也想表现一下。让凌霄没想到的是，陈川、李旭等5人队伍也来到了赵宽的队伍后面。你们也要去？凌霄皱眉，大人，您就带上我们吧，骑射最佳的训练场不就是战场吗？陈川期待地说道。李旭等人也都纷纷点头，满脸是建功立业的渴望。凌霄犹豫了片刻，也没阻拦，大声讲话道，都听着，我知道你们都是骁勇的战士，是铮铮铁汉，但这次主要的任务是牵制敌军，而不是死战，活下来才是胜利。如果谁不听指挥的，回来军法处置。将士们大声应命，他们都听闻过凌霄的辉煌战绩，这次也想亲眼目睹一下。2队人马随即策马飞奔，朝着白水城和平仓县中间的平原奔袭。中途休整了下，约莫过了2个多时辰，前方出现了一些军帐，能看见乌泱泱的数万人正在就地扎营休息。因为随时准备动身前往白水城，所以营地搭建很粗糙，并没什么防御工事。赵大哥，莹莹，
接下来我会想办法混进军营，等军营里一乱，不论发生什么，你们从两侧出击。明白。贤弟保重。赵宽一拱手，穆婉莹点点头，眸子里透着坚定和信任。凌霄二话不说，骑着马犊自出发。3万人的大军想要进入营中，接近范仲，远比在1万人的北蛮先锋营刺杀巴特更难。凌霄虽然对自己的武力有信心，可一旦打草惊蛇，让范仲跑了就麻烦了。这一战他需要出其不意，速战速决。所以来之前他已经换上了一身贾鹏举护卫的衣服，顺带把衣服割开几道口子，打扮得狼狈一些。当他气喘吁吁骑着马来到军营门口，一个不小心就从马上摔了下去。范将军，快带我见范将军！凌霄伸手疾呼。果然，几个负责守卫的士兵一看凌霄的打扮，急忙上来询问：你是贾大人的护卫，这是怎么了？贾大人被抓了，让我回来找范将军报信，速去救援。不可能吧？白水郡的人疯了吗？你有什么证据？俩守卫有些不敢相信，3万大军撑腰，白水郡的人敢动贾鹏举。凌霄说着，取出了从贾鹏举身上搜来的腰牌。2个守卫一看，脸色大变，不得不信，立刻带着凌霄进了军营。来到一个主将的大帐前，门口的亲卫得知情况后，接过腰牌看了2眼。你真是贾大人的护卫？我怎么看你眼生啊？亲卫一脸狐疑地看着凌霄。凌霄就知道没这么容易混进去，但这种时候不能露怯。我还看你眼生呢，都什么时候了？贾大人要是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凌霄大声质问。亲卫皱了皱眉头，叹了口气道：你等着。说完，亲卫进去禀报，过了一会儿又走了出来。可以了，将军让你进去。凌霄冷哼了声，迈步走进了大营。可刚一进去就感觉不对劲，两侧猛地冒出2股杀气。好在他功力深厚，反应够快，一个快速上前躲开了从2边落下的刀子。凌霄这才发现军帐内竟然站了足足30-40个埋伏好的精兵，前排10几个手持弓弩，有2个身披甲胄的校尉率领，杀气腾腾地看着凌霄。臭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冒充护卫来行刺将军，拿下他，死活不论，中郎将有赏。凌霄忽然意识到自己还低估了贾鹏举和范仲这些人的智慧，他们肯定是提前就有通过器，用一些暗号来传递信息。很可能刚才外面亲卫的一句怀疑是什么暗号，而自己没有对上。该死，这下范仲肯定是从后面逃走了。速！不等他多想，这些弩箭就朝凌霄射来。凌霄不愿太早用掉金刚不坏，索性直接施展出惊鸿，速度骤然提升，躲过了第一波。手中唤出狼牙冷月刀，一刀带走了身边2个士兵。收获2个嗜血 buff 后，凌霄趁着惊鸿的速度迅速杀向了那2个校尉。对方弩箭手都来不及换箭，凌霄已经和2个校尉短兵相接。这2人都不足20年功力，根本不是凌霄的对手。哐哐，2刀下去，凌霄根本没用什么技巧，强行用力量和速度将2人的脑袋和脖子砍断。击杀加4，功力加4，威望加20，嗜血加4，持续60秒。惊鸿速度增加100%，还剩55秒。凌霄庆幸这群人将他引进了这帐篷，让他的惊鸿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优势。原本是这些范仲的亲兵是要射杀他的，结果现在他们自己逃不掉。烈火焚城，凌霄旋身挥出一道巨大的烈焰般扇形刀气，大范围杀伤的焚天刀法势如破竹，将10几个弩箭手当场砍得血肉模糊。在这小小军帐内，凌霄连连挥刀，地品刀法疯狂逞凶。事实上，就算是5大宗门，地品功法也是极少数人才有资格接触，想要练会，练到50年以上修为更是世上少有。而这些人基本都是江湖上的大佬，就算进了朝廷和军队，也不会出现在一个地方州府。这些士兵头一次遇到5道宗师级的，20秒内30-40个人全都被砍成了残肢断骸。嗜血加37，持续58秒。惊鸿剩余39秒。凌霄知道，一旦速度慢下来就会难打，必须趁着惊鸿效果内找到范仲，尽可能多叠加嗜血。他一刀破开营帐，直接从后面冲了出去。这时外面已经越来越多军官带人杀来，显然打算用人海战术将他彻底按死。有刺客，杀！诛杀刺客，将军赏银1000，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当兵的一听有这好事，脑子一热，都开始朝凌霄杀来。凌霄看着茫茫多的军官和校尉，很多都穿着甲胄，要是正常情况，要从这人海中找到范仲可不容易，毕竟他都没见过。好在神之眼晋升到了3级，可以范围开合。嗡嗡，凌霄一边挥砍出道血魔刀焰，用最省气力的招数将冲最前面的一些敌军斩杀，一边则是施展游龙步，腾空飞掠，
借助居高临下的视角搜索范仲的位置。就在惊鸿效果只剩不到10秒的时候，一个躲在大军后方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范仲，36岁，沧州府永威中郎将，资质选品，功法一，白羽枪法，修为38年，书院一位弃笔从戎的将军所创，轻灵若羽，实则暗藏杀机。品级选品，功法二，铁马步法，修为27年，适合在乱阵中施展的身法，让一些刀枪功夫威力大增。品级黄品，武器雪银枪，一把重量不大、韧性极佳的长枪。品级黄品。凌霄咧嘴一笑，可算找到你了，竟然躲得这么远，看样子是等着把自己体力消耗差不多再出来干自己，好一个老鹰比啊！凌霄找准了方向，一刀流火奔腾开路，趁着惊鸿最后的几秒，他不顾一切直冲向范仲所在的方向。范仲见凌霄突然朝自己杀来，脸色瞬间一丝慌乱。他来之前就听说过边军有个悍将凌霄，乱军中斩巴特，太守府宴会杀孙清河，所以他来之前就跟贾鹏举对好了暗号，生怕被凌霄偷袭。可没想到凌霄竟然把他认出来了，都给我上去，快拦住他！范仲已经看出来凌霄绝对是武林高手，这种人一旦埋伏不成，就必须消耗体能才能有办法击杀。几个亲卫和校尉军官虽然害怕，可范仲发话也只能硬着头皮冲上前，而范仲则是毫不犹豫提着枪扭头就跑。凌霄眼看惊鸿只剩3秒，知道不能恋战，必须第一时间追上。嗜血加七气，结合现在叠上来的属性，可以他脚下一蹬，悍然一刀砍死了前面一名校尉，收割10点威望。而当他穿过去的同时，两侧刀光枪影几乎同时朝他落下，避无可避。时刻关注后面的范仲看见这一幕，脸色一喜，小子，让你追，给老子死！凌霄当然知道自己很危险，但他根本不慌，金刚不坏。6秒的霸体，凌霄瞬间开启。几个以为能够杀死凌霄的军官，发现刀枪落在凌霄身上，被一股巨力给震开，或是直接就像是划在了一块大铁板上面。怎么可能？一群武官都傻眼了，他们也都是练家子，最少的都10几年刀枪修为，怎么连砍伤一个人都做不到？这家伙就是铜皮铁骨，也该留点硬狠吧。殊不知凌霄如今300年不灭金身修为，就算不用金刚不坏，肉身也强得可怕，加上一身金丝软甲护住要害，这些刀枪能有效果才见鬼。范仲见到刀枪不入的凌霄，彻底吓破了胆。这哪是人，这是鬼神啊！救我！范仲纵然有38年的枪法修为，可常年养尊处优，并无拼命的想法。这会儿知道打不过，他手忙脚乱，连枪都恨不得丢了。凌霄哪会让他如意？趁着惊鸿最后1秒的冲刺，一刀流火飞瀑，噗呲，赤炎刀气斜劈挥落，将逃跑中的范仲直接脑袋搬家。击杀加1，功力加1，威望加100。凌霄一把捡起了掉下的雪银枪，将范仲的脑袋撑起举高。范仲已死，还有谁？现场数千离得近的官兵一看，顿时人心惶惶，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一个范仲的亲信校尉大声嘶吼道：不要惊慌，他只有一个人，将军死了，我们就算回去，刺史大人也不会放过我们，他必须死。弓箭手，快将他射死！有几个反应快的军官立刻大声喊着，稳定军心。要知道范仲是刺史蒋胜元的小舅子，这次若不能杀了凌霄，他们回去也没好果子吃。趁着现在人数优势，几个校尉都打算耗死凌霄。练武的人都清楚，再强的武者也不会一直体能充沛，凌霄刚才的勇猛无敌状态不可能持续太久。尼玛毙！凌霄见状，知道想直接吓退这帮人是难了，必须先把这些鼓动士兵、临场指挥的校尉军官杀了。他一刀血溅7尺，先收割了一个试图从后面投掷长矛的投机分子。嗜血加80，持续60秒。虽然惊鸿效果没有了，可嗜血叠到了80层，自己依然体能充沛，速度飞快。凌霄将雪银枪收进了储物空间，虽然黄品武器他不缺，可都是能拿来换威望的。而他的储物空间已经从原本的1立方米增加了数倍。他资质提升后，全属性提升，其中也包括了储物空间。随后凌霄直接就往人多的方向杀了进去。和当初冲杀北蛮军大营一样，人多的地方弓箭手就不好放箭，而凌霄的焚天刀法血煞魔刀则很适合大范围的灭杀。刀光翻卷，血肉横飞，凌霄一套游龙步晃得这些官兵找不到北，所过之处全是阵阵惨叫。恐惧的阴云开始在沧州军上空笼罩，凌霄身上的衣服都感觉被鲜血浸透了，刺鼻的血腥味让他越发狂暴。嗜血加127，嗜血加146，嗜血加183，
士兵们不可能一个个排队等他来杀，他们也会摆阵型，会躲避。凌霄冲杀了几分钟后，明显感觉到自己哪怕有嗜血支撑，脚步也开始变重了。主要是乱军之中，精神需要高度集中，随时提防各方来的冷箭，也会加大消耗。正当这时，军营外传来骚动声，敌袭，有骑兵来了。穆婉莹和赵宽带的几百个精锐骑兵，这时终于杀了过来。当他们看见这乱糟糟的军营，数以万计的士兵都在围攻中间的一个人，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震撼。以一敌万，真大丈夫也。琳琅，穆婉莹又是为男人感到钦佩、骄傲，又是为他担心。女将军直接弯弓射箭，联络3个放哨的士兵，杀！赵宽大喊一声，策马冲进军营中，长枪刺穿敌军咽喉。吴金哲、陈川、李旭等人一个个都拿出了看家本领，趁着沧州军大乱，在边缘来回冲刺收割。本来还在专心围攻凌霄的沧州军，发现外面有人在收人头，顿时乱成一锅粥。是穆家军，快跑啊！当看见一面穆字军旗的时候，士兵们仿佛找到了一个逃跑的借口，一时间大部分将士都失去了战斗意志，疯狂逃命回平仓县。穆婉莹和赵宽带兵追了一阵子，斩杀了数百人后，也没有再深追。毕竟不可能真杀掉2万余人，何况一旦靠近了县城，地势狭窄，他们骑兵的优势也会荡然无存。呼！凌霄气喘吁吁，刚才他服下了最后的一枚大还丹，恢复了部分气力，可还是很累。当嗜血效果结束，他感觉短暂一阵虚脱，可好在已经安全了。琳琅，你怎么样？没受伤吧？穆婉莹下马后飞奔到凌霄面前，上下打量。没事，这范仲还不如巴特，我一来他就慌不择路了。凌霄拨了拨女人乱掉的头发，有个能一起冲锋陷阵的女人，感觉很不错。哈哈，贤弟的威名看来是已经传遍沧州府了，怕是北京6州都知道了。赵宽开心大笑，又是以少胜多，这仗打得酣畅。赵大哥，我们只是打了个出其不意，真要耗下去，肯定耗不过。凌霄道，还是尽快清扫下战场，看看有什么值得带走的，然后撤退吧。赵宽脸色一正，也知道大戏才刚开场，立刻下令清点战利品。州府军跑得匆忙，很多粮食马匹都还在一行人将粮食物资能带的全都带上，收获满满，不由都大为兴奋。哈哈，真得谢谢那蒋刺史，这是知道我们缺粮食，给我们送温暖来了。林将军可真是武功盖世啊，我算大开眼界了，万军之中取敌上将首级，竟然是真的。穆婉莹听见这些话，看着秦郎的眼神越发崇拜了，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让他恨不得立刻投怀送抱，让男人狠狠疼爱自己。只是在部下们面前，他还得维持女将军的威严。正当这时，陈川带着几个神色惊慌、穿着有些花哨的男女老少来到了凌霄面前。都统大人，这些人自称是被范仲带来消遣的戏班子，躲在谷仓里面没来得及跑，您看怎么处理？凌霄扫了一眼，发现他们很多都带着乐器，的确是江湖卖艺的。可用神之眼看了下属性后，竟然有意外收获。别的几个戏子、乐师倒是没什么稀奇，唯独一个看起来邋里邋遢、满脸写着不开心、酒糟鼻的小老头引起了凌霄的注意。老于，本名龚书宇，51岁，黄陵工匠，戏班杂役，资质黄品，词条鬼斧神工，传奇，朝廷钦犯，酿酒师。凌霄心头一动，传奇词条，这老头不简单啊。小童子，鬼斧神工具体啥意思？系统，鬼斧神工，工匠类顶级词条，需要在土、金、石、木、皮、染6大工种内至少有一门登峰造极。凌霄指了指那老头，问道：这老头也是你们戏班的？戏班主哆哆嗦嗦回应：禀报军爷，他叫老于，是班里的杂役。他平时干什么的？就负责一些道具，他手艺不错，我们唱戏的道具、乐器坏了他都能修，而且也不要钱，就跟着混口饭吃，我就收下他了。凌霄点点头，我看你们戏班子10几个人来到这边锤也不容易，就跟我们回白水城吧。啊！戏班主等一帮人扑腾跪下，军爷饶命啊！我们只是江湖卖艺的，可不是沧州军的人啊！谁说要杀你们了？凌霄无语道：我请你们去白水郡，是为了让你们唱戏，你们唱好了，我给钱。一听是唱戏，戏班主等人才松了口气。赵宽眉头皱了皱，欲言又止，最后没说话。凌霄却是注意到了，等戏班子离开收拾东西，回头笑着问道：赵大哥，你有话尽管说就是了。对于赵宽，凌霄还是真心当自己人的，虽说赵宽对他的恩惠也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可人都是自私的，赵宽能够临阵不退，和他共进退已经够意思了。关键是赵宽虽然武力不强，可办事牢靠，还有慧眼识人的本领。贤弟，说句可能让你不高兴的话，
虽然我们暂时打退了周府军，可危机才刚开始啊。这种时候，如果骄奢淫逸，怕是要吃大亏的。凌霄哈哈笑道：“赵大哥，你误会了，不是我要听戏，而是要让那些勤恳开荒的百姓和将士们听戏，让开荒的人听戏。为何？”赵宽不解，穆婉莹也很好奇，秦郎怎么老有新鲜想法？开荒已经很苦了，晚上休息的时候能够苦中作乐，听点戏，大家才能有干劲啊。这叫精神粮食，也是一种心理按摩，和吃饭是一样的。赵宽也不是很懂，但仔细想想，应该是张弛有度的意思，倒也没错。是为兄错怪了，还是贤弟考虑周到？穆婉莹则是美眸发亮，这不就是振奋军心，鼓舞士气吗？琳琅可真会想办法。一行人带着粮草和戏班，迅速撤回白水城。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一点小插曲，就是守军将士和穆家军的人争论刚才谁杀的敌人多，谁射术高超。为了争高下，险些打起来。好在穆婉莹和赵宽及时发话，两拨人才没有动武。可凌霄明白，这么下去不行，军队内部都不团结，迟早会吃大亏。3天后就是约好的骑射比赛，凌霄深感不容有失。一到城内，百姓们听说凌霄带着几百人就把3万沧州军逼退，还斩了范仲，都是又惊又喜。凌霄的威望又上了一个台阶。当然，也有不少人暗自犯愁，毕竟白水郡已经成了白王的眼中钉，迟早还会来大军讨伐，而下一次怕是更难顶了。凌霄当然清楚这些，但是多想没用，不如做好自己的事。他让戏班去农务司报道，就说是他安排给前线拓荒的人唱戏的。不过老于却被凌霄留了下来。小老头一脸不爽，可碍于凌霄的武力不敢反抗。凌霄直接带老头到了白玉楼，因为身份不一样了，小二这次不敢阻拦，直接去通知了苏焕沙。哟，真是贵客临门，我们的边关战神凌将军怎么有空光临小店啊？苏焕沙一身男装，手持折扇，偏偏郡公子的模样，但是嘴里得话醋味熏甜。这男人好几天都没找他，朱老不见他，他就不跟自己打交道了呗。更可恶的是，他那异色瞳妻子就够美了，如今又来了个穆婉莹，真是讨厌。什么边关战神，别瞎取名号，我可不敢乱说。现在全白水郡都在传你是边关战神、边关杀神，还有叫你人屠的，一个比一个凶。苏焕沙眼神复杂，这男人威望越来越高，就感觉离他越来越远，以后肯定更多女人争着想嫁给他。有吗？凌霄倒是没注意，笑笑道：“至少我在苏老板面前只是单纯的凌霄。”苏焕沙听到这话，不由微微一怔，心头流过一丝异样。这坏人说这话什么意思啊？苏老板，好酒好菜上来，我请客吃饭。苏焕沙一听，这才仔细打量了下老于，心里纳闷为什么叫个糟老头来，可也没多问。不一会儿，酒菜上桌，老于一闻着酒味儿，一把拿过酒壶，急忙咕咚咕咚灌了2口。杏花村这酒不错，需要采集北境特有的杏花，3蒸3晒汇入酒中，北境能卖这酒的馆子可不多。苏焕沙露出惊讶之色，没想到这位老先生是行家，这杏花村是他亲自找人去酿的，存货不多，只有在接待贵客时才用。怪不得凌霄会带着人来酒楼，看样子老头来历不一般啊。老于喜欢这酒吗？凌霄笑着问道。喜欢，好久没喝上这种酒了，还有吗？老于几大口就下去了一壶，酒糟鼻红红的，看凌霄顺眼多了。想要酒可以，但我想听你说说到底犯了什么事，成的朝廷侵犯。凌霄一字一顿地喊出了对方的本名，公叔宇。此话一出，老于脸色煞白，吓得直接从凳子上滑了下去。你怎么知道的？苏焕沙一脸错愕，公叔宇，你说他就是公叔宇？咦，苏老板听过他的名字？凌霄疑惑。苏焕沙忙点头，公叔家族世代出能工巧匠，主要为皇室服务，修建宫殿和皇陵。可3年前太后病逝，入葬还没过几天，皇陵就发生了坍塌。皇帝震怒，杀了一大批修建皇陵的官员，可唯独跑了工程的设计者公叔宇。当时这件事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如今皇帝被藩王讨伐，有些人还拿这件事说事。毕竟皇陵都顾不好，对于一国之君来说就是大不孝。凌霄恍然，玩味地看着老头。老于，你这就不对了，给人修建皇陵，怎么还修他了呢？关我屁事！老于见瞒不住，爬起身来大发雷霆道：是工部那帮狗官层层剥削，材料以次充好，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跟他们说了，那么造会出事的，可他们就是不信。我要是不按时完工，就是杀头的罪过。说到这里，老于一脸悲愤。就这样，那帮狗官为了讨好皇帝，还要工人去给太后陪葬。你个老小子，自己都逃亡了，干嘛还让工人陪葬？凌霄不屑道。少胡说，我公叔家的人可不干这缺德事。老于的一道，我给皇陵留了后门，直通地下排水渠，
那些工匠根本没死。朝廷捉拿我，就是因为发现里面根本没有陪葬的。苏浣纱点头道：他没撒谎，这个消息我也听说了。为此红帝才将公叔羽列为钦犯，因为他欺君。这么说来，我要是把他交给朝廷，皇帝应该会奖赏我啊。凌霄摸着下巴道：你少来，你要真想把我交出去，何必带我来喝酒？老于壮着胆子道：我猜你肯定是要我干什么活，有话直说。凌霄咧嘴一笑，跟聪明人聊天就是轻松，其实也没什么，你只要替我工作，我不仅会给你提供好酒，还会让你安然无恙。老于一听有酒，咽了咽喉咙，当真？除了信我，你有的选吗？凌霄反问。老于叹了口气，只好点了点头。一旁的苏浣纱美眸眨了眨，心里疑惑，这凌霄是怎么认出公叔羽的？这男人着实浑身透着神秘。吃完饭，凌霄带着老于来到了城外李旭、陈川等人练骑射的场地。李旭正在训练，骑着马奔跑中连续3箭全都命中50步外的靶心。老于看得眼前一亮，好射手。可其他几人除了陈川以外却都差了一些，最多只能命中1个靶心。老于，3天后我要让这里的5个人都能在骑射上赢过穆家军，你觉得可能吗？凌霄问道。穆家军那可是精灵卫啊，全都是军中千里挑一的好手。老于摇头道：除了那俩，其他3个够呛。凌霄心头一沉，还真是和自己预料的差不多。原本他是打算想点法子，哪怕作弊也要赢，可如今老于来了就简单了。实力不够，技术来凑，不行也得行，我要你想办法，只要成了，5坛杏花村。凌霄道。老于眼睛立马放光，皱眉想了想，至少10坛。凌霄哈哈大笑：你也不怕喝死？行，成交。交代完这件事，凌霄返回府中。来了老于后，他的一些构思就有了施展的可能性。凌霄来到书房，开始提笔画图。他是理工科的，但画图一般，好在有些东西不需要完全画出来，只要能启发一下老于，应该就能派上用场。傍晚时分，萧清玄一行人回来了。凌霄听见动静，立刻走了出去，想跟女人分享今天的收获，可一看却发现萧清玄身上脏兮兮的，头发也乱乱的。萧清玄一看见凌霄，眼神流露一丝慌乱。夫君，妾身去洗洗。女人一行礼，然后急着要走。凌霄一把抓住了妻子的皓腕，脸色肃然道：娘子，发生什么事了？谁欺负你了？夫君，我。萧清玄眼眶湿润，委屈地扑在了男人怀中，娇躯瑟瑟发抖。妾身没用，想为夫君分忧，却连一点小事都做不好。凌霄拍了拍女人的后背，别哭了，怎么回事？我来说吧。冷冰燕这时走了进来，一脸寒霜道：刚才回来的路上，有一群村里的孩童朝着青儿丢石头丢泥巴，他们都在骂他异色童妖怪，灾星。凌霄皱眉：孩童？没错，应该是有些人在背后捣鬼，利用这些无知的孩子。冷冰燕气愤道：毕竟你现在手握军权，那些人不敢正面招惹你，只敢背后做小动作。要是大人，你直接可能就杀了，可一群孩子，你若去对付他们，只会沦为笑柄，威信扫地。凌霄目光发寒，还真是够卑鄙的。娘子，你知道是哪些人吗？萧清玄擦了擦眼泪，自然是最不希望看见我们开垦荒地的那群人。你是说白水郡的地主？萧清玄点头，没错，白水郡的几个豪绅把控着粮食田地，一旦我们开垦出了更多地，他们就没法坐地起价了。而且夫君和白王对着干，让白水郡的通商接近封闭，很多商人对你也是恨之入骨。凌霄目露杀机，我不去招惹他们，他们倒是急着找死。夫君千万不能意气用事，杀人是简单，但只是下策。一旦开了头，富商以后都会避着我们，不敢和我们做生意，长此以往，得不偿失的。萧清玄一脸关切，妾身受些委屈不算什么，夫君要想立足于乱世，不能自毁名声。那些人利用孩童来折辱妾身，就是为了让夫君丧失理智，可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凌霄看着处处为自己着想的妻子，心里感动。娘子放心，名声我要，我的女人也不能受委屈。萧清玄疑惑，夫君是有什么对策？凌霄玩味一笑，娘子先去洗一洗，我带你去白玉楼好好吃一顿鲜。萧清玄和冷冰燕都一脸纳闷，下馆子这是什么法子？趁着萧清玄洗漱的功夫，凌霄写了一张纸条交给冷冰燕，冷姑娘，你先去白玉楼找苏老板点菜，这纸条交给他。冷冰燕看了眼，有些疑惑，可也没多问，转身出了门。不一会儿，萧清玄换了身素雅的月白长裙，和凌霄上了马车。来到城里后，萧清玄为了避免麻烦，出门很低调，包裹得严严实实。白玉楼这种人多眼杂的地方，他还是第一次抛头露面。夫君真没事吗？
马车上，萧清玄想起自己落难的时候，因为异色瞳被当邪祟驱赶的惨痛经历，很是担忧。娘子，你先有个心理准备，等下我会。凌霄将自己的计划大概讲了一遍。萧清玄听完后，先是愣了下，随即仔细想了想，点点头。妾身听夫君的。两人来到白玉楼，苏焕纱已经接到消息，下楼迎接。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萧清玄，看着眼前倾国倾城、气质雍容的女子，苏焕纱一阵挫败感。当然，他也不会表露出来。林都统，一天之内2次来照顾生意，本店受宠若惊啊！哈哈，今天打了胜仗，自然要让家人也高兴一下，所以带我娘子来喝几杯。凌霄故意朗声大笑，让楼内的客人都注意到。果然，很快大家都注意到了异色瞳的萧清玄，不少人都皱起眉头。换作往常，很多人都想起身驱逐，破口大骂了。但凌霄如今是实际上的白水郡一把手，大家也只能憋着，不敢说什么。苏焕纱朝萧清玄一行礼，早就听闻林都统的夫人才貌双全，连开荒这种造福于民的大事也是夫人一手操办，小女子佩服得很。苏老板过誉了，开垦荒地是夫君的决策，妾身只是为夫君分忧，比不上苏老板一己之力撑起偌大产业。萧清玄盈盈回礼，两女眼神对视，有些事心里明镜似的，可也不好点破。娘子，你也不必过谦，要不是你，今天这一战也不会如此顺利。凌霄一番话让楼内食客们都有些诧异。林都统，此话怎讲？夫人也陪你去战场了？苏焕纱一脸好奇的样子。那倒不是，但我娘子天生命格不凡，福缘深厚。她与我成亲后，我不仅武功突飞猛进，战场上也能以少胜多，逆转乾坤。凌霄哈哈笑道：我一个秀才，半路出家当兵，若不是有上苍保佑，哪能够万军之中杀了巴特，今天又杀了范仲，最后还能全身而退。一听这话，白玉楼内的人都面面相觑，窃窃私语起来。夫君千万别这样说，妾身是异色瞳，自小被当灾星看，可不敢说什么福缘深厚。萧清玄连连摆手，哈哈，灾星又如何？那也要看对谁而言。凌霄一把搂住女人的香肩，娘子跟我在一起，谁与我为敌，谁就得死。敌人的灾星，可不就是我的福星？原来如此，那我也要和夫人交好，也让我也能沾点福报呗。苏焕纱笑着上前，亲切地牵住萧清玄的手，还望夫人能够保佑我白玉楼生意兴隆哦。萧清玄浅浅一笑，点了点头。夫人，楼上请。等一行人上了楼，楼下的客人们炸开了锅。还别说，还真是这个道理啊。这凌霄从一个秀才到如今的边境杀神，这才多少日子啊？原来是靠娶妻改了命。异色瞳确实有说法，古人云不祥之兆，原来是这个意思。他人砒霜，我执蜜糖，这林将军是因祸得福了。我才不信，哪有这种邪门的事？异色瞳就是邪祟。嘘，你想死啊？想想今天刚被砍了的中郎将范仲，3万大军都没能保下他的脑袋啊！别说了，至少林都统来了后，咱白水郡的赋税可减免许多，百姓也有饭吃了，这都好事儿啊。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众人点头称是。而楼上包间里，苏焕纱一脸得意，怎样，林都统，我演的还可以吧？凌霄拿起酒杯敬了一下，苏老板就是去唱戏，也是当家花旦，你才唱戏呢。苏焕纱嗔了句，冷冰燕则蹙眉道，这样真的能改变大家对异色瞳的看法吗？凌霄摇头，大前子民对于异色瞳的偏见已经太久了，想一朝一夕改变是不可能的。不过嘛，百姓对异色瞳更多的是一种无知带来的恐惧，这种恐惧虽然会造成伤害，可反过来也能变成武器。萧清玄眼神透出一丝爱慕，夫君这个思路，妾身还真从没想到过。确实，很多事只需要换个面看，好坏并没有那么绝对。凌霄笑了笑，一个还在相信异色瞳是灾星的世界，很多哲学思想还在启蒙阶段呢。苏老板，你消息灵通，今夜我娘子被一群孩子骚扰，你能查到背后谁是主谋吗？凌霄可没打算放过背后搞事的家伙。你还真当我是情报贩子了？苏焕纱白了他一眼，发生在城外，我需要让下面的人打听一下，不过我倒是大概能猜到是谁。哦，何人？白水郡最大的地主邱康元，邱员外。苏焕纱压低声音道，邱员外。萧清玄蹙眉，就是那个在东城外有800多亩地的。没错，不过800多亩是明面上租给佃户的，还有些非法占用的，其实加起来超过1000亩。邱员外还做瓷器行、茶叶铺、布料行、当铺，生意可多了。凌霄好奇道，你为何猜测是他？就因为他最有钱。苏焕纱摇摇头，他的大女儿邱月红是陆阳的夫人，也就是陆少远的生母。
那邱夫人没了丈夫儿子，抄家后又没了钱财，能不恨你们吗？凌霄和萧清玄恍然，原来是陆阳的老丈人，难怪能混成白水郡最大地主呢。虽然邱康元的嫌疑最大，但凌霄还是让苏焕沙找证据，倒不是心慈手软，而是既然要出手，就得一口气全端了。万一幕后黑手不止一个呢？苏焕沙表示没问题，他有自己的门路，保证2天内打听清楚。聊完正事，苏焕沙介绍起自家引以为豪的各类菜肴。让他有些失望的是，萧清玄虽然每样都吃了一些，可表情很平淡。夫人是觉得这些菜不合口味吗？苏焕沙有些不高兴，这些都是他精心安排的招牌，对自己的厨艺钻研还是很自信的。萧清玄愣了下，意识到对方误会了。不是的，苏老板，这些菜都不错的，但夫人为何每一样最多只吃2-3口？苏焕沙笑盈盈道，若是有哪里觉得不够好，还望指点1-2。凌霄在旁想起了，这苏焕沙的词条中确实第3的就是厨艺。看样子这女人对于吃的研究颇深，所以格外在意别人的看法。凌霄当然明白，这些菜对于民间是极为优秀的，可对于萧清玄这种皇族，那也就是粗茶淡饭了。娘子，苏老板既然问你，你就实话实说，厨艺和武艺一样，切磋探讨才能有所进步吗？见凌霄这么说，萧清玄才开口解释，苏老板就说这脆皮鸭，妾身觉得似乎少了一个味道，应该是醋一类的，所以会有些腻。然后这桂花鱼应该是没有清水养过，杀时也没彻底放血，所以还带了土腥味。至于这清炖狮子头，若能放一些蟹肉，会更鲜美。萧清玄越说，苏焕沙眼神越发惊讶，夫人是从何处知道这些？莫非夫人是厨艺高手？萧清玄忙摇头，不是的，只是以前家中的厨子提过一些，他那厨艺也就是能吃的水平，这些都是御厨们为了邀功介绍菜品繁杂工序的时候提的。而萧清玄的记性好，愣是乱七八糟的都能记住。苏老板，妾身也只是随口说说，你不必太介意。不，你刚才说的这些切中要害，都对我很有启发。苏焕沙起身一行礼，眼中流露出一丝尊敬，多谢夫人指点，是我目光短浅了，等以后改进了这些菜，还请夫人再赐教。苏老板言重了，妾身还要仰仗苏老板查清真相呢。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凌霄怎么也没想到，萧清玄靠着嘴刁，竟然让苏焕沙生起了佩服之心。要不说他旺夫呢，家里多一个姐妹，指日可待啊。下楼的时候，凌霄故意假装喝上头，靠萧清玄和苏焕沙搀扶着。娘子，你就是我凌霄的福星，以后谁敢动我们夫妻，必遭天谴。萧清玄心里想笑，这夫君眼上瘾了。白玉楼的不少客人见到林大都统酒后吐真言，越发觉得这异色童果真有说法。当晚，邱府后花园，员外邱康元搂住一个丫鬟，张嘴吃着少女送进嘴的葡萄。父亲，父亲！一个穿着红色罗裙、头戴珠钗的妇人匆匆在丫鬟陪同下进来。妇人一把将那丫鬟推开，滚一边去。丫鬟见来人是邱月红，委屈巴巴不敢违抗，退了下去。邱月红毕竟是正妻所出的大女儿，从小恃宠而骄，府内除了邱康元，没人敢惹。月红啊，大晚上的，怎么气性这么大？邱康元拿起茶盏喝了口，悠哉问道：父亲，城里在传，那凌霄能够打败北蛮军，能杀退犯众的3万州府军，都是因为娶了那异色童的贱人。他们还说，谁招惹那贱人，就会遭报应的。邱月红脸色不安道：这些不会是真的吧？哈哈，异色童是灾星这种话，本就是用来骗那些蠢货的。邱康元摆摆手道：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可那凌霄确实强得可怕，事先我们谁能想到，他真能打退3万州军呢？邱月红一脸后怕道：父亲，你是没见过他杀人，他可狠了。哼，这就害怕了。邱康元不满道：杀父杀子，血海深仇，你不报了？当然要报了，可3万大军都没能奈何凌霄，这怎么办才好？邱月红郁闷道：放心吧，他触犯了白王，白王大军过来，他一样的死。邱康元冷笑道：我们只要不断的宣传，让这异色童灾星的名号传开去，再弄死几个贱民，推到那贱人身上，嘿嘿，到时候别说开荒屯田了，这凌霄还能否在白水军混下去都不好说了。邱月红眼神阴冷，要不我找个人混进流民里面，趁他们失州的时候下毒毒死他们，那就死太多人了，这些都是能干活的牛马，死了可惜。邱康元冷笑道：过2天等火候差不多了，我找一伙人假扮强盗，跟着那贱人，他去过的地方就是杀一批老弱病残，如此一来，他这灾星的名头也就坐实了。邱月红大喜，还是父亲想的周到。那是自然。邱康元一脸傲慢道：要不是我们邱家租田给那群佃户，这帮贱民早饿死了。一帮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还想撇开我们邱家，自己开荒种地，他们也配？父女俩一边密谋，一边冷笑连连。而在不远处的几株花木后面，刚刚一个丫鬟的身影悄声退下。约莫1炷香后，城内一座幽静的宅邸，主簿苏昌的家。书房内，胖胖的苏昌将一张纸条递给了身边的女儿。那，你要的情报？苏焕沙开心的一把拿过，打开一看，眼前一亮，还真是这样。也对，全白水城敢招惹凌霄的，如此深仇大恨的，也就这钱太守的老丈人了。苏昌无奈道：闺女，这情报一旦交出去，咱家可就要被怀疑了。你爹我的身份？放心吧，父亲，女儿就说是多年来帮助的一些乞丐帮忙打听的，不会泄露您的书院背景的。哎，希望瞒得过吧，女大不中留啊。正说着，就听隔壁河东狮吼：死胖子，还不来睡觉？你要成仙啊！苏昌吓得从座椅上弹起来，跑出去大喊：夫人莫急，我来了。看着父亲那肥硕却很灵活的背影，苏焕沙掩嘴娇笑。翌日上午，凌霄刚要出门，就得知苏焕沙来找他。苏焕沙换回了女儿装束，一身月白翠绿条纹华裙，清新淡雅，身材曼妙。林都统，你要的都在上面了。苏焕沙将纸条递了过去。凌霄看完后不由一怔，这上面竟然有邱家妇女何时何地密谋，派了什么人去召集小孩，一系列细节的信息。他在看苏焕沙，眼神玩味起来。苏小姐，能否问一下，你是如何查到这些情报的？苏焕沙早有准备，我15岁就靠卖酒赚到第一桶金，17岁开酒楼。这白水郡不知道有多少流民乞丐接受过我的帮助，对林都统这样的外人而言，查这些确实不方便，可于我来说并不是难事。何况孩童很难撒谎，要顺藤摸瓜并不难。凌霄心说信你个鬼，就你那前3个词条，才女、经商、厨艺、吟诗作画，开酒楼赚钱倒是可以，想组建情报网，且不说时间和精力，没足够的武力也难啊。大概率是那苏昌有什么门路，毕竟是书院内门弟子。原来就觉得这货会出现在白水郡，甘心当个小小主簿有点古怪。苏小姐可真是才智过人，在下佩服。哼，一点诚意都没有。苏焕沙有些失望，还以为男人会很惊讶，对他连连称赞呢，这反应也太平常了。虽说已经查清了，可毕竟没什么直接的证据，你打算怎么办？凌霄森然一笑，证据？我又没打算审问邱家，要什么证据？苏焕沙一脸疑惑，不知道男人什么意思。琳琅，你是要直接带兵杀进邱家吗？穆婉莹和萧清玄用完早餐一起走出来，听见凌霄的话，立刻来了劲。我愿意陪你一起，这种卑鄙小人杀干净才好。萧清玄则劝道：婉莹，你先别冲动，夫君应该是有更好的法子。知我者，娘子也。凌霄嘿嘿笑着，左拥右抱，将2个大美人搂入怀中。娘子你忙你的，莹莹，你就带着穆家军保护娘子，顺便巡视开荒的村落。至于邱家妇女，交给我来即可。来，出门前正事不能忘了。说着，凌霄在二女吹弹可破的脸上连亲好几口，惹得二女娇嗔不已。夫君，口水。谁让你不用嘴接着？琳琅，养。苏焕沙看得脸红心跳，背过身去，又酸又气，还有一丝羞耻的羡慕。他们3个平日就这样，大白天的不骚得慌。这坏人故意的吧？等2个女人出了门，凌霄发现苏焕沙还没走。咦，苏小姐，你还在啊？凌霄纳闷道。你不会也在等我办正事吧？谁要跟你这样？苏焕沙气得俏脸通红。我就是好奇，你打算怎么办？凌霄叹了口气，行吧，那你就跟我一起，咱去给邱康元送一份大礼。苏焕沙一头雾水，不去杀人，反而去送礼，这又是什么套路？中午，凌霄大摇大摆带着一队人马穿过街市，带着准备好的2个大木箱子，还有一块长长的匾额，来到了邱府门口护院，看见来了足足10几个官兵，自然进去禀报。邱康元得知凌霄来了，脸色一沉，父亲，怎么办？不会被他发现了吧？正一桌吃饭的秋月红脸色铁青，碗筷都险些摔碎。慌什么？我们做的事根本没证据，光天化日，他敢动我们邱家，就是公然和整个白水郡的士绅为敌。但凡他脑子正常，绝不敢这样做。邱康元脸色一正，我们出去迎接，看他能说些什么。很快，邱家人来到大门口。哎呀，竟然真是林将军大驾光临，老夫有失远迎，恕罪恕罪。邱康元一脸欢喜和谦卑，抱拳行礼。而后面的邱月红等人则都脸色紧张，毕竟凌霄凶名赫赫。邱员外，您老快起！凌霄下马，上前将他搀扶。您可折杀林某了，林某不过是一个小小都统，哪是什么将军？凌霄一脸谦虚的笑道，在石堡的时候，
我就听说白水郡的大善人邱员外将自己的良田分给佃户，养活了不知道多少人。我一直心中敬仰，只是之前军务缠山，没能来拜访。邱康元听懵了，大善人说的是自己吗？谁在造谣？哎呀，这位有些眼熟，怕不是陆太守的夫人吧？凌霄看向邱月红，民妇见过林都统。邱月红皮笑肉不笑。凌霄一脸遗憾道：陆大人忠君爱国，宁死不降白王，实乃我辈楷模，夫人节哀啊。邱月红心里大骂，就是你杀的，装什么装？可脸上也只能勉强笑着，故作悲伤。林将军，您这些事……邱康元看着后面那2大箱子和那一块匾额，有些摸不着头脑。凌霄大手一挥，身后的摇缸直接将布掀开，大钱忠魂4个大字映入众人眼帘。邱康元大吃一惊，这是何意啊？凌霄道：陆大人是因为忠于朝廷，才会被白王刺客所杀，如今陆大人不在了，这匾额自然该交给陆夫人。说着，凌霄又将后面2个大箱子打开，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周围经过的百姓看见，都指指点点，各种惊呼。这些银子也是陆大人留下的，林某不敢擅自做主，一并交还。想来以邱员外妇女的善心，也会用这些银两造福百姓。凌霄说完，直接翻身上马，对着一脸目瞪口呆的邱康元妇女抱拳告辞。一直到凌霄带人离开，邱康元都没反应过来。等冷静下来后，邱康元让人将匾额和2箱银子搬进了屋内。父亲，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何要来给我们送礼？邱月红不解。邱康元眉头紧锁，为父也不懂，莫非是想教好我们，来和白水郡的士绅打好关系？看着2大箱白花花的银子，邱康元上前一一抚摸，露出笑容。不管怎样，总算银子是回来了不少。邱月红一听，忙上去张开手护住，这是留给我这陆夫人的，父亲你可不能吞了。邱康元吹胡子瞪眼，一脸无可奈何。这大中午的一通送礼，闹得满城皆知，不少人暗中唾弃，骂凌霄愚蠢，怎么会以为邱康元是善人？也有人嘲讽凌霄不过如此，这才几日就开始和地主老爷同流合污。凌霄置若罔闻，根本没理会。当晚夜黑风高，邱康元正在卧室里呼呼大睡，身边躺着一个还没满足睡不着的小妾。突然房门被踢开，一个提剑的女刺客走到了床边。啊！小妾发出尖叫声，直接吓醒了邱康元。邱康元迷迷糊糊看清楚，吓得忙举起手：女侠，女侠饶命，要多少银子我都可以给你。老匹夫，就是你女婿女儿敢违抗白王殿下，害死了孙老。黑衣女侠冷声道：白王殿下岂能留你？一听这话，邱康元像是被泼了一盆冰水，他这才后知后觉，想通了白天为何凌霄要上门送他这一块匾额2箱银子。没等他喊出来，剑已经刺穿了他的咽喉。啊！杀人了！救命！惊慌的小妾一声大喊，邱府的护院们都惊动了。黑衣女刺客却并没有杀那小妾，而是一阵风出去，和赶来的邱家护院打了起来。女刺客武功高强，一群护院根本不是对手，很快不少人就中招倒下。就当这时，一名身穿边军甲胄的男子带着几个巡逻的士兵杀进了邱府。我乃边军副都统秦和，你是何人？胆敢半夜行凶？女刺客冷笑一声：少废话，有本事就来抓我！秦和眉头一拧，上去就和女刺客大战起来。一群护院和家仆看着心惊肉跳。没多功夫，女刺客似乎不敌，开始节节败退。不愧是凌霄的部下，好身手。说罢，女刺客施展轻功，直接飞出院墙，在黑夜中消失。秦和带人追了出去，可最终没能抓到。快去通报林都统！这么大的动静，自然引来了不少围观的百姓。当凌霄骑着马抵达的时候，邱康元和邱月红父女俩的尸体都已经被抬了出来。秦和，怎么回事？凌霄眉头紧锁，一脸惊讶的样子。林都统，这是邱员外的一个妾室，让他说吧。秦和将那小妾推了出来。小妾跪在地上，一脸后怕的哭啼道：回禀大人，是一个女刺客，半夜闯入府，杀了老爷和大小姐。哪来的刺客？是邱员外的仇家。小妾战战兢兢，刺客说是白王殿下。岂有此理！凌霄破口大骂道：这狗贼杀了陆大人还不够，连老丈人和遗孀都不肯放过。秦和在旁一脸迟疑道：大人，会不会是那刺客嫁祸栽赃给白王？凌霄点头，也有可能。这样，封锁邱府，我们进去好好搜查一下，找找有没有别的线索。是。来人，封锁邱府。这一搜就直接搜到了天亮。早上，凌霄才一脸沉痛地带人离开，并且要求厚葬邱康元父女。等回到家中，萧清玄和穆婉莹在等他用早餐，在旁的还有一脸不耐烦的冷冰燕。
夫君回来了，辛苦了。琳琅怎么样了？凌霄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笑嘻嘻招呼两女坐下。郑思琪还在那儿清点，这老东西是真富的流油，粗略估算，光抄家能超出20万两银子，再算上他的那些地契、房契、各种产业，我们养活现在的这1万军队，应该是绰绰有余了。穆婉莹激动不已，太好了，军队最是费钱，有了钱，军心也就更稳了，还能扩军。夫君，那邱家的人就眼睁睁看你抄家？萧清玄好奇道。哈哈，他们当然有怨言，可邱家没了靠山，平日里又缺德，谁会帮他们说话？凌霄沈然道。再说了，他们连仇家是谁都还没搞明白，现在还担心被白王的刺客暗杀呢。说到这里，凌霄看向冷冰燕。冷姑娘，没看出来你演技可以啊。昨晚行刺的自然是冷冰燕，她和秦河早就对好了戏。哼，臭不要脸的，为什么非要让我说？不愧是凌霄的部下，有你这么夸自己的？凌霄啧了啧嘴，把我的威望抬高，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一起经历这么些事，早就是一条床上的人了。谁跟你一条床？你胡说什么啊？冷冰燕脸都红了。我说床能是一条的吗？凌霄摇头叹道。冷姑娘，你的想法很危险啊。你……冷冰燕语塞，这家伙故意的。萧清玄看着两人斗嘴，忙打圆场。好了，夫君，别斗样了，他为我去当刺客也很不容易，委屈他了。我才不委屈，那些人伤害你，死了活该。冷冰燕解气地说道。萧清玄温柔一笑，握了握好姐妹的手，随即回头对凌霄道：夫君，邱家的1000多亩良田，妾身想先交给佃户，照常种着，等收获的时候和我们开荒的田地一样，除了自留的2成永业田，8成口分田收5角1，你看如何？凌霄对这些也不是很懂，大概知道是比朝廷赋税更低的，比原先邱康元的敲骨吸髓强不知道多少倍。娘子做主就好，谢谢夫君。萧清玄开心点头。一上午，全城都知道了邱员外父女被白王刺客谋杀一事。听说了吗？邱员外死了，白王的刺客，难道陆太守真是大忠臣？白王竟然连他丈人都不放过。我一表弟就是邱府的下人，听说那刺客可厉害，好多人都受伤了。要不是边军的将士刚好在附近巡逻，邱府怕是要血流成河。坊间主流都在讨论幕后凶手到底是不是白王，但是也有一些小道消息让很多人感兴趣，那就是传言邱月红为了报复林都统夫妇占了太守府，竟然买通了一群孩童去朝异色瞳的林夫人丢泥巴。只是传闻倒也罢了，可联系到之前凌霄夫妇在白玉楼的灾星，福星一说就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了。于是乎，一些人开始觉得邱家惨案就是因为邱月红去招惹了萧清玄，以至于当萧清玄去庄上的时候，许多人看他的眼神格外的畏惧。那些之前朝他丢泥巴的顽童都被狠狠父母教训了，几天都没见人影。凌霄解决了心头患，也总算能专心去应付接下来的骑射比试。2天后，白水城的教场人头攒动，除了守城站岗的，几乎所有将士都到场观看，甚至还引来了成百上千的居民。凌霄故意没有限制，也是想让民众看看守军的实力，增强信心。吴金哲带着4名穆家军骑射高手和陈川、李旭等一方的5名守军代表傲然马上对视。凌霄和赵宽坐在看台上，一旁是打哈欠的老于。老于，行不行啊？我怎么手有点抖啊？凌霄虽然看过己方5人的训练，可穆家军也属实很强，胜负没有一定。石潭杏花村，您就等着破费吧。行，要是输了，我砍了你。老于直接瘫坐在地，一脸惊慌。不是，您先前也没说输了有惩罚啊？凌霄笑盈盈道。现在你不就知道了。老于低头给了自己一嘴巴，一大把年纪还被小辈坑，你活该。正说着，赵宽一声令下，骑射比赛正式开始。陈川和另一名穆家军校尉打头炮开始冲锋。比赛规则很简单，就是骑着马穿越跨栏、高低坡等路障，一边骑一边将箭壶内的10支箭全都射出。限定时间内，马必须到达终点，箭也得全射完。靶子的距离从50米到100米不等，越远的靶子分数越高。两人抛铜前定了先后，陈川先出发。虽然他主修的是剑，可武功底子在，身体控制力强，练骑射也会比一般人快。他一路策马飞奔，拉弓射箭，箭如霹雳，精准命中目标，几乎所有的箭都落在了60米开外的靶子上。对手一看，顿时脸色凝重，明显感受到了压力。为了赶超陈川，那穆家骑兵特意也选了60米外的靶子，可因为用力不够稳，一个靶子射偏了。第一局，陈川胜。赵宽面无表情地宣布，开了个好头，守军和边军阵阵欢呼叫好。而穆家军100多人也没有太消极，
依旧很有信心的样子。果不其然，接下来的3场陷入了焦灼。比起陈川，剩下几人的练武时间并不长，练的功夫纯粹是外功，并无内力。如此一来，气息不稳，发挥也就不够稳定。4轮下来，战成了2比2平局。最后一轮，目光落在了李旭和吴金哲2人身上。7天前，李旭还只是一个养马，而吴金哲早已经是沙场百战的将军。如此悬殊的身份，让不少百姓都觉得不可思议。铜钱不必抛了，李旭，你选吧，谁先？吴金哲很清楚，自己下场已经是不太公平了，但为了穆家军的面子，他不能输，必须赢。所以，为了挽回点自尊心，他让李旭选先后。李旭想了想，将军先请。好。吴金哲也不废话，拍马出发后，风驰电掣。他这样作战经验丰富的将军，起码就跟自己跑步一样自然。拉弓射箭，一气呵成。嗖嗖嗖，10箭全都命中了80多米，甚至90米的靶子上面。全场一片喝彩声、惊叹声。穆婉莹也是鼓掌，为穆家军感到自豪。李旭表情凝重，很明显，吴金哲几乎是将分数拉满了。不过，想到凌霄那一句建功立业，他胸中涌起一股豪情。为了不愧对林都统的信任，他要拼一把。驾！马蹄声响，李旭开始冲锋。他拉弓搭箭，动作丝滑，比起吴金哲虽然少了些许力量，却多了飘逸灵动。关键是射出去的箭力道却丝毫不弱。咚咚咚，箭落在靶子上，全是80-90米的距离。而当最后一箭射出，所有人心都提起时，突然，箭射飞了。只见那一支箭划出一道高高的弧线，又迅速下坠。就在所有人以为要失败的时候，箭猛地刺穿了100米外的一个靶子。哗！全场欢呼叫好声震天。吴金哲也是一脸震撼，这箭要是战场上朝人射去，可太致命了，防不胜防了。凌霄嘴角也是压不住了，神射手词条，跟你闹呢。他发现自己选的这5人，经过7天的强化特训，每个人的修为都有所增长。最惊人的要数李旭了，原先31年修为的剑术，竟然提升到了35年。李旭22岁，白水城守军骑兵，资质玄品，功法落雁神剑，35年修为。李旭将落雁剑术改良后而成，剑走偏芒，防不胜防。品级玄品，词条神射手，特殊骑兵，养马。好家伙，还自己改进功法，把剑术进阶了。这就是顿悟了一些关键的问题，得到了飞速提升。凌霄意识到，只要自己好好培养手下士兵的战斗力，并不需要等太久就能提升一大截。大小姐，末将无能，给穆家军丢脸了，还请责罚。吴金哲带着几个骑兵来到穆婉莹面前请罪。吴将军，输赢乃兵家常事，这次比试并非为了责罚谁，只是让你认清现实。穆婉莹笑道，现在你们应该认可林都统的练兵之法了吧？吴金哲一脸惭愧，抱拳道，心服口服，还望林都统赐教，为何李旭他们短短7日能够提升如此之快？别说吴金哲不懂，赵宽等一干将士们也都百思不解。毕竟这5人原先什么水平，他们都心知肚明，明显差了一档次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凌霄指了指一旁的老于，我请来了这位能工巧匠，为他们量身调整了弓箭、马鞍等装备。吴金哲一愣，就这么简单？看似简单，可术业有专攻，若是没有专业的人指点，永远也跨不出这一步。凌霄笑道，他们本就骑射天赋颇高，只是缺乏指导，缺乏信心。你们穆家军也一样，固步自封，是无法继续提升的。今天的失利就是最好的证明。赵宽等人听得频频点头，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贤弟大才啊，我等受教了。林都统，是我鼠目寸光了，还望您不计前嫌，能够指点我们穆家军的兄弟。吴将军请起，婉莹是我的女人，我自然会全力帮穆家军重振雄威。一旁穆婉莹听了这话，眼中闪过一丝柔情和欣喜。她原先还担心穆家军不能融入这个新的环境，现在看来是多虑了。看着凌霄将一步步看似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穆婉莹越发觉得是冥冥中的天意，让她遇见了这良人。要不是当着全军的面，不好意思，穆婉莹真想直接扑过去。一场精彩刺激的骑射大比，让守军和穆家军放下了偏见，百姓也是大呼过瘾。对于凌霄练兵的能力，啧啧称奇，深感之前的战绩真不是运气。凌霄当然没有忘记功臣老于，派人从苏浣纱那儿重金买下10坛杏花村，送到老于手中。不仅如此，还让老于住进了太守府，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不错的客房。老于有些受宠若惊，抱着酒坛子，有些害怕。大人，不会又有什么杀头的任务交给我吧？凌霄没废话，将自己画的图纸交给了老头。你看看，这玩意儿能造出来吗？老于先是有些纳闷，一看是什么图纸，
就瞄了一眼。这图纸谁画的？也太粗糙了。老头先忍不住噗呲笑了几声，可定睛仔细一看，眉头就皱了起来。咦？他松开酒坛子，拿起图纸，浑浊的眼神逐渐明亮了起来。这是弓？不对，这上面的圆盘是滚轮。哦，如此一来，哪怕是用较少的力气，也能轻易拉满弓了。老于如获至宝一般，看得很是兴奋。凌霄给他的正是一幅偏心轮复合弓的草图，不愧是皇家工匠，这么快就明白这偏心轮的用处了。凌霄都有些佩服自己这作图能力，毕加索来了，直呼内行。只能说老于的领悟能力极强，一下子看穿了其中关键复合弓能够让弓箭手省力的同时，增强弓箭的射程、穿透力、稳定性。目前战场上，不管是大前军队还是北蛮、西羌等胡人，都是骑兵为杀手锏。养骑兵太贵了，凌霄没有那么大的家业，只能先从能改进的弓弩上先动手。只要能够远程破甲，那骑兵的杀伤力就能大幅削弱。凌霄可不认为自己真能一直靠杀敌人主将的方式一直以少胜多。一旦敌人重视自己，那深陷敌营将万劫不复。一招鲜不可能吃遍天下，所以全军正面作战能力必须提升。大人，这弓是您设计的？老于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凌霄。祖宗传下来的。凌霄回道。您祖上哪位大师啊？老于好奇道。凌霄哪还说得清，这你就甭管了，我只是抛砖引玉，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我只看结果，不问过程。老于一声叹息，可惜啊，我那火造皇陵的工匠朋友在就好了，这需要极高的铸造手艺。我虽然能理解大人您的意思，可我年纪大了，一些力气活一个人干不动了。铸造？凌霄灵机一动，这样吧，我给你找一套班子来，任你调遣。当天下午，凌霄招来了全城的大批工匠，按照老于的要求，凌霄从中挑选了词条上天赋高的，最后让铸造奇才姚刚也加了进去。这发小可是传奇词条，说不定会给他带来惊喜。林都统，是不是我打架太没用了？你要赶我走啊？姚刚被喊去攻防，有些失落。想什么呢？凌霄忙拍了拍兄弟的肩膀，这武器打造是我们大军的核心机密，要是攻防里没有你这样的亲信，我哪能放心啊？姚刚，我可是最信任你，你一定要帮我把攻防看住，配合老于把活干好。大黑汉子一听这话，两眼放光，原来是这样啊！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凌霄看着一脸踌躇满志的姚刚，也就放心了。他倒不是完全哄姚刚开心，对于技术保密工作，凌霄还是很重视。这复合弓只是开始，一步步肯定要搞更多技术革新，到时候必须是信得过的人来管理才行。傍晚回到府中，萧清玄却正打算和穆婉莹、冷冰燕一起出门。夫君，你回来了，我们正想去找你呢。凌霄看三女打扮得颇为朴素，不禁疑惑，不是快吃晚饭了吗？怎么还出门？萧清玄笑盈盈道，夫君不是给开荒的军民准备了戏班子吗？这几天很多人都在看戏，妾身听说挺热闹的，打算一起去看看，听听大家伙的反响如何，毕竟戏班子的钱是我们在出啊。琳琅，你也去吧。穆婉莹邀请道。凌霄想到连日来一直都忙，除了晚上跟二女舞枪弄棍，都没什么精神上的交流，这样下去确实不行。好，我们一家子去。二女一听欢喜极了，毕竟都是第一次和心爱的人去看戏。凌霄特意换上了普通的便服，可一到看戏的城外土坡，还是迅速被认了出来。林都统来了，大家快来拜谢林都统啊！一个个晒得黑黑的男女老少都围了过来，大多数人都面带一丝敬畏，不敢靠得太近，也有些人上来笑着行礼拜见，甚至直接下跪磕头。凌霄还真没想到自己一来会反应这么大。夫君你看，大家都很拥戴你，因为你来了，大家有饭吃了，将来还有田，这都是娘子的功劳，娘子辛苦了。凌霄笑着捏了捏女人的手。萧清玄低头歉然一笑，有夫君这话，妾身就知足了。穆婉莹看着郎君如此受百姓欢迎，也是美眸异彩连连。都统夫人，这李子可甜，给您吃。一个老乡捧着2颗青李送到穆婉莹面前。穆婉莹面泛红晕，忙摆手道，大爷，我不是夫人。凌霄听了，伸手一把从老人那儿接过李子。你怎么不是？虽然是小的，可也是我夫人啊。凌霄说着，将一枚李子塞进穆婉莹嘴里，另一枚则喂给了萧清玄。两女吃着酸甜可口的李子，心里也都甜滋滋的。这位姐姐，这儿还有，你也尝一个。一个小女孩又给冷冰燕送了1颗。冷冰燕犹豫了下，结果说了声谢谢。小姑娘，你这次真送错了，她真不是我的夫人。凌霄调侃道。在旁的人群发出哈哈笑声，气氛一下子欢乐了许多。冷冰燕则气得直咬牙，不是你夫人，还不让吃李子了。
他气呼呼地咬了口，惹得旁边大家又是一阵笑。不一会儿，戏班子开演。凌霄感觉这世界的戏剧和前世的地方戏差不多，但更加原始粗糙。毕竟天武大陆的武强文弱，搞诗词倒还上台面，搞剧本的文人就太少了。大家似乎看得还算起兴，凌霄就觉得无聊了。闲来无事，凌霄忽然想起今天还没刷新系统商场，主要最近商场一直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他也就没特别上心了。刷新，商城内东西换了一大批。叮，获得成就戏如人生。商城刷新出戏剧道具，黄品，威望加10。咦，这还能有成就？凌霄扫了一眼，发现还真出现了不少新玩意儿。蟒袍，黄品，戏剧舞台所用的道具，50威望。红缨枪，黄品，戏剧武行所用的道具，50威望。开嗓丹，选品，唱戏前服用，可轻松上高音，100威望。小童子，什么情况？你这商城还带大数据监控的？系统，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凌霄都给气乐了，幸亏今天自己来看戏，不然可能要很久后才发现呢。不过刷新一些戏剧的东西似乎也没啥用处啊，关键还挺贵。他往下翻了翻，突然一本特别昂贵的功法吸引了他的注意。易容术，黄品，变脸宗师所创，通过改变面部肌肉变成另一个模样，可进阶，1500威望。凌霄心头一震，都怀疑自己多看了一个零。啥玩意儿？黄品的功法卖1500，你咋不去抢？要知道地品功法的寒玉功也才650啊！小童子，这易容术是不是价格标错了？系统，部分功法具有稀缺性，比如宿主的不灭金身，所需威望会远超同级功法哟。凌霄一想，自己那花500买的残卷倒是这么回事，可1500也太奢侈了。哎，先锁定吧。他手头总共也就只有520威望，可毕竟是稀罕功法，眼下没法做决定，锁了再说。刷着商城，凌霄不知不觉陪二女看完了戏。回去的路上，萧清玄柔声问道：夫君刚才心不在焉，可是不爱看戏？凌霄没想到被发现了，笑着说实话，主要这戏都是前朝老剧本了，没什么意思。是我不好，早知道琳琅不爱看，就该让琳琅多休息。穆婉莹自责道。凌霄却是伸手一左一右搂住二女，说什么傻话，就算不看戏，我也想多陪陪你们，我在乎的是人。萧清玄和穆婉莹听得心花怒放，这种甜言蜜语可很少有男人会直白说出口，关键自家夫婿还是个武将，更加难得了。夫君你真好。萧清玄趁着天黑上去就在男人脸上亲了口。穆婉莹一见也不服输，另一边拨了下。凌霄闻着两女身上甘甜的香味，心猿意马。今晚月色正美，我们就别分开了，你们等下一起伺候为夫沐浴如何？一听这话，萧清玄面红耳赤，穆婉莹更是咬唇低头，不敢作声。虽然早猜到会有这一天，可两女都很紧张，在夫君面前浪点就算了，可在姐妹面前放不开吧。萧清玄低声嗫嚅，还是让婉莹陪夫君吧，妾身这几天不方便。凌霄才想起萧清玄还没来过亲戚呢，算算日子是该来了。哎，娘子辛苦了，这都是为夫耕耘不够，尚需努力。哎呀，夫君别嘲笑妾身了。萧清玄娇嗔，心里其实也有点失落愧疚。其实成亲以来，凌霄已经为他倾注了很多精力，可自己肚子不争气呢。虽然如今时局动荡，可他身为正妻，还是想第一个为凌霄诞下子嗣，既是责任，也是一重保险，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他看得出来，自己郎君志在天下，将来身边红颜知己少不了。远的不说，穆婉莹表面是鹦鹉女将军，私下里黏得很，外面还有个苏老板虎视眈眈呢，所以萧清玄很有危机感。回到府邸的时候，却见赵宽正在厅中等候。贤弟，你可回来了，我都险些急着去城外找你了。赵宽一脸忧心忡忡。赵大哥，出什么事了？凌霄知道赵宽一般都比较沉着，能让他急着大晚上找来，肯定是出了大问题。这是我派出去的探子送回来了急报。赵宽递上一封信笺，凌霄打开一看，表情也流露一丝凝重。琳琅，怎么了？穆婉莹问道。凌霄将信给二女一看，二女也都花容失色。北蛮和白王要夹击我们。赵宽正色点头，没错，之前败退的3万州府军被白王派来的宣威将军石勇接管了。大军在临沧城集结，整装待发，最快明日拔营，2日内就能抵达白水城。石勇此人我见过，出身银甲军的一员猛将，为人嚣张，但作战确实骁勇，敢打敢冲，是白王的心腹爱将。以他治军的风格，这次再想下退3万州府军，怕是难了。关键是北蛮那边，贪狼部落的族长巴亚尔率领自己部落的1万大军，
会同之前的先锋军组成了2万大军。巴亚尔是举着为儿子博塔报仇的旗号，要来攻打白水城。赵宽眉头紧锁道：“贤弟，要是让白水郡的百姓知道是你杀了博塔，才引来了北蛮大军，必然会民心大乱啊！兵不厌诈，换我是北蛮那边，也会用这种手段扰乱军心。”凌霄深呼吸一口气，两面夹击，这是要我们非死不可啊！白王是知道不能给我们养精蓄锐的时间，所以这么快就卷土重来，1万对5万，还是腹背受敌。赵宽瘫坐在椅子上，瞬间一脸憔悴。朝廷自身难保，根本不会来管我们，这白水郡怕是待不下去了。赵宽抬头看向凌霄：“贤弟，你不如带着弟妹他们直接趁夜逃走吧。”“逃？那你呢？”凌霄反问道。“我一把年纪了，武功跟你比差距甚远，逃了也无处可去。何况我还有家室，若是弃城逃跑，赵家的名声就毁了，孩子们无法立足于世。而你不同，你还有大好前程，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啊。”赵宽自嘲一笑，虽说城破是迟早的事，可我们毕竟是大前军人，岂能弃百姓于不顾？凌霄不由升起一股悲凉。远在京城的昏聩红帝可知道边陲之地有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将士，还在守护一方百姓，为摇摇欲坠的大钱撑起最后的脊梁。赵大哥，大军兵临城下，至少还有1天多的时间。凌霄道：“如果你愿意再信我一次，先别想着战死，或许还有奇迹。都这样了，贤弟还有办法。”赵宽一脸不可置信。凌霄点头，他脑海里有一个计划，可有些冒险，而且存在不稳定性。娘子、婉莹，你们……不等凌霄开口，萧清玄用手堵住了他的嘴。“夫君，妾身愿意做任何事，唯独不会离开你。”“我也一样，琳琅在哪，穆家军就在哪里。”穆婉莹坚定地说道。凌霄心中感动，看来就算让他们走，也是白费力气了。既然女人情深意重，凌霄也就不矫情。凌霄将赵宽拉到书房，密谈了半个时辰。听完了凌霄的计划，赵宽走的时候一脸匪夷所思的样子，可他还是选择相信凌霄，毕竟凌霄已经带来太多奇迹。随后凌霄独自一人直奔主簿苏昌的府邸。大半夜，凌霄直接敲门：“哪位啊？”老仆人询问。凌霄。仆人吓了一跳，细开一条门缝，看清真是凌霄，不敢阻拦。凌霄大步流星进去，刚一到院子里，就见地上有几个收拾好的木箱子。苏昌一脸尴尬地迎出来，老实巴交地笑着：“林都统为何深夜到访？有什么事？您白天召唤一声就行了。”“白天？”凌霄沈然，怕是等天一亮，苏大人一家就要出城，逃得不见踪影了吧？您说这些箱子啊？”苏昌哈哈笑道：“是我夫人要回娘家探亲。”凌霄没说话，直接朝一个屋子走去，一脚踢开，里面一个被绑在床上，嘴里塞得严严实实的，可不就是苏焕沙。苏焕沙见到凌霄来了，急忙站起来蹦跶。凌霄上去将女孩嘴里的布抽走。“林都统，白王和北蛮勾结，要两军夹击白水城。我爹不让我告诉你。”苏焕沙一脸委屈，他觉得父亲太过分了，这么大的事关乎全城百姓安危，岂能光顾着自己跑呢？唉。苏昌捂着脸，知道这下瞒不住了，但他以为是上次给情报才暴露了自己，殊不知凌霄第一次见他就发现了。“苏大人，消息灵通啊！”凌霄似笑非笑。苏昌苦笑：“林都统，我们就是普通小户人家，苟活于世，求您饶命啊！要放过你可以，关键得看诚意。”凌霄冷声道：“宣威将军石勇，贪狼部族长巴亚尔，两边的情报有多少？我要多少？情报在书房，我见过一些。”苏焕沙急忙道。苏昌看着明显站在凌霄一边的女儿，感觉小棉袄疯狂漏风，心拔凉拔凉。“林都统，请。”来到书房后，苏昌将石勇和巴亚尔有关的情报都拿了出来。石勇的信息倒是不少，毕竟常年在北境，可巴亚尔就只有只言片语了。但凌霄发现，这苏昌手里的情报网涵盖整个沧州的风云动向，真的只有这些？凌霄怀疑地盯着胖子。“都统大人，养眼线是要花钱的，我家底就这些，出了沧州就不灵了。”苏昌脸肉都在颤抖，哆哆嗦嗦。凌霄本想问他究竟是书院的什么人，为何会在这里组建情报网，可眼下危难当头，还是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离开的时候，凌霄看向苏焕沙：“苏小姐，苏大人也是爱女心切，想保护你们一家人，如果你跟他走，我也不会阻拦。”苏焕沙眼圈一红：“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苏焕沙贪生怕死？我告诉你，我从小在白水城长大，我对这里的人，这里的一草一木，感情比你深得多。我一手打造了白玉楼，绝不允许他就这么被蛮子毁了，你听到没有？”说到最后，女孩眼中噙着泪花，满是担忧和不舍。
凌霄会心一笑，刚想说等自己回来就去白玉楼喝酒，一想还是算了，弗拉格是不能立的。目送凌霄的背影离开，苏浣纱迟迟不愿回屋。苏昌在旁看到这一幕，叹了口气，这种绝境要翻盘，难如登天哦。而与此同时，凌霄已经马不停蹄，直接连夜出城。他中途稍作休息，趁着天亮的时候已经到了临沧城外。果不其然，城外已经有很多军营，随时要出征的架势。凌霄的目标很简单，还是要从主将石勇下手。可因为先前的战绩，对方肯定很忌惮，所以要得手难度大大上升。而且白王多半还安排了后手，一旦石勇死了，大军也会在别人带领下继续进攻。凌霄并没有急着进城，而是在一片隐蔽的石头堆后面取出了一面出门带来的铜镜。没错，他要易容。就他现在的知名度，想混进去多半是打草惊蛇。虽然买下1500的易容术还差近1000威望，可凌霄还有很多件战利品没有回收。骷髅鬼头刀黄品可兑换150点威望，是否兑换？是。定。获得成就第1桶金黄品，第一次卖掉物品兑换威望，威望加10。林野长弓黄品可兑换130点威望，是否兑换？是。凌霄随即将2把从巴特那儿缴获的黄品剑，一套博塔的北蛮铁铠范中的雪鹰枪，以及其他几件从战场上搜刮的黄品战利品都给卖了。定。获得成就小赚1笔玄品，兑换威望超过1000点，威望加50。眨眼功夫，凌霄的威望额度达到了1840，够了。凌霄深呼吸一口气，成败的关键在此一举了。1500点拿下。获得易容术黄品可进阶，是否学习？学了。定。恭喜宿主学会易容术。定。获得成就奇技淫巧玄品，学会一门特殊技艺，威望加50。易容术1年修为。变脸宗师所创，通过改变面部肌肉变成另一个模样，可进阶。凌霄脑海里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易容原来是这么回事。他对着镜子脑海里回忆赵宽的样子，施展了一下，面部肌肉快速变化，有了5-6分相似，就是没胡子，还真管用。凌霄大喜，直接开始加点，上次一战攒了323点功力，加1+1+1。定。易容术20年修为，满足进阶要求，是否进阶？走你！恭喜宿主易容术进阶为变脸。变脸20年修为，易容的进阶技法如同换皮一般，肉眼难以分辨。品级玄品，可进阶。咦，还能进阶？凌霄一机灵，除了不灭金身，这还是第一个能2次进阶的功法，怪不得要1500威望，这江湖技艺也有很深的门道啊。他不由好奇，这易容最后能进阶成什么？加1+1+1。这一次变脸所需的进阶修为竟然足足多出1倍。定。变脸60年修为，满足进阶需求，是否进阶？还用问？干他！定。恭喜宿主变脸进阶为千变万化。千变万化60年修为，失传已久的神秘技艺，面容、声音、气质、形体皆可做到惟妙惟肖。品级地品。定。获得成就一人千面地品，将变脸技艺发挥到极致，威望加200。竟然还能有一个地品威望奖励，凌霄还算满意。不过他更关心的还是这千变万化的效果。脑海里再次回想赵宽的样子，浑身的肌肉骨骼，不管是面部还是身体，都快速发生了变化。转眼功夫，镜子里一个没胡须的赵宽出现了。靠，还真看不出什么区别。一开口，凌霄的声音语气也活脱脱另一个赵宽。凌霄被吓了一跳，真没想到人体能够重塑到这种程度。不对啊，胡子怎么办？凌霄灵机一动，忽然想起商城还没刷新呢。他回去一看，果然找到了戏剧的道具里面有几个假胡子的小道具。虽然50威望一个，非常昂贵，可凌霄还是买了3种款式。嘿嘿，还以为是鸡肋，原来是真有用啊。凌霄又试了试变成别人，也都惟妙惟肖。不过作为直男变女人这种事，凌霄想想都受不了，还是算了。正当这时，系统再次传来动静。定。检测到宿主修为突破500年，奖励幸运福袋1个。定。获得成就向天再借500年地品，修行500载，弹指一挥间，威望加200。凌霄这才注意到自己所有功法的修为加起来已经来到了550年，这要是正常一个人修炼，怕是得天品资质，活得够久才有机会吧。尼玛，500年的成就你才给个地品？小东子，你是真抠门啊！凌霄抱怨归抱怨，
可有总比没有好。而且说实话，功力这玩意儿，自己要是硬往上堆，破1000也不难，确实不算太稀奇。关键是这幸运福袋，幸运福袋未开启，装有各种稀有物品和功法的福袋，不同阶段打开会有不同奖励。这可是好东西啊！自己第一份不灭金身残卷，当初就是靠这开出来的。上次是因为情势所迫，他将福袋早早开了。这一次，凌霄并不着急，先存了起来。理想的状态是将来哪天能够获得天品的功法之类的，再去开启，那肯定比现在赚。换了身普通百姓的衣服，改了个特别路人的脸。凌霄骑着马来到临沧城门口，好几张官府张贴的画像醒目的张贴在告示牌上面。反贼凌霄，凌霄哭笑不得，这上面赫然是自己的画像，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声名远扬。还好自己易容了，不然还真暴露了。城门口官兵照常盘问，凌霄只说自己是逃难的边境猎户，塞了点铜钱后也就放行了。这年头到处打仗，难民到处都是，根本管不过来。凌霄将马送到了驿站，然后在城里转了起来。临沧郡因为离边境更远，所以明显比白水郡要人口更多，城池的规模也更大。凌霄花了点钱，从多个商户口中确认了石勇临时住在城南的一处将军府。来到府邸的位置，凌霄看见大量州府军守着，根本不让平民靠近，看样子对我戒备心很重啊。凌霄并不意外，人家也不是傻子，明知道自己喜欢杀主将，那肯定要防一手。他也不急，如果情报没错，大军上午就要开拔，石勇必然会出来。凌霄找了个路边的茶摊，喝着茶，吃着小点心，耐心等待。过了1个时辰，凌霄刚上了一次茅厕，回来就听见将军府门口动静很大。一名身披铠甲，个子不高，却浑身透着肃杀之气的将军在门口翻身上马，在几名校尉和数百员士兵的护送下，朝城外走去。石勇，37岁，宣威将军，资质玄品，功法1，断月刀法，43年修为，刀山内门的刀法，讲究势大力沉，一刀千钧。品级玄品，功法2，千江映月，15年修为，刀山内门的高深功法，可让刀气威力和范围大幅提升。品级地品，功法3，铁骨功，35年修为，佛宗俗家弟子所练的外功，可强身健骨，简单却实用。品级黄品，词条悍将，特殊，刀山传人，佛门弟子。这面板看得凌霄不由直皱眉头。好家伙，不愧是白王的爱将，竟然还学了刀山的地品功法。估计是因为学得比较晚，所以那千江映月的修为比较低。即便如此，35年的铁骨功带来的防御力也不容小觑。凌霄估算了下，自己如果直接杀进去，靠金刚不坏的66秒霸体时间，应该可以拼死石勇。可问题是，就算石勇死了，白王肯定还有备选方案，治标不治本。凌霄看了眼石勇身边那些士兵的装束，心里有了打算。石勇一行人来到城门口时，临沧郡的太守等官员已经在等候送行。吴永和，47岁，临沧郡太守，资质黄品，功法鹿山拳法，13年修为，书院的一门强身健体的拳法。品级凡品，词条风月客，特殊，商人，诗人。太守吴永和看着眼眶发黑，脚步轻浮，一看就是虚耗过度。他带着几个郡中官员向石勇敬酒，尽显谄媚。石将军，讨伐反贼凌霄，夺回白水郡，就靠您了。石勇一脸桀骜之色，都没正眼看他，拿起酒一饮而尽，将碗一摔，策马出了城。传令下去，拔营出征。是。石勇一马当先，率领亲兵出了城门。几个临沧郡的官员在后面挥手道别，等人一不见，笑容都变成了一抹抹不屑。一个只会舞刀弄枪的莽夫得意什么？我们大人可是进士出身，他不过是受了白王赏识，也配在大人面前摆脸色。吴勇和阴声笑了笑，只要能解决了凌霄那杀神，解了我们心头之患，让他嚣张几天又何妨？走走走，本官邀请了醉花楼的弄影姑娘来府中跳一段新的舞，也算提前庆贺一下了。哎呀，大人可真是风雅至极，那我等恭敬不如从命了。一帮官员刚要离开，却见一个穿着甲胄的士兵从旁急急忙忙跑出城去。咦，刚才那是石勇的兵吧？哼，还说什么治军严明，连自己的亲兵都能落下一个。众人大声嘲笑，也没人当回事。这所谓的亲兵自然是凌霄冒充的。他发现石勇身边士兵的装束和普通的士兵并没什么区别。他趁着石勇一行离开，轻松混进了将军府，找了个带村霸词条的兵痞，完成了替换。本来如果尸体暴露了会很麻烦，可凌霄有空间，活人虽然不能放，可死尸却可以。凌霄假扮完后，
冒充成了那士兵，光明正大跟了过去。大军正式要开拔的时候，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人会理会后面多了一个。凌霄当然不可能真去紧跟着石勇，而是先混进了普通的士兵之中，暗中观察。半天的行军，大军再次驻于平仓县。不过石勇吸取了先前的教训，为了防止半夜被偷袭，并没有去城外军营，而是占用了县府衙。县令见是宣威将军来了，吓得协一家老小全都躲得远远的。府衙全都由石勇的亲兵看守，层层把关。凌霄都给整乐了，还悍将呢，这是有多怕被刺杀？但是换位思考，他肯定也会百倍小心，毕竟一有差池是要掉脑袋的。可惜啊，老子这次换打法了，最强之人已在你阵中啊！嘿嘿，凌霄也不急，他已经通过一路的观察，锁定了几个和石勇关系亲近的军官。天黑入夜，凌霄靠着身法翻上一个客栈的2楼，这里住了几个石勇的亲信。凌霄翻窗而入，里面一个大胡子正在喝酒吃肉。你个小卒，想干嘛？军官一脸惊吓，不等他拿起刀，已经被凌霄一刀抹了脖子。凌霄捂着对方的嘴，确保没有人听见动静，才迅速换装易容。此人名叫周大壮，6品招武校尉，并非州府军出身，而是石勇带来的亲信，隶属于白王的私军。有这样的身份，自然更容易接近石勇。凌霄刚变身完成，就听见有人来敲门。周校尉，有人要来见将军。凌霄一愣，用周大壮的声音回道：大晚上的，何人？对方蒙着脸，但是有一封白王府的印信作为凭证。凌霄听了稀奇，明天都要攻城了，这时候谁会来呢？他大摇大摆走了出去，让士兵带路。来到了城门口，凌霄见到一个浑身包裹得严严实实、身材雄壮的人。扎达，40岁，北蛮贪狼部特使，资质黄品。凌霄心里咯噔一下，怪不得看着身材有点眼熟，原来是蛮子。你谁啊？大晚上为何要见石将军？少废话，这是白王府的印信。扎达语气傲慢，直接将信递给凌霄。凌霄一看，假装露出惊讶之色，尴尬笑了笑，请跟我来。计划赶不上，虽然撞上了意外，可能够接近石勇，机会不能放过。县衙门不大，凌霄带着扎达进了以后，让人立刻去通报。不一会儿，两人就进了一间书房，见到了正在看白水郡布防图的石勇。石勇没穿铠甲，一身黑色长袍，似乎也准备休息了。你出去吧。石勇瞥了凌霄一眼说。凌霄知道现在不方便动手，应声告退。可他走开一段路，直接一个闪身躲在了书房一个窗台下。石将军，我们大军已经在白水城北集结，明日午时开始攻城。族长让我通知你，希望石将军可以准时发动进攻，将凌霄那伙人彻底铲除。石勇说道。攻下白水城没有问题，可凌霄的头颅本将军要带回去献给白王殿下。不行，凌霄杀了我们少族长，我们需要将他千刀万剐，我只要头，身体归你们。好吧，族长应该会答应。另外，穆家军的穆婉莹，你们不许杀，那是白王殿下要的女人。小事一桩，但若他非要找死，那我们也管不着，那是自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等我军入城，你们就要撤退。哼，那是自然，整个白水郡都会感恩白王。一番沟通确认后，扎达送出了一盒珠宝，然后满意的离开了凌霄。这时绕到门口敲了敲门。将军，末将有事求见。石勇将手里的珠宝盒子盖上。你怎么还没走？何事啊？刚才那蒙面人还塞给了末将一张纸条，似乎是情报。情报？你进来。凌霄进去后小心翼翼关上门，手里则攥着一张纸条。来到石勇面前，凌霄将纸条递了过去，正是苏昌那儿得来的。石勇一把拿过，展开一看，眼神瞬间大变。这是噌啷！不等石勇从错愕中回过神来，凌霄已经挥出了狼牙冷月刀。哦！石勇的脖子被直接一刀扎穿。他看着眼前的多年心腹，满眼的不可思议和震惊。做梦也想不到周大壮会刺杀自己。凌霄却不敢托大，眼看石勇一个后退，还想朝门外跑去。噗呲！凌霄又是一刀从后心将他彻底捅穿。纵然石勇武功高强，却也防不胜防，彻底没了气。饶是凌霄经历过多次血战，这会儿也是心惊肉跳。太刺激了，真要多亏了那扎达，不然可能还要多费一些功夫。确认没有人来后，凌霄又一次开始换装易容，对着镜子照了会儿，模仿了下声音，确保没什么纰漏后，凌霄擦掉血迹，开始在卧榻上闭目养神。翌日清晨，凌霄穿上了石勇的甲胄，戴上头盔，威风凛凛地来到了军营。几个下属军官早已经在等候。将军，周校尉不见踪影，我们的人找不到他，似乎是失踪了。凌霄摆了摆手，无妨，他有别的事要做，
你们不必过问。几个将士一听，虽然觉得奇怪，可也不敢多过问。午时之前，必须赶到白水城出发。是。几个校尉立刻开始去调集军队，朝白水城进发。凌霄骑着高头大马，看着乌泱泱的3万大军，很是眼馋。要是能全部收编，那该多爽啊！正当他构想着计划，旁边却突然传来一个将领的声音：“石将军，恕属下斗胆提议，我们能否迟1日再攻打白水城？”凌霄不由一愣，朝旁边看去，是一个随行的中年军官，满是忧心的脸。魏东学，34岁，沧州军参事，资质黄品，功法亲书剑诀，19年修为，品级玄品，词条调兵遣将，特殊军务文书。凌霄眯了眯眼，摆出实勇的桀骜不驯表情。理由？魏东学显然有些畏惧，抱拳低头道：“属下以为，在白水郡的1万守军和边军，并非乱臣贼子，他们为大前戍边守土，击退北蛮，因事功臣，杀戮太守，杀中郎将，应该是别有内情。属下愿意作为说客，上白水城劝凌霄和赵宽等人放弃抵抗。若能兵不血刃，拿下白水城，将军不也是大功一件吗？”凌霄面无表情，没有急着回答，而是等旁边其他几个军官的反应。果然，旁边几人看石将军不吭声，立刻开始斥责：“魏参军，你少在这颠倒黑白！那凌霄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恶徒，也配叫功臣？不错，他杀蛮子是没错，可他也杀了陆太守，还栽赃白王殿下。再说了，谁亲眼见他杀掉巴特了？就那点兵力，击退北蛮，打死我都不信。这种叛军匪首，你也要跟他谈判？我看你是文官一个，打仗怕死吧？”魏东学皱了皱眉头，显然也知道会有人骂他。我魏东学作为参军，自当为将军出谋划策，州府军、边军、守军都是我大前子民，何必非要自相残杀？若能顺利说服，他们肯定也会对白王殿下的仁慈感恩戴德。凌霄依旧面无表情，只是淡淡问道：“魏参军的说法，你们有谁同意？”旁边几个参将、马军校尉等都是一脸不屑，嘲笑连连。只有2个州府军的校尉表情复杂，皱眉不语。凌霄一在他们身上扫过，道：“王崇、白不黑，你们俩好像有话想说啊？”王崇，37岁，沧州军镇威校尉，资质黄品，功法烽火棍法，31年修为，边塞流传的一种功夫，来源不可考察，简单却意外威力不俗，品级黄品，词条火头军衙役樵夫。白不黑，34岁，沧州军虎威校尉，资质玄品，功法杀鬼刀法，29年修为，刀山外门一种看似怪异的刀法，源于民间跳大神，品级黄品，词条领兵猎户驯马师。这2人本就是沧州军的，和石勇带来的几个军官明显尿不到一个壶里。见被点名，2人也不得不开口：“回禀将军，依我所见，那凌霄的武功之高，世所罕见，加上还有穆家军助阵，若真拼死抵抗，我们会损伤极大。”王崇低头道：“所以末将觉得，若能谈判，不如试试，毕竟也不差这点时间。石将军，我是白水郡出身，军中不少兄弟，或多或少也都和白水郡沾亲带故，甚至有些白水城的守军和他们就是亲戚关系。”白不黑叹息道：“上次范仲将军一死，大军会如此快溃败，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很多兄弟根本不想打。”凌霄冷哼一声：“军令如山，这也能借口？”2人吓得赶紧低头请罪，不敢再言语。在旁其他几个石勇的亲信则都是冷笑连连。攻打白水郡本就是白王殿下的意思，哪是这些小人物能左右的？眼看快到午时，大军已经到了城外几里地。城楼上，赵宽和穆婉莹、秦河等人眼睁睁看着3万大军的到来。林都统在哪儿呢？沧州军都到了，他怎么还没回来？秦河焦虑的不行。贤弟说了，不论见到何种情况，都要我们按计划行事。赵宽朝穆婉莹一抱拳：“穆小姐，守护城中百姓就靠你了。赵大哥，要不还是我带兵出城吧？”你不等穆婉莹说完，就被赵宽拦住了。“我知道你武功比我强，也更会带兵，可这里的军士们毕竟不是穆家军，若将士们看见我赵宽待在城里，让你一女子带兵冲锋，会作何感想？而且贤弟已经救了我几次，他孤身涉险，我又怎能再让他的家眷冲在最前面？”赵宽脸色一正：“还望穆将军成全。”穆婉莹听到这声将军，明白了对方的决心。“赵将军，祝凯旋归来，承你吉言。”赵宽哈哈大笑，迅速下了城墙，翻身上马，朝着北边城门跑去。在那边，
包括吴金哲带领的100多木家军、3000混编骑兵都已经整装待发。与此同时，北面尘土飞扬中，北蛮贪狼部大军已兵临城下，一面面榔头旗招展、云梯车、投石车等器械都已经陆续就位。族长巴亚尔奇在一头黑色战马上，大脸盘子络腮胡，头戴荧光铁盔，威风凛凛。族长，石勇的3万大军已经到了白水城南郊。一名传令兵上前禀报：哈哈哈，来得可真是准时。父亲，我要为兄长报仇，既然白王的军队到了，现在就攻城吧。一旁早就蠢蠢欲动的蛮军将领正是博塔的弟弟赫托。大哥一死，他是最有希望接任族长的，自然格外起劲。唉，不可轻信中原人，这些人狡猾得很，等他们先攻城，我们再动手也不迟。巴亚尔捋了捋胡须，一脸沉着。不愧是族长，我也是这么觉得。特使扎达赞同的点头。就在这时，忽然见前方的城门大开，赵宽率领着3000骑兵从北门直接鱼贯而出，浩浩荡荡，并且迅速一字排开，做出了要冲锋的架势。北蛮大军看到这一幕，直接傻眼。啥意思？不守城，直接要在平地上跟他们北蛮骑兵来一场血战。北蛮最引以为傲的就是骑兵，这不是狠狠打他们的脸吗？岂有此理！还敢主动出击，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大蛮铁骑。赫托怒目圆睁，父亲，让我带5000骑兵直接碾碎他们。巴亚尔也是一脸震惊，这一幕是做梦也没想到。杀！杀！杀！北蛮的骑兵们都躁动起来，眼看中原人竟敢出城，自然都不服，大声请愿出战。巴亚尔眼中闪过一丝寒芒，虽然觉得有些蹊跷，可这种时候不赶上，那自己这族长都不用当了。贪狼部落必然沦为笑柄，而且对方总共就1万不到的军力，这几千骑兵几乎是所有家底，就算是来当诱饵的，也已经来不及逃走，全杀了，城也就拿下了。赫托，带上你的人，将敌方将首脑袋砍下来，给为父倒酒喝。随着巴亚尔一声令下，赫托兴奋地拔出了长长的弯刀。贪狼部落的勇士们，随我杀了这群中原狗！伴随着阵阵呜呼呜呼的嚎叫，蛮族铁骑策马开始冲锋。而另一边，赵宽和吴金哲等将领也是心跳加速，血脉奔张。兄弟们，林都统说了，但凡相信他，就跟蛮族拼了。我老赵相信自己的兄弟，愿意信我，信林都统的，随我杀！赵宽大喊一声，提起手中长枪，发起了冲刺。边军自然不必说，全是九死一生的铁血汉子，立刻就跟上。而守军们也明白，凌霄来了，他们才有军饷，才能家里人有饭吃。更明白，今天战败了，横竖都是死。纵然前面的北蛮铁骑士铜墙铁壁，他们也无路可退。杀！震天的喊杀声传到了白水城内外，而白水城的东侧，3万沧州军正全力奔袭。石勇一马当先，率领5000多骑兵冲了最是迅猛。将军，为何要绕道去城北啊？是啊，我们直接从南面进攻不就行了吗？2名白王军出来的校尉对于石勇的奇怪操作大为不解。绕一大圈，攻城器械都跟不上，怕不是疯了？少废话，违抗军令者杀无赦！凌霄一声怒吼，直接让这几个军官闭嘴。而魏东学、白不黑、王崇几人则都露出一丝诧异，看着石将军的表现，似乎没打算攻城啊。莫非有转机？眼看越来越接近城北，前方的喊杀声越发清楚。看着烟尘滚滚中2伙骑兵大几千人要杀到一起，沧州军的骑兵们也都大为震撼。说实话，大部分沧州军也没机会直接面对北蛮，这场面压根没见过。将军，是白水郡守军，他们和北蛮打起来了。魏东学大声惊呼。凌霄随即拔出佩刀，大声道：全军听令，随我上去杀蛮子！什么？后面的骑兵们都露出了诧异之色。不是要攻打白水城吗？怎么成杀蛮子了？将军，您是开玩笑的吧？白王殿下施药。不等那校尉说完，人头已经被凌霄砍飞。凌霄瞅准了刚才那几个石勇的心腹，刀气喷涌，直接就地斩杀。1名参将和4名校尉还没反应过来，就掉了脑袋。击杀+6，功力+6，威望+160。沧州军剩下的军官和士兵全都目瞪口呆，头皮发麻，看着凛凛然浑身杀气腾腾的石大将军，宛如混世魔王。早听闻这石勇作战剽悍，可没想到悍到这种地步，自己的亲信说砍就砍了。你们都给老子听着，这里没有白王，只有大前军人。你们的同袍兄弟正在和那些蛮狗血战，那些蛮人要是赢了，会杀你们的父母，奸淫你们的妻女，抢光你们的粮食，烧毁你们的房屋。白王为了争皇位，勾结北蛮，不把我们当人看，我石勇不服。
伴随着雄厚的内力，凌霄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传遍了几千骑兵，将士们听得热血沸腾，甚至有的眼里都是血丝。放着世代血仇的蛮人不杀，去杀自己人，这叫什么事？其实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他们只是权贵争夺皇位的工具，只是没人敢直接说出来。石勇这白王的心腹大将竟然都忍无可忍，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他们自然备受鼓舞。石将军，我魏东学自愧不如，愿意随您战死沙场。魏东学饱含热泪，真是看错这位将军了，我白不黑，愿肝脑涂地。我王崇义不容此。其他几个沧州军的军官也都神色激动，在场的军户或多或少都是有亲人死在蛮子手里的，谁没点血仇？老子早受够了，不杀自己人，杀蛮子，跟他们拼了！沧州军义愤填膺，战意熊熊。凌霄见状，举起刀大喊道：愿意跟我一起杀蛮子的，杀！杀！兄弟们上！魏东学几人紧随其后，跟在凌霄后面，从侧翼直接杀向了北蛮骑兵。北蛮军中，巴亚尔自然也发现了石勇的沧州骑兵，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赫托已经带人冲锋了。不好，中计了，他们是一伙的。巴亚尔震怒，该死！扎达，你不是说都谈妥了吗？扎达脸色煞白，我真的不知道啊！不等他说完，巴亚尔已经将其一刀子捅死。弓箭手，快侧面防御！其他人随我和这群中原的卑鄙畜生拼了！巴亚尔知道已经无路可退，面对骑兵冲锋，逃跑就是等着被收人头。如今只有血战到底一条路。刚冲上去和赵宽、吴金哲交锋的赫托，自然也发现了侧面来的几千兵马，他脸色大变，连带其他厮杀着的骑兵也都方寸大乱。该死，无耻的中原人！赫托一脸狰狞，眼神瞅准了不远处正拼杀的赵宽，打算一不做二不休，先斩了将领。他天生蛮力，一路骑马冲杀，砍翻了3个骑兵后，正面和赵宽对峙。赵宽见赫托一刀劈下来，提枪想挑开，却双手一震，枪直接脱手，又是一刀下去，赵宽一个低头躲闪，头盔被直接砍飞。赫托冷笑一声，顺势反手一刀就要将赵宽脑袋斩落。可就在这时，一支箭随风爆射而来，让赫托察觉到不妙，赶紧侧身一闪。赫托扭头一看，赫然是沧州军的一名大将，率先抵达了战场，拉弓远程给了他一支冷箭。赵宽死里逃生，看见来人也是一脸震惊。石勇，他怎么也没想到救他的人会是白王派来的亲信大将，难道这就是凌霄的计划，策反石勇？他究竟怎么做到的？赫托知道局势不妙，还想对赵宽出手，赵宽自知不敌，调转马头躲闪。凌霄已经杀到了跟前，挥舞着一把环手刀，朝赫托的脖子一刀砍来。找死！赫托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弯刀猛地迎了上去。当一记金属撞击声，赫托感觉虎口刺痛开裂，刀险些没拿稳。而凌霄靠着身后的修为和肉身强度，闪电般反手一记反掏，将环手刀刺入了对方的后心。赫托双目突出，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口冒出来的带血刀刃。击杀+1，功力+1，威望+30。赵将军，林兄弟已经来了，一起杀上去。凌霄对着还在震撼中的赵宽说道。言罢，他马不停蹄，继续朝北蛮军最密集的区域冲了进去。石将军！赵宽大声惊呼，看见孤身杀入敌阵的石勇，大为震撼。真是一员虎将啊！不过他也确信了，真是凌霄成功策反了石勇，自己这兄弟真是神了。吴金哲、秦河等将士看见沧州骑兵竟然来助阵杀蛮子，也都大喜过望。兄弟们，有援军，沧州军是来帮咱杀蛮子的，大家杀啊！白水郡的士兵们瞬间被点燃了激情，受到了莫大鼓舞。一种血脉相连、同仇敌忾的情感，让所有人战意更加高昂。此长彼消，北蛮骑兵发现赫托被杀，人数劣势，阵型大乱，一时间都开始慌了神，节节败退。城墙上，穆婉莹看见突然绕道的沧州军，一脸不可思议，怎么回事？那石勇不是来和北蛮一起攻城的吗？这时，担心凌霄安危的萧清玄和冷冰燕也来到了城头，看见骑兵绕侧像一把尖刀般刺入了北蛮军腰腹的画面，也都满脸诧异。这家伙怎么做到的？冷冰燕自己也是将军世家之女，却完全看不懂。明明一次比一次危险，凌霄却总能让他意想不到的经验翻盘。夫君真乃不是奇才。萧清玄看得美眸异彩连连，他一直都相信凌霄能够反败为胜，可没想到会是如此惊世骇俗的一个绝地反转。此时的北蛮军其实人数还是占优，可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士气大为受挫。巴亚尔见小儿子都被杀了，心在滴血，诅咒了白王几万次，
都难解心头之恨。而在他前方，一员大前的悍将正朝他所在的方向一路狂砍而来。弓箭手，射死他！巴亚尔一眼看见是石勇，决心就算今天战死，也至少替儿子报仇。附近数百米弓箭手集体调转目标，朝着凌霄射出了箭雨。凌霄早有预料，想要没有任何阻碍就杀到巴亚尔面前，显然是不可能的。眼看箭雨袭来，凌霄直接提前翻身下了战马。惊鸿一个100%加速，凌霄躲开了一轮箭雨的同时，再次拉近了和举盾步兵的距离。烈焰焚城，一刀挥出，刀气宛如焚烧过原野的烈火，将10几名密集举盾的蛮军连人带盾全都震飞。蛮军根本没想到凌霄没有了战马，速度也没什么影响，甚至因为目标变小了，在乱军中穿插更难以针对。凌霄施展游龙步身法，身影飘忽，手中更是凭空出现了第2把刀——狼牙冷月刀。看见凌霄手里的刀正是自己部落的宝物，儿子博塔的佩刀巴亚尔目眦欲裂。杀了他，快杀了他！虽然不明白为何刀会落在这个大前将军手里，可必然和凌霄脱不了干系。对于不断围攻上来的蛮军，凌霄求之不得，左右开弓，左手血魔刀焰，右手烈火焚城。反正周围都是人，也不会被注意到自己用的什么功夫。血色和赤红火焰混合的刀气，宛如赤血龙卷，疯狂收割人头。惨叫声此起彼伏，上去的蛮军都没看清怎么回事，就已经被狂暴的刀气劈得血肉横飞。嗜血加67，嗜血加98，嗜血加132，嗜血！疯狂叠上去的嗜血，让凌霄化成一头疯狂的杀戮机器，精力体能无穷无尽一般。这浑身不断狂涌而出的干劲，等下要是突然断了，怕是要一阵严重虚脱。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情况发生，凌霄毫不犹豫先买了一颗恢复的丹药——精元丹。地宝精华药材所炼制，可快速恢复大量精气神。品级：地品，200威望。买下。凌霄一口将丹药塞进嘴里，虽然感觉不是很明显，但这样自己就能更安心，不怕等下突然掉链子。丹药是很贵，可这时候不能省。嗜血加257，持续60秒。眼看嗜血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凌霄也发现蛮军已经开始溃逃，一张张凶恶的脸孔，这会儿都露出恐惧之色，宛如面对的不是人，而是一头吃人的怪兽。而也是因为凌霄在后方的大杀四方，使得蛮军阵型混乱，前面的骑兵得不到什么支援。魏东学、白不黑等沧州军杀了一会儿，发现蛮军虽然人数众多，却并不可怕，死伤的比重大前军队要小得多。抬头一看，才发现忠肝义胆石将军竟然孤身一人杀进了这么后面。石将军在哪？我们来助您。一看统帅都已经杀得这么舍生忘死，将士们自然越发英勇无畏。而也就这时候，白水城的北门突然再次打开，白水城剩下的守军以及茫茫多的沧州军步兵涌了出来。得知沧州军不是要攻城的，而是帮忙杀敌的，自然也就没必要堵着了，直接从城内主干道快速通过，冲出北门，加入战场。将士们，杀！一个不留。穆婉莹身披甲胄，手持长枪，带兵发起了总攻。他一直没看见凌霄，但是能感觉到凌霄肯定就在战场。眼看大局已定，穆婉莹不愿再苦苦等待，要上战场和凌霄一起杀敌。足足2万的步兵一加入，北蛮军彻底放弃了抵抗，丢盔卸甲，疯狂逃窜。别让他们跑了，兄弟们，建功立业就在今朝。这顺风局谁都能看出来，大前军队一个个跟磕了一样，开始疯狂追杀。凌霄这会儿并不知道后面什么情况，只知道这群蛮子都没人敢上来送了。眼看嗜血可能要掉，他心急如焚，不顾一切冲向了后方的巴亚尔。巴亚尔看着双眼赤红，犹如地狱恶鬼的大前悍将，彻底慌了。他调转马头准备逃跑，同时颤声大呼：列阵，拦住他！10几个护卫举起重盾当作掩护。凌霄见状却是暴吼一声，借着近300重的嗜血加持，这一跃足足7、8米高。巨盾阵内，一群蛮军步兵看着飞掠过去的男人，惊为天人。这还是人吗？捅死他！巴亚尔大声疾呼。10几个亲兵拦在了最后防线，趁着凌霄落下的时候，10几把长枪豁然刺出。凌霄可以闪躲，可巴亚尔却可能因此而骑马跑掉。他毫不犹豫，直接用出了金刚不坏霸体开启。噔噔噔，枪头刺在他身上，宛如刺在了钢筋铁骨上面。凌霄咬牙往前一挺，硬生生用内力将数柄长枪崩断，一刀带走7名亲兵。嗜血加298，续上。凌霄健步如飞，悍然一刀流火奔腾，长长的一道赤炎刀气命中了巴亚尔的后背。巴亚尔应声喷出一口血，从马上翻滚下来，没死，但凌霄并不意外。
巴亚尔，53岁，北蛮贪狼部族长，资质选品，功法1，贪狼刀法，62年修为，品级选品，功法2，贪狼射术，53年修为，品级黄品，武器夜狼金刀，贪狼部落首领的佩刀，镶嵌黄金宝石，华而不实，黄品，护甲狼王甲，贪狼部落的宝物，由大量野兽爪牙和皮革缝制而成，轻便却防御极强，选品。毕竟是一大部落的首领，这巴亚尔不仅本身武艺超群，还有一件选品护甲。该死，我跟你拼了！巴亚尔看逃不掉了，也被激起了困兽的血性。年轻时的凶悍之气再度涌出，他也想起了自己曾经是部落第一的勇士。拔出夜狼金刀，巴亚尔刚要上去一战，却发现迎面突然多出一个人，一个面无血色的死石俑突然朝他扑了过来。巴亚尔一脸惊恐错愕，这什么情况？自己还没出手，他怎么就死了？不对，这人没穿铠甲。不等他细想，变回了自己模样的凌霄已经从死尸后面杀至。惊鸿冷却时间已到，速度再次翻倍。趁着巴亚尔被这死尸搞得精神错乱的时机，凌霄一刀将他的脑袋割走。巴亚尔到死的那一刻都没搞明白，这人又是谁？从哪冒出来的击杀+1，功力+1，威望+150？凌霄一击得手，直接将石俑的脑袋砍下，尸体直接丢在原地。趁着后方的那些北蛮士兵茫然无措的时候，凌霄又借着惊鸿的速度飞奔到了一个投石车后面，迅速将甲胄这些脱掉，撕掉了胡子。随后凌霄将石俑的脑袋丢在了甲胄的旁边，这会儿也根本没有北蛮士兵敢靠近。当凌霄恢复成自己的装束，抢了一匹马杀回混乱的战场时，手里提着巴亚尔的头颅。兄弟们，他们的首领死了。正在追杀蛮军的赵宽、吴金哲、秦和等人看见凌霄终于出现，大喜过望。是林都统，他把巴亚尔杀了，我就知道林都统肯定在干大事。另一边，魏东学、白不黑、王崇等一群沧州军的将士则都有在寻找石俑的身影，只是不知道石俑去了哪，不由都生出一丝担心。石将军为大前子民，血战身亡，我们为他报仇。凌霄又是一声大喊，让沧州军的将士们脸色大变。什么？石将军牺牲了？魏东学等人热泪盈眶，不敢相信听到的。刚刚还决定要跟随的一位忠勇之士，就这么没了。可眼下也没工夫想太多，所有人脑海里就一个念头：杀光蛮子。北蛮军知道了巴亚尔之死，已经吹响了逃亡的号角。凌霄本想多收割一些功力，可似乎刺激过头了。这群大前士兵一个比一个能砍，根本都没给他剩多少。尼玛，早知道就晚点给石俑报丧了。不过还是有好消息，获得成就千人斩，地品斩杀过1000，威望+200。一粒丹药的威望倒是回来了。一直追出去10几里地，2万北蛮军几乎都被消灭殆尽。凌霄看着自己1250的威望，634点的功力，勉强还能接受。毕竟还有选品的狼王甲以及几件黄品的装备都能换威望。一场大捷让白水城的军民欢呼雀跃，振奋不已。城门外，苏昌和郑思齐等一群城内官员忙着要出来统计战果。看着满地的蛮军尸体，苏昌的脸上全是活见鬼的样子。苏老弟，咱这位林都统不简单啊。郑思齐两眼放光道，我这把老骨头本来都打算辞官了，如今都想多干2年了。哼，是啊，真是令人意外。苏昌百思不解，这局是咋破的？从情报来看，石俑不是会背叛白王的人啊。他很是郁闷，经此一役，自家闺女怕是要被凌霄给迷昏头了。石将军，这时不远处沧州军的众将士发出悲伤的呼嚎。石俑的头颅、甲胄都被找到了，蛮军撤退的时候，尸体还遭到了破坏。魏东学等人面对着身首异处的大英雄，痛哭流涕。就连赵宽也是眼眶泛红，很是敬重的在旁给石俑磕了个头，多谢石将军救命之恩。在不远处的凌霄正检查穆婉莹有没有受伤，看见赵宽跪拜的那一幕，多少有些傍不住。林郎，你是什么时候杀到了北蛮军后方啊？穆婉莹可没心思管石俑怎么死的，在他看来，关键还是自己的夫君力挽狂澜。要是没有凌霄，石俑肯定不会良心发现。我和石俑约好以后，就早早潜伏起来了，就是为了伏击巴亚尔。穆婉莹后怕道：你也太冒险了，孤军深入。没办法，最困难的事情肯定要我来做，不然兄弟们凭什么跟我？凌霄笑着摸了摸女人的脸，倒是你，婉莹，没受伤吧？穆婉莹被关心，欢喜地笑着摇头，没有，就是觉得杀了太少，才7、8个。哈哈，以后有的是机会。凌霄说着，走向沧州军的众人。一群军官将士看他走来，露出复杂的神色。
这就是凌霄，传闻中的边关杀神。刚刚他们亲眼目睹凌霄从北蛮军中杀出来，手里提着巴亚尔的头颅。就算觉得匪夷所思，可眼见为实，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男人太勇猛了。魏东学、白不黑、王崇，凌霄喊了几人的名字，三人都露出诧异之色，面面相觑。林将军，您为何认识我们？魏东学抹了抹眼泪问道。自然是石将军跟我说的。凌霄道。石将军？几人疑惑不解。凌霄一副惋惜之色。其实早在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混在了沧州军中。这次假意攻城，实则共同抗击北蛮的计划，是我们早就约好的。石将军跟我说，军中好几个白王的走狗，他会解决。但是你们中很多人是真正想保家卫国的忠勇将士，他早看出来了。他死不足惜，可牵连了你们，他于心不忍。出征前，他跟我约好，若他不幸战死，要我传句话。他害得你们与白王为敌，他对不起你们。一听这番话，魏东学等一群敬佩石勇的将士再次猛酣落泪，就连赵宽等人也都露出感动之色，唏嘘不已。凌霄见情绪到位了，才开口：我知道你们沧州军中很多军户，全家老小都在后方，若你们打算离去，我不会勉强，这是我答应石将军的。赵宽等人一听这话，顿时皱眉。虽然情感上可以理解，可若是真放2万多州军回去，还是隐患啊。林将军，您这就说笑了。魏东学苦涩道：我们违背了白王的意志，帮白水郡击退了北蛮，还死了那么多白王军的将领，就算我们回去，也是罪人之身，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白不黑点头。魏参军说的是，兄弟们回去多半就是被当炮灰，怎么死都不知道，勾结蛮子屠杀自己人，那种人也配当大钱的王爷？我呸！王崇唾弃道。一旁其他沧州军的军官也都纷纷点头，对于白王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凌霄听着这些话，很是满意。你们自己说出来了，那我就省事了。还行，这帮人脑子不笨，知道现在什么处境。赵宽等人喜出望外，原来如此。这一战打完，沧州军已经等于背叛了白王，回去必然没好果子吃，大概率被打散后加入各种最危险的队伍，冲前面当炮灰。而且白王真要拿军户家属开刀，罪名是什么呢？就因为沧州军杀了蛮子，没有杀大钱子民，传出来岂不让全天下笑掉大牙？其他藩王还不纷纷落井下石？毕竟沧州军没有叛变，他们只是听了石勇的命令，而石勇是你白王的人啊，所以白王哪怕对沧州军恨之入骨，也不敢轻易动他们的家属。林将军，恕魏东学直言，以您的赫赫战功，如今早已威震沧州，乃至整个北境6州。如今沧州7郡兵力空虚，您何不趁白王还未反应过来，一举拿下整个沧州？魏东学此话一出，让在场不少人都脸色大变。好小子，真敢讲啊！赵宽等人心里念叨，虽然他们也有这想法，可却没这么果断。凌霄知道这小子有调兵遣将的词条，应该是个军事人才。见众人都目光灼灼看着自己，连穆婉莹都一脸期待的样子。凌霄笑了笑，此事容我再想想，先清点战果，治疗伤员。沧州军若是愿意留下，赵大哥你们辛苦下，全员安置妥当，都是一起杀敌的战友，一定要照顾好。赵宽点头，放心吧贤弟，你辛苦了，先回城吧，这里交给我们。听到凌霄这么说，魏东学等人有些失望。虽然他们也清楚，一口气从白水郡到吃下整个沧州，步子还是太大了。凌霄刚进城，一身青色罗裙的萧清玄早已经在马车旁等候。女人飞快奔跑过来，扑进男人怀里，长长松了口气。夫君，你可算平安回来了。即便知道打赢了，也只有抱住男人，萧清玄才踏实。自从成了亲，他发现自己很享受有依靠的感觉，根本离不开男人。娘子，我身上还都是血污，脏啊！这都是夫君的战功，切身触碰了，与有荣焉。人捧人高，不愧是女帝，瞧这语言的运用，情绪价值给拉满了。嘿嘿，凌霄抬起女人的绝美俏脸，狠狠亲了上去，只把女人亲得脸色潮红。大战之后，美人在怀，爽。回到府中，萧清玄伺候凌霄沐浴更衣，聊起刚才魏东学的提议，萧清玄眼前一亮。夫君答应了吗？凌霄摇头，这事不能急，得等等。萧清玄笑着点头，妾身以为夫君是对的。哦，娘子说说看法。萧清玄道，那位参军之所以急着提出来，兵贵神速是一部分原因，可主要的还是他们自己的私心。哪怕知道白王短期内不会对他们的家属如何，可他们还是不放心家里人。所以沧州军的将士们巴不得夫君立刻发兵，拿下整个沧州。凌霄点头，不错，
其实情有可原，但我为什么不能急呢？萧清玄娇嗔，夫君是在考教妾身吗？谈不上，娘子是我的军师吗？萧清玄白了他一眼，道：妾身认为有2重原因，其一，需要师出有名，拿下一郡影响不大，可夫君若要拿下整个沧州，总不能还是一个边军都统的身份。旁的不说，沧州的贵族老爷们、士绅们肯定会阳奉阴违，夫君总不能全把他们杀了。一旦被扣上乱臣贼子的帽子，到时候治下的百姓们也会人心惶惶，无法幸福。其二，就是要测一测沧州军的人心，看他们中有些人是不是真心归顺。若是他们中有些人几天都等不及，想要逃回去，那这些人不用也罢。凌霄满意的点点头，娘子所言极是啊，这2点确实很重要。不过其实还有第3点。萧清玄眨眨眼，什么？边军我熟，可沧州军才刚来，表面上投靠，其实还不是我的军队。凌霄道，我需要一些时间，让整支军队拧成一股绳才行。沧州其他几个郡确实没什么兵力，打下来是可以，可关键还得能守住。如果没有足够的凝聚力，到时候白王大军一来，只会迅速崩溃。今天这场大胜是因为同仇敌忾，一起杀蛮子，可白王的军队也都是大前军人，想要这群沧州军义无反顾，为他凌霄卖命，哪有这么简单？说到底，得收服人心。夫君考虑的真周到，妾身自愧不如。萧清玄娇笑道。凌霄明白，主要女人自己不带兵打仗，才会疏漏一些罢了。正想将萧清玄抱进浴桶里，来一个鸳鸯戏水。都统大人，夫人，苏小姐来了，说是朱老有请。朱老，大如朱明。凌霄玩味一笑，娘子师出有名，这名可能要来了。萧清玄自然也明白意味着什么，立刻给凌霄换上一身素雅的深色长袍。凌霄来到正厅，一身男装的苏焕纱正兴奋地来回走着。你可算来了，我老师同意见你了，让我带你过去。凌霄轻笑道。朱老可真够现实的，非要等我打完一场硬仗才肯来见我啊。老师应该有自己的考量，你先别生他的气，聊聊就知道了。苏焕纱也觉得朱明太苛刻了，凌霄还不够优秀吗？短短1个月，从边军无名小卒崛起成边关杀神，还手握数万大军，这可不是靠运气能够做到的。关键人家文武双全，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早早娶妻了。朱明所住的是白水城外一处依山傍水的小村庄，总共也没几户人家。凌霄和苏焕纱骑马抵达的时候，正好见到一个胡子花白的老头正在院子里翻地。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凌霄还真没想到堂堂当世大儒竟然是这么一个看似很普通的老人。朱明63岁，书院博士，太子少师，资质黄品，功法云龙拳法，修为21年，品级玄品，词条满腹经纶，特殊大儒务农。老师，林都统来了。苏焕纱下马后上前介绍道。凌霄不卑不亢，上去拱手行礼。晚辈凌霄见过朱老。朱明夹起锄头，也笑盈盈给凌霄回礼。老朽朱明谢过林都统，让白水郡的百姓免遭生灵涂炭。朱老客气了，是我应该的。凌霄还以为这老头会很傲气，见他谦卑的姿态，不由意外。翠花沏壶好茶，招待客人。哎，好嘞。一个两鬓略有白发，气色红润的老妇在屋里和蔼笑着答应，起身去烧水。凌霄看了一眼，心里顿时喊句我勒个草。丁翠花57岁，剑林内门长老，资质地品，功法1，月影千重，78年修为，剑林顶尖功法之一，一剑跃落千重山。品级地品，功法2，镜湖飞渡，63年修为，剑林顶级轻功之一，修炼到极致可踏水而行。品级地品，词条剑道大师，特殊刺客，厨娘。凌霄深吸一口气，平复心情。这位老人家是？哦，我师娘，她做饭可好吃了，很多白玉楼的菜我都请她先尝尝。苏焕纱甜笑道。朱老的夫人不可能只是厨娘吧？凌霄是叹道。你懂什么？我老师从不以出身看人，即便师娘是农家女，他们几十年来也是相濡以沫的。凌霄心说你才知道个嘚儿啊。不过人家剑林的大佬估计也是喜欢这样平静生活，自己没必要戳穿。等进到屋内，凌霄看见一切摆设都很简单，除了书比较多，并没什么特别。朱明擦掉身上的泥巴，才走进屋内。这时丁翠花也给两人上了茶。焕纱，你跟师娘来一趟厨房，帮忙做几个饼子吧。丁翠花笑盈盈牵着女孩的手说。苏焕纱知道是故意让她离开，虽然郁闷，可也不敢拒绝，乖乖跟了过去。等屋内只剩两人，朱明抿了口茶，眼神玩味地看着凌霄。林都统可是有什么想问老朽，不妨直言。
凌霄也不客套，朱老之前问我的1、2、3，我的回答可是不满意。非也，恰恰相反，是太合老夫的心意了。那为什么不愿见我凌霄奇怪？朱明慢条斯理道，过犹不及。林都统的回答看似完美，却非发自本心。凌霄这一次真的眼神认真了起来，自己真是低估了这老头。没错，名贵君亲的思想并不是他的，而是孟子的。他只是为了答题而给了一个适合的答案，并非自己真这么想。朱明是看出了他没有诚心实意回答，所以才拒绝了他。朱老真是洞悉人心啊，确实，那是我为了迎合你给的答案。那林都统现在可否再回答一次？朱明笑盈盈问。凌霄想了想，答道：4、5、6。朱明一怔，随即哈哈畅怀大笑。这才是林都统这样的年轻人该有的回答。哈哈！凌霄哭笑不得，意思是我要早点这么说，您就见我了。那也未必，君子论迹不论心，说的再好，也不如看你做了什么。老朽今日请你来，是看你最近为白水郡所做的种种，觉得林都统确实有为百姓谋福。而且，你若是不能撑过这一次的腹背受敌，也没必要见。成大事者，一文一武皆不可缺。朱明坦然将自己的考量一一说了出来。凌霄心说，不愧是大儒，不愧是给太子当过老师的，自己还真不能小瞧这世界的读书人啊。朱老既然都明白，那应该也知道我现在的所求吧。打开天窗说亮话。朱明点头，老夫在京城还算有些薄面，林都统想要的，老夫会尽力争取一番。那朱老可有什么条件？凌霄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朱明又喝了口茶，老夫所求的，现在的林都统还给不了。林都统就当是欠老夫一个人情，若将来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就算了。凌霄有些意外，这等于是空手套白狼啊，自己血赚。不过仔细想想，人家的身份桃李满天下，太子都以施礼相待，确实很难有什么能入他法眼。朱明愿意帮自己，相当于天使投资而已。那行，晚辈先谢过朱老了。呵呵，林都统若不介意，吃了便饭再走。这多不好意思，第一次来，晚辈都没带什么礼。凌霄倒是不介意，和老两口吃个饭，拉近关系。无妨，正好老夫近日腰扭到了，林都统若方便，可否帮忙翻一块菜地？朱明笑眯眯道。凌霄表情一僵，好家伙，在这儿等着呢。不过凌霄还是爽快答应了，毕竟能帮这老头翻地，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凌霄本就是农村长大的，年少时也没少帮家里干活，所以务农并不陌生。朱明看他在熟练的动作，有些意外，倒是多了几分满意。厨房里正忙活烙饼的丁翠花看见苏浣纱一直在偷瞄外面，不由露出玩味的笑容。浣纱，这就是你的心上人？苏浣纱一脸娇羞，师娘胡说什么呢？你从一个小丫头片子，我就看着你长大，能不清楚？丁翠花笑着道。你要是喜欢，我让你老实说说，给你绑媒。苏浣纱先是一喜，朱明绑媒可是莫大的荣光，可转念一想，瞬间失落，低头悠悠道：算了吧，他已经娶妻了。我听说了，就是前几日传的沸沸扬扬的异色童女子吧。丁翠花转道：你若是不介意，让你老实问问他，是否愿意再娶个平妻。苏浣纱脸蛋羞红，师娘哪能让老师问这种事？何况她除了萧姐姐，已经有一房妾室，还是穆铁心将军的女儿穆婉莹。穆将军的女儿给她当妾。丁翠花露出诧异之色，回头望向正在干农活的凌霄，不由高看了几分。看来你眼光确实不错，他宁愿让穆家千金当妾，也不抛弃异色童的发妻，说明不忘本。苏浣纱嘟嘴，再好也没用，旁的不说，我爹娘都不会答应的。丁翠花叹了口气，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毕竟也不是自己的女儿。凌霄干完活，在朱明家吃了2个烙饼，整了点自己种的菜，简单吃了一顿。让他有些奇怪的是，丁翠花一直在用奇怪的眼神看他。要是一般老太太也就算了，可她并不一般啊。被他一直这么盯着看，凌霄多少有些心里发毛。凌霄如精炼的功法，进攻类最强的就是地品的焚天刀法。他家到了50年修为，而对方老太太靠自己练地品剑法练到了78年，这是他目前见过的单体最强的一个武者了。小东子，你说我现在跟丁翠花单挑，能打赢吗？系统从数据上看，宿主拥有金刚不坏和更强的体魄，胜率可达70%，但数据仅限于理论层面。那我要是把焚天刀法加到100年修为呢？系统胜率可达80%以上。靠，多加50年才提升1成胜率，对方才78年啊。系统功法强度有上限，从而会产生边际递减效应。说人话。系统下划线就是说10年到50年差距很大，
而50年到100年反而差距不大。凌霄听明白了，就是越往后加修为，性价比越低，极有可能一个200年修为的地品，也不如50年修为的天品功法来得强悍。幸亏自己没有浪费太多点数，给焚天刀法升级，不然可就亏了。临走的时候，朱明将一封信交给了苏浣纱。浣纱，把这个给你爹，他看了就知道。苏浣纱小心收好，也不多问。凌霄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实则心里门儿清，这朱明和苏昌都是书院派系的，背地里肯定在谋划什么。不过只要能为他所用，他也不在乎。看着凌霄和苏浣纱骑马一起离开，朱明捋了捋胡子，面带微笑。浣纱眼光不错，这林都统确实是一表人才。丁翠花来到一旁，笑盈盈道：是啊，上阵可杀敌，下乡可种地，腹有诗书，确实是浣纱的良配。可惜成亲早了，让浣纱当妾，苏师弟肯定不答应。呵呵，当妾不答应，当妃可就未必了。朱明笑眯眯地说完，转身又走去菜地忙活了。丁翠花则是一脸惊愕之色，喃喃自语：不至于吧。当晚，苏昌在书房里打开了朱明给他的信，看完后，苏胖子脸色几度变化，最终变成了一抹深思。半个时辰后，一只信鸽从院子后面扑棱棱起飞，往京城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凌霄正在穆婉莹的房间里，让女人汇报今天的战果。缴获战马4700匹，粮草1000。凌霄一巴掌打下去，粮草多少？说清楚。1500担。夫君饶了我吧，妾身真不行了。穆婉莹哭啼求饶，这男人是铁打的吗？白天刚血战了一场，晚上竟然还是如此勇猛，都快把他给冲死了。那可不行，为夫这是在磨练你的意志。今天不把所有战报说清楚，别想休息。穆婉莹没办法，只好羞耻的将数字一一报出来。到最后，穆婉莹已经有些意识模糊，只感觉如坐云端，要飞升了。深夜，凌霄给虚脱的女将军喂了点水，没办法，穆婉莹失水过多，却已经没力气下床了。凌霄搂着一脸委屈的女人，见她嘟着嘴的模样，不由莞尔：怎么，让你汇报战果，不乐意了？妾身哪敢，是妾身没用，不能让夫君尽兴。你今天表现很不错，为夫已经很满意了。穆婉莹埋头在男人胸口，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甜笑。她其实也很满意，就是满意过头了，太辛苦了。沧州军怎么样？有人走吗？今日还没有，不过有些声音在争论，谭夫君为何不发兵拿下整个沧州府？是不是怕了，不敢和白王为敌之类的？这很正常，他们不了解我，要想让他们立刻归心是不可能的。凌霄说道：人都是逐利的，接下来几日要让他们明白，跟着我们边军有前途。要如何做，夫君吩咐就好。凌霄低头一看，女人已经睡了过去，他不由感慨，按理说穆婉莹也是功力不俗，常年练武的女将军，跟自己比起来却还是差得远，300年的不灭金身真的太霸道了。第二天，魏东学、白不黑等几个沧州军的军官被凌霄叫到了一起灵都统，是要发兵了吗？魏东学一脸期待，以为是经过一夜思考，凌霄打定主意了。凌霄却是笑了笑道：起兵肯定是要起的，可不是现在。今天叫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给士兵们放假。一众沧州军的将士们面面相觑，怀疑听错了。灵都统，现在正是反攻的好时机，怎能给士兵放假呢？是啊，这要是一放假，很多士兵直接溜走了，可如何是好？凌霄则是看向了白不黑，道：白不黑，你是白水郡人是吧？可想念家人？白不黑一听，眼眶立刻红了。我想回去看看老母亲，她眼睛不好，我从军后一直是哥哥嫂子在照顾她。准了。凌霄又看向其他几个将领：你们呢？大人，我老家是万松县的，想去看看妻儿。我也是，我爹之前病了，不知道好了没，一直没消息。凌霄大手一挥，道：都准了，就按我说的，放假3日。白不黑等人立刻躬身抱拳，连声感激。魏东学脸色复杂，眼底甚至有一丝埋怨，这怎么看都像是胡来啊。灵都统，这些白水郡的将士自然乐意，可沧州7个郡，这些士兵不可能全回家吧？我当然知道，所以给那些没处可去的士兵安排了3日跟团游。魏东学一脸问号：什么游？凌霄也不废话，魏参军多说无益，你看了就明白了。随着一纸休假令的下达，沧州军剩下的2万多将士都处于半懵逼状态。什么情况？非但不反攻沧州府，反而还给他们放假，这是边境杀神吗？简直是活菩萨吧。不过放假前，凌霄还要求所有人先在城外的一片墓地先集合。昨日的一战虽然歼灭蛮子近2万，
可自己这边也折损了3000多人，大多还是沧州军。凌霄让工匠连夜立了一块石碑在现场，因为雕刻来不及，所以改用石灰先涂抹白，再用墨笔写了大字：沧州军英雄永垂不朽。当在场的3万多军人看见那高耸的大石头上面所写着的9个大字，当他们看见石头下面整齐躺着的3000多战友的尸体，这一幕所带来的震撼让不少猛汉直接落泪。魏东学等人也是怎么都没想到，凌霄竟然会安排这样的一个仪式。永垂不朽，这样荣耀的词汇用到了他们这些沧州平民军士身上，何等荣幸！将士们，凌霄面对3万多人用内力大声说道：就在昨天，我们一起击败了来犯的北蛮军，杀了他们片甲不留，是你们用鲜血保卫了沧州百姓，我们中很多兄弟都牺牲了，他们都是英雄，不应该被忘记。今日就让我们为他们立碑，刻下他们的名字，千百年后沧州的百姓也不会忘记他们。凌霄站在最前面，身后是赵宽、穆婉莹、魏东学等将领。听到这番话，所有人都内心震撼，无比动容。为平民子弟立碑，流传千古，这样的举动是所有人想都未想的。现场的士兵们都听得头皮发麻，脑海里都萌生出一个个念头：我死了也能上石碑吗？我的名字能流传后世？凌霄燃香，带着众人一番祭拜。士兵们感受到了一股悲壮，所有人脸上都情绪复杂。而就在这时，突然有一群白水城的百姓陆陆续续来到了现场，男女老少一个个跪在了地上，对着那死去的几千名军士遥遥跪拜。多谢军爷们，谢谢你们救了我们一家老小。看到这一幕，穆婉莹一个女人实在扛不住了，泪如雨下，连带赵宽等一群大老爷们也都抹着眼角。在场的3万多士兵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原来当兵不仅仅是混口饭吃。城墙上面，萧清玄正和冷冰燕一起遥遥观看。这家伙可真能骗，怎么被他想出这种招数的？还让你组织百姓出城去祭奠。冷冰燕轻哼道：太会收买人心了，虽然是手段，可感情却是真挚的，怎么能说骗呢？萧清玄促狭看着闺蜜，何况你不也感动哭了？我才没有。冷冰燕撇过头去，吸了吸鼻子。萧清玄却是一脸遗憾叹气：我当年要是有夫君的手段，或许西蜀也不会崩溃那么快。冷冰燕蹙眉，欲言又止，最后只能叹了口气。虽然不想承认，但凌霄确实是个人才。纪念仪式结束后，放假正式开始。老家是白水郡的，都很兴奋的开始回家探亲；而老家是外地的，听说有什么跟团游，也感觉很新鲜，纷纷要报名体验。第一天的行程是前往正在开荒的地区，士兵们大多也是农户出身，看见一个个正在埋头苦干兜老乡，都倍感亲切。一个性子比较活泼都士兵主动找开荒兜老乡搭话：大爷，这地是谁家的呀？老大爷抹了抹汗，笑呵呵回道：当然咱家的。你们家的？不对吧，开荒可是大事，官府随便让你们开垦吗？以前不让，可林都统来了以后，给吃的，给工具，发动士兵一起挖水渠才能开得起来啊。那开垦出都田要缴多少税？2分自留，剩下的口分田收5缴1，才这么点，比朝廷的低了一半啊，可不是吗？所以大家伙可起劲，都在感谢林都统夫妇呢。士兵们一个个听得很是羡慕，真要是自己老家也能这么开垦，那该多好。魏东学等军官也都啧啧称奇，之前只知道林都统打仗厉害，没想到治下百姓都这么爱戴他。到了晚上，戏班子开始唱戏，现场叫好声连连。也不知道哪个机灵鬼想出来的法子，用石头围出了10几个大篝火堆。当篝火燃起来，村里的姑娘们跳起舞，直接把这些年轻小伙子们都看呆了。这里的百姓也太幸福了吧，有田地，有吃的，能看戏，还能看姑娘跳舞，这日子不比关老爷差啊。沧州军的战士们看得如痴如醉，庆幸自己没有离开，不然哪能见到这样的画面。山坡上，凌霄看着山下热闹的场面，很是满意。娘子辛苦了，这画面跟我构想的差不多。萧清玄白了他一眼，妾身还是第一次和青楼舞姬打交道呢，为了将他们打扮成村姑，可是花了不少功夫呢。凌霄哈哈笑道：其实直接找村里的姑娘也行，跳的不需要很好看，正经人家姑娘谁敢这种场合跳舞啊？萧清玄一脸佩服，夫君脑子怎么生的，哪来这么多神奇的点子？特别是当托儿都那几个家伙，太能说了，夫君怎么找到他们的？凌霄莞尔，其实也不难，就是选了词条带有能说会道、巧舌如簧之类的家伙。娘子应该相信我的眼光，毕竟未能一眼相中天下最好的娘子啊。萧清玄听得心里甜丝丝，以喜疑嗔道：
再好也没婉莹好，他给你汇报战果的声音可响了。凌霄哈哈大笑，一把搂过女人道：下次让你汇报，那比他更响不就行了？讨厌妾身才不要呢。一番嬉闹，凌霄也没真把萧清玄怎样，毕竟亲戚还没彻底走。第二天，团队游再次出发。有了第一天都经历，将士们都满怀憧憬，一个个的大清早起来就在讨论今天会有怎样的安排。浩浩荡荡出城的路上，士兵们还不忘聊着各种所见所闻。唉，你听说了吗？白水郡的守军军饷1个月300文。真的假的？我们都削减到150文了，这都经常拖欠呢。骗你干嘛？之前他们欠了3月军饷，林都统一来，直接全给他们补上，还加了5成。我还听说，他们就算不上战场，去帮乡亲挖水渠、开荒，也能照样拿军饷。林都统哪来这么多钱？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林都统能打胜仗啊，光是从蛮子那儿抢来的物资都够顶1整年了。还真别说，这儿一大早就能吃2馒头，在我们那儿做梦都不敢想啊。士兵们感慨万千，不知不觉就到了一片开阔的训练场。只见一面面木字旗迎风招展，好几块巨大的告示牌，上面赫然写着金陵榜。训练场上这会儿正上演着一出好戏，2名白水城的骑兵正比拼骑射。风驰电掣间，10箭射完，立刻就有人上去统计胜者许正，奖励1000文。获胜的那名骑兵开心的欢呼大喊，然后骑着马来到了一块告示牌下面。一名穆家金陵卫将1贯钱交给了许正，同时许正的名字也被写在了骑射的金陵榜单上。看见这一幕，沧州军的将士们都来劲了。什么情况？骑马射箭还能拿这么多钱？吴将军，刚刚是怎么回事？魏东学等几个军官自然要问今天带团的吴金哲。吴金哲笑笑道：这是我们林都统和穆家金陵卫一起建立的金陵榜制度，目前分骑射、兵器、摔跤3个榜单，听说以后还会增加更多种类，所有士兵只要不违反军纪的都可以报名，每7天一次，冲进榜单前10就能获得奖励。魏东学听完皱眉问道：那若是有人骑射特别厉害，一直霸占榜单呢？不会的，吴金哲摇头道，每个月还会有一次上榜者的决赛，获胜者可以通过抽签方式挑战金陵卫，一旦挑战成功就能加入金陵卫，军饷待遇大幅提升。何况上榜奖励每人1年最多拿3次，都是有限制的。沧州军众人恍然，金陵卫啊，那可是5大铁骑，曾经镇守京城的王牌，能够成为其中一员，确实是巨大的荣耀。各位不要以为成了金陵卫就能高枕无忧。吴金哲叹息道：林都统要求很严格，如果金陵卫接受挑战失败，连续3次就会被下放，所以我们金陵卫的兄弟们最近也练得很苦，生怕被比了下去。少拿军饷倒是次要的，关键是丢不起这脸啊。沧州军众人哈哈大笑，确实连输3场，不把你下放，自己都没脸留在金陵卫了。那我们若加入林都统麾下，也能冲着金陵榜，上了榜我们也能拿到1000文。有几个大胆的士兵提问。那是当然，金陵榜对全军一视同仁，只要能通过基础考核就能进入淘汰赛。比如这骑射，限定时间内10箭中8以上就能竞争榜单名额了。吴金哲给众人一一讲述了规则。10中8，我可以啊，我感觉也行啊。将军，让我们也试试吧。很快立刻有人跃跃欲试，毕竟失败了也没损失，成了还能拿钱。好吧，不过这一次的淘汰赛已经结束了，你们若能通过基础考核，本将军做主给100文奖励。沧州军众人一阵失望，可回头一想，100文也不少了，白捡的呀。很快整个教场都忙碌起来。魏东学看着热情高涨的将士们，一脸感慨，世人所追求的无非名利2字，当兵的也是如此。有了这样的制度，士兵确实会格外努力训练，而且还能选拔出英才。吴金哲在旁也是不住地点头。很多人以为林都统只是武艺高强，可在我看来，他的才智更高深莫测。到了天黑，金陵榜的主题团队游才算结束，大几千士兵拿到了基础的100文奖励，回去路上兴高采烈，没拿到的则是唉声叹气，痛定思痛，暗暗打定主意要加油训练。穆婉莹悄悄在暗中看了半天，从训练场回到家，赶上正要开饭。夫君，你可真行，总共也才花了几百两银子，这2万沧州军都拼了头破血流了。很多人都已经在等着下一次的淘汰赛，就想着赚那1000文呢。穆婉莹对男人的计策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到1000两的投入，让2万多士兵趋之若鹜，这笔买卖太划算了。凌霄摆弄着手里一把刚拿到的弩，笑着道：直接给钱，哪怕给他们1人300文，他们也会觉得我是在收买他们。
你让他们自己去争，哪怕只是到手了100文，他们也会如获至宝。人啊，就是犯贱，很多时候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带来情绪价值。这就是地摊套圈、打气球的把戏，白送你都未必要的玩意儿，人就是愿意花几十块去套。穆婉莹似懂非懂道：“夫君的意思是，求而不得的才会越发渴望，差不多吧？”萧清玄在旁也是一脸学习到了的神态，不过他都快习惯了。夫君鬼点子太多了。夫君，这把弩好奇怪啊，是你让老于打造的？凌霄点头，不错，我给他的是工图纸，可他觉得弩更实用，做了改良后确实更容易上手。不得不说，鬼斧神工的传奇词条确实牛逼啊！这弩长得可真奇怪，有什么特别之处？穆婉莹好奇道。嘿嘿，明天你们就知道了。跟团游到了最后一天，经过前2天的体验，沧州军都激动得睡不着觉。一大早，赵宽和秦河带队，领着2万多人，浩浩荡荡来到了一处河边的村落。刚一到村子，士兵们就发现这里和普通的村庄迥然不同。石宝边军家属村，村口的木匾上面赫然写了这么一行字。整个村子似乎是翻新扩建的，虽然房子不大，却一间间非常整齐。魏参军，这里是我们石宝边军迁过来后安置家属的卫所。不过林兄弟觉得教卫所缺点烟火气，所以改成了家属村。魏东学等将领恍然，原来是参观军户眷属的居住环境来了。大前对于军户的管制也是很严格，一般平时就是随军居住在附近，务农干活，战争时期也会抽调进军中。要说住得多么舒适，肯定不可能，毕竟都是临时的。所以当士兵们看见这个干净整洁的家属村，都有些好奇，因为人数太多，赵宽让秦河等几个校尉分批带领参观。当走进家属村，魏东学等人第一个印象就是干净，太干净了。家家户户虽然只是泥墙草木搭建的房子，可前后院落都非常整洁。有的人家种上了蔬菜，有的是晾晒着鱼干。妇女们一群一群分工合作，洗衣服、织布、做渔网，各司其职。赵将军，为何我从进来后连一处混厕都没看见？魏东学问出了很多人的疑问。所谓混，就是厕所和猪圈结合，人的粪便拉出来直接落进猪圈，废物利用。大前的乡下地方大多都这样建造厕所。哦，我们家属村用的都是公厕，各位随我来。赵宽笑着将众人领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巨大木棚子面前，里面是足足几十个木板隔开的小隔间。此乃林兄弟亲自设计的公共厕所，左侧为男子，右侧为女子，完全隔开。所有污秽之物都在这里排泄到地下的化粪池，定期统一清理。这是我们边军来的第一天就开始建造的，因为人多，所以挖的倒是很快。众人大为惊讶，这是厕所，几乎都闻不到什么味儿啊！我们可否？魏东学不好意思说。哦，诸位敬请方便，若是需要指导，尽管开口。赵宽一脸骄傲，这可是他们边军家属村的一大王牌基建，指导就大可不必了。魏东学尴尬笑了笑，迫不及待进去体验。其他将领也都忙不迭进去，不想尿的也想挤出一点。进去才发现，每一扇木门都可以锁住，因为蹲坑很深，下面又有斜坡，所以污秽物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等一番如厕体验后，众人纷纷感觉新奇、清爽。赵将军，我从见过如此干净的厕所，这是如何做到的？赵宽笑着捋了捋胡须道：其实也没什么，林兄弟特意找人，每隔1个时辰就会用水冲洗，说是叫保洁，保持洁净的意思，每日是可以拿工钱的。包括家家户户的院子也有专人负责清洁，也都能拿钱。很多没事干的老人家现在都干保洁呢，虽然1个月也就100文，可他们也很乐意。关键是老人赚钱了，家里小辈们也不会看轻他们，吵架的事也少了。众人听了啧啧称奇，还有这样的操作。其实仔细算算也没花几个钱，可对于家属们的生活品质提高可太明显了。随后众人又路过了一个学堂，里面坐着数十个孩子，正用一个个的沙盘用树枝写字。咦，这里面怎么还有女孩子？魏东学发现学堂内不仅有男童，还有女童，因为我们家属村的学堂是不收钱的，男女都可以来认字读书。你看，为了节省成本，直接用沙盘，而不是纸张笔墨。林兄弟说了，只要认字就行，认字就能读书，至于字写得好不好，以后再说。魏东学深以为然，可又是疑惑道：但是女子又不能考科举，为何也在这里读书？他们父母愿意。一般小女孩都是从小学着干家务，毕竟读书也没出路，因为能赚钱啊。什么？林兄弟说了，只要每个月考试通过，不论男女都会给50文。赵宽笑着摇头道：你们想想，这些小女孩在家干家务能赚50文吗？那林都统这么花钱，军队吃得消吗？
魏东学奇怪道：“一开始我也这么担心，可后来我明白自己想的太简单了。”赵宽解释道：“有了保洁、公厕，白天还有厨娘统一给全村做饭，孩子又都上了学堂后，家中女眷都有了很多空闲时间。你们刚才也看到了，女眷都在忙着织布、织网、务农呢。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会拿去市场卖掉，5-5分账，这都是边军的产业。”魏东学等人听完后豁然开朗，林都统这是把一个村子都变成了军队一般规律运行啊！对于凌霄的精妙安排，佩服得无法言表。眼看要走完的时候，家属村外一处射箭的靶场让士兵们又看傻眼了，因为在射箭的并非什么军士，而是一群穿得花花绿绿、青春活力的少女。苏姐姐，这真好玩。对啊，轻松一拉，射得这么远。将士们发现，女孩们手里拿着的是一把造型没见过的弩。一般力道大的弩，靠女子是很难拉开的，但是这些女子轻松就能拉开一张弩，而且一箭射出去，100米外的箭靶轻松命中。魏东学等人瞠目结舌，急忙询问这武器怎么回事。哦，这是我们最近新研究的复合弩，目的是让老弱妇孺都能拉弓射箭，有自保的能力。不过这东西射速太慢了，林兄弟还没决定到底要不要大量生产。赵宽正说着，一身男装的苏焕沙走了过来。赵将军，可否替我们姐妹找一些甲胄来？光是射箭靶没意思。哈哈，苏老板开口了，好说。赵宽立刻让人拖了2件甲胄给苏焕沙他们送过去。100米外，甲胄代替了箭靶，几个城里的千金闺秀再次轻松地拉开弩，对着甲胄就是连连放箭。只听得咚咚咚的洞穿声，甲胄被轻松射穿。在旁的上千名沧州军看到这一幕，脸色无比复杂。这意味着只要有这种弩，普通百姓都能轻松搞死他们，因为这都不用什么训练，不费劲，稍微瞄准一下就行了。赵宽看见众人的严肃表情，心里一阵唏嘘。别说沧州军了，他要不是早就知道剧本，这会儿也得惊掉下巴。其实吧，这种弩制造成本也不低，不可能快速普及，但是沧州军的人不会想这么细，因为他们已经被凌霄的深不可测给震慑住了。说白了，经历这3天的跟团游，他们已经被洗脑了。当天晚上，凌霄在白玉楼摆宴，赵宽、秦河等都被叫了过来。赵大哥，今天辛苦了。凌霄敬了一杯酒。哈哈，贤弟哪儿的话，其实建造公厕、学堂、食堂这些都是靠弟妹在操持，我也就是捡了便宜。而且这导游虽然累，可看着他们一个个吃惊的样子，真是痛快啊。秦河也很起劲。可不是，回去的路上，沧州军的人都跟摄魂一样。哈哈，苏老板的小姐妹们表演的也很不错，谢了。凌霄敬了敬苏焕沙。不必，我那些小姐妹天天待在家里也无聊，还求我以后多带她们玩玩呢。苏焕沙今天也是再次长见识了，家属村的建设让他见识到了凌霄的全能。他的治理能力如此惊艳，岂会满足于一个郡、一个州呢？一想到他的未来可能到达何种高度，苏焕沙心里更急了。到了那时，自己不就更没机会了？一场庆功宴后，凌霄携2女回到府内，因为知道萧清玄的亲戚走了，穆婉莹很自觉地先回房间了。多日没宠幸天生媚骨的正妻，凌霄自然格外起劲。萧清玄连连求饶，喊着妾身要死了，夫君饶命。可这些只让凌霄更加兴奋激昂。一直到深夜，萧清玄像是哭了一场，趴在男人怀里。夫君真狠心，妾身这么求你都不肯放过。娘子，明明是你身怀神器，我被牢牢控制了，挣脱不得啊。哼，才不是。萧清玄娇嗔，心里却有一丝得意，这可能就是天赋异禀吧。夫君，这3日的跟团游，你恩威并施，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有了憧憬，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压力，震慑了人心。想来沧州军大多数已经是心服口服，不会离开了。凌霄的一只手把玩着，是啊，人是很现实的，但凡他们想过好日子，自然不会与我为敌。现在就差京城那边的消息了，不知道朱老的面子能有多大。凌霄目光闪烁，唯独这件事他也只能耐心等待。京城早朝，弘帝坐在龙椅上，虽然不足60，却尽显沧桑，眼眶凹陷。杨相，那帮藩王还不肯撤军吗？削藩令后，天南地北几大藩王派大军封死了数条官道、水路。弘帝所处的京城，原本最富庶的中原龙兴之地，已经逐渐出现了物资紧缺的情况。再这么下去，别说百姓，连御林军都要挨饿。宰相杨耿忠一脸愤慨地禀报：回陛下，白王、燕王和亲王寸步不让，非要陛下退位。南岭王和东海王至今没有回应。百越的吴王倒是愿意开通水路，可他所卖的物资价格比过去翻了5倍。弘帝愤然一拍龙椅，岂有此？嗨嗨！说到一半，弘帝开始剧烈咳嗽，
脸色发白。一旁的掌印太监忙上前搀扶：“陛下，切莫伤了龙体。这吴王一族世代经营百越，高祖皇帝时归降，就是虚情假意，如今倒是一点都不装了。”这时候，身穿四爪蟒袍的太子李承浩走了出来：“父皇，吴王胆小如鼠，墙头草而已，不足为惧。儿臣以为，当务之急需要从手握重兵的北方三王找到突破口，才能解燃眉之急。”弘帝满意地点点头：“有理，说下去。”儿臣昨日收到了一封老师的书信，老师举荐一人，或许能当此任。哦，朱明，他离京后可是好多年没消息了，他举荐了何人？弘帝来了精神，朱明毕竟是当代大儒，地位不凡，所以不会随便开口。此人名为凌霄，乃是北境边关石堡的一名都统，如今正带兵驻守白水郡。凌霄，弘帝蹙眉，朕怎么好像在哪听说过？陛下，就是那个杀死北蛮大将巴特的边军小卒。哦，是他。弘帝眼前一亮。父皇，老师在信中说，凌霄不仅杀了巴特，还带领沧州军灭了北蛮贪狼部落2万大军，诛杀了贪狼族长巴亚尔父子。如今整个沧州80%军力都在凌霄手中。弘帝目光如炬，这凌霄竟然如此骁勇善战。朱明说的话自然不可能有假，而且战报很容易查到。更难能可贵的是，凌霄忠于父皇，一直说要诛杀谋反的白王，所以是白王的眼中钉，肉中刺。李承浩恭敬道：“儿臣以为，若能重用凌霄，或许能撕开北境的一道口子，逼白王撤军。”弘帝目光闪烁片刻，点了点头。既然是忠臣良将，军功赫赫，朝廷自然不能辜负了他一片报国之心。来人，拟朕旨意。3日后，凌霄检阅了新收编好的沧州军，魏东学、白不黑、王崇等将领纷纷投诚，校尉级以上的军官无一离开。士兵中有几个机灵鬼，试图跑回州府，拿自己获得的情报去换一些好处，只不过半路遭遇了山匪，也就人间蒸发了。凌霄当即宣布，所有收编后的将士都按照边军待遇提升军饷。一时间，2万多沧州军喜出望外，大呼凌都统威武。凌霄固然有些成就感，可听着都统的称呼，还是有些郁闷。毕竟靠这样的军衔，统领3万多大军，多少不伦不类。萧清玄看出他有些心烦，只好劝他再等等。毕竟山高路远，正常800里加急，从京城传旨过来也没那么快。如今北京大多数官道还被白王掌控，传旨就更加艰难了。凌霄一听也有道理，不得不感慨，科技发展才是第一生产力，但凡皇帝老儿能打个电话，这事儿不就简单了。又过了2日，凌霄从军营刚出来，老管家就来找，说是有贵客临门。什么贵客？京城的。凌霄问道。回老爷，是林渊侯谢上。林渊侯？他干嘛的？老管家是萧清玄亲自面试的，属于本地通，立刻娓娓道来。林渊侯是世袭罔替的开国侯，也是沧州贵族之首，地位尊崇。虽然表面上家族无人当官，可谢氏一族在朝廷人脉广泛，颇有影响力。凌霄一想，莫非是代传圣旨的？于是立刻快马加鞭，到了府内，见到了一对锦缎华袍、头戴玉饰的父子，正在喝茶。谢上，45岁，林渊侯，资质皇品，词条日进斗金，特殊商人文人。凌霄一眼就明白了，为何这谢上没当官，这是赚钱达人啊。再看那公子哥手里正把玩一个木头的八卦锁，一脸专心。谢玉，21岁，林渊侯世子，资质皇品，词条探泽索引，特殊工匠雕刻。探泽索引善于探查深奥未知的事物，具备较强的科学探索能力。凌霄看完系统的介绍，不由心动，这是人才啊！只可惜是个小侯爷，想找来替自己干活，怕是有些难度，而且未必能吃苦。谢侯爷，久仰大名啊！凌霄上前不卑不亢地拱手行礼。对方虽然是开国侯，可并无实权。谢上起身，表情也很和善，抱拳道：林都统才是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已经威震北境啊！本侯其实早就想来拜访，只是担心打扰了林都统带兵打仗。这不，近日见局势稳定，立刻带我谢玉前来见一见您这位北境边关的大英雄。谢上回头一拉，强行将谢玉从椅子上拽起来。谢玉一脸不情愿，朝凌霄抱拳：谢玉有礼了。说完，继续坐下玩弄八卦锁小玩具。谢上眼里闪过一丝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尴尬地笑了笑：林都统，我儿自幼喜欢这些小玩意，让您见笑了。凌霄自己也是理工科的学生，见多了孤僻的理工男，倒是觉得有几分亲切。无妨，不知道侯爷来此所为何事？凌霄开门见山。谢上哈哈笑道：林都统真不愧是军中大将，
为人属实爽快。既然如此，本侯也不多绕弯子，确实是有一点小事，望林都统帮忙。凌霄蹙眉，哦，我一个小边军都统，侯爷需要我帮什么忙？哎，林都统谦虚了，本侯只是靠祖上留下的爵位，算不得什么。谢尚倒是很敞亮，笑呵呵道：林都统可不一样，听说连朱老都对您另眼相看啊。原来是为了朱明。侯爷是想让我引荐去见朱老，并非本侯，而是我儿谢玉。谢尚笑眯眯道：林都统若能让我儿拜入朱老门下，哪怕让他当牛做马，本侯绝无怨言。爹，我不想读书，读书没意思。谢玉一脸不爽的抱怨。闭嘴！谢尚忍无可忍，骂了一句，回头看向凌霄，又是一脸不好意思。林都统，实不相瞒，我们临渊侯府已经有3代没有入仕为官僚，要是过去也就算了，如今天下大乱，本侯也只好多一手准备了。凌霄听明白了，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世家。临渊侯不关心最后谁来当皇帝，在乎的是能否延续侯府的荣光。目前的临渊侯府看似尊崇，却没有实权。假如能拜入朱明门下，入朝为官就简单了。配合谢氏一族的影响力，谢玉很快就能在朝中平步青云。到那时候，不论谁来当皇帝，大殿上都有他临渊侯府的一席之地。好算盘啊！侯爷，实不相瞒，我能见朱老，是因为答出了一道难题。若是世子爷能够答出来，想来朱老也会见一面的。凌霄没有直接拒绝，而是半真半假的回应。哦，什么难题？谢尚忙问道。凌霄随即将1、2、3的事说了遍。谢尚一脸深思，这题目确实深奥，本侯还真不知道从何答起。这什么难的？4、5、6呗。后面的谢玉抬头说道。胡说八道，朱老的想法怎会如此容易猜到？谢尚瞪了眼。凌霄有些尴尬，自己当初也是想多了。林都统，敢问您是如何作答的？谢尚好奇道。我的答案只能代表我自己。谢尚皱眉，他已经能听出来凌霄压根就不想帮忙，什么难题都是推脱的借口。谢尚大手一挥，几个仆人将几个大箱子送进屋内，打开后，里面赫然是白花花的银两和珠宝。林都统，这是我们临渊侯府的一点小心意，总共10万两。本侯虽然没带过兵，也知道军队最是花钱，您手上3万多大军，靠白水郡贫瘠之地，可不好养活啊。谢尚笑道，若能让我儿拜入朱老门下，本侯保证再追加10万两。凌霄眼前一亮，尼玛，废话这么多，早点把钱拿出来不就好了吗？凌霄如今扩军到了3万多，军饷、武器、战马、后勤、攻防、家属村以及开垦田地，杂七杂八的加起来，萧清玄算过一笔账，每个月的开支来到了3万两。虽然手头还有近30万两的存款，可也撑不过1年。一旦打起仗，那就更加花钱如流水了。所以钱是好东西啊。侯爷，你可真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确实缺军资啊。凌霄咬了咬牙，也罢，那不妨让世子爷在这里待一阵子，我尽量试试，看朱老是否愿意出个题，或是考教世子。谢尚哈哈笑道。林都统爽快人既然如此，我就让犬子在这里暂住一段时日，还望林都统多多帮忙照顾，若能成功拜师，必有重谢。一番寒暄后，凌霄送谢尚出了府。上马车前，谢尚似笑非笑道：林都统，本侯有一句忠告，不知是否想听？侯爷请说。沧州物产匮乏，大军久居于此，必有隐患，林都统要早做打算。谢尚笑着抱拳，将来若是有需要谢家帮忙的，都统不必客气。说完，谢尚进了车中，扬长而去。凌霄心里打鼓，这家伙怎么感觉话里有话？喂，你叫凌霄是吗？谢玉这时走出来，一脸单纯的问道：你能给我1万两银子吗？银子？世子要做什么？哎呀，我不想读书，更不想拜那老夫子，你给我钱，我直接留书一封，离家出走。谢玉得意道：这样呢，我爹没法怪罪你，你也省事，我也能去潇洒。天下大乱，四处都有匪患，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子哥，带着钱能活几日？谢玉皱眉，好像有点道理啊，那你给我派些护卫呗。你不是将军吗？手下高手肯定多啊。我又不是你爹。凌霄挑眉道，我可以认你当义父啊。凌霄直接无语，大可不必了，你要真不想拜师，我让人带你去一个地方。谢玉脸色一紧张，什么地方？书院我可不去啊。放心，我知道你不是那块料。凌霄轻笑道，我怎么感觉你在骂本世子？谢玉一脸怀疑。凌霄也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找来秦河，让他带着谢玉去攻防见见老于，但是要严格看着，不能乱碰乱动，耍世子脾气。谢玉倒没有拒绝，似乎对这种神神秘秘的安排
反而很感兴趣。等凌霄回到府内，萧清玄正派人清点银两，穆婉莹和冷艳也在一旁看着。要是一般的女子见到这些珠宝，怕是要疯。可三人都是皇亲贵胄出身，很是淡定，甚至都懒得碰一下。夫君，这林渊侯听说生意做得很大，和很多皇亲贵胄都有往来。萧清玄几分忧心道：若收完钱，朱老不肯收谢玉，怕是会触怒林渊侯，反而惹来一个大麻烦啊。凌霄笑了笑：娘子，我连白王都惹了，还在乎一个林渊侯吗？萧清玄一愣，回头一想，是这个道理啊，是妾身多虑了。夫君所言极是，现在我们就是多活一天算一天。哈，任何时候实力才是硬道理。凌霄豪爽笑道：只要我们能一直打胜仗，就算林渊侯知道被骗了，他也不敢放一个屁。萧清玄和穆婉莹听得美眸泛光，满是仰慕和崇拜，就连冷冰燕也忍不住芳心一颤，别过头去不敢多看。正当这时，外面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老爷，老爷，说是京城来的使臣，让您出去接旨。老管家急匆匆进来，一脸惊慌：小地方第一次遇见圣旨传达啊。凌霄和萧清玄对视了一眼，彼此都是精神一振。走。来到前庭，一名风尘仆仆的使臣打开了黄绸卷轴。石宝边军都统凌霄接旨。凌霄见俩女人犹豫着是否下跪，直接将他们抓住，朝二人摇了摇头。两女本来就很挣扎，一个是被大钱灭国，一个是被红帝抄家灭族，如今要对红帝下跪，自然是为了凌霄，内心是很痛苦的。不用下跪，听就完了。二女吃惊地看着男人，但都默默点了点头，心里满是感激。大胆凌霄，你敢见圣旨不跪？使臣训斥。凌霄毫不客气道：少废话，不想死就读。使臣感受到一股杀气，敢怒不敢言，只好先宣旨：应天顺势，受兹明命，进据边关持报，石宝都统凌霄勇冠三军，阵斩北蛮大将数员，歼敌于2万之众，忠冠日月，义薄云天，将士归心，边民养德。朕为治是以德人为先，特配殊恩，即进而为镇北将军，至从4品，总治北京6州军务，而其毅力忠臣，克勤匪懈。钦此。凌霄听完有些不敢相信，直接上去一把将圣旨拿了过来。夫君真是从4品。萧清玄喜上眉梢，妾身还以为最多给你晋升5品，看样子朱老真是面子不小，让我掌控6州军务，说白了是让我和白王对着干啊。凌霄冷笑道：这么大一帽子下来，从4品都算低了。这是一个阳谋，皇帝就是要他在北京后面捅刀白王。不过这也是凌霄想要的，从他在石宝力挽狂澜的那一刻起，和白王就是死敌了。凌霄见那个使臣冷着脸离开，朝穆婉莹使了个眼神。穆婉莹会意，立刻派人去处理。他们接旨不跪，这个消息不能传回京城。1天后，北境冒出了一个镇北将军的消息，飞速传遍6州。除了沧州刺史瑟瑟发抖，其他5州也是噤若寒蝉。他们知道一山不容2虎，白王肯定要有动作了。而凌霄并没有急着出兵拿下整个沧州，名正言顺的接掌3万大军后，他还是耐着性子有条不紊的练兵。北境一切都看着没有变化，可谁都清楚水平面下绝对暗流涌动。直到7天后，凌霄回到家，萧清玄正在客厅中招待老于喝茶。这老头难得从公房过来，正抱怨着什么。夫君辛苦了。萧清玄忙起身过来迎接。娘子，出什么事儿了？不等萧清玄说什么，老于嚷嚷道：将军，这活儿没法干了。凌霄难得见这老头如此颓丧，平日里都一副给钱就行，啥都能整的大师姿态。怎么了？不会是那谢玉给你惹麻烦了吧？谢玉自从去了公房，就跟着了魔一样，听姚刚说，这小子看他打铁能看一下午，大家都以为这小子脑子有病，跟他没关系，他也就嘴碎了点，老爱问这问那。老于叹气道：主要是材料，要啥没啥，咱那高炉好不容易建好了，结果焦炭一直买不到。你也知道，铁矿质量差点，大不了多提炼几次，可没有焦炭，那真不行啊。凌霄和老于接触后才知道，这世界的炼铁技术还比较原始，黄品以上的武器之所以少，就是因为金铁比较难得，需要本身杂质少的优质铁矿才能获取，而玄品以上的武器往往用的都是极品铁矿和陨铁，格外稀有了。凌霄将高炉炼铁的图纸大概画了一下，老于立刻就明白了厉害之处。炼铁老于本就会，可从没想过建造如此高的炉子，不断升温将铁水自下排出的法子，而建造高炉需要的耐火砖是一大难题。好在凌霄本就知道需要哪些材料，所以省下了很多功夫。我用木炭试过了，铁的质量不行，必须得用焦炭。但凡给我足够的焦炭，哪怕矿石质量差一点，
我一炉能给你日产上1000斤精铁。老于一脸焦急，眼看一块块烧制好的耐火砖搭建起一座庞然巨物，结果却因为缺材料没法完成最后一步，这哪受得了？上1000斤！凌霄眼前一亮，这要是多来几座高炉，全军配备黄品武器不是梦？关键是自己能够用黄品武器换威望啊！夫君，有件事，其实妾身也正打算跟你说。萧清玄低声道：白水郡的盐不太够了。盐？大钱的官盐、铁矿，因为关乎国本，所以都是各地郡守直接管辖。凌霄自然交给了萧清玄去盯着。沧州对我们白水郡断了官盐，民间黑市虽然能买到一些私盐，可质量太差，还很贵。根据目前的储备，哪怕省着用，最多半个月，白水郡也要无盐可用。凌霄听完，顿时想起了凌渊侯走时的话，这老小子早就猜到了白王会掐断官盐的供应。夫君，白王是想要兵不血刃，让我们自己崩溃了。萧清玄自然也明白幕后黑手是谁。凌霄则反问道：我们白水郡内就没有盐矿和煤炭？被凌霄这么一问，萧清玄和老于都露出诧异之色。大人，您不会打算自己制盐吧？老于问道。不行吗？制私盐，这可是杀头的罪名。凌霄哈哈笑道：我凌霄干的事，哪一件不是杀头的罪名？萧清玄和老于听完，仔细一想，还真是。朝廷都自顾不暇了，还在乎他制不制盐？很快，本地通的老管家被找了过来，一番询问才知道，煤矿是没有，可白水郡东面有一个小村子，有不少矿盐。大人，那些盐矿不能吃的，牛羊舔了以后，很多都会被毒死。老管家瑟瑟发抖道：咱可不能吃那种盐啊。凌霄估摸着，那应该是有不少重金属，但这都在他意料之内。当天下午，凌霄就带着老于抽调了一群工人，带了各种工具材料，来到了名为小石村的地方。令他意外的是，谢玉这小子竟然也要来。几天不见，谢玉一身蓝色粗布衣裤，看着和工人没啥区别，皮肤都晒黑了不少。萧清玄因为担心，也带着冷冰焰一起跟随。荒凉的盐碱地，光秃秃的山头，杳无人烟。这地方寸草不生，蛮子来了都得摇头。凌霄却仿佛看见了宝藏，这满地的不都是盐吗？他立刻着手让工人挖盐捡土，将盐矿砸碎。大人，这是毒盐啊，虽然我不是干这一行的，也知道不能吃啊。隔行如隔山，制盐都是专门的人掌握技术，老于还真不是很了解。你别急，看着就行了。凌霄亲自下场指挥。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用草木灰、木炭粉3次过滤后得的盐溶液大火煮干就行了。因为条件有限，工人也不是很熟练，所以第一次获得的粗盐还是有些脏兮兮的。凌霄虽然很有信心，可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先让人用老鼠做实验。2只老鼠吃完带盐的食物，过了1个时辰，什么事都没有。凌霄这才自己上手尝了尝，不错，还有点苦，但不仔细尝吃不出来。我也试试。谢玉很兴奋，上前试了一口，然后眨眨眼道：不苦啊，盐不就这样吗？工人们也都纷纷上前尝味道，吃完后都说不错。萧清玄也顾不得矜持了，凑到凌霄身边，伸出纤纤素指沾了点尝尝。很快，女人目露神采，兴奋道：夫君，和官盐没什么两样呢。凌霄这才意识到，大钱所产的官盐还没到今年的程度。看样子，只要我们继续改良提纯工艺，以后咱白水郡就可以卖盐了。夫君竟然还有制盐的本领，会的也太多了。萧清玄一脸崇拜，感觉自家男人就是一个宝藏，一直都有新花样。冷冰艳尝过后，也是神色复杂，越发看不懂这个男人了。解决了吃盐的问题，凌霄心情大好。谢玉在旁一脸匪夷所思：林将军，你当将军太可惜了，要不来咱攻防吧？我想拜你为师。他最近得知复合公弩、炼铁高炉以及其他工坊里在研究的技术都是凌霄发起的，对于凌霄的仰慕已经难以言表。一开始也就是觉得好玩才留下，现在谢玉真心不舍得离开了。瞎说什么鬼话！林将军不打仗，咱造的武器给谁用？咱的工钱谁来发？老于也不客气，直接戳了戳谢玉的脑袋。谢玉也不生气，憨憨一笑：也是啊。工人们哈哈直乐，气氛很是融洽。现对于这个没啥架子的世子爷，都是颇为喜欢凌霄，却没高兴太久，因为还有煤炭需要解决。回到军营后，凌霄立刻召集了赵宽、魏东学等人。魏参军，你对沧州了解比较多，可知道最近的煤矿在哪里？魏东学回禀道：将军，沧州境内要说产煤的，也就巫山郡一处。哦。凌霄看了看沙盘，发现从白水郡往南，过了临沧郡，还要再往西南才能抵达。大军过去得至少3天吧？魏东学皱眉道：将军，属下以为动巫山郡并非最好的选择。哦，为何？
凌霄问道。魏东学认真说道：因为北境产煤的地方不多，巫山煤矿是白王重兵把守的。比起攻打巫山郡，我们不如先把临沧、阳泉、福山等几个郡打下来，将沧州大部分领地和兵力吃下以后，再围攻巫山郡更稳妥一些。凌霄看看其他人，你们怎么认为？末将觉得魏参军所言有理，万一我们和白王的大军打起来，腹背受敌可就麻烦了。是啊，先把其他几个郡拿下，也有助于镇北军提升士气。秦河却反对道：我们边军从不怕打硬仗，就该先干白王郡，把白王郡干了，其他人都老实了。秦校尉，现在不是打北蛮，局势不一样啊。赵宽见凌霄笑而不语，问道：将军，您是怎么想的？凌霄见众人安静了下来，道：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是白王郡，我们希望镇北军去攻打哪里？魏东学等人面面相觑，顿时不说话了。还用想吗？肯定是先去攻打巫山以外的那些郡啊，既给了白王军准备的时间，也能调度安排，还能消耗镇北军的体力粮草。再问你们一个问题，打下巫山以外的那些郡，对我们镇北军有什么用处？凌霄咧嘴笑道：搜刮民脂民膏，还是替朝廷分忧，给白王添堵？被这么一问，魏东学等人感觉豁然开朗。将军所言极是啊。魏东学醍醐灌顶道：不管我们是否派兵征讨，沧州7个郡根本不会逃走，该是我们的迟早都是我们的，根本不需要急于一时。赵宽捋着胡须点头道：不错，朝廷希望我们镇北军去和白王血战，却根本不会在意我们的死活。我们要想活下来，还需先加强自身实力，而不是拿一大片没什么用的地盘。凌霄满意的笑道：赵大哥所言就是我想说的，不要以为皇帝册封我们是镇北军，我们真就要替他镇守北境了。白王的对手是皇帝，是西面的亲王，东面的燕王，我们只要别太过分，白王不会调遣大军来打我们，因为他担心另外几线崩盘。所以我们需要拿捏分寸，既让白王难受，又不能让他真的狗急跳墙。沧州大部分地盘给他拿着无妨，我们要的是煤矿、铁矿、资源。听完凌霄一席话，在场中将领感觉格局一下子打开了，满眼都是崇敬之情。难怪凌将军能够百战百胜，属下受教了。魏东学一脸惭愧，自己这参谋太不称职，还需多多学习。凌霄道是不怪他们，毕竟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决定军力的思想对他们来说太先进了。这个世界终归还是人海战术为主。赵大哥，立刻派人查清楚巫山郡驻扎了多少白王军，3日后绕过临沧，直取巫山郡。凌霄吩咐完后，一众将领开始去准备。出了军营，天色已黑。穆婉莹骑着马，水润星眸看着身边的男人，难以挪开。婉莹，怎么了？一直看着我。凌霄都被盯得身体燥热，这女人被开发次数多了，越来越有小少妇风情了。夫君，你怎么懂这么多？刚才你让我们换白王军的位置来思考，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很多事。穆婉莹心悦诚服，要是我跟你打仗，肯定一败涂地，毫无抵抗之力。嘿嘿，不见得吧？凌霄挑眉道：我的长枪再勇猛，每次我跟你交战，我都元气大伤啊。倒是我的小婉莹，2张嘴都吃得饱饱的，最近越发滋润了。穆婉莹听得都坐不住，要从马上摔下来了。夫君小声点，别让人听去了，羞死人了。穆婉莹低着头，娇艳欲滴。凌霄也不再多逗她，主要还有一点正事。让穆婉莹先回家后，凌霄跑了一趟苏府。情报这玩意儿，自己得查，可多一份保障更好。所以苏昌的情报还是得要。管家见凌霄来了，战战兢兢，急忙去禀报。如今凌霄已经是从4品的10拳5阶关实打实的一方大人物了。因为苏昌一家在吃饭，凌霄也没去打扰，直接来书房先喝茶。等了会儿，一袭青色长裙、云发及腰的清丽女子端着茶走了进来。林将军请用茶。苏焕沙一脸高冷，嘴上客气，但是摆明了故意生分。凌霄见他这副表情，才想起当了镇北将军后，还一次都没去过白玉楼。虽然是因为事情太多，可苏焕沙和朱明自己确实也该到声线，至少有些表示才对。见苏焕沙转身要走，凌霄一把拽住女人的柔蹄，将她拉了回来。呀！苏焕沙娇呼，被一股巨力霸道的拉过去，根本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一屁股坐在了男人腿上。真轻，真软啊！凌霄发现苏焕沙的体质和萧清玄的丰盈、穆婉莹的弹性都不一样，就是小家碧玉的软软糯糯的滋味。一股芬芳扑鼻，能从女人的领口看到一抹风光，意外的有料。你干嘛？苏焕沙挣扎着要起身，可却被凌霄搂住了纤腰。凌霄凑到女人耳边，最近刚接任镇北将军，事儿太多了，冷落你了。苏焕沙一听这话，
眼圈一红，鼻子酸酸的，却是安分了。我又不是你的夫人，跟我说这些做什么？女孩轻咬红唇，面露小委屈。凌霄叹气，你的心意我怎么会不明白？可你这么好一姑娘，让你当妾，你爹娘能同意吗？你胡说什么呢？谁要给你当妾？苏焕纱面红耳赤，这家伙说话太直接了。怎么办？自己要说其实自己不介意吗？反正穆婉莹都愿意，自己这出身算什么？我也知道不能强求，不过你这么漂亮，对我这么好，我哪能不动心呢？凌霄也不是什么圣人，人家摆明了对自己情根深重，自己太客气就是对美女的不尊重。于是凌霄直接一手捧住了苏焕纱的半面小俏脸，将她真手抬起。苏焕纱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含羞怯怯地闭上了美眸，睫毛颤动。喝茶？不必了，凌霄直接开喝琼浆。不得不说，古代这天然无污染的美女，味儿就是清甜。可嗨嗨，过了会儿，外面传来胖子的剧烈咳嗽。凌霄武道宗师的实力，自然早察觉了。不过他并不急，自己又不是来偷人，是来抚慰美人受伤的芳心，做好事儿啊。苏焕纱听到父亲的声音，却立刻吓得站起身来，急忙快步跑了出去。既然被撞破了，还是别跟胖子爹见面为好，免得尴尬。苏长后脚慢慢走进来，给凌霄拱手行礼，但是表情多少有些不情不愿。凌霄甚至感觉，但凡苏昌有把握打赢自己，就要冲进来拼命了。凌将军，大晚上的来府中有何贵干？苏昌绷着脸问道。我要整个沧州的军力布防情报，特别是白王军的。凌霄开门见山，一点都不客气。苏昌咬牙憋着火气，将军，这些情报还是得让镇北军的斥候去查探吧。凌霄并不意外，自己的宝贝疙瘩被偷了，当爹的多少会有脾气。苏大人，你希望自己女儿幸福吗？苏昌蹙眉，默然不答。虽然我不清楚为何以你的实力会在白水郡做一个小小主簿，可我很确定你肯定很爱自己的妻女，愿意为他们忍辱负重，低声下气。苏昌低着头，眼神逐渐锐利，心里惊讶，凌霄莫非看出了书院的背景？总不会是朱明夫妇说的吧？不可能，他们不会做多余的事。苏大人，希望你不要被一时的情绪蒙蔽了双眼，仔细想想，帮我还是帮白王，怎么做对苏小姐有利？凌霄走上前，一只手搭在胖子肩膀上。你我都是有家室的，你应该能明白，一个男人为了心爱的女人能做出什么事来。苏昌眼皮狂跳了几下，脸色阴晴不定切换。十几秒后，苏昌长叹一口气，躬身抱拳道：明日正午前，卑职会将情报送到将军手里。凌霄满意的点了点头，那就辛苦苏大人了。看着凌霄出门而去，苏昌一脸唏嘘。乱世之中，想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是奢望，只能期望自己女儿没看走眼了。翌日上午，一身男装的苏焕纱来到了府中，管家领着她来到了后院，结果就见凌霄和几个女人正在摆弄着一堆木头小玩意儿。谢玉这个小侯爷则是拿着刻刀，被督促着雕刻什么。林将军，你们在忙什么？苏焕纱本来还有些害羞，毕竟昨晚两人短暂的相濡以沫了下，可看见桌上的新鲜玩意，顿时来了兴趣。苏老板来了，我这不是想给朱老送份谢礼吗？所以在亲手打造呢。谢礼？苏焕纱上去拿起一个刚上完色正要晾干的中字木方块。这是何物？这叫麻将，是我家乡的一种消遣娱乐小玩具，老少皆宜。谢玉一脸郁闷。玩具？你不是跟我说这东西奥秘无穷，蕴含天地大道，深不可测吗？我一大早就过来，雕得手都快废了，你跟我说是玩具？少废话，不想滚回凌渊侯府就给我赶紧雕。一听要送他回去，谢玉立马老实了，埋头干活。苏焕纱目瞪口呆，堂堂凌渊侯世子怎么如此卑微啊？苏姐姐，来坐吧，来人上茶。萧清玄挪了个位子，拉着苏焕纱落座。穆婉莹这会儿也正提着笔帮忙上色，抬头笑道：焕纱，要不你也来帮个忙？夫君手笨，麻将牌都涂花了，不如我们女子心细。苏焕纱看着两女期待的眼神，何尝不明白这也是一种当她自己人的表态。她心里感动，甜笑着点了点头。好，那我也一起。苏焕纱说着，不忘将一个信封递给了凌霄，然后才拿起笔开始学着上色。凌霄看着三女一起忙活的场面，很是满意。要是换个场景，切换到大床上，那就更好了。他拆开信封，看起了情报。看完后微微有些意外，但也没说什么，默默收好。下午的时候，凌霄带着麻将和苏焕纱一起再次拜访了朱明夫妇。老两口对于凌霄的到来并不意外，可没想到会送来一件奇怪的谢礼。凌霄当场教学了一番，一下午后，朱明夫妇已经上头。丁翠花，你怎么碰二筒啊？这我怎么胡啊？
朱明眼睁睁看着单调的2桶被碰，直接炸毛。我又不知道你在等2桶，你换个呗。丁翠花洋洋得意，这老头从年轻时就嫌他迟钝，如今他可扬眉吐气了。老师，我又自摸了。苏焕沙一脸抱歉，但手很诚实，很自觉地从当世大儒面前捞了一枚铜钱过来。新手保护期，苏焕沙明显更胜一筹，1文钱的麻将赢了快100文了。朱明脸肉抽搐了2下，大手一挥，无妨，君子爱财有道，老夫输得起，再来。抱歉了朱老，我得走了。凌霄一脸遗憾道，军中来人了，应该有急事，我得回去。几人一看，才发现远处有人骑马过来，是镇北军的人。朱明满脸不情愿，既然是军务，将军慢走，不必管我这风烛残年冷冷清清的老头。凌霄险些没帮住，咋回事？打了一下午麻将，闷骚本性暴露了。不过人老了，的确会越来越像孩子。朱老，您要是不介意，改日我让2个夫人来陪您2位打，我把他们都教会。好啊，我早听浣纱提起过，你那2夫人都不一般呢，我也想见见。丁翠花眼神一变，立刻笑眯眯说道，既然我夫人想见，老夫自然也是欢迎。朱明捋了捋胡须，故作斟酌道，要不就明日吧。凌霄哭笑不得，这分明是恨不得立刻就抓过来啊。回到军营，凌霄见到了斥候传回来的情报，看完后凌霄眼神一亮，还真和苏昌给的几乎一致。这就有意思了，巫山郡竟然只有5000白王的兵马，这个数字远低于凌霄的预估。他觉得白王30万大军怎么也得放1-2万在沧州。大人，其实并不奇怪。魏东学分析道，煤矿虽然有用，可并不如铁盐来的关键。白王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提防亲王和燕王，我们镇北军对他来说不算大的威胁。哼，敢小瞧我们，就该让白王军尝尝我们的厉害。王崇气愤道，将军，给我1万兵马，3日内我必拿下巫山郡。吴金哲一抱拳，单膝下跪请令。凌霄却并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拿出斥候传来的地形图，细细研究了会儿。这巫山郡的眉山距离城外有30里，没错，那地方叫黑崖村，整个村子都是挖煤为生，几百个白王军看守。赵宽点头道，这地方不错啊，向北5里就有河流，地势平坦，水源也能解决。凌霄反问众人，既然煤矿不在巫山城内，我们干嘛非要攻城？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魏东学摇头道，凌将军，若我们只是拿下煤矿，对方派兵来骚扰，该如何应对？而且当地我们没有防御工事，囤积粮草也容易被烧毁，不拿下巫山城就不能踏踏实实挖煤啊。几个将领都纷纷点头，觉得言之有理。贤弟，攻城略地，攻城为先，不拿下巫山城终归是一个隐患啊。赵宽也劝解道。凌霄笑了笑，若我派5000兵马过去，他们肯定会有所动作，可若我们派2万大军过去，你们觉得他们还会来骚扰吗？众人傻眼。2万？将军，您是认真的？对方才5000人，我们派2万过去，直接攻城不就好了？凌霄反问道。攻城不用死人吗？众人愣住了，一个个心里多少有些无语。打仗肯定要死人啊，何况是最难的攻城。将军，属下知道，您爱惜将士们的性命，可拿着军饷，自然不能怯战啊。魏东学道。凌霄摇头，我不是让你们贪生怕死，而是没必要白白牺牲。吴将军，你刚才要1万兵力，那我问你，拿下巫山郡，你能剩下多少人？吴金哲仔细考虑了下，回道，末将有信心，最多死7000人。攻城之战，除非从内部攻破，不然就是守方优势，攻方必然死得更多。7000，你知道吗？我们石宝边军当初总共剩下的才不足3000。凌霄大声道，我们这些将士不论出身是边军、守军还是沧州军，都是和蛮子真刀真枪杀出来的，他们当然愿意去攻城，也不会怯战，可问题是这值得吗？白王断我们煤炭，断我官盐，就是想让我去攻城，让我分散兵力，让我损兵折将。他难道不清楚我镇北军有多少兵力？为何不留1万、2万，偏偏只留5000在巫山郡？因为那就是诱饵，人多了，他担心我们不愿意攻城，所以只留5000。5000人对于白王的30万大军无足轻重，可7000人对于我们镇北军是大伤元气。魏东学、赵宽等人脸色复杂，他们意识到凌霄的分析大概率是对的，换他们是白王也会这么干。将军，那您要派2万大军过去，不攻城，难道挖完矿就回来吗？吴金哲问道。凌霄玩味笑道，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煤矿我要，巫山郡我也要，白王想跟我玩消耗战，痴心妄想。随即凌霄下达了一系列的指令。
众将士们听完后只觉得匪夷所思，可凌霄创造了太多奇迹，他们虽然不是很懂，也不敢质疑。一天后，镇北军浩浩荡荡出动了2万大军，朝着巫山郡方向进发。萧清玄依旧坐镇白水城，穆婉莹则跟随出征。出城的时候，凌霄看见苏浣纱在城楼上依依惜别，凌霄朝女人挥了挥手，惹得刚刚情意萌发的苏浣纱泪水簌簌滑落。而就在第2天，巫山郡的太守府，白王军守将杜伦正和太守郭宝云一起喝着酒。杜伦接到了一封情报后，咧嘴冷笑了声，还真被王爷算准了，这凌霄朝巫山郡来了。什么？郭宝云大惊失色，手里的酒杯都颤抖了。将军，您怎么还笑得出来？这凌霄可是杀神啊！郭宝云抿了口小酒，慌什么？本将军早就研究过凌霄此子的行事风格，他喜欢投机取巧，趁人不备，混入敌阵，从后方找机会斩首将领，如此才能以少胜多。如今整个巫山城层层戒备，都用暗语交接轮岗，铁桶一块，苍蝇都飞不进来。我们的粮草足够挨过这个冬天。凌霄但凡敢攻城，我军准备的那些火油就够他喝一壶。等死伤差不多了，王爷就会派大军直刺他们后方大本营白水城。到时候狗皇帝册封的镇北大将军无处可藏，还不是我们王爷的刀下亡魂？郭宝云恍然明悟，立刻拍马屁：王爷神机妙算，杜将军领兵如神，那我们巫山郡可就全仰仗您了。哈哈，来人啊，让每场的守军都回来，明日开始全军准备守城。随着杜伦一声令下，整个巫山郡进入了备战状态，全城的百姓都陷入了惶惶不安中。1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3天过去，依旧无事发生。百姓们都懵了，不是说好镇北军那杀神凌霄要来攻城的吗？人呢？守城的白王军也都一个个心里打鼓，望眼欲穿，就是没见人影。军营内，杜伦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怕不是情报有假。将军，要不要把火油先搬回仓库？一旁的参军小声问道。杜伦瞪了一眼，正要破口大骂，却听斥候来传讯：将军，我们的人在黑崖村附近发现了镇北军。杜伦精神一振，他们在干嘛？朝这边来了吗？斥候表情像是便秘。他们扎营了，看到了好多烟，好像在烧火做饭。做饭？杜伦皱着眉头，来回走了几步。也对，要攻城肯定是要养精蓄锐。传令下去，全军不得松懈。斥候营再探再报。与此同时，黑崖村白王军的士兵走后，裸露的煤矿附近全是干活的，一辆辆独轮小车以及各种扁担挑夫将一筐筐的煤炭、石头不断地往河边运。黑崖村本来有300多口青壮力，见2万大军过来，吓得都瑟瑟发抖。可等镇北军一到，不仅没有伤害他们，还给他们发了粮食和新衣服。比起敲鼓吸髓，动不动鞭子抽他们的白王军，村民们感动得稀里哗啦。林大将军当着乡亲们的面说，只要肯好好为镇北军做事，不仅有吃有喝，还能和当兵的一样，一个月拿300文。这把黑崖村的本地居民都乐坏了，干起活来特别起劲，将周围所有资源分布情况都说得明明白白。黑条子是村长家儿子，也是黑崖村挖煤工的工头，跟镇北军的将士们混了3天后，黑条子壮着胆敢问一些好奇的问题：大哥，你们不是当兵的吗？天天跟我们一起挖矿搬石头，不觉得难受吗？黑条子推着独轮车，看着旁边一起背石头的几个镇北军，忍不住问道。这帮人第1天刚来，直接把盔甲一丢，换上了粗布麻衣，直接就进了矿山。3天过去了，也不见他们骑马练枪，就和他们村民一样，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苦力。甚至还有大几百人，每天架着上百口大锅在村口那儿烧饭做菜。乡亲们每天只需要干活，吃喝不愁。哈哈，这有啥？俺们在白水城干的就是这个。之前开垦荒地可比这无聊，现在跑来跑去的有意思多了。打仗会死人，能在这儿干干体力活，赚点军饷，不比打仗强。黑条子听完，脑海里冒出了一个离谱的念头，他们难道不是镇北军？河边的大军帐，临时指挥部。林将军，巫山城的白王军非常安静啊。魏东学笑着道，至今都只敢派一些斥候，远远看着都不敢靠近侦查。哈哈，他们肯定还以为我们是2万大军。秦河捧腹道，殊不知咱只有5000正经的镇北军，其他15000全是工匠和民兵。赵宽捋着胡须感慨道，贤弟这一招棋，换谁都想不到啊。出征2万人，打仗的就5000，古往今来闻所未闻。凌霄在收编了沧州军后，将1万多不适合打仗，更适合当后勤、工匠、农民的都给划了出去。他将这群人编成了民兵，除非必要，不然不用上战场。
因为照样可以拿军饷，还不用冲锋陷阵，所以大部分民兵都没意见。能好好活着，谁想玩命啊？极少数就是不信邪，一定要在镇北军打仗的，凌霄也没阻拦。反正训练跟不上，自然也就认清现实了。其实还想再征调5000劳力，可白水城的开荒关乎粮食保障，必须按期完成。凌霄指了指地图上关键的几个点，巫山城不用担心，撑死就5000人，赶来就是找死。关键是临沧、阳泉2个郡必须盯紧了。白王如果趁我们不在攻打白水城，这才是一大隐患。赵宽正色道：贤弟放心，上百名斥候已经混入了这几郡，一有风吹草动，立刻会报上来。凌霄点头，对于赵宽办事，他还是放心的。这家伙有慧眼识人，所以挑选的斥候也都有2把刷子。商量完军情，凌霄马不停蹄，直接视察河流边的工地。凌霄让人用木匠分隔开了3块区域，每个区域的工人只负责一件事，别的也不能多打听。第一个区域，河流上游，凌霄让人迅速挖了几个小河道，将所有挖来的煤炭清洗一遍。他发现这世界的人挖了煤就会用炉子烧炭、焦炭炼铁，可没有洗过的煤，杂质太多，很多有害物质不说，燃烧效率也低下。第二个区域则是烧制区域，不论是焦炭、石灰粉还是粘土粉，都要高温烧制。煤炭无限供应，燃料不是问题，缺的就是炉子。好在人多力量大，3天后2个炉子已经造出来了，第3、第4个也就不远了。老于本就是干工程的，这些活儿不用说的太细致，他就都明白。第3个区域保密工作最严格，凌霄只让最亲信的、受过伤的边军老战士上手。石灰粉、粘土按照3:1的配比掺入一些铁粉，搅拌后加入一些碎石，倒入砖块模具。第5天，第一批水泥砖做好了。凌霄拿起沉甸甸、毛糙得很的砖块，很是满意。夫君，这是砖头。穆婉莹期待了好几天，结果等来一个黑乎乎的砖头，难免有些失望。哈哈，婉莹，你可别小看这砖头。凌霄说道，不信你用锤子砸一下，看能不能打碎。穆婉莹一听不服气，她虽然是女子，可武力远超一般的同龄男性。女人借了一把锤子，直接就往水泥砖上抡了下去。当，穆婉莹手一麻，惊愕地看见水泥砖竟然只是掉了一层皮。这一下，其他几个将领脸色都变了。白不黑等人纷纷要上来试一试，结果7、8个人锤了10几下，水泥砖才4分5裂。看到这一幕，现场死一样的安静。凌霄对这样的反应并不意外，这世界连3合土都没有，水泥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开挂了。夫君，要是用这砖头造城墙，可就不怕投石车了。凌霄却是摇了摇头，短期内不现实，城墙需要耗费太多人力，且不说耗时太久，而且水泥砖数量不够。将军，既然如此，那这些水泥砖您是打算做什么用？魏东学疑惑道。凌霄笑了笑，想要守住一个地方，除了造城墙，其实还有别的法子。小半个月过去，巫山城内白王军已经从一开始的整个带弹变成了无所事事，百姓们也都听到风声，说是镇北军天天就在黑崖村挖煤，根本没打算攻城。可整座城一直都被封锁，货品不能流通，大大影响了巫山城民众的生活。平民不敢抱怨，可那些要经商的地主、员外、小贵族们自然不乐意了。太守郭宝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天天往杜伦的军营跑。杜将军，还不能打开城门吗？天要凉了，很多商队急着做生意呢。杜伦也是焦头烂额，愁眉不展道：我向王爷禀报了，可王爷没给我派兵，我就5000人，你让我冲过去打对方2万人，这不是找死？王爷就眼睁睁看着。煤矿不要了，煤矿而已，又不能直接铸造兵器，何况北京6州产煤的地方多了去了。郭宝云脸色发白，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对于白王来说，巫山郡本就是可有可无的，派2万大军过来和骁勇的镇北军厮杀，根本不划算。万一东西2条战线被亲王、燕王趁虚而入，那就会葬送兵力、领地的优势。郭大人，你放心吧，等天再冷一些，蛮子就该入侵了。北蛮被凌霄杀了2万人，这一次肯定会有大动作。杜伦脸色阴沉道：我想白王殿下应该也在等着北蛮入侵的时机。郭宝云精神一振，对啊，往年9月、10月，北方3大蛮族的战马膘肥体壮，他们都会趁着这个时机侵扰边境，抢物资过冬。这凌霄又是北蛮的血仇死敌，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杜伦点头，所以必须忍住。凌霄此人武功强得可怕，若是这会儿和外面通商，让凌霄的人混进来，内部被攻破，你我人头不保。郭宝云吓得摸了摸脖子，咬牙道：卑职知道了，
那再等他半个月，宁可得罪一些商人贵族，郭宝云也不想掉脑袋。这时候探子又来汇报黑崖村的情况，杜将军，镇北军又起了2座楼，加起来已经第6座了。郭宝云听了稀奇，起楼？什么意思啊？他们要在黑崖村造城墙不成？杜伦摇了摇头，拿起一张图纸，不是城墙，应该是箭塔支流。郭宝云看了眼，发现是一些塔状的建筑和一些圆形类似军帐的建筑。这高高的像是箭塔，那这圆圆的又是什么房子？杜伦冷笑道，不论是什么，必然是用来防守的，到时候派出所有的投石车先砸了就是了。郭宝云一听也有道理，短时间内造起来的防御工事能起多少效果呢？一场秋雨一场寒，入夜，黑崖村内依旧忙碌。为了驱散寒气，很多地方都点燃了煤炭，供人取暖。事后从北面传来情报，北蛮有数万大军在蠢蠢欲动。凌霄很清楚，蛮子必然会杀向白水郡，给他建造防御工事的时间不多了。要保住这里的煤矿和工房，必须抓紧时间。一座完工的圆顶水泥房内，凌霄带着穆婉莹从低矮的小门一进来，就感觉温暖了许多。夫君，这就是你说的碉堡？穆婉莹满眼惊奇，这些黑乎乎的水泥砖竟然垒砌出了如此密不透风的建筑。这些砖头的硬度他可是见识过，想要从外面攻破这里，怕是要费好大功夫。不错，传统的箭塔都是木头或是泥砖，要么怕火，要么容易被砸坏。我们的碉堡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对方赶来攻打，就得付出成倍的代价。凌霄相信，在火药出现以前，这些水泥工事将会是这个世界军队的噩梦。夫君，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神奇事物的？我在兵书上可闻所未闻呢。穆婉莹佩服得无以言表。在他看来，敌人要攻打一个碉堡，除了用人海来填，别无他法。里面的士兵只要不出去，几乎是无敌的，也就派一些神射手了。想知道啊？凌霄从后面搂住女人的腰，闻着女人的香味，开始使坏。让为夫满意了，就告诉你。穆婉莹却是害羞地拦住了男人的手。夫君，外面还有工人和巡逻兵呢，让人听见了，我还怎么带兵？凌霄皱眉，道理是没错，不过半个月没开荤，馋啊。夫君，我知道一个好地方，你跟我来。穆婉莹其实也忍不住了，她初为人妇没多久，加上身体好，需求也很强，而且她也想趁着独占男人的这段时间抢先一步。凌霄心里一喜，跟着女人一路来到了黑崖村外废弃的煤矿场。穆婉莹领着他进了一个掏空的矿洞，里面有一些石头、桌椅板凳，还有一些干草铺在地上。婉莹，你怎么发现这儿的？凌霄很满意，这地方在半山腰，有人上来他肯定能察觉到。这里是我带兵巡查四周的时候偶然发现的，村民说以前躲避强盗，把孩子们藏这儿。穆婉莹转过身，双臂勾住男人的脖子，美眸满是跳动的火焰，红唇晶莹水润。夫君，2个时辰后，凌霄躺在干草上，穆婉莹香汗淋漓，宛如八爪鱼，缠着男人不肯松开。婉莹，你在野外好像格外兴奋啊。凌霄寻思着，该不会第一次在河边的关系，所以女人有了一种特殊癖好吧？才没有呢，夫君取笑人家。嘿嘿，这有什么？我也喜欢野外，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穆婉莹窃喜，闷声不响地把脸埋在男人胸口。凌霄抚摸着女人的秀发，闲来无事，想起今天还没刷新商城，靠，最近太忙，老是忘记。他赶紧刷新了下，结果一出来就让他有些无语。精品矿镐，选品，挖矿时的绝佳帮手，简单耐用，500威望。碎岩巨斧，地品，可开山碎石的巨大斧头，1200威望。油灯，黄品，下地洞照明可用，100威望。尼玛，自从来了煤矿产地，凌霄已经好几次刷出这些矿工套餐了，为此还得了个开山裂石的成就，听着很牛逼，其实就黄品加10威望，简直哭笑不得。正当凌霄打算关闭商城，一个黑乎乎的武器却映入了他的眼帘。咦，这是什么？黑刀，选品，遗落在矿坑的一把黑色直刀，似乎藏着不为人知的过去，1500威望。凌霄目光一凝，选品1500威望，比地品武器都贵。要不是有黄品1500的易容术在先，他绝对要大吃一惊。可易容术是能进阶的功法，这把刀还能进阶不成？童子，这把黑刀是在矿场才会刷新的。系统，该物品为奇遇物品，只在特定场合有概率刷新。奇遇物品那就是很厉害咯。系统，奇遇物品只是具备稀缺性，可能是某些特殊信物，并不代表本身实用价值。凌霄听完不由皱眉，也就是说，这把刀之所以贵，可能只是他的前主人身份不一般。1500威望可不是小数目，自己总共才1260。
要是倾家荡产，再贴进去2件黄品装备，换来一个玄品武器，那可就亏大了。不过有易容术这珠玉在前，凌霄觉得可以赌一把。之前和蛮子的一战还剩几件黄品，凌霄队换成了威望，凑够1500，直接买下。定，获得黑刀，通体乌黑的直刀，尘封太久而失去了往日的锋芒。品级，玄品，可解封灵，1000。买下后，介绍的文字立刻变了。好你个小童子，这把刀是被封印的，你怎么不早说？系统，亲爱的宿主，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我也才知道？我信你个鬼！凌霄也懒得跟他废话，这把刀应该是要杀满1000人就能解封，但凡能进阶到地品，他就不算太亏，要是还能进阶，那就血赚。正当这时候，凌霄听见山下有些骚乱声，凌霄和穆婉莹迅速起身穿衣服，敌袭是不可能的，大晚上的，除非杜伦疯了，不然就是来送死。两人来到村里，赵宽等人立刻过来汇报，林将军，刚刚有户人家烧炭中邪了。中邪？凌霄走过去一看，见一对老两口躺在地上，已经没了呼吸，一个孩子正被挖矿的村民父亲抱在怀里，不停地干呕。凌霄不用问都知道，肯定是一氧化碳中毒，但这个世界的人不懂，都以为是邪祟上身。我不是说了，烧炭必须开个窗户吗？你们全关上了。魏东学回道，将军，对家的村民说是孩子调皮，把窗户给关了，老人家宠孩子也觉得天寒，所以没有拦着。赵宽叹道，贤弟，其实烧炭中邪死的每年北境数以千人，你也不必太往心里去，特别是最冷的那些日子，木炭太贵了，平民买不起，不烧煤炭会冻死很多人的。凌霄听了这话，才发现自己忽略了过冬的问题。要是冬天白水郡的工人农户冻得跟孙子似的，那还怎么劳动生产？凌霄当即找来了老于和谢玉，给他们开会，连夜开始制作一套模具。翌日清晨，草叶都带着霜，凌霄亲自手把手叫几个工人制作蜂窝煤。其实最近很多煤都闲置着，炼铁烧制石灰时用不了那么多煤，而上万的矿工出煤太快了，半个多月都囤出了2座小山头了，烧不完，根本烧不完。凌霄将煤炭和黄泥按照7:3的比例搅拌后放入谢玉做的木头模具，倒出来后晒干，蜂窝煤就做好了。这玩意儿和普通的煤炭有什么区别？老于纳闷。对啊，掺了泥还能烧。谢玉奇怪道。凌霄笑着道，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一群工匠也都很感兴趣，从没想过给煤炭做造型的。在泥炉点燃2个后，所有人目瞪口呆。哎呀妈呀，真能烧起来，这火还直往上，感觉可以架口锅烧菜啊，味儿也变小了，比直接烧煤舒服多了。一帮人啧啧称奇，宛如发现了宝藏。有了蜂窝煤，煤炭利用率更高，取暖更安全，保存也更容易了。谢玉看着凌霄的眼神就跟看见了大美女似的。林将军，你到底还藏了什么好东西？都说出来呗，我想学啊。你还是跟老于学吧，我可没空叫你。凌霄一开口，旁边的老于吓得酒壶差点掉地上，直言使不得。别啊，我有个妹妹特别漂亮，我让你当妹夫行不？谢玉直接开始卖妹子。凌霄不由一惊，好家伙，这是看穿了自己唯一的弱点。一旁的穆婉莹瞬间目露寒意，可惜谢玉根本没察觉。不对啊，你他妈还想当大舅哥，占老子便宜呢。凌霄笑骂着一脚把他踢开。一帮老师傅在旁哈哈直乐，似乎对于这小侯爷的离谱都习以为常了。7日后，凌霄接到了最新的北方线报，蛮族多个部落已经集结完毕，开拔南下。看着修建好12座碉堡和6个塔楼，凌霄也不确定能否顺利防守住矿场和攻防，但不管怎样，他都要带大军返回白水郡了，大本营不能丢。临走，赵宽和魏东学主动请缨，带2000精锐、1000民兵留守黑崖村。凌霄本想将5000精锐全留下，可赵、魏2人拒绝了。林将军，有这些水泥工事，若我们还挡不住那5000兵马，我们就不配跟随您左右。没错，贤弟，也该让老哥帮点忙了。你放心回去打蛮子吧。赵宽语重心长道。凌霄见他们心意已决，也没再多说什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自己不可能什么都自己上，得给下属锻炼的机会。凌霄随即带上其余17000人，运着满满当当的各种生产物资返回白水郡。特别是掌握关键技术的工匠，全都是宝贵人才，他肯定是不会留在黑崖村的。而就在凌霄走后第2天，巫山城终于打开了城门。杜伦身穿甲胄，骑着高头大马，带兵出了城。一个个白王军的脸上都是焦躁不耐烦，憋了快1个月，他们都快憋疯了。将军，确认了，镇北军大部队走了，
北蛮来袭，凌霄不得不回防。参军兴奋道：“如今那黑崖村最多只剩3000，咱5000大军，再算上郭泰手给的1000守军，6000打3000，相当于2打1，绝对优势。最关键的是凌霄这个杀神走了，他还真是傲慢，竟然以为3000人能挡住本将军的5000精兵。”杜伦狞笑一声，传令下去，投石车全都上前线，先把他们的箭塔拆了，再杀个片甲不留。是，6000白王军部队浩浩荡荡朝黑崖村进发。黑崖村，村长家的黑条子带着一帮村中老弱妇孺躲在了半山腰的山洞里。哥，镇北军都走了，咱村可怎么办啊？妹妹黑二妮刚满15，一脸紧张害怕。妹子别怕，赵将军、魏参军他们还在呢，还有3000镇北军守着村子呢。3000顶屁用，人家光城里就5000，算上郭太守的兵，怕是得6000人。旁边抽旱烟的老汉一脸愤慨道：“就是随便应付下，不行就逃跑，根本没打算管我们的死活。”山洞里的村民们面露苦涩和无奈，显然也都这么认为。本以为镇北军来了后，村里人能过上好日子，结果挖完煤，大军就走了。我就说，当官的都不能信，利用完咱村里人，又把咱丢下了。这下白王军一来，肯定要怪我们帮镇北军挖矿，咱不死也得蜕层皮。几个村里的老人，你一句我一句，发泄着内心的不忿。黑条子皱着眉头，不知道该怎么说。虽然只是相处了不到1个月，可他能感觉到镇北军的人和白王军不一样，这种感觉很微妙，无法形容。但是3000对6000，真有机会吗？黑条子叹了口气，搂着瑟瑟发抖的妹妹，探着头往远处看。来了！一座水泥塔上方，负责侦察的士兵看见了1里地外正在迫近的投石车。士兵举起了一红一黄2面旗子，打了个简单的旗语。村子后方的水泥指挥所，魏东学一看就明白了。1里地敌袭，有投石车30台。赵宽一听，哈哈笑道：“咱林大将军的法子真不错，不用跑来跑去传令，看2把旗子挥一挥，简单易懂。就是咱这种大老粗，记起来麻烦，晚上做梦都在背旗语呢。”边军的都统徐震在旁无奈苦笑，他和几个边军的老部下这次都选择跟随赵宽留下。虽说他们都很敬佩凌霄，可从内心深处，赵宽才是他们的老上司，自然要恭敬退。多看看也就记住了。赵宽传令道：“告诉他们继续等待，100仗内再报。”指挥所门口，一个士兵将旗语打出，水泥塔上的士兵表示收到。远处，白王军阵营。将军，你看那箭塔上面有人在挥什么东西？参军好奇道。哼，无非是传讯手段，怕是已经都慌了。杜伦大手一挥，投石车进到100仗内后发动第1轮。很快30台投石车在200-300米外一字排开，每台车几10人为一组，放上石头后用力拉起了配重箱。放！随着一声令下，石块划出一道道抛物线，朝着村口的10几座箭塔和碉堡砸去。可当石头砸下去，白王军的将士们都傻眼了。他们忽然发现，这些黑乎乎的建筑目标太小了，30块巨石也就2-3个命中，大多数都没准心可言。相比于打城墙，这种一个个分散的防御工事，其实并不怎么怕投石车。哈哈，赵将军，你看见了吗？他们全砸空了。徐震等人看见这一幕，笑得前仰后合。赵宽和魏东学也是眼前一亮，才意识到碉堡竟然还有这样的好处。一帮废物，你们打准一点！杜伦破口大骂，但他自己也明白，这玩意儿射程还算能控制，要说准头，真不太行。接连10几轮投射，石头命中的撑死也就2-3成，很多也就蹭了一下，即便命中了，也没造成什么损伤。倒数一群拉配重箱的士兵累得跟死狗一样，一个个都手脚发颤了。将军，这样下去不行啊，对方那些箭塔和房子看着很硬，不好砸啊，白费这力气干啥？不就几座箭塔吗？还能射出几万箭啊，上去拆了就完事了。没错，反正6000对3000，优势在我们，冲上去全杀了。几个校尉在旁跃跃欲试，人海战术，对方射箭都来不及。杜伦一想也是，与其浪费时间，不如用兵力优势碾碎一切。将士们，杀光村里所有人，白王殿下重重有赏。随着杜伦一声令下，几个校尉带着骑兵、步兵发起了冲锋。而与此同时，赵宽下达命令，让躲在碉堡、塔楼内的士兵释放弩箭。一时间，簌的弩箭从箭塔和碉堡里，从天空到地面，不同角度织出了箭的死亡大网。塔楼内，一排机关连弩释放后迅速换下，后面几个士兵将已经装好箭的一排连弩直接送上。10人一组，负责联络的、负责指挥的、放箭的、装载箭的各司其职。碉堡内，
可容纳人数更多，20人一组。除了负责弩箭的，还有手持长枪的。偶尔有几个骑兵来到了碉堡附近，长枪手立刻顶上，噗呲，碉堡窗口刺出来的枪直接将敌人骑兵击杀。有的骑兵小心谨慎，就算躲开了，也立刻被放冷箭的补射。连轴转不停歇的弩箭暴雨就跟人命收割机一样。数千白王军还没进入村子里，就已经人仰马翻，死了近一半。关键是他们发现这些水泥房子根本打不动，刀枪不用说，放火也没用，只要里面的士兵不出来，他们根本就没办法。但凡想硬闯，四面八方的弩箭就让他们见阎王。侥幸能从碉堡和箭塔之间突围，杀进村内的却发现腹背受敌。赵宽带着剩余的2000多将士从两侧一拥而上，镇北军的兄弟们杀！眼看局势大好，镇北军的将士们打鸡血一样，2000多人愣是喊出了上万大军的气势。相反，莫名其妙折损过半的白王军吓得落荒而逃。可越是逃跑，死得更快。箭塔和碉堡的弩箭就跟厉鬼索命一样，不停地收割，鲜血浸染了村头的土地，到处是死不瞑目、满脸恐惧的白王军。杜伦一脸惊恐和茫然，他不明白怎么那些黑乎乎的箭塔能一口气连续射出那么多箭，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圆圆的房子怎么都砸不坏。撤退，撤退！杜伦精神崩溃，眼看大势已去，调转马头。剩下的1000多士兵吓得连投石机和武器都不要了，只想逃命。半山腰上，黑条子等一帮村民看着白王军丢盔卸甲，落荒而逃，都跟做梦一样。赢了！镇北军赢了！黑条子兴奋地和黑二妮抱在一起，兄妹俩喜极而泣。我就知道林将军的镇北军不会抛弃我们。刚刚还在骂镇北军的几个老汉都汗颜不已，但也都老泪纵横。村民们明白他们从鬼门关回来了，不用死了。1日后的中午，凌霄在大部队赶回白水郡的路上，收到了后方黑崖村传来的军报。夫君，是赵大哥他们怎么样了？莫婉莹和几个将士都很不放心那边的情况，立刻询问。凌霄笑了笑，拿起军报宣布道：歼灭白王军4000余人，敌将杜伦被斩首，俘虏1000多人，已顺势拿下巫山城。将士们一听，顿时沸腾了，全军到处传来兴奋激动的呐喊声。夫君，看来碉堡真的很有用啊！莫婉莹欢喜道：是啊，我也没想到那姓杜的这么蠢，明知道碉堡打不穿，还会派兵冲锋。凌霄看战报上面写着，杜伦是在逃跑路上被复合弩给射死的。不得不说，这批复合弩虽然产量低，可射程、准头、威力放在这个世界绝对是大杀器。莫婉莹展颜笑道：其实也不难理解，他们被堵在城里近1个月，早都憋坏了，哪还会多冷静，就觉得人数占优，拉近了肯定能一战，可却不知道不论远近，他们都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凌霄点点头，不管怎样，心里的大石头算落下一块。他立刻写了封信，让传令兵带回去，主要是怎么管理巫山城，以及怎么利用那些俘虏，趁这段时间多采集一些矿石。一些有反骨的白王嫡系，该杀的就杀，不能优柔寡断；一些只是普通百姓的，能留的就留，都是劳动力。另外，水泥之类的技术保密工作更是重中之重。以赵宽和魏东学的慧眼识人、调兵遣将2个词条，凌霄相信不需要自己太操心。第2天傍晚，天色早早黑了，大军远远已经能看见白水城的些许火光。也就在这时，从白水城方向一匹快马赶来。林将军，急报！凌霄接过一看，不由皱眉。蛮子已经在3里外扎营，粗略估算有5万军队，其中2万骑兵已经分成多股军力，朝着白水郡的县城村庄杀去了。秦河在旁怒火中烧道：该死的蛮子，又是去百姓村庄烧杀抢掠的。可恶啊，但凡几座边城还在，也不至于这么被动，被他们杀入白水郡腹地。蛮族秋季入侵一般选择清晨或夜晚，趁着天黑不易被提前发现。他们速战速决，都是抢了粮食，女人就走，并不会恋战。但杀人放火，残害百姓，自然免不了。王崇拱手道：将军，来不及回城调整了，让我带兄弟们去阻击蛮子骑兵吧。将军，末将的老家就在万松县，让末将带兵去那里吧。白不黑等几个将也都纷纷请令。凌霄想了想道：开阔地带想跟对方2万骑兵打，人数劣势没法打。白不黑、王崇，你们不要分兵，带所有骑兵去西面万松县，附近村落都归你们了。婉莹，你回城内，让陈川、李旭他们带手下的骑兵去辉山县、桃下村等地，剩下的吴京折合所有精灵卫前往东面的小石村方向。总而言之，能骑马的都出去，剩下的全都守城。凌霄快速下令。
小石村方向人口少，蛮子应该不多，可盐矿工人多，我先过去，让吴金哲来支援。穆婉莹等人一听，脸色都紧张了。夫君，你要一个人去小石村？凌霄笑道。放心吧，1万蛮军的大营，我都能活着回来，不会有事的。我们骑兵数量不如他们，我武功比你们都高，理应多拖住一些人。谁也不用跟我废话，如果不想看我受伤，就把其他方向的蛮子全赶尽杀绝。众将士虽然觉得很疯狂，可不得不承认，凌霄所说没错，对方骑兵已经先行一步，没时间给他们多犹豫了。加上凌霄过往的战绩的确有信服力，他们也就不再多劝。穆婉莹纵然不放心，可军令如山，他还是先快马加鞭赶回城内调度。凌霄和大部队分开后，直奔小石村方向。嘿嘿，凌霄掏出了黑刀，正愁没地方刷人头，可算来活了。说实话，北蛮若是打攻城战，自己还不好抢人头，可野战可就容易多了。不过自己的容貌可能北蛮大军都已经了解过，为了让敌人掉以轻心，凌霄索性给自己易容成了路人脸。快马飞奔了半个时辰，前方果然出现了一股小规模的北蛮骑兵，约莫500人。骑兵都是轻装上阵，马背上别的没有，就是一些空的大麻袋，明显是准备抢东西用的。卡达36岁，北蛮军千户，资质选品。凌霄也懒得细看别的信息，看多了也就有经验了。但凡地平以下资质的，武功修为就不可能胜过自己。千户看来是负责这一边的主要将领了。凌霄一鼓作气，策马加速，直接从侧面杀向这支骑兵队。虽然没有火把照明，可凯达还是早早看见了凌霄。见他只有孤身一人，穿的又是大前军人的普通甲胄，立刻下令放箭射杀。北蛮骑兵人均优秀射手，上百箭矢朝凌霄豁然射出。凌霄却是一个急速翻身下马，施展出了惊鸿，速度爆发，一口气躲过箭雨，拉近了20-30米的距离后，黑刀豁然斩出，烈火焚城。炽热刀气在黑暗中好似点燃了熊熊火焰，瞬间烧灼劈碎了10几个前排骑兵的脑袋。击杀加13，功力加13，嗜血加13，持续60秒。凌霄忽然发现，这黑刀虽然没有解封，可用起来非常顺手。之前用的狼牙冷月刀虽然也是选品，可就是不如这把黑刀自然顺滑。看样子是因为自己的刀法本就是中原人的，用蛮族的弯刀也就不那么适配了。这把直刀却是非常契合。看着黑刀13、1000的数字变化，凌霄心里也有底了。一起上，杀了他！千户卡达一脸震惊，但紧跟着暴怒不已，下令围攻。凌霄嘴角泛起一抹兴奋的笑容，嗜血让他的眼睛泛起猩红。来得正好，杀戮的夜开始了。对于凌霄来说，不怕一起上，就怕蛮军四散逃跑。迎着朝他杀来的10几个骑兵，那挥砍下来的刀影，杀机重重。凌霄一个快步上前，挥出血魔刀气砍翻2人后，一个滑铲从马肚子下面穿过，避开了一次包围。昏暗中，凌霄的身影快得让蛮军眼花缭乱。只听得数声惨叫传来，凌霄已经杀到了阵营后方。所过之处，凌霄稍带手就释放出血魔刀焰，带起片片血花。焚天刀法虽然威力更大，可气力消耗也大，而且针对小范围单体的攻击，血煞魔刀更精准，且速度更快。很多蛮军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就发现脖子一凉，已经被割喉。看着一个个骑兵倒下，卡达气得破口大骂：蠢货，全都散开，别靠太近。可蛮族骑兵练的都是正面冲锋，哪有什么阵法可言？加上来的都是抢粮食的轻骑兵，护甲可以说没有，更让凌霄的刀气肆无忌惮。凌霄故意不杀卡达，也是为了不让蛮军有借口早早溃逃。他挥出2刀，换一个地方，绝不硬扛。一来浪费体力，二来自己若展现太强武力，对方很可能怯战。不仅如此，凌霄时不时还发出啊呀的痛苦声音，仿佛他已经受了伤，身体快要撑不下去。说白了，就得给蛮军一种胜利就在眼前的错觉。他伤了，快砍死他！蛮军也看不清具体什么情况，只看到凌霄时不时会慢半拍，只当他已经强弩之末，于是刚送了一批，又是一帮争着杀上去。可随着时间过去，蛮军发现不对劲了，怎么四处都是己方的尸体，这个中原人却还在杀？他不是早就受伤了吗？不好，中计了！卡达意识到情况不妙，自己是被钓鱼了，快撤！分成3队跑。凌霄虽然听不懂，可也知道蛮子反应过来了。此时他感受到身上已经压不住嗜血的力量，嗜血加235，持续60秒。一双猩红血眸如同死神降临，杀气彻底迸发，一股恐怖的森寒威压让凶悍的北蛮骑兵都感觉汗毛竖起。就在他们要调转马头的时候，凌霄再次施展出了冷却好的惊鸿。
借着嗜血叠上来的恐怖爆发力，凌霄一个游龙步一跃而起，直接跳过10几米，黑刀在空中拖曳出一道赤炎，宛如火龙穿梭，直取那千户卡达。卡达发现自己的马都不够快，只好回身一刀挥砍，试图抵挡。当，只听得一声金属哀鸣，弯刀被震飞，卡达直接被削掉了半截身体。击杀+1，功力+1，威望+30。凌霄顺势落下，一把拽住马的缰绳，保持平衡的同时，一个旋身再次朝逃跑中的蛮军挥出烈火焚城。啊！伴随着阵阵惊慌惨叫，来不及闪躲的蛮军又被斩落10几人。眼看卡达已经死了，剩下的100多人蛮军疯了一般逃跑。凌霄知道穷寇莫追，只好射了10几箭，最后收了收尾。嗜血要断掉，他急忙花了50威望买了一粒玄品气力丹服下。没办法，还得继续赶路去小石村，不能半道上晕过去啊。看下收获，威望是没啥，功力点数攒到了990，黑刀365，1000，进度完成1/3。粗略搜刮了一下，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凌霄骑上了卡达的战马，再次上路。也不知道另外2边打起来没有，算了，先顾好自己这边吧。与此同时，万松县外北蛮勇武将军贡布带领6000轻骑兵，杀气腾腾地来到了县城外3里地。传我命令，分3线，将县城周围的村子全都扫荡一遍。记住，要粮食，要牲口，要年轻女人，看见男的就是一条狗，也全杀了。3个千户听命后，立刻带各自的部队朝3个方向分散开去。将军，前面那县城看着不错，附近那么多田地，粮食肯定不少。几个贡布身边的亲信很是兴奋。贡布咧嘴冷笑，多亏了白王送我们7、8座边城，不然想长驱直入，谈何容易。众人大笑，对大前的内乱幸灾乐祸。将军，等抢完了村子，咱去把这个县城给打下来吧。这种小地方没多少兵力的。是啊，肯定有不少小美人，带回去苏贺元帅肯定会喜欢的。贡布一巴掌拍在那人头上，放屁！你们自己喜欢，别赖在苏贺元帅头上。众亲卫尴尬讪笑，却听贡布话锋一转，苏贺元帅都60多了，小美人还是本将军笑纳吧。几个蛮军愣了愣，随即发出放肆的大笑。正当贡布等人聊着玩弄中原女子的话题，却见有骑兵匆匆跑回来。将军，不好了，村里有前军。什么？贡布以为自己听错了。胡说！他一鞭子抽在那士兵身上。一个村子怎么会有军队？你当本将军没有洗劫过中原人的村庄吗？士兵挨打，欲哭无泪。小人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也没想到啊，还没进村就遇到了很多挖好的陷阱，一排排的尖木头从地上弹起来，把我们的马都掀翻了。我们没法冲锋，刚慢下来，四面八方就冲出来很多中原人。我从没见过一个村子有这么多人，他们都拿着武器，训练有素，明显不是村民啊。贡布一脸匪夷所思，可很快又见另外2边也传来马蹄声。将军，将军不好了，敌军主力在村子里，我们遇到了弓弩对伏击，千户大人被射死了。贡布目瞪口呆，如遭雷击。什么情况？大前军队不在城里守城，跑去守村子了。就在不久前，万松县外萧家村也是这次开荒最多的村庄之一。黑夜掩护下，校尉刘坤、校尉张成正带着3000民兵埋伏于村口的低洼田地、水渠、草垛等地。老张，兄弟们都藏好了吧？没问题，1000多人在村子里保护老乡，其他的都在附近了。刘坤骂道：该死的蛮子，咱还忙着种冬小麦呢，偏偏这会儿来，就是一帮猪狗不如的杂种，自己不会种地，就来抢咱的粮食女人。张成眼圈发红道：俺姐姐就是被他们掳走的，俺娘哭瞎了眼，当年俺躲在茅厕里面才活了下来，好不容易当了兵，一直都没机会上前线，这次总算有机会报仇了。刘坤拍了拍对方肩膀：林将军说了，民兵也是兵，咱既要开荒种地，也要能上阵杀敌。好兄弟，啥也不说了，今天干他娘的！2人眼含着怒火，静待了一会儿，就听见远处传来马蹄声。来了！别急，近一点。当第一批北蛮骑兵进到了50步左右，刘坤拿起身边的铜锣，哐哐哐连声敲打。与此同时，蛮军前方拉起了一道倒伴马声，冲在最前面的蛮军一个个人仰马翻，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埋伏在村口。毕竟以往他们来抢劫，村民就算提前知道了，也都是逃命要紧，谁敢留在村里和他们交战啊？弓箭手，放箭！埋伏在暗中的弓弩手虽然看不清，可现场都是敌人，射就完了。只听得阵阵惨叫，不少蛮子直接中招。要命的是，随着前面的骑兵倒下，后面的骑兵上来就把他们踩踏了，不少蛮军直接死在了自己人的铁蹄下。
民兵营，跟我杀！刘坤和张成拿起了武器，带着两侧的2000民兵朝蛮军杀了过去。紧跟着，村里亮起了一个个的火把，杀呀！一个个手持刀枪的民兵以及不少勇敢的村民都跟着冲了出来。将军说了，杀蛮子换军功，领赏钱。一个村民拿着铁耙，朝着一蛮子头上就招呼下去。打死一个蛮子后，大受振奋。乡亲们，蛮子不可怕，咱能干死他们。看见真能击杀北蛮骑兵，村里人也都备受鼓舞，越来越多人拿上农具就来拼命。若真单打独斗，北蛮骑兵当然绝对优势。可问题是，大晚上的黑灯瞎火，蛮军对于环境根本不熟悉，加上他们抢劫村庄，以前从没遇到过这么多人，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直到陷入了缠斗厮杀，蛮军的战力逐渐体现，一个又一个民兵、村民倒下，刘坤和张成等民兵校尉也都负伤了。兄弟们，坚持住，别让蛮子进村。张成刚喊完，背后就挨了一刀，伤口见骨。他咬牙转身，劈死了那蛮军，继续血战。就在这时，远处传来马蹄声，正是白布黑带领的镇北军骑兵终于赶不到了。看见前方血战的场面，大批倒下的蛮军，白布黑心神俱震。原来这就是民兵的用处。白布黑恍然大悟，怪不得凌霄舍得将大量军队安置在村庄，关键时刻有民兵，村庄就不会被轻易洗劫。而只要城池周围保有军力，想攻城，对方也得小心两侧。这种机动灵活的排兵布局，让白布黑等将领大受震撼，对于凌霄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将士们，支援民兵的兄弟！白布黑拔出刀，杀进了北蛮军后方，而民兵的刘坤等人看见援军来了，欣喜若狂。援军，我们援军来了！兄弟们杀啊！别放过一条蛮狗！鲜血染红了村庄的土地。同样的残酷战斗也在其他几处白水郡的村庄上演。小石村，凌霄赶来的路上又遇到了3队小规模的骑兵，厮杀自然免不了。不过这些蛮子也精明，一看打不过，还是会迅速撤退。抵达村子的时候，不少蛮子正在搜刮制好的盐。战争时期，这可是好东西，在北蛮更是值钱。幸亏工匠人跑得早，躲得远远的，不然免不了遭到屠杀。凌霄自然不能让这群蛮子如愿，换了一张脸后，再次一番血战，杀掉了几十个蛮军后，黑刀解封进度已经到了821、1000。而这时候已经大半个夜晚过去。林将军，是林将军吗？远方传来吴金哲的声音。凌霄立刻换回自己的脸，大声道：是我。吴金哲带着几十个骑兵赶到现场，发现满地的蛮族尸体，大为触动。林将军，末将来的路上就看见数以百计的蛮军尸体，都是您一个人干掉的，不然呢？凌霄笑道：你们怎么样？遇到蛮军没有？吴金哲一脸惭愧，遇到了，还折损了10几个兄弟，末将无能。凌霄这才发现，这群精灵卫身上大多染着血，不少还负伤了，不能怪你们，蛮军人数太多。凌霄翻身上马道：走吧，立刻回城，如果没意外，天亮他们就会攻城。吴金哲一怔，攻城？将军为何这样判断？之前巴亚尔可是折损了2万大军，他们这次还敢攻城吗？凌霄叹道：不是他们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因为蛮子需要粮食过冬，他们如果抢不到足够的粮食，回去很多人也会饿死。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抢粮食，何必集结5万大军？说白了，他们是孤注一掷，如果抢粮不顺利，就要跟我们白水郡决一死战了。吴金哲等人脸色大变，这么一想，还真是如此。如此兴师动众，怎么可能轻易撤军？肯定得获得足够利益才行。一行人立刻调转方向，和凌霄一起赶回白水城。即便一夜没休息，耗费了不少体力，凌霄也不敢拖延。娘子，你们可要坚持住。天色蒙蒙亮，白水城的城楼下，城里的百姓正负责帮忙搬运各种石头和箭矢。因为大量士兵都去了城外，保护村民和粮食，城里的人手有些不够用。萧清玄换了身黑色束腰粗布长裙，戴着面纱，盘起长发。他和一群平民妇女正忙着给一些伤员包扎煎药。嗨，萧清玄同事给几个药炉扇着扇子，额头上戴了煤灰，手上烫起了几个水泡，却也顾不得。这一晚的城外血战，虽然击杀了数以千计的蛮军，镇北军的伤亡也是不少城里临时搭建的帐篷，躺了500-600伤员，有些还是平民。青儿，还是我来吧，你一宿没休息了。冷冰燕刚给几个伤员敷好药，回头见萧清玄狼狈的样子，心头不忍。好歹是曾经的一国之君，从小又是千金玉体，哪能遭这种罪啊？没事的，夫君在外面奋勇杀敌，将士们彻夜不眠血战，我身为将军夫人，更要以身作则，哪能自己去休息？萧清玄提醒道：你要不去城头，
问问婉莹还需要什么物资，我调度一下，让人给他送去。我担心一大早蛮军就会来攻城，夫君他们来不及回来，我们必须守住第一波攻势。冷冰燕蹙眉，心中却明白萧清玄是对的。白水城外的3万多蛮军立着的帅旗，乃是北蛮金帐可汗手下的功勋老帅苏贺。苏贺都来了，肯定不会是单纯为了抢粮食，大概率天亮就会攻城。而这一晚的抢劫，能抢到固然好，抢不到也能消耗镇北军。一整个夜晚，镇北军根本不能休息，而那3万蛮军却在养精蓄锐。苏贺的野心是一整座白水城。好吧，冷冰燕正要去城楼上，却忽然听见北面城外传出号角声。他猛地回头看向萧清玄，两女彼此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不安。天亮了，蛮军要攻城了。白水城外，朱明夫妇所在的农庄，几十具蛮军尸体躺在庄子外，已经冻僵，死了有些时候。朱明和丁翠花煮了壶热茶，在门口坐着，望着天空泛起鱼肚白。是北蛮军号，看样子要攻城了。朱明披着件大袄子，看向白水城方向，眼神深邃。那孩子一路都不容易，可别出什么事才好。丁翠花有一丝担心。怎么，担心你们剑灵的传人？朱明笑盈盈道。你说冰燕，他是我掌门师弟的弟子，用不着我担心。丁翠花摇头，那就是担心幻杀。放心吧，苏师弟这么谨小慎微的人，肯定会保护好女儿。朱明道。都不是，我是担心林将军的夫人。哦，没看出来啊，你这老太婆打了几次麻将，这么喜欢人家？朱明微微摇头。我不太喜欢凌霄这个正妻，跟我们打麻将也在权衡得失，多少心机重了些。人家一亡国之君，自然处处小心，如履薄冰，没点心机能活下来吗？丁翠花白了老头子一眼。什么？朱明脸色一变，随即忽然联想到了什么，眼神一凝，倒吸一口寒气。你说他是？丁翠花无语。我看你真的老糊涂了，才反应过来。枉我陪你游历天下10几年，姓萧，异色瞳，冷夺的女儿陪伴左右，很难猜吗？朱明脸色凝重。难怪，我就说此女怎么见了我们一点都不怵，反而落落大方。也不知道凌霄这小子知不知道此女的身份。丁翠花嫌弃道。身份有什么关系？他们经历了生死考验，感情是真的就行了。何况咱都一大把年纪了，年轻人的事，天下苍生的事管不着。朱明哈哈笑着点头。夫人所言极是，只要来陪咱打麻将，都是好孩子。哈哈。与此同时，北蛮军已经在浩浩荡荡的前压。军阵后方，一架高耸的4驱战车，包裹着皮革，铺着厚厚的熊皮褥子。老帅苏贺坐在战车上，年过60，虽满头发变斑白，却精神矍铄，目光如炬。大帅，昨夜派去的2万骑兵，至今只回来了不足60%，很多还受伤了。一旁的虎卫将军图门顶了张黑黑的大脸盘，表情严肃地朝苏贺禀报。竟然会在村庄步兵过万，凌霄此子用兵还真是出人意料。苏贺感慨了句，随即咧嘴一笑。不过这也就意味着镇北军一夜都没有休息，已经人困马乏。他们总共就3万兵力，如今城内最多只剩一半，凌霄和几个主将必然来不及回城。苏贺豁然起身，负手而立道：传本帅令，先登者赏1000户，封贪狼将军，白银5000两，牛羊1000匹，女子100名。前10登楼者赏白银1000两，赏100户。本帅要在一炷香内攻破白水城门。历来先登封赏都是极为丰厚，可这一次的封赏之高，还是大大震撼了所有北蛮军。其实士兵们都明白，之所以苏贺敢拿出这样的赏赐，是因为之前北蛮军在凌霄手里吃亏太多了，前前后后2-3万蛮军和将领死在了凌霄的镇北军手里。贪狼部更是因为死了族长和2个继承人，一蹶不振。金帐可汗下了死命令，这次南下劫掠，必须要夺回北蛮军的尊严。为了这个目的，哪怕多死一些人，赏赐翻倍也是在所不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蛮军本就悍不畏死，一想到那丰厚的赏赐，更加发了疯一般争先恐后。杀！金帐可汗万岁！咚咚咚咚，牛皮战鼓擂出闷雷巨响。蛮军步兵巨盾护着10几架云梯车冲向了白水城墙。城楼上，穆婉莹看着蝗虫般密密麻麻杀来的蛮军，心跳加速。虽然自小在穆家军长大，也随父亲上过几次战场，可独自面对这样的守城战，却还是第一次。弓箭手准备，放！等进了射程，箭雨第一轮落下。面对举盾戴头盔的蛮军，其实弓箭的效果微乎其微。不多时，大量云梯已经架到了城墙上，钩子牢牢扣住。火油！从云梯倒下去，别让工程车靠近城门。穆婉莹在城头上快速来回奔跑，大声指挥。
士兵们将城内搜集好的火油顺着云梯倾倒下去，随着火把、火箭落下去，云梯被迅速点燃。第一批想冲上来的蛮军浑身着火，痛苦灼烧，不断的坠下摔死。可随着越来越多的蛮军赶到城下，蛮军弓箭手的威力逐渐展现。负责守城的士兵们刚露出头，很多就被射穿头颅。凶悍的蛮军宛如不怕死的怪物，有的直接顶着火烧，硬生生爬上城楼。啊！我上来了！身上着火的蛮军一刀子砍死了惊吓的守军，一杆长枪悍然刺来，直接将那蛮军挑落。穆婉莹及时赶到，大声疾呼：“不要慌，我们是守城，我们优势。蛮军也是人，没什么可怕的。”在他安抚下，在旁的将士们总算重振信心。火油、弓箭快速被消耗殆尽，士兵们搬起了石头朝城下丢去，砸死他们。穆婉莹和几个校尉负责来回机动防御，堵住一些死人过多的城垛。没多久，穆婉莹已经杀了20-30个蛮军，浑身染血，脸上也都是血污。而就在这时，城楼下方传来了哐哐的撞击声。攻城锤！穆婉莹发现大量蛮军已经汇聚到了城门下，铜皮包裹的铁花木正一次次撞击城门。穆将军，下面的兄弟快守不住了！一名校尉浑身血污，悲怆大喊。穆婉莹眼看着石头都快耗尽了，城墙上全是己方和敌人的尸体，浑身不由发抖。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冒出来，自己会不会再也见不到夫君了？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飞身上了城楼。冷艳！穆婉莹看见黑衣女侠一上楼就顺便解决掉了2个爬上来的蛮军。你怎么上来了？夫人怎么办？穆婉莹知道冷冰燕功夫好，加上速度快，最适合来回厮杀，可她得护着萧清玄啊。妻儿让我来帮你。可是别废话，城门一时半会儿破不了，这里失守就难说了。穆婉莹一听，瞬间冷静下来，的确绝不能让蛮军从内部攻破。即便如此，她还是心中感动。萧清玄将自己的护身符送到了他身边，是真的当他自己人啊。有了冷冰燕的助阵，城楼上一下子减轻了不少压力。而这时候，不少城里的百姓挑着一个个的陶缸上了城楼。快，大家快把这些煤倒下去！头发凌乱，一身煤灰的萧清玄突然也跟着上来了城楼。妻儿，你怎么来了？穆婉莹大惊失色，这里可太危险了。火油不够，但夫君带来了很多煤炭，煤炭烧红了很烫，应该能管用。萧清玄对于现场的惨烈并没有多么畏惧，他已经见了太多。在他指挥下，百姓们将一个个陶缸丢向城门楼下，烧红的煤炭顿时在蛮军之间四散烧灼。蛮军烫得发出阵阵惨叫，攻城锤的力量迅速变弱。成了，有效果！萧清玄大喜，自己的策略总算帮上了忙。穆婉莹哭笑不得，心中又升起一丝敬佩。本以为他只是因为来得早才成了凌霄的正妻，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越发自愧不如。一个没有武功的弱女子，却能在几万人的攻城战中勇敢地上前线，这是何等气魄！婉莹，夫君一定再赶回来，我们要守住最强的这一轮攻势。萧清玄鼓励了一句，然后急着下去继续发动民众烧煤。穆婉莹抹了抹脸上的血，自嘲一笑，堂堂穆家千金，竟然还不如一个弱女子，真够丢人的。一炷香过去了很久，城门依旧没有攻破。蛮军阵中，苏贺脸色阴沉，感觉不太妙。图门，攻城为何如此缓慢？图门会报道，大帅，敌军在城门下倒了大量烧热的煤炭，我们的士兵很多都被烧伤了。煤炭？苏贺一脸错愕，还有这种守城的套路？这凌霄到底哪里学的兵法？而且按理说凌霄不在城内啊，难道他全都部署好了？再追加云梯，从两侧上拉长战线，从内部攻破。是。图门刚要去发布号令，却忽然见到从白水城的东西两侧忽然有大批骑兵赶来。大帅，镇北军从两侧杀来了。苏贺咬牙大怒，发出老虎一般的怒吼：骑兵给我上，他们已经打了一晚上，绝不会是我军的对手。图门应命，指挥着所有2翼的骑兵朝镇北军发起了冲锋。而在所有镇北军当中，有一支队伍冲在了最前面。一名男子不戴头盔，不穿甲胄，彻底的轻装上阵。他手持一把造型古拙的漆黑直刀，眼神如同鹰隼般锐利。城楼上，穆婉莹一眼就认出了男人的背影。夫君，女人欣喜落泪，男人没事，而且带人来支援了。一瞬间，穆婉莹感觉浑身有了力气。将士们，林将军带援兵回来了，我们快胜利了！坚持住！守城的士兵们备受鼓舞，大声欢呼，更加奋勇。与此同时，北蛮军也是骚动了起来。是杀神凌霄！
有几个曾经见过凌霄的北蛮士兵认了出来，凌霄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恐惧。大黑脸图门见状，大声狂笑：“杀神，本将军来会一会你。”作为苏贺座下第一悍将，图门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他骑着战马，挥舞着一把长柄战锤，朝凌霄正面迎了上去。图门37岁，北蛮虎卫将军，资质地品，功法1，巨熊灵士，54年修为，北蛮萨满教的功法，练成后力大无穷。品级地品，功法2，战熊枪法，49年修为，战熊部落的枪法，可使用重型长柄武器。品级玄品，武器黑熊铁锤，一把战熊部落历代授予第一勇士的武器，掺入了云铁打造。品级玄品。凌霄一看知道不是什么小喽啰，不敢大一眼看着即将交锋。图门借着长柄战锤的先发优势，一锤子砸落下来。凌霄一个翻身下马躲避开去，图门迅速抡过战锤，自上而下又是一锤砸下，根本不给凌霄喘息的机会。凌霄连续闪躲了2锤子，迫不得已施展出了惊鸿。速度加快后，凌霄一个游龙步身法，近身后从马腹式野死角朝图门大腿一刀砍去。可图门看似魁梧的身躯非常灵活，竟然从马背上直接跳了起来。他自上而下又是一锤子抡向凌霄脑袋。凌霄速度更占优势，提前闪避，使出一记流火奔腾，刀气从侧面命中了图门的锁子甲，将他从马上击落。图门见状，忽然一脚猛踩地面，内力迸发，身体肌肉都瞬间鼓胀起来，正是巨熊灵士的绝技熊灵附体。图门挥舞战锤的速度更快，舞如疾风，疯狂扫荡。凌霄暗暗心惊，这家伙要是杀入万军之中，简直是人命收割机，谁撞上去都得被撞成肉泥。他固然可以连续闪避，消耗对方，再等一个机会反杀，可如今战局瞬息万变，镇北军又已经很疲倦，需要自己这个主将杀出一条血路来。该死，要是有天品功法就好了。凌霄没办法取巧，只好硬着头皮拼了。他一个腾空跃起，一刀飞瀑劈落。图门一锤子抡起，速度更快，先命中了凌霄的腰部。找死！图门狞笑，整个北蛮军就没人能硬扛他一锤子的。可下一秒，图门却笑不出来了。凌霄硬吃一锤后，身体虽然歪了，可竟然没有受伤。为了能够取胜，凌霄不惜为他一个人开启了真男人模式。顺势下落，凌霄一刀血磨刀焰抹过了图门的喉咙。击杀加1，功力加1，威望加130。当图门死不瞑目，小山般的身躯轰然倒下，后面的一群北蛮士兵瞬间都傻眼。图门将军死了！也不知道谁先喊了一声，北蛮大军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惊恐之色。图门是北蛮少见的地品资质，从小神力惊人，加上受过北蛮大萨满的指点，据说雄灵附体，寻常千户级的蛮军高手几十个都不能奈何他。就这样的一员猛将，竟然开战没过几回合被杀了。老帅苏贺在后面看见这一幕，也是瞳孔收缩，大为震撼。凌霄，莫非真是我大蛮克星？而另一边，镇北军见到凌霄一马当先，斩杀敌人大将，士气大振。兄弟们，跟着凌将军杀呀！吴金哲大吼一声，提枪冲锋，挑落2个蛮军。兄弟们，大不了一死，咱纪念碑上见，跟蛮子拼了！白不黑、王崇、陈川、李旭等一个个都带队杀向敌军。各路汇聚过来的镇北军都忘却了一夜的疲惫，疯狂拼杀。因为天冷，有的战士身中数刀都没有知觉一般，和蛮军拼到互相捅穿身体才倒下。凌霄这个大将军都在最前线奋不顾身，他们没理由不拼命。凌霄看见这一幕，自然也是热血沸腾。不愧是自己通过词条筛选出来的职业军人，战斗意志就是不一样。他这时候明显感觉腰腹有些疼痛，刚才靠金刚不坏强吃了一击，多少还是有点难受。毕竟金刚不坏只是抵消绝大部分物理伤害，并非完全无敌。可这也没办法，自己的第3个不灭金身残卷还不知道在哪，选品资质很难提升，图门却是罕见的地品高手，哪怕功力高出对方很多，其实也很难碾压。想速战速决，总得付出点小代价。好在图门的倒下让蛮军方寸大乱，士气大受影响。凌霄的恐怖战斗力更让蛮军退避三舍，没人敢接近他3丈之内。凌霄也乐得如此，其实没了金刚不坏，他还真得谨慎一些，不能太肆无忌惮的冲锋。他休息片刻后，翻身上马，再次杀向溃逃的蛮军阵中。伴随着一道道血煞魔焰，嗜血再次快速叠了起来。一帮蛮军见凌霄击败图门后，非但没受伤，反而越战越勇，甚至眼中冒出血光，更加吓得肝胆俱裂。凌霄他又来了！魔鬼，他怎么还能战？
很多人亲眼目睹凌霄吃了屠门一锤子，怎么会没事呢？这是天罚，我们打不赢的。宛如看到了死神，越来越多蛮军失去了战斗意志。老帅苏贺满眼不甘和绝望，仰天长叹：莫非真是天意？如此南下的绝佳时期，中原却出了如此猛将。他戎马近50年，见过太多璀璨的将星。凌霄的身影让他想起了已故的金陵卫前统帅穆铁心。数十年前，刚满20，一身金甲的穆铁心率1万金陵卫北出石堡，横刀立马，硬生生靠精湛的骑兵调度和单兵作战力，抵挡了他3万北蛮精锐黑铁骑。自那以后，北蛮一蹶不振10多年，直到金帐可汗一统北方各部，整合军力，才恢复元气。苏贺本想着有生之年至少吞下大前北境6州，解当年之耻，没想到出师不利，先锋军巴特被杀，贪狼部主力被屠，如今自己重新调遣来的主力大军也都损耗过半。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男人凌霄。义父，让我去会一会那凌霄。战车旁，一名戴着斗笠、看不见容貌、穿着皮草长袍的女子跃跃欲试。你师兄屠门都不是对手，你上也一样。义父，我感觉那凌霄刚才是用了什么特殊秘籍，所以师兄才吃了亏，但是那种秘籍并不能一直使用。哦，你能确定？苏贺蹙眉。女子犹豫了下。大萨满曾经提过，道门、佛宗都有类似的功夫，有说失传了，也有说极难练成。既然你只是猜测，那我不能让你冒险。你可是圣女候选，关乎大蛮气运，不容有失。女子低头，虽然不甘心，却也无可奈何，毕竟自己也吃不准凌霄究竟用了什么手段。毕竟从凌霄的刀法看，更像刀山的传人，应该不是道门、佛宗的弟子才对。苏贺不再犹豫，大声道：传令，撤军！在旁几个副将早就在等着命令，听到老帅终于认输，急忙吹响号角。北蛮军听见撤退的命令，没有半点犹豫，潮水般逃跑。别追了！凌霄传令，让吴金哲等人拦住了将士们。倒不是心慈手软，而是他清楚将士们太累了，连他这样的功力修为，这一晚下来都感觉疲乏，其他人几乎都在靠意志力支撑了。北蛮军并非无法反抗，而是想保存实力，真要追得太深，反倒落入了敌军包围圈。当然还有一点很关键，黑刀经验值刷够了。黑刀1003 1000，满足解封条件，是否解封？是。凌霄刷了一宿怪，就等这一刻呢。一道只有他看得见的金芒在黑刀上涌过，一股令人心悸的荒蛮古拙气息从刀身散发出来。刀并没有变化太多，只是上面的血水迅速滑落，纤尘不染。很明显，黑刀变得更加锋利了。叮，获得黑刀，被鲜血滋养后，逐渐恢复昔日锋芒，但似乎隐藏了更深的秘密。品级，地品，可解封3、5000。我乐得擦！凌霄喜出望外，达到了地品，竟然还能解封？难道这把是天品武器？凌霄手都在发抖。据他所知，天品几乎是天武大陆人类所能看见的天花板存在了。不论是功法、武器、资质这些，任何沾天品的都是非同凡响。他现在看了成千上万人的属性，也就萧清玄是天品资质，至于仙品，更是传说一般的存在。5000人头虽然不少，可也不算太离谱，慢慢来吧。凌霄觉得那1500威望真尼玛值。收起刀，凌霄调转马头，快速赶回城中。近1个月不见，又是一场残酷的连夜守城战，他很担心女人的安危。还没进城，却见一个黑裙的女子已经在桥首张望。凌霄急忙下马，快步跑过去，一把抱住了飞奔过来的萧清玄。夫君！萧清玄喜极而泣，扑在男人怀里，悬着的心彻底下来了。娘子，你的脸上……凌霄捧起女人的脸蛋，发现黑乎乎的，还有血迹。哦，没事的。萧清玄用袖子擦了擦，灿然笑道：是一些煤灰，血是敌人的，妾身没受伤。可他一抬手，凌霄立刻就注意到手掌上却是一些水泡。你的手，这是烫伤了。萧清玄忙把手藏好，有些不好意思，没事的夫君，过2天就好了。哼，青儿为了守城，发动大家烧煤炭，还给伤员煎药，一整宿都没休息，裙子都险些被煤火烧起来。冷冰燕在旁抱怨，他跟着你就没一天安稳日子，整日提心吊胆，还得受这些罪。叶儿，你别说了。萧清玄立刻呵斥，夫君和将士们在前线拼命，我在后面做这点事算什么？冷冰燕别过头去，虽然知道萧清玄没说错，可就是替他委屈。夫君，你别听他乱说，妾身一点都不觉得受罪，只恨不会武功，无法和夫君一起上阵杀敌。萧清玄如今最后悔的就是从小只习文，没有练武。
凌霄心情五味杂陈，纵然是亡国女帝，可终归是女帝啊，能为她做到这一步，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娘子，你放心，我凌霄此生绝不会辜负你的这双手。凌霄低头，在女人红红的、满是伤痕的双手上亲了2口。萧清玄明眸泪光盈盈，嫣然一笑：“有夫君这句话，妾身死而无憾了。”不许瞎说！凌霄皱眉道：“是妾身失言了。夫君快去看看婉莹吧，她也守城很辛苦的。”凌霄暗暗佩服，看看这就是女帝的格局啊！他立刻拉着萧清玄一起回城。冷冰燕在后面鼓了鼓嘴，小声嘀咕：“本小姐也很辛苦，好不好？”哼，两个没良心的。回到城中，百姓们都发出阵阵欢呼声，不少人都痛哭流涕，感觉捡回了一条命。见到凌霄夫妇，不少百姓自发地跪在地上，大呼感谢凌将军，甚至还有不少人哭着喊谢谢将军夫人的。很显然，萧清玄近日来的种种表现，俘获了许多人心。凌霄看见穆婉莹的时候，女人正看望伤员，一身血污的女将军，脸上也脏兮兮的。看见凌霄过来，穆婉莹想上前，又有些犹豫。凌霄笑了笑，主动上去一把抱住了女人。穆婉莹感动的眼眶通红，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眼泪险些止不住。夫君，我还以为要守不住了。你做得很好，相信穆将军九泉之下也会以你为荣。后面的吴金哲等金陵卫老人都感动得猛汗落泪。经过这一夜野战，城池攻防战，蜕变的何止穆婉莹，乃是整支镇北军。凌霄虽然身心俱疲，可还是先找来了苏昌、郑思齐等城中官员，清扫战场。不只是白水城外，还有郡内几个县村的都要查清楚。蛮军多半还有一些漏网之鱼，别让他们祸害百姓。所有牺牲的将士记录清楚，白水、巫山2郡的立刻安排抚恤。2日后，全军在纪念碑前送别。一道道命令下去，全城上下又忙碌了起来，一直到天黑，凌霄才回到府中。如今太守府已经换成了镇北将军府。凌霄来到房间里，萧清玄已经让丫鬟放好了热水。夫君，妾身受伤了，不能伺候你沐浴，要不让丫鬟来。凌霄看着双手缠着白布的女人，想到她也2天1夜没睡，自然心疼。娘子，小事而已，我自己洗吧，你早些休息。萧清玄听了，默默点头，走了出去。等凌霄洗到一半，却见穆婉莹羞羞答答走了进来。女将军早就卸掉了戎装，一头乌黑长发垂腰，傲人身材缠着一块玉布。婉莹，你怎么？青儿说让我来伺候夫君沐浴，因为夫君很累了。凌霄感动啊，这娘子也太贴心了。说实话，虽然打仗很累，可这种血战之后，体内却是有一股野性躁动，无法平息。他需要女人。进来。凌霄直接下达了命令。穆婉莹娇躯一颤，乖乖地走入了浴桶。2人四目相对，凌霄上前给了女人一个奖励的亲吻，转过身去。穆婉莹毕竟也是有经验的小少妇了，很快明白了男人的意图。对于接下来的狂风骤雨，紧张又期待。一场大战从浴桶到了大床，2人太累了，到最后凌霄直接就搂着女人睡着了。翌日上午，萧清玄也是睡了个懒觉，才起床准备晚早餐。见夫婿和姐妹都没出来，丫鬟们也没胆子去叫，他只好自己进了卧室。来到大床旁，就见2人维持着昨夜的姿势。萧清玄俏脸微红，正打算转身离开，让2人继续睡，一只手却将他拽到了床上。呀！萧清玄趴在男人身上，发现凌霄正坏坏地看着他。夫君，妾身吵醒你了。凌霄吸着女人身上的芬芳，感叹天生媚骨，真妙不可言，还自带香水的。娘子，昨晚冷落你了，为夫现在就补偿你。萧清玄这才发现，男人一大早上势头正猛，也不顾旁边穆婉莹惺忪睁眼，凌霄直接和萧清玄来了一次晨练。穆婉莹羞得只好默默装睡，可又忍不住偷看。作为女人，她都不得不感叹，萧清玄的声音太勾魂了，换她是喊不出这样的声音的。而且身材真好，皮肤还跟水豆腐似的。婉莹，要不一起？凌霄早注意到旁边偷看的小馋猫。穆婉莹拿被子捂住头，被发现了，好羞耻。萧清玄却顾不得羞涩了，他闲了1个月，突然被宠幸，这会儿快升仙了。大半个时辰后，3人才出了小院。用早餐的时候，2女明显都表情不太自然，时不时眼神接触下都立刻撇开。凌霄则是很满意，虽然没能真正大被同眠，可列入观众席也算一大进步嘛。都是一家人，互相之间坦诚相见，互相深入交流，这是好事儿啊。萧清玄娇嗔，夫君欺负妾身，既然是好事，下次妾身要看婉莹是怎么交流的。干嘛扯上我？都是夫君胡闹，我又没说什么。穆婉莹忙撇清关系，凌霄嘿嘿笑道：婉莹是没说，就是躲在被窝里，手挺忙的。哎呀，
夫君你别说了，穆婉莹都没脸见人了，自己明明努力隐藏了，竟然还是被看到了。都怪萧清玄，声音太酥，媚入骨了。正聊着脸红的话题，外面老管家走了进来。将军，两位夫人，有客人拜访。好在三人早就发现老管家进来，不然可就尴尬了。哦，什么人？凌霄问道。对方自称是京城来的，乃是穆夫人的故人。凌霄和萧清玄愣了下，看向穆婉莹。穆婉莹也是一脸茫然。我们穆家被抄家后，京城应该没有亲族才对啊。那人说是穆家军的，叫齐文俊。什么？穆婉莹站起身来，他真这么说？婉莹，齐文俊是谁啊？萧清玄问道。是我父亲的一个义子，我父亲总共有7个义子，吴金哲排老2，齐文俊排老4。穆婉莹欢喜道。夫君，如果真是齐文俊来投靠，他可是一员虎将呢，那就让他进来吧。凌霄打算看看再说。没多久，一个身材挺拔，穿着灰色粗布长衫，背着一把刀，风尘仆仆的男子走了进来。大小姐，真的是您？齐文俊虽然名字秀气，可长相却很粗犷，浓眉虎目。见到了穆婉莹，直接单膝下跪，抱拳拱手。末将可算找到你了，快起来吧。穆婉莹抬了抬手，神色也很激动，毕竟家族大难后久别重逢。文俊，你是从哪儿来的？这2年怎么没你消息？齐文俊一脸苦涩。自从义父出了事，我就被朝廷追杀，直到削藩令下来，诸王叛乱，我才赶出来。最近路过北境，听说穆家军重现，我就找来了，没想到真能见到大小姐。穆婉莹擦了擦眼角，你能活下来，肯定受了不少罪，辛苦你了。不辛苦。齐文俊再次跪下，言辞恳切道：大小姐，让我回穆家军吧，我要为义父报仇，杀了狗皇帝。穆婉莹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看向凌霄。虽说是穆铁心的义子，可如今穆家军效忠的是自家男人。穆婉莹很清楚，没有凌霄，穆家军还在当山匪呢，所以将领任免还得凌霄说了算。夫君，你看。凌霄笑了笑，既然是穆将军义子，想回穆家军当然没问题。不过嘛，如今大战刚结束，不如先让齐将军休息2日，再做安排。穆婉莹点点头，夫君说的对，镇北军毕竟不是穆家军，文俊刚来也得先适应一下。大小姐，我从13岁就进军营，何须适应啊？就算让我从小兵当起，我也没有怨言。齐文俊却很着急，一脸期待。文俊，我夫君乃是镇北将军，你要在这里谋职，就得听他军令。穆婉莹蹙眉道：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明白，我怎么放心让你留在军中？齐文俊一听，忙朝凌霄跪拜：末将知错了，还请凌将军恕罪。无妨，毕竟刚来，齐将军下去休息吧，我让管家给你安排一处别院。老管家很快将齐文俊领了下去。等人走后，凌霄看向一旁从头到尾默不作声的萧清玄：娘子，你好像从刚刚开始就在想什么，能说说吗？萧清玄被点破，多少有些不好意思，看看穆婉莹，欲言又止。青儿，你有话就说吧，我们姐妹现在可是过命的交情，何况你可是主母。穆婉莹调侃道。萧清玄释然一笑，点头道：那我实话实说，我觉得这个齐将军有点问题。何以见得？萧清玄悠悠道：以夫君如今在北境的威望，他为何会选择求婉莹收留，而忽视夫君呢？他一个带兵的将军，难道看不出镇北军谁说了算吗？有没有可能他不想和夫君打太多交道，担心夫君问他一些事答不上来？而且他早不来晚不来，如今我们大胜，他就到了。当然可能是巧合，不过我总觉得他隐瞒了什么。穆婉莹听完，显然也觉得有些蹊跷，蹙眉不语。凌霄却不得不感慨，毕竟是拥有2个传奇词条的女人，真是敏锐啊。齐文俊，28岁，穆铁心义子，白王军暗卫副统领，资质选品，词条，朝廷侵犯，间谍，将军。凌霄是靠神之眼，早早看穿了对方的伪装，而萧清玄真就是靠观察和分析。娘子说的有道理，但毕竟是穆将军的义子，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些。凌霄笑道：就先观察2天，再做定夺。凌霄这么一说，两女也都没意见了。一整个白天，凌霄都忙着视察全城，下达各种指令。这一次大战，城墙损坏了很多地方。凌霄命老于带着工匠开始烧制水泥，趁着冬季北蛮不会来进攻，全面加固。用水泥粘合的石块，防御效果会大幅提升。萧清玄则是跑去附近县城、村庄，组织民兵和农户，尽快将所有冬小麦种下。穆婉莹忙着处理军中的抚恤和安葬，也是不可开交。多亏2个女人能帮上忙，凌霄晚上得闲。夜幕降临，凌霄来到了白玉楼3层的包间。苏焕沙早知道他要来，
准备好了一桌美酒好菜。和以往男装打扮不同，女人穿上了一身明黄长裙，冰肌玉骨，倾力出尘。若不是点了一些木炭，都要担心她会不会冻着。恭喜林将军凯旋大胜，小女子在这里为将军庆功。苏焕沙拿起酒壶，倒了2杯酒，朝凌霄一举杯，巧笑倩然。凌霄则毫不客气，上去一把搂住了女人的纤腰，我要你为我。苏焕沙娇呼一声，面泛桃红，缓缓拿起酒杯。凌霄却摇了摇头，抱着她坐下来，让女人坐在自己腿上，用嘴。苏焕沙羞得不行，娇嗔道：林将军，你当我是青楼女子吗？我可从没去过青楼，也从没女子可以用嘴喂我喝酒。凌霄咧嘴诱惑道：你不想当第一个？第一个？萧清玄和穆婉莹都没这个机会吗？苏焕沙瞬间鼓起了勇气，一口含住，探头上去，芳心仿佛都要跳出来了。凌霄见状，一把按住他后脑勺，帮了他一把。琼浆暗渡，酒不醉人人自醉。几杯下肚，苏焕沙浑身瘫软，都快化成水，融入凌霄身体里了。你这个坏人，出去1个月，知道我多担心吗？一回来就欺负人家，没办法，白王、蛮族都要我死。凌霄搂着娇若无骨的美人，吃着酒菜，享受惬意的时光。要说穿越到这个世界最大的乐趣，也就是能享用绝色美人了。食色性也，人之常情。我知道你是要做大事的，我就是恨自己帮不上什么忙。苏焕沙幽怨自责道：谁说你帮不上的？凌霄笑道：今晚过来就是有一件事需要你来帮我，我夫人和婉莹都不方便。苏焕沙一听，美眸泛起神采。什么事？凌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女人越听越惊讶。你觉得我能做到？当然，你爹就是搞情报的，你肯定有这基因。基因为何物？就是传承。苏焕沙骄傲地扬起俏脸，粉嫩白皙的天鹅锦月发仙常诱人。好吧，本小姐就勉为其难，配合你演个戏。小妖精。凌霄几杯酒下去，兴致更高了，一把抱紧了女人，就打算为所欲为。可苏焕沙却急忙推开了他，摇了摇头。怎么了？你不愿意？凌霄问道。不应该啊，女人刚才都情动了，那眼神恨不得来吃了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若能说服我爹娘，纵然没名分，我什么都依你。苏焕沙说完，退到了一旁，娇柔的面容却透着一丝坚持。凌霄莞尔，说服苏昌夫妇，那不是还得要名分？但苏焕沙所说的确实有道理，他和萧清玄、穆婉莹的状况不同，还得顾虑家里人感受。好吧，那咱今晚就喝酒吃饭，不动手动脚。苏焕沙一听这话，心中感动不已。其实以凌霄如今的实力地位，直接占有他也不会怎么样，所以凌霄尊重他的想法尤为珍贵，说明他真的在乎自己。小女子为将军斟酒，省省吧，我自己来，诱惑我又不给吃，没劲。噗嗤，苏焕沙忍俊不禁，连连软声讨好，才让林大将军消了气。与此同时，在镇北将军府附近一个小院里，也有人正在喝闷酒。祁文俊，曾经的穆家军参将穆铁心义子，如今的白王军暗卫副统领。自从穆铁心公然在大殿上反对削藩令开始，祁文俊就感觉大事不妙。他早早暗中勾结了白王的门客，躲过了针对穆家军的清洗，加入了白王军。祁文俊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良禽择木而栖。穆家要不行了，他肯定不能眼睁睁当丧家之犬。可加入白王军后，祁文俊一直没机会成为带兵的将军，只能作践不得人的勾当。这一次，他奉命来白水城，假意投靠，混入镇北军，是一个莫大的机会。只要能办好差事，白王许诺让他重新掌兵，再也不用当黑暗中的老鼠。可问题是出师不利啊！岂有此理！穆婉莹这个贱人，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连我回穆家军都要问凌霄。哼！祁文俊脸色阴沉，可也没办法，想获取信任，还得再继续努力。罢了，明日去军营找找吴金哲，让他说说情吧。第二日，祁文俊一大早出门，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以他这2年的经验，应该是有人在暗中盯梢。该死，自己难道暴露了？不对，若暴露了，直接动手就是了，何必跟踪？应该是在怀疑，但是没证据。没错，自己绝不能露出马脚。祁文俊照常走去了军营，虽然见到了吴金哲，对方却忙得很。两人一番热络寒暄，约好了晚上一起喝顿酒。祁文俊发现一切都很正常，心中石头也落下了。虽然一整天都有人在盯梢，可恰恰也是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晚上，吴金哲特意在白玉楼设宴，几个穆家军的老人也都出席，和祁文俊聊得火热。一帮穆家军将士大声称赞凌霄的英勇，如今镇北军如何蒸蒸日上。祁文俊嘴上赞同，心中却很是不屑。
区区2-3万军队，也就白王没当回事。但凡王爷一怒之下来讨伐，还不是瞬间灰飞烟灭？他才不会愚蠢地加入这种杂牌军，等办完差事直接走人。第3日，镇北军和全城的百姓们汇聚在纪念碑前，乌泱泱数万人送别那些战死的英雄，呜咽哭泣声此起彼伏。齐文俊看的也是颇为伤感，暗暗感慨，这凌霄收买人心的手段确实高明，只不过自己可不想被刻上石碑，老子要活到最后。等看完了英灵送别典礼，齐文俊回到住的院子。说来奇怪，今天一早出门，跟踪的人倒数不见了，可为了不露出马脚，他还是尽量不出门。没过多久，院子外传来敲门声。齐将军，是我。齐文俊走过去开门，发现是将军府的老管家。齐将军，穆夫人让我来看看，您是否缺什么？哦，我生活很简单，什么也不缺。管家你回去吧，就说我只想尽快回穆家俊。齐文俊正要关门，却听老管家突然冷声道：你暴露了蠢货。齐文俊浑身一激灵，很快露出茫然之色。管家，你说什么？白王军暗卫副统领。老管家眯了眯眼道：对吗？齐文俊眼里瞬间露出一丝杀机，可很快又想到了什么。你也是殿下的人，进去再说。老管家一提醒，齐文俊忙将他迎进了院子。齐文俊脸色阴晴不定，你究竟是什么人？我是谁，你还无权知道。我只问你，这般下去，你怎么完成白王殿下的任务？齐文俊不答，他还吃不准眼前老管家究竟什么身份。旁的不说，凌霄已经怀疑你了，若不是我出手，今日你就被暗杀了，你知道吗？老管家怒目道。齐文俊这才反应过来，难道今日没人跟踪，是因为你暗中帮了我？不对啊，我哪里暴露了？凌霄没证据也敢对我下杀手？老管家冷笑，凌霄此人心狠手辣，他不相信你，根本不需要证据，杀了你再推给朝廷或白王即可。正当这时，老管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说完他一个飞身翻出了院墙，身手灵活，根本不像老头。再次跃进来时，手里已经多了一个被打晕的人。齐文俊一看那俊俏小生，目光一凝，这不是那酒楼的老板吗？他叫苏焕沙，是凌霄的人。昨天吴金哲他们把你叫去白玉楼，就是想把你灌醉，套你的话。追踪你的那些人也都是苏焕沙安排的，他就是凌霄的情报探子。老管家一脸不悦道：你破绽太多，根本已经不可能完成任务，赶紧离开吧。齐文俊慌了，幸亏昨晚自己小心谨慎，没有喝醉。大人，我不能走啊，我走了，白王殿下和羌族的铁矿交易，万一出岔子可怎么办？齐文俊哭丧着脸道：我这么回去会掉脑袋的，你得给我想想办法。羌族，易容成老管家的凌霄一听这话，心头不由一惊。大前北方有3大敌人，北境的北蛮，西境的西羌，东北的契丹。如今北蛮各部落一统后最为强盛，西羌、契丹有了危机感后，也都相继推选出了各自的首领。北方草原可谓3足鼎立，除了来侵犯大前边境，伺机南下，互相之间也在虎视眈眈。好一个白王，不仅勾结北蛮，还跟西羌做买卖。西羌大部分领地都和西境的亲王交接，所以主要敌人是亲王。而西羌的铁矿杂质少，质量很好，产量也多。但作为敌人，西羌大王肯定不想和亲王做铁矿生意。看样子，白王是利用了这一层矛盾，既拿到西羌铁矿，还能压制亲王，一石二鸟。当然，长期来看，一旦西羌壮大，无异于养虎为患。只不过，这几个藩王为了夺取皇位，根本不在乎以后的洪水滔天铁矿啊！就算是工业文明，也是重中之重啊！凌霄心动了。要知道，自从拿下产煤的巫山郡，铁矿就是他唯一的心病了。自己有高炉炼铁技术，只要铁矿够多，不出1年就能打造一只钢铁雄狮。几秒功夫，凌霄脑海里闪过无数念头。别跟我提这些。凌霄露出一副不想过问的姿态，断然拒绝齐文俊。这是你的任务，我不想知道。你赶紧趁凌霄他们没反应过来，离开白水郡，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齐文俊见老管家不想听，更加确信对方是自己人。要是敌人，肯定千方百计来问他细节啊。大人，我们都是为白王殿下效忠，我死不足惜，可西羌铁矿要是出了岔子，王爷肯定震怒啊。那也是你的失职，与我何干？凌霄不以为然道。齐文俊心一横道：大人，既然你潜伏在凌霄身边，肯定是王爷最信任之人。你若肯助我拿到镇北军的兵力布防图，这次的功劳一半记您头上，如何？兵力布防？难道说西羌铁矿要通过白水郡的什么地方运送过去？对啊，说起来，白水郡的最西面确实贴着西羌领地了。不过因为都是山脉，西羌的骑兵过不来，
所以一直都相安无事。难怪这家伙想回穆家军，兵力不防，只有镇北军高层将领知道。哼，老夫有要务在身，不能回王爷面前。你到时候独吞功劳，我能怎样？凌霄不屑道：你这种穆家叛徒，老夫可不信你。齐文俊心里恼火，暗骂老鬼真不好糊弄，可眼下自己进不去镇北军，也没更好的办法。大人，我知道您不信我，可我对王爷忠心耿耿啊，您到底要怎样才肯帮我？凌霄故作深思道：你真要兵力不防图？大人有办法。齐文俊眼神一亮，我身为管家，白天想进凌霄的书房倒也不难。大人，您只要想办法偷出来，我复制一份，您再送回去，绝对万无一失。齐文俊兴奋道。凌霄犹豫了会儿道：要老夫出手也可以，但你需留下手书一份，功劳分老夫一半。手书？这不愿。那就走吧，此事本就和老夫无关。凌霄冷笑。齐文俊心里暗骂，老东西真够鸡贼啊。他忙换上笑脸，大人您别急啊，我这就去写，反正只要能完成任务，总比回去掉脑袋要强。齐文俊立刻写下了保证文书，签字画押。凌霄吹了吹干，折起来收好。你等着吧，老夫这就去将布防图取来，你哪里也别去。齐文俊点头表示明白，随即目光看向地上昏迷的苏焕纱。大人，这女的？凌霄冷冷一笑，老夫会让她失踪。说着，凌霄扛起了苏焕纱，从后院翻了出去，将女人送上一架马车后迅速离开。过了2个时辰，齐文俊越等越焦虑，暗暗盘算该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终于一道身影从后院翻了进来，老管家快步走来，将一卷图纸递给他。齐文俊展开一看，果然是镇北军的布防图。大人，您立大功了。少废话，申时前必须送回去。好，我这就复制。毕竟是专业的，齐文俊将重点迅速抄录，也就只用了半炷香时间。凌霄收起布防图道：你趁天黑前赶紧出城，千万别回来。还有一事，别怪老夫没提醒你，老夫的身份只有王爷身边少数人知道，若王爷不问，你绝不能提及我半个字。你若稍有不慎，失了言，人头落地，可别怪老夫。齐文俊听了心头一凛，皱眉道：那若王爷问起来，我该如何回答？我们这些潜伏的间谍都有自己的暗语。凌霄压低声音道：你只需要说雪山千古冷，知道的人会回你一句独照峨眉峰。峨眉峰。齐文俊默默记下，双手抱拳，多谢大人相助，来日必有重谢，我这就动身。他早收拾好了行头，和凌霄道别后迅速离开。出了城，齐文俊回头望了眼，眼中却闪过一丝狐疑。这一切有些太顺利了，他感觉有诈。别的不说，既然白王在凌霄身边埋伏了一个高手，为何要他来偷布防图呢？只不过他也不敢当着老管家的面质疑，毕竟对方武功似乎挺高。齐文俊找了个隐蔽的地方，给自己重新乔装打扮，贴上大胡子，变得难以辨认。作为暗卫，易容是最基本的。随后他找人买了一匹马，按照拿到的布防图暗中开始确认。2天后，齐文俊跑遍了大半个白水郡，发现布防图上的信息非常准确。怪事，莫非自己真想多了？这布防图是真的。随后他又潜回到了白水城，来到白玉楼，齐文俊在1楼点了2个菜，观察了会儿，他找一个小二随口打听：小二，你们掌柜的在吗？小二一脸郁闷：别提了，都3天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家里人都急得来过好几趟了。齐文俊松了口气，看样子真是自己多心了，这峨眉峰当真是把那小美人做掉了。正巧一队巡逻的士兵从不远处过来，齐文俊低着头默默吃饭，吃完后再次出了城。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买了一匹快马，火速返回白王军大营。而与此同时，朱明的农庄里，苏焕纱和穆婉莹正陪朱明老2口打麻将，凌霄则是在厨房里和萧清玄一起忙活给几人准备午餐。忙了这些天，总算得空过来看望老2口，凌霄也打算小露一手。萧清玄厨艺不太行，不过打下手还是可以的，主要他打麻将太会算计，被朱明嫌弃，也只好让位给穆婉莹了。这时候一匹黑马赶来，跳下一个英姿飒爽的黑衣女侠。冷冰燕快步进了院子，微微喘气：还真被你算准了，那家伙去了白玉楼确认完才走的。凌霄回头笑了笑，能当暗卫副统领，脑子肯定不会太简单。这几天辛苦你了，这儿有刚炸好的油饼，尝一个。凌霄拿了个粘着黄豆粉的油饼递给冷冰燕，女人有些受宠若惊，脸色微微泛红，伸手接过，咬了口，甜滋滋的。这家伙怎么连做饭手艺都那么好？提及齐文俊，在打麻将的穆婉莹
脸色不太好看。这个叛徒，枉我父亲当年收养他，传授武艺，白眼狼。2天前看到那封手书，穆婉莹一下子就认出，的确是齐文俊的笔迹。他当时恨不得直接提枪去杀人，可被凌霄劝住了。唉，老夫胡了。朱明哈哈大笑，活脱脱一老顽童，哪还有大儒风范？哎呀，我没注意，又点炮了。穆婉莹一脸郁闷，太生气了，脑子一热没多想。老夫就喜欢跟穆丫头打麻将，总能让老夫赢几个。朱老，您又笑话我。穆婉莹娇嗔，她当然也不生气，能让二老开心就够了。萧清玄则笑盈盈道：夫君，既然齐文俊带回了布防图，那我们也该重新调兵了吧？那是自然，而且还得在靠近西羌的边境那边重点布防。凌霄说道：我已经让清河带人去西羌那边查探了，应该快有消息报回来。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齐文俊回去后发现间谍根本不存在，那就功亏一篑了。苏焕沙担忧道：并不会，如果他们发现自己行动暴露了，那西羌的铁矿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交易，甚至抢过来。如果一直没发现，正常来交易，那自然最好不过了。萧清玄妙目笑盈盈望向凌霄：夫君这一招棋怎么都不亏，娘子懂我。凌霄笑道：可妾身怎么都想不明白，夫君是怎么骗过齐文俊的？那峨眉峰是谁假扮的？这个嘛，容为夫卖个关子，将来你们就知道了。毕竟是在朱明家中，凌霄不想说易容术的事。苏焕沙在旁窃喜，只有他知晓峨眉峰是谁，连萧清玄都不知道呢。午饭上桌，朱明夫妇看着一桌子各种鲜肉和菜，中间一口泥炉加木炭，烧热的铜锅，两脸懵逼。林将军，这是什么？丁翠花研究了半辈子吃的，也没见过这玩意儿。此乃火锅，你们看我怎么吃。凌霄夹起一片羊肉，往里面涮了涮，粘着一些酱料，吃了进去。舒服。凌霄一脸享受，天冷下来，还是火锅爽快，就是这边没辣椒，也没芝麻酱，调味品少了些。大家都来了兴趣，有样学样，开始将肉、鱼丸、鸡肉、蔬菜一一放下去尝试。这火锅看似简单，可却能极大保留食材本身的味道，可谓返璞归真啊。朱明特别喜欢那现打的鱼丸，连吃好几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可以这么做饭，那可省事儿多了。丁翠花也赞不绝口。萧清玄和穆婉莹也是美眸异彩连连，跟凌霄在一起总能遇上新鲜玩意儿。林将军，我能将这火锅引入白玉楼吗？苏焕沙已经看见了一片商业前景，绝对能大赚一笔。凌霄又是一口热羊肉进嘴，这边境的滩羊味道好极了。当然可以，不过这火锅其实不难复制，很容易被别人偷师。你不妨等等，哪天整个北京6州都被我拿下，我们联手直接一口气开10几家，大赚一笔。此话一出，在场众人都表情古怪地看着他。凌霄轻笑：怎么了？我要的是什么？你们不都一清二楚吗？沉默了会儿，朱明笑盈盈道：既然林将军志在北京6州，为何迟迟不对沧州的其他几个郡下手？虽说其他几郡缺乏矿产，可毕竟有人有地，那都是资源啊。凌霄玩味一笑：打下来容易，可要守住却不容易。我兵力不足白王的1/10，吃下一个州，目前来说太勉强。其次，朝廷封我为镇北将军，可既不给人也不给钱，想让我一直卖力气，哪有这么容易？朱明目光闪烁，笑着捋了捋胡须，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确实不妥。朝廷也该有所表示了。凌霄看着老头神神叨叨的样子，心说莫非听到了什么风声？京城、皇宫、御书房，这战报确认无误。弘帝坐在卧榻上，看着手里刚得到的北境战报，手都在颤抖。父皇，儿臣已经和兵部一同再三确认，镇北军确实击退了苏贺的5万大军，且还斩落大萨满的弟子屠门。太子李承浩笑着拱手庆贺道：恭喜父皇得了一员护国大将。好啊，金帐可汗那厮这个冬天可不好过了。弘帝兴奋地一拍大腿：那沧州呢？可有拿下？沧州只收复了巫山郡，为何进程如此慢？弘帝皱眉：父皇您想，镇北军总共就不足3万，既要对抗北蛮，又要面对白王，举步维艰啊。弘帝叹了口气：还是好处不够多啊。既然如此，朕就给他一个不得不拿下沧州的理由。父皇有何妙计？李承浩一脸疑惑。弘帝玩味道：朕记得林渊侯谢上的女儿宁襄郡主还未婚配吧？李承浩一听，心头不由一阵异样。宁襄郡主那可是艳冠北境的大美人啊，便宜那凌霄，真可惜了。不过女人而已，跟江山社稷比起来微不足道。父皇英明。李承浩脸上一副佩服的表情。林渊侯作为开国侯，
乃沧州第一贵胄。若凌霄成了凌渊侯的女婿，自然不能再偏居一隅，对整个沧州不闻不问了。弘帝笑道：“这谢上不是有钱吗？那就拿去资助镇北军吧，也省得朝廷拨款了。可谢上妇女若不从，李承浩担忧。”不会，弘帝胸有成竹道：“局势不明朗前，谢家不会选择站队任何一个藩王，所以他不会抗旨。这帮老狐狸为了家族长盛不衰，牺牲1、2个子女，算得了什么？”李承浩恍然，暗忖姜还是老的辣，自己这父皇爪牙依旧锋利啊。3日后，镇北将军府又来了一卷圣旨，凌霄和二女直接坐着吃早点，边吃边让那太监读。太监本想指责几句，可被凌霄满是杀气的眼神一瞄，瞬间就怂了。应天顺势，受兹明命，自闻镇北将军凌霄屡挫北蛮之风，保境安民，功在社稷，朕心甚慰，特降殊恩，册封凌霄为白水县男爵，10亿300户，世袭罔替，以彰其忠勇。赐婚临渊侯府宁乡郡主，结秦晋之好，承鸾凤之仪，以表朕之龙眷。而其恪守臣节，义赞朝廷，永固疆域。钦此。听完圣旨，萧清玄的碗筷停了，绝美的脸蛋有一丝惊慌失措。就算是守城血战，他都没有这么心慌过。赐婚侯府郡主，要知道，并非每个贵族之女都能有册封名号。宁乡郡主谢鱼儿及笄当日就被册封，原因是才貌双全，声名远扬北境。若换曾经，别说郡主，连公主萧清玄都不会正眼多看一下。可如今，她只是亡国女帝，这身份对于凌霄来说只是负担，哪比得上家财万贯的凌渊侯之女？穆婉莹也表情复杂，她听说过谢鱼儿1等1的大美女，她本就是侧室，倒也无所谓。可萧清玄，等打发完太监后，穆婉莹开口道：“夫君，虽然我没资格说，但我还是要说，你可不能辜负了青儿。”萧清玄忙摇摇头：“婉莹，我没事。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夫君逐渐平步青云，被赐婚皇亲贵女，并不稀奇。妾身恭喜夫君受封白水县男，想来他日裂土封侯也不是难事。”穆婉莹勉强笑了笑，却怎么都说不出恭喜的话。这狗皇帝不知道凌霄娶妻了吗？怎么会下这种圣旨？冷冰燕在旁气不打一处来。萧清玄无奈笑道：“皇帝就算知道，也不会怎样。我一个平民女子，怎能和封浩郡主抢正妻？”你才不！冷冰燕话到嘴边，却还是收住了，说出实情，只会让事情更复杂，没什么帮助。凌霄这时候放下碗，表情有些深沉。在你们眼中，我凌霄就是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还是说，你们觉得我会为了一个郡主，把你们这2个生死与共的亲人抛诸脑后？凌霄砰的一拍桌子：“我在你们眼里就这么下贱，你们就这么看不起我？”萧清玄、穆婉莹和冷冰燕都被男人这一怒声质问给震慑住了。慢慢的，女人眼眶都红了起来。是啊，他们在想什么呢？为何没有第一时间选择信任自己的夫君？两女都自责不已。夫君，妾身不好，妾身不该让你生气。萧清玄心痛的难以呼吸。我也有错，夫君别生气了。穆婉莹哽咽。凌霄一把抓住萧清玄的手，注视着女人的双眸，字字恳切。听好了，我凌霄这一生只有一个正妻，就是娘子你，明白吗？萧清玄吸了吸摇鼻，忍住眼泪，点点头。妾身知道了，谢谢夫君宠爱。穆婉莹又羡慕又感动，道：“青儿你放心，那宁乡郡主敢跟你抢正房，我去收拾他。反正我是亲犯，才不怕他。”萧清玄忍俊不禁，哪有这么夸张？都是女子，也都身不由己。凌霄想了想，当下做了决定：“娘子，你随我来一趟房间。”萧清玄一听，俏脸瞬间红了：“夫君，早上才刚，你还是先去忙公务吧。”凌霄哭笑不得，这尼玛想哪里去了？自己在女人心目中的形象似乎有点离谱。关键穆婉莹和冷冰燕显然也都这么认为，看他的眼神多少有些古怪。这男人身体铁打的呀，晚上要，早上也要。凌霄无语了，算了，误会就误会吧。拉着萧清玄进了房间后，凌霄让下人不得靠近。下人们都窃窃憋笑，显然也都懂了。夫君，你今日怎么越来越厉害了？妾身都有些怕了。萧清玄说话间开始很自觉地宽衣解带。男人有需求，自己当妻子的就得满足。娘子，你误会了，我是想问你，愿不愿意练武？凌霄一把管住女人的手，一本正经地问道。啊！萧清玄眨眨美眸，练武？是啊，其实上次守城战结束，我就想让你习武，毕竟靠冷艳护着你也不是万全之策。如今狗皇帝赐婚，我担心有人会对你不利，你若能练武，我也更放心。凌霄其实早想把韩玉弓换出来，
毕竟杜灵珠的600年功力点数是够了，就威望一直比较缺。可遇到赐婚这种事，他宁可用黄品武器换威望，也得给女人武装起来了。萧清玄苦笑：“夫君，就算妾身现在开始练武，也来不及吧？你只需要说愿不愿意，其他的为夫自有办法。”凌霄自信说道：“为夫从不说大话，你是知道的。”萧清玄看着男人坚定的眼神，心头怦然，莫非男人真有法子让他神功速成？一想到凌霄出征时守城战时自己的无力感，萧清玄立刻下定决心，美眸闪起神采：“夫君，妾身想练武，想跟你一起上战场杀敌，只要能练成，吃再多苦也愿意。”凌霄看着一脸渴望的女人，伸手揉了揉爱妻的脸蛋：“我怎么舍得让娘子受苦？既然娘子心意已决，稍等片刻。”凌霄看了眼空间内自己上一场战斗缴获的几件武器，其实总共也就剩3件，好在其中一件屠门的黑熊铁锤是件不错的选品，能换300威望。选品武器啊，换了，原本仅有的200威望来到了760。定，获得成就有舍才有得，第一次卖掉选品以上物品。品级，选品，威望加50。凌霄都习惯了，抠门系统，你是会做生意的。韩玉弓一直处于锁定状态，最近一直刷也没刷出更适合萧清玄的功法，就他了。650威望，拿下。定，获得韩玉弓地品，道门神秘武学，威力堪比天品功法，但必须纯阴体质女子方可修炼。紧跟着一连串提示音传来。定，宿主在商城消费超过5000威望，奖励50%打折券1张。定，获得成就买。品级，选品，威望加50。定，商城开始升级，将增加功能和品类，下次刷新后可见。凌霄大喜，这威望虽然给了少，但打折券是个好东西啊。50%打折券，可针对商城内任何物品使用。任何，看清了，是任何。也就是说，将来出现天品乃至仙品，自己都能半价购买。虽然暂时用不到，可凌霄还是很满意。至于商城升级增加品类，凌霄也很期待。上次升级还只是1000威望的时候增加了兑换功能，不会直接给我刷出 AK 来吧？那我到底买不买啊？凌霄将一本幽蓝封面的薄薄书册递给了萧清玄：“娘子，这本韩玉弓最适合你这样的玄阴肢体修炼。”萧清玄一听有些惊讶：“夫君怎会知道妾身是玄阴体质？”凌霄笑道：“为夫的武功修为还可以吧？看穿你的资质很奇怪吗？”原来如此。萧清玄接过功法，有些担心道：“妾身小时候有个道士说，玄阴体质很多功夫不能练，因为体质极寒，能练的功夫往往也都是一些很极端的法门，稍有不慎可能会走火入魔，所以妾身一直没练功。”说到这里，萧清玄还是有些担忧。凌霄恍然，怪不得女人天品资质一点武功都没学，什么道士，大概率就是西蜀国师之类的吧。娘子，有我给你护法，你就尽管练吧。今日我们哪里都不去，就在这里练功，等你学会了才能走下一步。只要萧清玄能够运功一遍，入了门，凌霄就可以将杜灵珠用上，给他灌注1甲子功力。萧清玄也不做他想，既然自己夫君这么有把握，相信就是了。他翻开功法，开始细细研读。凌霄在旁看着，觉得有些深奥，好在他掌握了数门地品功法，所以还是能够读懂。娘子，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萧清玄眨了眨眼，妾身觉得这功法并不难，莫非是妾身理解有偏差？凌霄愣了下，于是随便指了几个地方，跟女人探讨了下。很快，凌霄就发现萧清玄还真的能读懂，这就是天品资质啊！第一次翻看地品功法就能参悟，乃像自己从凡品资质一路升上来，至今地品都遥遥无期。凌霄庆幸这是自己的娘子，但凡是敌人阵营，那可真要头疼了。萧清玄读完一遍后，略一琢磨，就开始运功。半个时辰后，凌霄发现女人的属性变了。萧清玄，20岁，西蜀王国女帝，镇北将军夫人，资质玄阴之体，天品，功法韩玉弓，1年修为，地品。萧清玄长长呼出一口气冰寒之气，睁开眼，眸子里透出一丝欣喜：“夫君，妾身好像学会了，周天运转了一遍，感觉很顺畅呢。”凌霄也松了口气：“顺利就好，娘子，接下来我会用一种秘术给你灌注60年功力，你沉心静气，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立刻跟我说。”萧清玄一脸错愕：“60年，1甲子，夫君你是认真的？”凌霄也知道女人会震惊，忙一番解释，告诉她这样做很安全，而且不会损伤自己的功力，萧清玄才勉强接受。凌霄取出已经消耗600点功力、充满功力的杜灵珠，系统
是否对目标萧清玄使用杜灵珠？确定。一道凌霄才看得见的白光注入了萧清玄百会穴。萧清玄身体周围大量寒气陡然如同漩涡般汇聚，形成大量的冰晶。凌霄明显感觉到室内温度骤然降低。当杜灵珠彻底耗尽，直接消失，萧清玄睁开一双美眸，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两只眼瞳竟然都成了冰蓝色。娘子，你的眼睛。萧清玄正对自己突然无比澎湃的内力感到匪夷所思，被男人一说，他好奇地看向一旁的铜镜。呀！女人娇呼一声，这是怎么回事？萧清玄有些着急，若两只眼都成了蓝色，那不成了狐族女子了。可就在他担忧的时候，双瞳竟然慢慢褪去了蓝光，变成了黑色。娘子，你的异色瞳好像消失了。凌霄啧舌，这寒玉功还有这功效呢。萧清玄也是不敢置信，他忽然想到什么，试着一运功，双眸成了蓝色，一旦收功，恢复成黑色。夫君，原来只要修炼内功，异色瞳可以恢复。萧清玄站起身，一把抱住男人的腰，喜极而泣。谢谢夫君，妾身终于不用被当成灾星了。哎呀，死！凌霄却是感觉腰部一阵胀痛。娘子，轻一些，你现在可60多年功力呢。尼玛，不愧是堪比天品功法的绝学。萧清玄一个没注意，手劲就大得惊人。萧清玄吓得慌忙松开，俏脸上又是抱歉，又是一丝惊喜。夫君，妾身还不太习惯，你没事吧？凌霄摆摆手，无妨。不过娘子你缺乏实战，确实需要尽快适应。这样吧，为夫带你去找个没人的地方，陪你练练手。凌霄深知资质的不同会让功法的威力截然不同，在地品都难得一见的世界，萧清玄这天品资质搭配这一甲子的寒玉功，整个镇北军也就他能陪着练练了。让别人上，一不小心怕是要冻成冰棍。凌霄带着女人出门，打算去城外找个开阔的地方切磋。而家中仆人见到萧清玄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夫人怎么突然冷了这么多？萧清玄自己没感觉，可无意间散发的气质已经有些高深莫测。来到家门口，萧清玄突然察觉到什么，转身看向身后。叶儿，今日我跟夫君忙点事，你先去庄子上帮我巡视一下，不必跟着我。冷冰燕一脸错愕，萧清玄怎么察觉到自己跟着他的？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师傅，可只是一会儿没见，不可能培养出一个绝世高手啊。直到二人离开，冷冰燕忽然猛地一怔，咦，刚才妻儿的眼睛怎么好像都是黑的？冷冰燕凌乱了，自己怕不是疯了？怎么可能呢？等来到城外一处乱石丛生的野地，凌霄确认四下无人，才让萧清玄对自己动手。寒玉功是道门内家的功法，外功招式等要求不多，也不在乎什么武器，讲究以内力凝聚天地阴寒之气，凝结血液，杀人于无形。萧清玄一听要对最爱的夫君动手，顿时很犹豫。娘子，你就放心大胆的出招吧，我得确认你有多少自保能力，我才能安心。凌霄调侃道。还是说你就这么不相信为夫的实力？听凌霄这么说，萧清玄才下定决心。那还请夫君指教。萧清玄根据脑海里突然多出来的武学招数，调动内功，朝凌霄一掌隔空打出。四周空气陡然降温，一只冰晶凝结的大掌印悍然打向凌霄。凌霄取出黑刀，一刀焚天刀气劈出，将这一掌给勉强击碎。可爆裂开来的寒玉功内力还是让他感到脸颊生疼。娘子，你用了几成功力？凌霄对这威力感到一丝心悸，大概6成。萧清玄不太确定，才6成。凌霄倒吸一口凉气道，你用10成吧，全力攻击我一次。萧清玄一脸不情愿，可架不住男人要求，只好咬牙下足决心。夫君，那你小心。凌霄哭笑不得，竟然要一个第一天练武的女人来提醒自己安全，真够讽刺的。不多时，萧清玄浑身都开始冰晶乱舞，所站的地面开始结冰。萧清玄长发飞舞，一股冰寒彻骨的内力以他为中心豁然迸发，宛如一抹巨大的冰晶雪花在乱石堆中绽放。嗡！澎湃的寒玉功内力朝凌霄呼啸而来。凌霄急忙施展出了金刚不坏，又运足了功力，挥出烈火焚城，靠着黑刀和火属性的焚天刀法抵挡了大部分的寒玉真气。可即便如此，凌霄身上宛如被无数冰针穿刺，疼得他龇牙咧嘴。毕竟金刚不坏主要是抵挡物理伤害，而这寒玉功的内力攻击渗透力极强。好在凌霄还是扛过了这一轮，没有太丢人。凌霄现在确信己方阵营里除了自己，萧清玄无敌。夫君，这都是妾身所为吗？萧清玄看着周围全是被冰霜覆盖的石块和地面，感到不可思议。突然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成了武林高手，这反差太不适应了。强大的力量也让他有一丝手足无措。
凌霄收起刀，上去将女人搂入怀中。娘子，武功高并不可怕，你就当身边多了一个厉害的打手，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听到男人的话，萧清玄总算心中踏实了不少。夫君，妾身明白了，如果不是有必要，妾身不会擅自用武功的。以萧清玄的聪慧，自然明白凌霄1日之内打造出一个武学高手是何等逆天的能力。纵然他曾经是西蜀女帝，也没听说过这样的神通。这肯定是自己夫君的一大秘密，他当然要尽量守住。凌霄笑道：娘子能明白藏拙的意义，自然最好。说实话，娘子现在是我的一大秘密武器，轻易还是别出手。萧清玄悠悠道：可妾身想和夫君一起上阵杀敌，和婉莹一样。上阵肯定有机会，不过杀鸡焉用宰牛刀。凌霄眨眼道。萧清玄鼓了鼓嘴，嗔道：夫君总能想出理由来，妾身听你的就是了。凌霄搂着女人的纤腰，笑道：娘子，现在应该放心了吧，郡主而已，你若不喜欢，打一顿便是。妾身可没那么蛮不讲理，那宁乡郡主若通情达理，愿意一起辅佐夫君，那还是要好好相处的。萧清玄已经做好了打算。凌霄叹了口气，有时候他都觉得这女帝娘子太大度了。说起来，那谢玉儿是谢玉的妹妹吧？也不知道为人如何，找机会去问问吧。当晚，凌霄和萧清玄办事的时候，明显感觉女人不一样了。本就天生媚骨的女帝，练了寒玉功后，越发阴柔入骨。好在凌霄300年佛门修为，大日如来棍法阳气十足，总算镇压住了这女妖精。一番激斗后，萧清玄心满意足地睡去。凌霄不想睡，他守着午夜的时间，等商城升级结束。一看时间到了，立刻刷新。叮，商城升级完成，增加品类，并开启许愿宝匣功能。凌霄扫了一眼，发现增加的品类主要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用品，米酒、果酒、面粉、肉制品等吃的，还有桌椅板凳之类家具，甚至还有琉璃制品、书画古董这些。凌霄估摸着是因为自己刷新的地点是自己家卧室里，这些东西对练武、军队用处不大，可将来势力范围大了，或许能靠这些赚不少钱。还以为有手雷就能有 AK 呢，看来商城和神秘包裹不是一套体系啊。凌霄心里嘀咕了2句，随即就将注意力放在了商城顶部的一个炫彩宝匣。许愿宝匣，输入任意想要的商城物品后，可用功力点数、威望点数、商城物品来注入愿力，提高开出概率，最高可达100%。凌霄皱眉想了会儿后问道：小童子，那我想要不灭金身剩下的残卷也可以？系统，只要是商城出现过的都可以哦。注意，不同物品所需愿力不同，想要修改许愿物品需要等1日刷新，许愿进度调会重新计算，所以请谨慎选择。凌霄险些没直接从床上跳起来。卧槽，正愁没法提升资质，可算有路子了。之前和图门一战也好，白天和萧清玄试招也罢，凌霄对于突破选品资质的渴望越发强烈。可不灭金身残卷迟迟不来，他家功力的性价比太低了。毫不犹豫，凌霄直接在许愿宝匣内输入了不灭金身残卷，开始许愿。